扬州苍兰城林族议事厅，诸多在林家中威望颇深的长辈族老围坐在此，气氛略显沉凝。而在首座，一位身穿玄衣的老者手中攥着一页纸张，指尖发青，脸色也显得无比阴沉。这老者正是林家之主林雄海。不知过了多久，林雄海看完其中内容，扬了扬手中那张薄纸，突然寒声发问，打破了沉寂的气氛：林彻，你可知老夫手中是何物？一瞬间，大厅内所有长者的目光都投射向了厅下站立着的一位少年身上。见状，那少年微微摇头，不知请家主明示。呵呵，你不知道，那老夫就来告诉你，这是慕容家族送来的悔婚书。悔婚书！听到这三个字，大厅之内瞬间炸了锅。什么？慕容家族竟然要悔婚？太过分了！我林家在苍兰城屹立100年之久，慕容家族这样做，不是公开打我林家的脸面吗？有人义愤填膺，但此时也有人道：过分？不见得吧。别忘了，慕容家族本就是苍兰城第一大家族，而我林家不过二流势力而已。当初慕容家正是看在林彻的天赋上才定下这纸婚约，然而现在林彻却成为一个丹田碎裂的废人，慕容家族想要悔婚，又有何稀奇？废人！听闻这二字，在场林家长辈再次看向那少年，无不暗自摇头。是啊，当初这少年被誉为苍兰城第一天才，天资无双，若不然又岂会让慕容家族看中，想招揽其为乘龙快婿？可是自从1年前开始，这少年便仿佛生了一场怪病，修为不进反退，甚至连武者最为重要的丹田都已碎裂，最终从一位让世人为之惊艳的绝世天才，沦为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废人。而如今慕容家族毫不留情的悔婚，恐怕要不了多久，这少年无疑会成为苍兰城最大的一个笑话。这份耻辱也必将累积林家。心念及此，林雄海死死地盯着那少年。林彻，老夫很想知道，现在你心中有何想法？闻言，林彻脸上犹如一泓清泉，自始至终没有太多波动，轻轻开口道：这纸婚约本就非我所愿，现在慕容家族想悔婚，挺好的。挺好的？什么态度？林雄海勃然大怒，你可知只要与慕容家搭上关系，我林家就能在苍兰城更进一步，现在因为你不争气，林家错失良机，你就是我林家的罪人。林雄海此言刚刚落下，坐在一旁的大长老顿时满脸嘲讽的附和道：不错，老朽早就看出此子是烂泥扶不上墙，就这种废物居然也能身居林家少主之位，简直可笑。林彻眉头微微一皱，大长老，若我没记错的话，当初林家少主之位是你们这些家族长辈求着我做的吧？求！听到这个字眼，大长老神色一滞，虽然很想反驳，但林彻却是事实。苍兰城各大家族势力对于矿脉资源的争夺异常激烈，但各大家族长辈却不会轻易出手，因为他们一旦入场，就会演化成家族之战，必将血流成河，两败俱伤。对于矿脉，各大家族都有一个规定，只派遣族内小辈进行争夺。在此前提之下，各家族内小辈越优秀，那么在外界拼杀获得矿脉资源的可能也就越大。林彻自从3年前替林家征战，便是为林家夺得了无数的资源与荣誉，也因为这些武道资源的获取，使得林家势力逐渐丰满。这些贡献，即便大长老再看不上林彻，也不好明面上否定。雁荡山一战，我替林家拼杀，为此身负重伤衣食3处；风波林一战，我为林家征战，遭敌一剑贯胸，险死还生。3年以来，我共计替林家夺得大大小小10余座矿脉资源的开采权。我所付出的这些，我想大长老你应该很清楚。只是因为我现在对林家做不出贡献了，就可以否定我之前所有的努力。大长老可是这个意思？你……大长老嘴角微抽，放肆！到了这个时候还敢顶撞本长老？你以为你还是当年的林彻吗？别忘了，你本就是我林家捡回来的一个野种，若没有林家，你只怕早已葬身受缚。野种！听到这2个字，林彻的双拳骤然一握，眼中不自觉掀起一丝波澜。大长老则冷哼一声，看向林雄海，拱了拱手道：家主大人，林彻如今已是天赋不在，被慕容氏族退婚之后，更让我林家成了整个苍兰城的笑柄，还请家主以大局为重，罢黜林彻少主之位，万万不可再妇人之仁啊！闻言，林雄海微微点头，大长老所言有理。随即他洪声宣布：林彻，你不思进取，使我林家上下蒙羞，现在我以家主之令废除你少主身份，从今日起，大长老之子林宇继任林家少主之位。闻言，大长老顿时满脸喜色，多谢家主恩典，老夫日后必将督促犬子刻苦修行，替我林家争光。而此时，林彻则是神色微微一暗：家主大人，这是你的选择，你说呢？林雄海冷笑了一声，反问道：我明白了。林彻默默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手中一扬，将一块象征少主身份的令牌扔了过去。
随即转身而去。林彻离开之后，一位林家族老摇了摇头：“家主，这林彻毕竟曾为我林家立下汗马功劳，如今做的这样绝，是否有些不妥？”一旁大长老道：“有何不妥？这林彻以前的确天资出众，力压苍兰城年轻一代，但自从1年前开始，此子的天赋就莫名消失，武道境界更是不进反退，这证明他本就不是修炼这块材料，这才逐渐原形毕露。如今慕容家族都已悔婚，试问这林彻还有何用处？让他继续担任林家少主之位，莫非是让其他家族嘲笑我林家无人吗？”林雄海颔首道：“大长老所言不错，我林家从不养无用之人，此事本家主已经做出决断，无需在意。见家主心意已决，除了少数之人流露出惋惜之意，但却不敢多说什么，其余之人则是恭维家主此举英明，对于现在的林彻本就不该抱有仁慈之心，乃是为大局着想。”离开议事大厅，林彻走在林家之中。当初身为林家少主之时，族中上下无不对其恭敬有加，阿谀奉承，但现在他不复当初，那些讨好之人却是唯恐避之不及，甚至一脸幸灾乐祸，在背后指指点点，世态炎凉，人情寡淡。林彻深深体会到这几个字的感受，尤其是今日，林家在乎的真的是慕容氏族退婚之后在苍兰城颜面有损吗？当然不是，林家在乎的只是悔婚之后攀上苍兰城第一大家族的希望彻底破灭。这也预示着林彻在林家的最后一丝价值烟消云散。当初林雄海这位家主视林彻如亲子，而如今却弃之如敝履，这就是现实。林彻发出一声苦笑，但苦笑过后，他的目光却前所未有的坚定起来。回到自己的住处，林彻收起所有情绪，过了片刻，从怀中拿出一块样式古朴的玉珏。这枚古玉呈现鲜红之色，形状宛如一束跳动的火焰，但却遍布裂痕，而且在正面刻着东皇二字。这古玉是他亲生母亲留给他的东西，但在林彻心里却无论如何也勾勒不出这个女人的样貌神态。据传，当初他母亲将还在襁褓之中的林彻送到林家之后，就匆忙而去，再也没有过任何音讯。后来林彻才是了解，这是一块传承古玉。所谓传承古玉，只有在极其强盛的至尊家族之中才会拥有，用于传承血脉或是神功的载物。可这种东西绝非这苍兰城，甚至是整个扬州之内可以诞生。也就是说，林彻真正的身世很有可能来自一处至尊家族。林彻也曾怀疑，这上面所刻画的东皇二字是否是他真正的姓氏。可如果他真正的家族拥有如此强大的能量，他的父母又怎么会狠心将他遗弃在苍兰城这处边陲之地呢？看着这块古玉，林彻心中疑惑万分。当然，传承古玉之事并非是林家中人告诉他的，要不然以林雄海的性格，要是了解到这宝物的珍贵程度，也绝不会让他保管到现在。收回这些想法，林彻神色郑重地盘膝而坐，手中握着传承古玉，缓缓闭上了眼睛。进入空明状态不久，一片虚无空间蓦然在林彻眼前展开。此时，林彻仿佛置身银河，在他身前是一片无比浩瀚的星空，万千银辉垂落，璀璨耀眼。而在那星空之中，一座气势恢宏的大殿凌空漂浮，雄浑壮阔。对于这幅震撼人心的画面，林彻也早已不像第一次来到这里之时那样瞠目结舌，甚至有了一些熟悉之感。缓缓推开大殿之门，林彻步入其中。来了。就在这时，一道悦耳的女子声音传来。在那大殿之上，一位堪称绝色的女子负手而立，淡淡笑着看向林彻。她清丽无双，身穿一件淡紫色长裙，一双玉足不着鞋袜凭空踏立在虚空之上，肌肤如雪，眸若星辰。就算林彻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子，依旧感觉心神微微一滞。但他迅速定下心来，道：“天女前辈，我到底何时才能修炼成你所说的无上神功？哪有那么容易？”紫衣女子清冷一笑，凡夫俗子目光短浅，以丹田为武道根基，殊不知武道后期，丹田却是武者修行最大的桎梏。我教你的方法便是废丹田，凝气海，于武道之初铸造起真正的无上根基。说到这里，那女子话锋突然一转：“怎么，你是不相信本天女的方法？”林彻连忙摇头。跟随这女子修炼1年之久，林彻很清楚，这女子虽然容貌轻视，但脾气相当不好，尤其是别人质疑她对修炼意图的见解。我明白了。天女上下打量了一眼林彻，你原来的天赋虽然在我眼里弱小如尘埃，但在这方贫瘠的小世界，倒也勉强可以称之为一位天才。1年前你跟我修行，丹田破碎，境界飞退，恐怕在这1年之中尝尽了人情冷暖，你后悔了？后悔？林彻洒然一笑，境界跌落未必是一件坏事，最起码这1年之中，晚辈看透了一些人一些事，也成长了不少。天女眼中闪过一丝赞赏的光芒。虽然你现在弱了点，但最少心境还算不错。
就在这时，紫裙女子手掌轻轻一扬，一座幽塔飞出，横亘于大殿之中。幽塔之下形成一片剑气风暴，似乎能轻易地割裂空间。随即紫裙女子玉手一指道：“进去吧。”林彻郑重点了点头，深吸口气，然后目光坚定地向那幽塔走去。啊！踏入那一片剑气风暴之后，林彻的脸色瞬间狰狞，痛苦地惨叫了一声。之前那紫裙女子说得很清楚，她的方法就是重塑根基，而想重塑必先毁灭。此刻万千剑气在林彻踏入幽塔领域的刹那就是呼啸而来，一道道虚无剑光在林彻丹田之处透体而过。痛！每一剑都痛入骨髓。这是规则之剑，每一剑不仅毁坏你的丹田，还会在你体内建立起新的秩序。丹田彻底毁灭之时，便是新的根基生成之时，而如今正是关键之时，莫要轻易放弃。我明白。林彻大吼一声，咬牙坚持。其实根本无需天女提醒，因为这种痛苦林彻几乎每天都要承受一遍，已经持续了1年之久。1年前，林彻心神第一次开启了神域空间，在第一次见到天女的震撼之中，这位神秘女子便跟他讲述了这些东西。当时天女的原话便是：你所处的这个世界修行之法太过落后，而我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你以后的修行1日千里，只不过此法需要你舍弃丹田，重铸根基，在此期间你的修为也会暴退，你可愿意？听闻此话，当时的林彻没有任何犹豫，果断选择了此法。也就是说，1年前林彻修为飞退，甚至丹田碎裂，并不是真的生了什么怪病，而是他自己选择的道路。在林彻看来，1年的蛰伏不算什么，等到这一切魔力过去，便是他真正潜龙出渊，展露锋芒之时。2个时辰之后，林彻体内丹田碎裂加深，本就所剩无几的修为变得更加稀薄。对此，林彻没有任何沮丧，明白这种状况距离他的目标更近了一步。不过，这种方法痛苦至极，对心神消耗极大，过犹不及。在林彻感觉达到所能承受的极限之后，便果断停止了今日的修炼，心神退出了神域空间。而就在此后不久，林彻的房门被人轻柔推开，紧接着一位青春靓丽的少女提着一个食盒走了进来。少爷，该吃饭了。见到那少女，林彻摇头道：小瑶，我现在已经不是林家少主，你以后也用不着再侍奉我了。闻言，小瑶却是用力摇头，一边将食物摆放在桌上，一边道：我从小便跟在少爷身边伺候，记得那段时间，少爷每次从外界回来，身上都会背负很重的伤，每次也都是小瑶帮少爷敷药，所以小瑶清楚的知道少爷为了林家究竟付出了多少。在整个林家之中，少爷就是小瑶最崇拜之人，所以不论少爷如今处境如何，小瑶都愿意永远侍奉少爷。看到眼前少女那坚定的神色，林彻无奈的摇了摇头，但心中不自觉涌过一道暖流。自从1年前开始，林彻在整个林家只感受到世态炎凉，也只有眼前这个少女才让林彻感觉到唯一的一丝温暖。将菜肴摆放在桌子上，就在这时，小瑶从食盒内取出一物，然后双手捧到林彻的面前，浅笑道：少爷，这个给你。林彻低头看去，发现那竟然是一颗灵果。紫灵果。见状，林彻眉头微皱，哪来的？一颗紫灵果的价值为30金币，而这小丫头1个月的月钱也不过10金币而已，是小瑶用积蓄买下来的。闻言，林彻直接道：拿回去退了，其实这东西对我无用。不会的，我听族内医师说紫灵果对丹田有滋养之效，少爷丹田受损，这东西或许有些帮助。看着那少女一脸认真的模样，林彻笑着摇了摇头，却不忍心让其失望。好吧，那我收下了，不过以后莫要再买了。哦。小瑶点了点头，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之色，心中却不知道在想着什么。陪着林彻用过午饭之后，小瑶从林彻住处离开，而没过多久，他的身影来到一处地方。云秀坊，这里是裁制成衣之地，为苍兰城内各大豪门贵族服务，只有手艺极佳之人才有资格成为这里的绣工。而小瑶1月之前就已通过考核，她来到这里，轻车熟路的开始工作。没过多久，一位中年女子走了进来。城主府的单子要在1月之内赶制10套成衣，酬劳10金币，有人接吗？城主府。听到这3个字，场上一静。城主府在苍兰城权势极深，虽然给的酬劳丰厚，但眼光也极高，若裁制的衣饰稍有瑕疵，便会被退回，所以在场之人都略显犹豫。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少女的声音却坚定道：我接。闻言，中年女子看向那个叫做小瑶的姑娘，微微点头：你虽刚来云秀坊1个月，但绣工极佳，从无差错，此单交给你，我也放心。随后他又看向其余之人，还有谁要接吗？然而就在这时，小瑶却站起来道：这笔单子
可以都交给我吗？那中年女子深深看了小瑶一眼，你确定？若1月之内赶不出来10套成衣，城主府那边放心，就算不吃饭不睡觉，我也一定会将这笔订单如期完成。小瑶神色坚定地保证道。闻言，那中年女子略微犹豫，随后点头，好吧，那都交给你了。而此时，周围那些大娘大婶看着这小姑娘，则是议论纷纷。这小丫头疯了，1个月时间赶制10套成衣，不怕把眼睛熬瞎了吗？嘿，我听说这小姑娘曾经是林家少主的贴身侍女，在林家不说锦衣玉食，那也比寻常人家的一些小姐过得滋润。可现在听闻那位林家少主被罢黜了少主之位，这少女也跟着沦落到如此地步，说起来也挺可怜的。哎，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啊！对于这些议论，此刻的小瑶却仿佛没有听见一般。完成这笔订单就有10金币的酬劳，而我在林家的月钱也有10金币，再加上每天去醉仙楼帮工2个时辰，这样一来，少爷每个月都能有1颗紫灵果了。角落之中，小瑶掰着手指头算着这些，脸上则是浮现出憧憬的笑容。接下来1月时间，小瑶那娇小的身影都陷入忙碌之中。即便如此，每天一到饭时，依旧会给林彻送去饭菜。而在此期间，林彻也发觉了，每次见到小瑶，这小姑娘的脸色都显得尤为憔悴。只不过林彻每次询问于她，她都笑着摇头。对此，林彻也没有太过留意，因为这段日子他感觉自己的修炼似乎也到了关键之时。这一日，林彻踏入幽塔之内，万千剑气在这一刻突然狂暴起来。咻咻咻！幽塔之下，狂暴的剑气透体而过。林彻双目圆睁，剧烈的疼痛感让他的脸庞都扭曲起来，身体也在抽搐着。但他却明白，在这关键之时一定要坚持，要不然这1年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轰隆隆！终于2个时辰之后，自林彻体内传来一阵轰鸣之声，林彻的丹田彻底被摧毁，而毁灭之后则是迎来新生。我成功了，这就是气海。林彻内视之下，只见自己小腹处丹田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气海。那气海运转之下，源源不断的天地灵气向他涌来。如果说之前丹田输送的灵气如同一条小溪，那现在就是滔滔大河，不可同日而语。感受到这一切，林彻的脸上顿时狂喜不已。1年多时间的努力，如今的他终于完成了涅槃，成功迈出了这一步。随后他盘膝坐下，开始疯狂吸收那些天地灵气。整整1夜之后，林彻终于将所有灵气吸收，而他的体内突然迎来巨变，聚气境5重。林彻蓦然睁开眼睛，感受到自己的境界，心中一阵激动。武者境界分为聚气境、灵武境、玄武境、道武境、天武境。1年前，林彻巅峰之时为聚气8重之境，但这1年他丹田破碎，已经跌落到聚气境1重。可现在他体内气海刚刚诞生，境界竟然就恢复到了聚气5重，这让他如何能不激动？真没出息！紫裙女子美目白了他一眼，道：“现在不过刚刚开始而已。你虽然境界在这1年之中飞退，但那是因为丹田破碎，现在根基重铸，属于你的境界当然会回来一些。不过接下来再想进步，就要依靠你体内所诞生的气海了。”气海？林彻面露疑惑。吞噬，寻找一切可吞噬之灵物，包括灵药、灵脉、各种天材地宝。总之，你以后会了解到气海的强大之处。好了，今天我累了，就到这里吧。紫裙女子露出一丝倦意，这个时候微微摇了摇头，说道：“好吧。”虽然林彻心中依旧有着无数疑惑，但看到这女子不想再多说什么，也只能心神退出神域空间。与此同时，灵族灵物兑换之地，小瑶来到此处，然后对着柜台之后的老者恭敬行了一礼：“老爷爷好。”那柜台之后的老者看了他一眼：“小丫头，又来兑换紫灵果？”“是的。”小瑶笑了笑，将30金币放在了柜台之上。哎，林彻丹田破碎，城内医师都已断言，他此生再无踏足武道的可能。你这小丫头又何必多此一举呢？不会的，我相信少爷的天赋一定会回来的。对此，小瑶却坚决反驳。呵呵，好吧。老者无奈摇头，知道这小姑娘脾气很倔，因此也不再多言，取出1颗紫灵果递了过去。多谢老爷爷。顺利拿到此物，小瑶双手小心翼翼地将其捧着，然后才迈步离开。出了兑换堂，他一路兴高采烈地往林彻住处而去。然而刚刚走到半路，数道身影却出现在他面前。赵总管。小瑶看到为首的那名中年男子，眼中浮现出一丝敬畏之色。此人正是林家的一位总管赵虎。赵虎斜眼瞥了一眼小瑶手中那颗紫灵果，谁的？是给少爷的。小瑶低声回道。林彻。小瑶不敢隐瞒，点了点头。啪！
他话音刚落，赵虎却是一巴掌将那梅子灵果狠狠拍在地上，然后抬起一只脚掌，一脚踩下，汁水四溅。见到这一幕，小瑶浑身都是一颤。这一颗紫灵果是他1个月时间废寝忘食才辛苦换来的，如今就这样被践踏在了尘泥之中。尽管如此，小瑶却没有歇斯底里，只是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小嘴扁了扁，渲然欲泣，却强忍着泪水没有掉下来。因为他明白，对方的身份在林家位高权重，不是他一个小小侍女能够招惹的存在。林彻都已经成了一个废人，还想浪费我林家的资源，这些东西就算喂狗也比给他强。听闻此言，刚刚连紫灵果被踩碎都没敢发出一声怨言的小瑶，却仿佛被踩到了尾巴。少爷不是废人。他突然开口。闻言，赵虎突然狞笑了一声，什么？你再说一遍。小瑶抬起头直视他，少爷不是。啪！这一次赵虎没等他说完，重重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小瑶原本白皙的脸上瞬间浮现出5个鲜红的指印，丹田碎裂，又被罢出了少主之位，这种废物留在林家之中，简直就是浪费林家的粮食。正巧本总管今日正要去找他呢。说着，他对身后的随从道：带上他，今天本总管就让这臭丫头看看那废人到底有多废。随即这位赵总管便率众气势汹汹地往林彻住处而去。砰！来到林彻房间之后，赵虎一脚踹开了房门。此时的林彻正在巩固境界，这突如其来的响动让他睁开眼睛看了过来。赵虎见到林彻之后，则是一脸嘲讽：哟，林大少爷，太阳都晒屁股了，还在房间里窝着呢，真当自己还是林家少主，可以养尊处优呢？林彻眉头微皱：赵虎，你带人闯入我房内，什么意思啊？赵虎咧了咧嘴，讥笑道：你的房内？哼，从现在开始，这里就不是你的房间了。奉林宇少主之令，从即日起，你林彻搬出灵族，发往行山。林宇心中浮现这个名字，林彻的眼睛微微一眯。林宇正是林家大长老之子，在林家之中天赋仅次于林彻，只是风头一直被当年的林彻稳稳压制。林彻还是少主之时，此人对林彻表现的毕恭毕敬，甚至可以说唯命是从。没想到这才刚刚上位，就如此针对于他，果然是卑鄙狠毒，一朝得势就原形毕露。至于赵虎口中的行山，是一片无比贫瘠的荒山野岭，生存条件极为艰苦，甚至可以说吃糠咽菜，露天宿地。只有在家族犯下重罪者，才会被发配到那里搬运石料锯木，受苦受难。林彻心中一片冰寒，他曾为林家浴血搏命，可如今林家却要将他发往行山。对此，林彻刚要开口，然而这时他却注意到了赵虎身后被压击而来的那道柔弱的身影。见到小瑶脸庞那5个鲜红的指印，林彻目光骤然一冷，他看向赵虎：你打的是又如？哗！赵虎话音未落，原本盘膝而坐的林彻突然长身而起，下一刻他身影向着赵虎暴掠而去，动如猛虎。见到这一幕，赵虎心神一凛，但随即他就意识到对方不过一个丹田破碎的废人，何惧之有？叠浪拳！赵虎大喝一声，一拳击打出去，仿佛重重怒涛汹涌，劲力十足。见状，林彻的身影不闪不避，下一刻他身体拧动之下，同样一拳轰出。砰！空气中发出一声沉闷声响，出乎所有人预料。这一次凶悍的碰撞之后，赵虎竟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5根手指尽数断裂。呀，你不是？赵总管心神狂震，一脸惊骇的后退。林彻的修为不是废掉了吗？小瑶是我的人，凭你也敢动他？说完此话，林彻踏出一步，抬起一脚，狠狠地踢在赵虎的双腿之间。嗷！赵虎双眼外凸，整个身体都弯成了虾米状，飞出数米之远，重重砸在地面之上。狠！当年林彻代表林家征战各大矿脉之时，就让诸多苍兰城小辈闻风丧胆，就是因为他出手向来狠辣果决。所以见到这一幕，那些跟随赵总管而来的随从全部噤若寒蝉，身体都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而此时林彻目光扫了过去，似是不屑对这些下人出手，沉声道：回去告诉林宇，当年他被我压得抬不起头，现在依旧只能在我面前摇尾乞怜，想翻身下辈子吧，都给我滚！是。见状，这些下人顿时如蒙大赦，搀扶起如死狗一般的赵总管，惶恐地退出了林彻房内。少爷，你的修为恢复了。小瑶站在原地，亲眼目睹了刚刚的一幕，此刻他小嘴张得大大的，眼中满是光彩。林彻点了点头，恢复了一些。真的，这真是太好了。闻言，小瑶顿时欢呼雀跃起来，可以看出林彻的修为可以恢复，这小丫头是发自内心的感到开心。不过随即小瑶又意识到了什么，
担心道：“少爷，可是如今林宇已经成为林家少主，刚刚那赵总管也是奉他命令而来，你将赵总管打成那副模样，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林宇，林彻笑了笑，随口道：“我何时怕过他？”小瑶一愣，然后重重点头：“对啊，少爷曾经是苍兰城第一天才，如今天赋归来，一定可以重回林家少主之位，林家任何小辈也别想威胁到少爷。”对于林彻，这个小姑娘似乎有着近乎盲目的崇拜及自信。重回少主之位，林彻却摇了摇头：“这1年来，我早已看清林家的一切，现在这个家族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吗？”雨落，他神色郑重地问道：“小瑶，你愿意跟我一起离开林家吗？”离开林家。听到这4个字，小瑶没有任何犹豫，少爷去哪，小瑶都愿追随。好，见小瑶同意，林彻径直来到书桌前坐下，取出笔墨之后，挥笔写下几行字迹。做完这一切，他突然看向小瑶：“既然要走了，你也留下一些话吧。”哦，小瑶乖乖点头，接过毛笔之后，略微犹豫了一番，开始下笔。林彻暴打赵虎总管，对于现在的林家来说，绝对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半个时辰之后，这则消息飞快传扬开来。家主府听到身前一名侍卫的阐述，家主林雄海的神色前所未有的凝重起来。你所言属实？属下所言句句属实。那赵虎总管前往林彻住处挑衅，结果被林彻一拳轰断右掌，废掉了命根子，全程没有半点反抗之力。没有半点反抗之力。林雄海沉吟了一声，过了片刻，再次问道：“什么原因？”据传，似乎是林宇少主下令，命林彻即日起发往行山，这才引起冲突。那名侍卫答道：“真是放肆！”林雄海听闻此言，神色猛然一沉，只是无人可以听出他这句呵斥是迁怒于林宇还是林彻。沉默了一下，林雄海似乎做出了抉择，直接对那侍卫道：“去让那林彻来见我。”说完此话，他又突然追加了一句：“记住，客气一点。”是。那名侍卫恭敬领命，然后退下。之后，林雄海站起身，在房中缓缓踱步。难道说林彻的天赋从来没有消失过？这1年中，他都是在刻意隐藏自己？不可能！当年林彻修为退步，他可是亲自探查过，确定林彻是因为丹田破碎，并且此生都再没有修复的可能了。那怎么他现在还能如此轻易的碾压赵虎？诸多想法在林雄海脑海一一闪过。最后林雄海做出决断，林彻的修为必然是恢复了，但具体恢复到何种程度还不清楚，所以他才会传召林彻前来一探虚实。过了片刻，那名侍卫再次返回，林雄海见到只有他一人，顿时眉头深皱。人呢？回家主，林彻少爷并不在府中，属下只在他房间之内发现这封书信。什么？林雄海接过那书信，拆开看了一眼，只见上面墨痕犹在，只有短短几行字：今日起，我林彻正式退出林家，从此与林家再无瓜葛。此事言苍天为鉴，后土为证。林彻留笔。除此之外，在这封书信的下方，竟然还有一行娟秀的小字：家主，少爷为家族付出这么多，而你却对少爷如此刻薄。既然小瑶要跟着少爷离开家族了，临走之前也没有什么好祝福你的，那就祝你长眠吧。砰！看完那信中内容，林雄海怒火喷涌，一掌将面前的桌案拍成了齑粉。放肆！简直放肆！此刻，林雄海手掌紧握，脸上青筋毕露。他实在没有想到，林彻竟然敢公然叛出家族。若是你天赋真的恢复，老夫原本还想再给你一次机会，但现在你如此不识抬举，那可就别怪老夫不顾往日情面了。家主伯伯。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道声音：“进来。”林雄海迅速收起沉郁的表情，说道。随即，一位气宇轩昂的年轻男子走了进来，此人正是林宇。哈哈，原来是雨儿来了。林雄海展露出慈祥的笑容。家主伯伯，我似乎犯了一些错，我让林彻大哥前往行山，本来是想让其行监管之事，没想到那赵虎竟然误传我意，激怒了林彻哥，我已严惩那赵虎，特来向家主伯伯禀明此事缘由，还请家主伯伯想法。林宇脸上挂着一抹歉疚。林雄海看了他一眼，然后开口笑道：“呵呵，雨儿，你如今已是林家少主，区区一个无关轻重的小命令，难道还需向我解释吗？”哦。林宇眼珠转了转，再次试探着问道：“孩儿听说林彻哥的修为似乎恢复了，也不知道真假。”哈哈，若是真的，那可真是天佑我林家。林宇虽然嘴上这样说，但心中却无比郁闷，因为若林彻修为真的恢复，以他在林家的威望，只怕自己这少主之位屁股还未坐热，就要再次拱手相让。而且以林彻的性格，这次自己露出獠牙，落井下石，对方岂会轻易的放过他？所以林宇这才火急火燎的赶来，
想第一时间了解林雄海的态度。那林彻修为的确恢复了一些，不过其性格不服管教，桀骜不驯，老夫对其彻底失望，已将他逐出家族，从此与我林家再无瓜葛。什么？这林宇闻言，心中顿时狂喜，但表面却表现出错愕神态。林雄海老谋深算，如何能不知道林宇前来的目的？在林宇肩膀拍了拍，意味深长道：“宇儿，无论如何，那林彻体内所流淌的都不是我林家的血脉，而你才是我林家的嫡系。林家传承数百年之久，岂会真的让一个外人来继承家主之位？从始至终，那林彻不过是我林家的一枚棋子，你才是我林家自己人。老夫一直以来对你都有着十足的期望。1月之后就是宗门选拔战，届时扬州第一势力稻仓院也会降临苍兰城挑选门人。若你能够加入稻仓院，必将给林家带来无限荣光，也会让林家迈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此时林家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老夫也会下令，这段时间林家资源武库、战绩阁都将对你全面开放，你可一定要好好努力，为我林家争光啊！真的，多谢家主伯伯，雨儿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不会让林家失望的。听到林雄海的许诺，林宇心中立刻激动无比。好了，如果没有其他事，你就下去修炼吧。是，孩儿告退。看着林宇离开，林雄海再次将那封林彻留下的书信取出，手中一动，将其震成了齑粉。沉默良久之后，眼中一道冷意一闪即逝。神峰山脉位于苍兰城数百里外，这里群山巍峨，古木参天，一派原始的景象。可以说，这片山脉是妖兽的天堂，同样的，也是诸多探索者的冒险之地，遍布着各种各样的机遇。而此时，一位背负长剑的少年身影便出现在此地。此人正是林彻。数日之前，林彻离开林家，便将小瑶安排在附近一座小镇之上，而他的身影则是独自来到此处。古域空间的神秘女子曾说，林彻体内根基重铸之后，就要寻找天材地宝进行吞噬，所以林彻第一时间想到了这里。这是3品灵药天龙果。深入神峰山脉数十里后，林彻就是有了惊喜的发现。在正前方，一条犹如囚笼般的枝蔓上，碧光晶莹，接着一颗龙眼大小的果实。这枚果实通体雪白，即便相隔很远，也能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浓郁灵气。我的运气也太好了吧！才刚刚进入神峰山脉不久，就有这种收获。这枚天龙果似乎刚刚成熟不久。林彻嘴角浮现一道浓浓的笑意，向那天龙果的方向走去。可就在这时，林彻突然感到一股危险的气息，直接锁定了他。林彻警惕地向前看去，只见在一旁的丛林中，一双血红色的兽瞳散发着嗜血的光芒，紧紧盯着自己。赤月妖狼。林彻眉头皱了皱，暗道：倒是差点忘了，在这种蛮荒之地，一般天材地宝都有着守护妖兽的存在。成年期的赤月妖狼足以成长为5阶妖兽，媲美人类武者聚气境5重的修为。甚至因为妖兽天生强横的体魄，一般都会比同阶的人类武者更加强大。此刻林彻面前这一头赤月妖狼有丈许高，獠牙锋利，流畅的肌肉线条看上去充满了爆炸般的力量，明显已经步入成年期。吼！赤月妖狼与林彻呈现对峙状态，不知持续了多久。那头赤月妖狼终于失去耐心，一声咆哮后，向着林彻猛然发起冲击。他那庞大的身躯陡然化作一道流光，一只利爪凶残地向林彻脑袋狠狠拍下。而见到这一幕，林彻的神色却显得异常冷静。曾经那些年为林家争夺矿脉，林彻可以说历经过无数场生死拼杀，境界可以跌落，但这种战斗本能和经验却不会消失。唰！一声犹如龙吟般的剑鸣，在赤月妖狼的攻势即将接近林彻之时，林彻拔剑就是一斩，手中长剑在空中划过一道诡异的弧线。与此同时，林彻体内气海陡然沸腾，真气凝结于剑尖之上。这一剑奔若惊雷，快若疾风。吭！扑哧！赤月妖狼的进攻够快，但是明显林彻的剑更快。在赤月妖狼还未落下之前，剑尖已经划破了他的喉咙，一道血线飙射而出。轰隆一声，紧接着赤月妖狼那庞大的体魄重重砸在地上，让地面为之一颤。一剑斩杀，丝毫没有拖泥带水。而对于这个结果，林彻也显得相当满意。没想到1年没怎么出过手，我还是这么英武勇猛。林彻自语了一句，同时也有些怀念这种战斗的快感。脸皮比城墙都厚，真是不羞。林彻的话语刚落，心海之内突然响起神秘女子鄙夷的声音。林彻嘴角微微一抽，不过这1年以来，对于这女子能够与他心神传音，他早已经习惯了。将那枚天龙果采摘到手，林彻道：天女前辈，你说让我寻找天材地宝，然后呢？吞下它。神秘女子简洁的道。闻言，林彻心神一惊。天灵果乃是灵药，而且是品级不低的灵药，
这种天才地宝一般经过数百年的生长，吸收日月精华，其中的能量也无比狂暴。要是直接吞下，对于武者脆弱的丹体而言，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爆体而亡。所以，对于这种武道资源，一般只有2种办法：一是请身份尊贵的炼丹师出手，将其炼成可以吸收的丹药；二则是耗费大量的时间，长年累月，一点点炼化。天女前辈，要是直接吞下的话，恐怕我丹田承受不住。林彻担心地说道。你有丹田吗？神秘女子反问。林彻一愣，对啊，他的丹田完全破碎，现在已经被气海取代了。本天女早就说过，丹田对于武者而言就是桎梏，只有在这等下位世界才会用这种野蛮原始的方法修炼。相信我，直接吞下它，很甜的。神秘女子声音魅惑，像是一个诱骗小男孩的坏姐姐。好吧，林彻咬了咬牙，但犹豫了一下，还是一口将天灵果吞下。轰！那枚灵果入腹之后，一股狂暴的能量就在林彻的体内爆开。就在这时，他体内的气海突然沸腾了起来，就犹如久旱的土壤迎来甘霖，竟然顷刻间就将这股能量吞噬得一干二净。与此同时，林彻的气息从巨气5重的初期直接来到了巅峰，似乎只差一步就能跨越到巨气境6重。这一刻，林彻傻了，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世上竟然有如此霸道的修炼方法。此时，林彻也终于明白武者气海的比之丹田的强大之处，那就是时间。修炼时间，其他武者可能要耗费数月的时间来炼化的天灵果，他只需要转瞬间。而且，就算是最高超的炼丹师，将灵药炼化成丹药，也只能保留其中部分精华。刚刚林彻却能感受到气海对于这枚灵药的吸收是10成10，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浪费。此事若传扬出去，一定会震惊这个世界。如果说别人拥有的是一个小池塘，那现在在我面前就是一片汪洋大海，有着无尽的可能。林彻失神的喃喃道：“是，你前途无量了。”神秘女子道：“但还是先定个小目标，比如说先走出这方世界。”啊！神秘女子的话将林彻拉回现实。是啊，他只是一个连苍兰城都未走出的少年，就算拥有此等逆天的修炼之法，也不过刚刚起步而已。未来的路注定还有很多艰难险阻在等着他。继续吧，平复下情绪，林彻决定继续深入神峰山脉。不过与之前相比，现在的他充满了信心。有着如此霸道的修炼功法，要在1月之内恢复到曾经的修为，似乎也没有那么困难了。神峰山脉腹地一处无名大峡谷中，此时空间一阵波动，有一道光在天际划过，随后这道光影落在山巅的一块青石之上，显现出一个人的身影，踏空而行。若是有人看到这一幕，一定心中震撼莫名，因为不借助外力的御空，最少也是达到玄武之境的武者才能做到。而玄武之境，一个念头都足以让苍兰城这等边陲之地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即便在群雄盘踞的扬州，那也是跺一跺脚都能让其地震的恐怖存在。这是一位女子，修眉端鼻，明眸皓齿，身穿一袭黑衣，勾勒出美好的身材，更衬得她肌肤若雪，秀美无伦。黑衣美女刚刚降临此地不久，随后又有几道破空声传来，3位身穿银色斗篷，脸上戴着银色面具之人疾驰而来，对这女子恭敬行了一礼。店主大人。黑衣女子看了他们一眼，薄唇轻启道：“找到了吗？”回禀洛店主，属下等无能。那九龙道人逃遁到此地之后，就仿佛凭空蒸发了，再也难以寻找到任何踪迹。听闻此言，黑衣女子点了点头，随后淡然道：“没关系，这片山脉已被封锁，总能找到的，只是时间问题。继续去找吧。”女子沉默了一下，说道：“是，店主。”听到这女子的吩咐，3位银袍强者顿时领命，分散而去。这时，黑衣女子同样准备离开，然而脚下刚刚迈出一步，她仿佛又觉察到了什么一般，突然停下。她转而看向了峡谷内一片虚空，嘴角浮现一抹冷笑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九龙道人，你很聪明，原来一直藏身此处，险些连我的眼睛也瞒过了。不过，在我眼皮底下藏匿，一定很提心吊胆吧？既然如此煎熬，还不现身吗？”嗡！就在此刻，他所注视的那片虚空，沉默片刻之后，终于波动了一下。随后，一位身穿金色道袍的老者凭空浮现。这老者眼中似乎充满了不甘，冷声道：“想我九龙道人最擅长虚空藏匿之术，没想到这一路依旧被追杀的无所遁形。洛店主的洞察之力果然非同一般。”黑衣女子摇头一笑：“九龙道人，你原本应叫断虚空，人称虚空鬼道。10年前改头换面，潜入我道苍院，最终将藏经阁中的迦兰五经窃取，我可说错？不错。不过贫道有一点想不通，10年前道苍院那场动乱，洛店主遭遇如此不公的待遇，不是早已心灰意冷，
选择退隐不问世事了吗？为何今日还要为稻仓院如此卖命？”闻言，那位黑衣女子道：“权力之争，我的确不再过问。但我自小在稻仓院长大，蒙先师传道授业，此恩绝不敢忘。迦兰五经乃是稻仓院3大无上心经之一，对于一个武道学院而言，堪称禁峦。你将此心法盗去，无异于动摇稻仓院之根基。你说，我如果不追回此经，如何对得起先师栽培？罢了罢了。”九龙道人无奈地摇了摇头：“既然如此，老夫认栽。骆店主，我交出迦兰五经，可否放老夫一条生路？”黑衣女子略一沉吟道：“交出五经，自断一臂，可以饶你不死，否则死无葬身之地。”好。九龙道人犹豫良久，仿佛做出了决断。他大手一挥，一本古籍直接从他袖袍之中飞出。黑衣女子玉手一扬，将其接下，低头看去，果然是迦兰五经不假。但还不等他嘴角的笑意漾开，他却突然感觉到一丝危险的气息临近。只见九龙道人陡然在空中踏出一步，迅速逼近。哈哈，洛柔，当初你与风飞扬并称为稻仓院绝代双骄，不过老夫也纵横于世数十年之久，今日老夫就看看你这小辈如何杀得了我。轰！话音还未落下，九龙道人已经一拳轰出，这一拳裹挟着移山倒海之势，似乎将黑衣女子所在方位完全封锁。原来这九龙道人假意归还五经，不过是想让这位叫做洛柔的女子放松警惕，随后予以雷霆一击，冥顽不灵。见这一幕，那位叫做洛柔的黑衣女子眉头微皱，脸上却并未有任何慌乱之色。哗！下一刻，她玉手一扬，一股浩瀚如星海般的掌力横扫向前。轰！在九龙道人满脸惊骇的目光之下，这股掌力瞬间将他笼罩。这不可能！九龙道人发出一声不甘的怒吼。黑衣女子出手之后，九龙道人才是明白了两人之间的差距，简直如鸿沟般难以跨越，甚至他连在这女子手中走过一招的可能都没有。下一刻，九龙道人的身躯连同他周围所在的空间片片崩碎，消失得无影无踪。黑衣女子这一掌将九龙道人的尸身都轰成了肉眼都难以分辨的尘埃，所以看上去才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若是反抗，死无葬身之地，不得不说，这女子是这样说的，也果然是这样做的。而在击杀了九龙道人之后，黑衣女子并未离去，而是发出一道讯息之后，静静等候那些分散出去的影影卫回来。与此同时，距离这片大峡谷不远处，林彻击杀了一只巨蟒妖兽之后，再次收获到了一颗3品灵药，而这已经是林彻进入神风山脉之后所击杀的第10只妖兽收获的第15颗灵药。没有和犹豫，林彻将那灵药采摘到手之后，便是一口吞下。轰！精纯的能量在他体内爆开，林彻的气息也随之暴涨。仅仅片刻之后，这颗灵药之内的狂暴灵气已经被林彻尽数炼化。聚气7重，感受到如今的境界，林彻眼中充满了欣喜之意。他进入神风山脉不过10日之久，10天时间从聚气5重迈入聚气7重，如果此事传扬出去，不知道会让多少人惊掉下巴。依照这个速度，我具备走出苍兰城的能力，应该就不远了。即便是1年前，林彻被称之为苍兰城年轻一代第一天才，也从来没有过这种自信。而此时，天女无奈摇头：“你的追求只是走出苍兰城吗？就不能立个宏远一点的目标？”闻言，林彻想了想：“那就走出扬州，再宏远一点。那我以后要名震苍风。没错，我以后一定要成为苍风国第一强者。”林彻握紧了拳头，坚定道。天女感觉自己被打败了，随后她气急败坏道：“有本天女亲自教导，你只想成为一个小国的第一强者，你想气死本天女，吹牛又不要钱，你给我往大了吹！”被这样一番激励，林彻顿时感觉心潮澎湃，然后他狠狠咬牙道：“我林彻在此发誓，我以后一定会成为宇宙之主，脚踩八荒陆河，剑荡诸天万域，妖魔神佛仙见我皆跪，世人送我真名者，皆得永生。”在林彻那慷慨激昂的誓言之中，这次天女沉默了。林彻皱眉问道：“天女前辈，莫非这次的目标还不够宏大？”够了够了，不瞒你说，其实你这目标我也挺想的，以后不要这么好高骛远哈。天女小声嘀咕了一声。林彻过了片刻，林彻有些忍不住问道：“天女前辈，其实跟你接触的这1年之久，我发觉你总是喜欢挖苦我，难道咱们有仇吗？”“我跟你没仇，但跟你父母或许有些仇怨。”林彻一愣：“为什么？本天女被镇压在这片空间之中，陪伴你成长，你觉得除了你父母，还有谁会这样做？”天女被齿轻咬，有些恨恨地说道：“这神秘女子竟然是被自己的父母镇压在了这传承神域之中，这怎么可能？”虽然林彻不知道这神秘女子的具体境界，但他却知道这女子很强，强到不属于此界。
能将其镇压于此，难道他的亲生父母竟然强大到如此地步吗？天女前辈见过晚辈的亲生父母，那可否告诉我，如今他们身在何处？当初又为何将我遗弃苍兰城？林彻再次问道。不清楚，本天女的记忆应该是被人强行抹除了一部分，醒来之时已经在这古域之中。天女冷哼了一声，让林彻心里有些发毛。既然对方很有可能与他父母有着仇隙，那他现在跟着这女子修行，岂不是找死？你放心，本天女是不会害你的。你现在的性命与这传承古域内部空间相连，你死了，我也就不存在了。而我想出去，这古域中的禁制也只有你能解除。似乎看出林彻的担心，神秘女子解释了一声：我能放天女前辈出去，现在的你还不行，变强，只有你变强了才能。原来是这样，林彻总算明白这神秘女子为何要教导他修行了，同时也放心了不少。最少在天女走出神域空间之前，对方应该不会对他不利。踏踏踏，就在林彻想到这里的时候，他所在地域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震感。林彻疑惑地向前方看去，只见不远之处，一众骑着蛮兽的大汉身影疾驰而过。黑龙寨！见到这些人身上服饰，林彻认出了这些人的来历。这黑龙寨乃是一个强盗组织，常年在苍兰城附近出没。传闻中这些悍匪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让不少苍兰城内的百姓都闻风丧胆。这帮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见到这一幕，林彻眉头微皱，随即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他隐匿了身形，悄悄跟随而去。三当家，你刚刚说在这片地狱附近见到了一位美女，可不是骗本寨主吧？黑龙寨众人行进之中，一位刀疤脸男子看向队伍中的一人问道。闻言，那人谄媚道：寨主，属下所言千真万确，刚刚我确实在这峡谷附近见到了一位女子，而且那女子容貌堪称绝世，最关键的，她似乎还是孤身一人。哈哈，好，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本寨主一定大大赏你。听到绝世美女四字，那位黑龙寨主目光闪过一丝贪婪之色，然后便命令众人提速。而在此之后没过多久，这些黑龙寨的武者便来到了一处山崖之下。寨主你看，那美女就在那里。众人顺着目光看去，果然在一片峭壁之处，一位身穿黑色长裙的女子凌约而立。她青丝如瀑，衣袂飘飞，有着淡然出尘的气质，仿佛随时会乘风而去的谪仙。美，太美了！此刻黑龙寨众人无不心神震撼，难以移开目光。黑龙寨主更是双眼放光，眼珠子都快瞪了出来。嘿嘿嘿，三当家你果然没有欺骗本寨主，老子自问玩过的女人不少，但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妞。兄弟们，给我围起来！随着黑龙寨主一声令下，黑龙寨众多骑乘着蛮兽的武者冲上山巅，直接向那黑衣美女包围而去。靠，原来这帮混蛋是想强抢民女。与此同时，一路跟随而来的林彻见到这一幕，顿时明白了这些人的目的。林彻从小在苍兰城长大，自然知道这帮悍匪无恶不作，若那黑衣女子落在这帮人手中，下场一定极为凄惨。心念及此，林彻不打算坐视不管。然而他刚刚迈出一步，天女的声音却突然传来：你做什么？救人？他不需要你救。为什么？林彻疑惑道。这女子很强。林彻一愣，有多强？天女无奈地看了他一眼，以你现在的实力，人家动动手指都能碾死你。啊！听到此话，林彻总算明白为何这女子敢一人深入妖兽盘踞的神峰山脉了，原来是一位实力非凡的强者。但尽管如此，林彻犹豫一下之后，身影还是向前行去。你没听懂本天女的意思吗？以这女子的实力，不需要你为她解围。见到林彻的行为，天女眉头微皱。闻言，林彻却道：我知道，既然她那么厉害，我去强者面前刷一波好感，不过分吧？天女。与此同时，那些黑龙寨的武者已经将那名黑衣美女团团围住。小妞长得这么漂亮，跟大爷回寨子，咱们好好玩玩啊！黑龙寨主上下打量着那黑衣美女凹凸有致的身材，一脸猥琐的表情。洛柔看着这一群凶神恶煞之人，黛眉紧蹙，美目中则是流露出一丝厌恶。真是麻烦，不管在哪里，总是有一些不知死活的家伙。微微摇头，他便准备解决这些精虫上脑的蠢货。然而，还没等他真正出手，一道声音突然传来：住手！随着声音落下，一道年轻而挺拔的身影，肩膀上扛着一柄长剑，正一步步向这里走来。毫无疑问，此人正是林彻。林彻走到那黑衣女子的面前，停下脚步，然后目光扫过黑龙寨众人，一脸正气道：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欺辱良家女子，简直天理难容。语落，他又转过头对黑衣女子和煦一笑，拍着胸脯道：姑娘莫怕，有我在，他们想伤害你，除非从我尸体之上踏过去。黑衣女子看着眼前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少年，即便是以黑衣女子的心性，
眼中也不禁闪过一丝古怪之色。与此同时，在神域空间之内，天女看到林彻的行为之后，总算知道了他说去强者面前刷一波好感到底是什么意思。无耻啊！这世上居然有这么无耻的人，天女忍不住暗自鄙夷。这也太能装了！你是林彻？与此同时，黑龙寨主似乎认出了眼前这位少年，神色一变。林彻！听到这个名字，众多黑龙寨武者则是不自觉后退一步，似乎对这个名字有一种本能的敬畏之意。原因很简单，黑龙寨往年在苍兰城附近没少与城内的家族势力抢夺资源，但要说他们最不想与之交锋的，除了第一大家族慕容氏族，那便是林家了。以往的林家势力虽然算不上顶尖，但有林彻这位少主的存在，在争夺资源之时可以说无往不利。并且从过往的战绩来看，这林彻虽是一个小辈人物，但出手却是向来果决狠辣，属于打架不要命的那种。哼，想不到你们还认识小爷，既然如此，有哪个想死的，上前一步。林彻冷声说道。此言落下，黑龙寨众人仿佛真的被震慑住了，一个个变得踌躇不前。而就在这时，黑龙寨主却勃然大怒：你们怕个什么？这小子1年前丹田碎裂，早已不是当年的林彻了，现在不过一个废人而已，还想英雄救美，全都给我上，给本寨主干死他！一声令下，黑龙寨众武者心神一定。对啊，这小子1年前不知什么原因废掉了，那还有什么好怕的？哗啦啦！想到这里，这些黑龙寨的武者顿时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一样，向着林彻冲杀而去，似乎都想第一个击杀此少年，好好在寨主面前表现一番。然而可惜，他们明显低估了林彻如今的实力。找死！林彻看着冲杀而来的战阵，表情没有一丝慌乱，反而迎着那些人就冲了上去。杀！剑出鞘，林彻的身影冲进人群之后，挥剑便杀，气势如虹。这些黑龙寨武者虽然人多势众，但大部分修为都是聚气3、4重左右，碰上如今聚气7重的林彻，可以说没有丝毫抵抗之力。这简直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不好，这小子哪里像丹田破碎的废人？咱们上当了，快退！见到林彻如此勇猛，那些黑龙寨的武者们终于反应过来，阵型顿时溃散。而这个时候，林彻明显没有放过他们的打算，身影在人群中急速穿行，每一步踏出都有鲜血飞溅。在他手中那柄长剑也仿佛化作死神的镰刀，轻易收割生命。吃！短短数息之后，这10几个黑龙寨的悍匪竟然全部被他一人屠戮殆尽，地上满是横躺的尸身，而且看其伤痕都是被一击致命。不可能！黑龙寨主见到这一幕，整个人都傻了。聚气7重，你不是废了吗？为何还能发挥出聚气7重的实力？听到黑龙寨主的问题，林彻冷笑了一声：下去问阎王吧。他奶奶的！黑龙寨主没想到对方如此嚣张，神色骤然一怒。即便你恢复到聚气7重又能如何？老子可是聚气8重境界的强者，竟敢将老子的手下屠戮殆尽！林彻，今日本寨主定要将你碎尸万段！黑龙寨主暴吼一声，向着林彻狂冲而去。随即，在他手掌之上，一枚空间戒指突然光芒一闪，他原本空空如也的手中，一根沉重的狼牙巨棒凭空出现。给我死！黑龙寨主奋力一挥，狼牙巨棒仿佛一座沉重的小山一般砸下，使得空气中传来沉闷的呜咽声。可就在黑龙寨主以为自己这力拔山河的一击必然会让林彻退避三舍的时候，林彻竟然选择了挥剑迎上。当！铁剑与狼牙棒在空中狠狠撞在一起，顿时火星四溅，但结果却出人意料。噔噔噔！只见林彻的身躯岿然不动，反观黑龙寨主的魁梧身躯，竟然在这一次对轰之中倒退了6、7步。怎么回事？黑龙寨主感觉虎口一阵痛麻，整个脸色都变得无比难看起来。对方与他相差一个境界，单纯的力量碰撞，他居然处于下风。只有林彻清楚，他体内丹田被气海取代之后，不仅使得他的肉身变得无比强大，更是使得他体内的真气质量也远胜同阶武者，甚至足以支撑他越阶对战。黑龙寨主觉察到眼前这个少年的古怪，绝不能以常理度之，因此也不敢再有任何轻视。一念至此，黑龙寨主直接动用了一门战技。战技能够大幅度提升武者对于体内真气的运用，分为人阶、灵阶、玄阶、地阶、天阶，每一阶又分为下、中、上3品。这门灵阶战技是黑龙寨主当初在一处古洞内得到的造化，一直被他视为珍宝，暗中潜心修炼。直到此时，黑龙寨主在林彻身上感应到了威胁，才是动用。能让老子动用这门战技，你小子也该死的瞑目了！暴喝一声，黑龙寨主在地上连踏9步，每一步都使得他身上的气势雄浑一层。逆乱9式！第9步迈出，
黑龙寨主的气势已经是凝聚到一个顶点，狼牙巨棒悍然落下。轰！林彻能够感觉到，此时那黑龙寨主挥动的狼牙巨棒比之前的力量强大了数倍不止。就算是他如今肉身强横，也不敢尝试在正面碰撞。想到这里，林彻脚下一个侧闪，千钧一发之际，险之又险，避开了这一击。轰隆隆！他原本所处的地面土石崩裂，直接被砸出一个直径数米的沟壑。看到这一幕，林彻目光一凝，临阶战绩果然强大。可以想象，如果他刚刚选择硬扛，最少也是落得骨断筋折的下场。但最初的惊讶之后，林彻的嘴角又是浮现一抹弧度。不过可惜，这门临阶战绩，你似乎还未领悟到家啊。听到林彻的话语，黑龙寨主脸色一黑。对方所言不错，因为天赋所限，黑龙寨主得到这门战绩之后，领悟不过50%左右。那又如何？今日照样能杀你。黑龙寨主心中一狠，再次说道。话罢，他再次凝聚气势，准备蓄力一击。是吗？然而这时，林彻却是冷笑了一声。林彻看出，黑龙寨主所掌握的这门战技，纵然威力极强，可是每一击都需要蓄力。如果他真的将此战技领悟到圆满之境，自然没有这个困扰。可就是因为黑龙寨主对其领悟不足，蓄力之时就是他最为致命的破绽。唰！黑龙寨主的气势刚刚凝聚，但林彻的身影已经是暴掠而起，狂霸的剑之光华随之闪烁而出，一剑如风如电，快到了极致。噗嗤！剑光落下，黑龙寨主的头颅直接高高飞起，鲜血狂涌。直到片刻后，他的身躯才重重倒下，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在苍兰城为祸多年的黑龙寨，就这样被林彻尽数覆灭。而解决了他们之后，林彻第一时间清扫战场，将那些黑龙寨众武者身上的财物全部扫荡一空。林彻才走到那黑衣美女的面前。姑娘，我虽出手相助，但举手之劳而已，不必言谢。不必言谢。洛柔一句话都没说，就这么看着眼前这个少年。林彻有些尴尬，心中清楚对方是一位实力恐怖的强者之下，被对方一直这么盯着，心里也有些毛毛的。要不我分点战利品给你？不用，你自己留着吧。这次那黑衣女子终于开口了，声音显得有些清冷。既然如此，那我就走了，后会有期。说完此话，林彻没有任何犹豫，转身就走。之前他清楚这女子是一位强者，但还是出手相助，不为别的，只是为了结下一段善缘而已。但他心中同样清楚，对方的身份，以他现在的实力，目前是不可能有更多交集的。能在对方的心中留下一丝好感，也就够了。而此时看着那道渐行渐远的年轻身影，此前一直面无表情的洛柔，眼眸中悄然覆盖上一层柔和的笑意，倒真是一个让人觉得有趣的少年。店主，我看这小子自不量力而已。洛柔话音刚落，不远处虚空一阵波动，紧接着一位银袍男子现身出来。以店主的实力，想杀这些人不过弹指间，何须这小子多管闲事？闻言，洛柔却道：关键是他不知我有自保之力，肯仗义出手，足以证明此子品性极佳。莫非店主起了惜才之心？听到这句话，洛柔摇了摇头。我早已不问世事多年，也没有兴趣培养小辈人物。不过我却也不喜欢欠人情，你跟着他，找机会还他一个人情就是。是。听到这个命令，那银袍男子躬身行了一礼，随即再次消失不见。此时林彻早已离开那处断崖，在一条山野小径中漫步而行。黑龙寨众匪在苍兰城附近为非作歹多年，我今日铲除这一黑恶势力，天女前辈，你说我以后会因此而得到善报吗？或许会吧。神秘女子的声音在林彻心海间响起，态度略显冷淡。哎，为什么我感觉每次与天女前辈你对话，你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态度，跟一座冰山似的？虽然我父母可能跟你有些仇怨，但我可是无辜的，你也不至于将这些怨气都发泄到我身上吧？对此话，天女选择沉默。见状，林彻暗中做出一个无奈的表情，但随即他又颇有些无赖的说道：说实话，今天那位黑衣美女长得真是太美了，要不是我平日里锻炼出的超强定力，恐怕也会忍不住心生邪念呢。此话终于勾起天女心中的一丝好奇，疑惑道：你平日锻炼出的定力？今日那黑衣女子虽然长相绝美，但与天女前辈的倾世容颜相比，还是有所不及。我平日里跟随天女前辈你修行，自然而然锻炼出了强大的定力。对了，我今日救了她，天女前辈你觉得她会不会为我当时的英勇之姿而折服，从而对我芳心暗许呢？我觉得你有些不要脸。神秘女子的声音这次有些鄙夷。当然，对于任何一位女子而言，尤其是美女，都不会介意别人对自己容颜的夸赞。天女虽然语气有些鄙夷，可是在林彻看不到的神域空间之内，她雪颜之上却掀起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弧度，一笑轻视。你当时有没有让她动心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你此举倒是为你自己招惹了一些麻烦。顿了片刻，天女突然说道。林彻一愣，什么麻烦？天女并未回答，而是道：这几日你继续搜寻天材地宝，但不得再利用气海吞噬，随意展示你的修炼之法。为什么？林彻心中更加疑惑了。因为有人在跟着你，天女随意说道。什么？林彻心中一惊，变得谨慎起来。他灵识迅速四散出去，可是片刻后却没有探查到任何踪迹。他境界比你超出太多，你感应不到的。不过此人倒是没有恶意，也不需担心。总之，你听我的就是。好吧。听到天女这样说，林彻虽然心中奇怪，但也没有再多问。接下来的几日，林彻依旧在神峰山脉之中搜寻着各种灵药，当然也免不了与各种凶兽的浴血鏖战。不得不说，对于武者而言，只有在生死搏杀之中才能进步飞速。虽然境界之上依旧停留在聚气七重，但林彻的战斗本能、技巧、经验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突飞猛进。天女前辈，我到底何时才能炼化这些宝药？终于在第10日之后，林彻忍不住开口问道。事实上，这10天的时间，他寻觅的灵药已经不下30株，只要能够以气海炼化，就能让他的境界再一次突飞猛进。可是这段时间，天女却绝口不提让他修炼之事，这让林彻有一种空手一座宝山却不得入的感觉。你很想突破？是啊，距离苍兰城的宗门选拔战还有不到7天时间。林彻微微握拳。林彻这次与林家划清界限，以林雄海阴狠的性格，得知他修为恢复之后，一定不会留下他这个隐患。因此林彻猜测，外界现在一定有着林雄海所布置的杀招，等待他露面。以林彻现在的实力，想要抗衡整个林家，无异于以卵击石，甚至想要逃离出苍兰城的范围，都未必能够做到。他只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宗门选拔战或许是他唯一的机会，只要能够在选拔战中夺魁，他就有进入稻苍院的机会。届时，即便林雄海再想杀他，也不会再有任何机会。那你就进入那处山洞之中，开始炼化这些灵药吧。沉默了一下，天女开口说道。林彻向四周看去，果然在不远之处的一处山壁上，发现一处天然形成的山洞。听到天女的话，林彻心中一喜，随后也不犹豫，直接攀上那处石壁，进入了山洞之中。光线陡然昏暗下来，林彻在山洞之中相对干燥之处盘膝而坐，取出一枚戒指。空间戒指，这正是林彻击杀黑龙寨主之后所收获的战利品。不要小看这一枚戒指，这可是苍兰城中一些大家族的家主、长老级别才能拥有的奢侈之物。林彻当年位居林家少主，也没有资格掌握一枚。而这些天，这枚空间戒指的用法也早已被林彻所掌握。心念一动，这几日所收获的30颗灵药凭空出现，随即林彻便运转气海，开始吞噬这些灵药中的灵气。而林彻所不知道的是，其实他刚刚进入那山洞不久，一位银袍男子便凭空出现，目光中微微浮现出疑惑。奇怪，这小子身上莫非有屏蔽心神之物？怎么他进入山洞之后，我就感应不到他的气息了？不过之前洛店主的命令只是让他找机会还个人情而已，因此银袍男子虽然觉得奇怪，但也没有兴趣一探究竟。最后他身影一闪，再次消失。1日后，石洞之内，林彻身前的30颗灵药都已经被他尽数炼化。不得不说，气海的修炼方法实在太过霸道了。此刻的林彻能够清楚地感受到，那灵药之中所蕴含的浓郁灵气正在他身体之中纵横激荡。如此狂暴的能量，就是一位灵武境的强者也必然爆体而亡10几次了。可是在气海的引导之下，这股恐怖的能量却在不断地淬炼林彻的体魄，每一寸筋骨、血肉、经脉都在被疯狂锤炼。轰！终于，林彻体内的5道壁垒再一次被打破，而他的境界也顺利突破到了聚气8重。聚气8重，林彻的脸庞上浮现出浓郁的兴奋之色。1年前，我境界还未跌落之时，就是聚气8重境界。现在，我重铸根基，再次回到了巅峰之时，并且从聚气1重重新修炼至聚气8重，只用了短短1个月的时间。林彻能够清楚地感应到，他的丹田被气海取代之后，虽然境界上与1年前没有差距，可是真实战力却不可同日而语。如今他随意移动，体内便传出一道气爆之声，这种强横的力量是他以前从未企及过的高度。天女前辈，这种修炼速度也太过逆天了，以后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对于自己的进步，林彻虽然兴奋不已，但冷静下来之后却有些担心。因为他从小修习的武道理念就是武道修行不可贪功冒进，必须夯实基础，否则以后会有走火入魔的风险。这还叫快？天女微微摇头，你小子懂个什么？井底之蛙，你还没见过星域之外有吞噬一颗星球修炼的恐怖存在呢。真要有什么风险，这些星域之中的狠人，只怕早就神魂俱灭1万次了。
当然，天女这一声自语相当隐晦，根本就不会让林彻听到。他解释道：“你只管修炼，至于这功法是否存在缺陷，自然有创造这门功法之人去考虑，这不是你该接触的层面。”好吧，林彻点了点头。不过紧接着，林彻心思又活络起来：“天女前辈，你以前达到的高度那么厉害，一定珍藏许多强大的战绩吧？不如你随意传授晚辈修习2本如何？”对此，天女却道：“你听说过孩童以万斤重锤作为武器吗？现在的你太弱了，而我所知的战技不适合你学。等你达到天武境界，或许我能传授你1-2门战技，但现在战技之事，不要指望我。”闻言，林彻眼中闪过一丝失望，不过他也明白天女所说是事实。虽然他还不知道天女的具体来历，但是却明白这名神秘女子来头一定不简单，对方所掌握的战技一定也不是他当下所能触及的层面。当然，林彻之所以渴求战技，也是因为担任林家少主多年，但林雄海却从来没有传授过他一门像样的战技。我身上所流淌的并非林家嫡系血脉，由此可见，林雄海从始至终都对我有所保留。好在这一年境界跌落，也让我彻底看清了整个林家的嘴脸。想到这里，林彻再次取出那枚空间戒指，随着光华一闪，一本泛黄的古籍出现在他的面前。逆乱九式，这应该就是黑龙寨主之前动用的那门临阶下品战技。苍兰城第一家族慕容世家最为珍贵的，也不过是一卷临阶下品战技。不得不说，黑龙寨主的运气还真好，竟然有这种奇遇，能够得到这种级别的战技。不对，应该说是我的运气真好。拿着这本古籍，林彻有些得意的想到，心中闪过一丝释然。最起码，这门战技的品级绝不会弱于苍兰城各大家族珍藏的祖传战技。随后，接下来的几日，林彻便是开始了对这门战技的修行。这门战技晦涩艰深，当初黑龙寨主也不过掌握5成左右。但不要忘了，林彻的天赋本就比黑龙寨主超出太多，因此仅仅3日之后，林彻便已将其彻底掌握。3日之后，林彻走出山洞，习惯了山洞之中的昏暗，此时略微刺目的光线使得林彻的眼睛微微眯起，舒服的伸了个懒腰，鼻翼间呼吸着洞外的新鲜空气。林彻此刻有一种重获新生之感。1年前境界跌落，当年给他归属感的林家，一夜之间在他心中彻底颠覆，让他尝尽了世态炎凉。这种感受，没有亲身体会过的人是不会明白的。这也让林彻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武道世界，实力为尊，只有拥有实力，才能拥有尊严。还有3日时间，宗门选拔战即将开始，也是时候赶回苍兰城了。林家，等着我吧，我会给你一个惊喜的。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林彻开始向苍兰城沿途返回。1日之后，他的身影便是出现在了神峰山脉外围。可就在他准备走出这一片山脉之时，一股不祥的预感却突然袭来。林彻面色一沉，果断停下了脚步。什么人？不用藏头露尾的，出来吧。想不到你竟然能发现我，我倒是大意了。林彻，看来你的修为果然有所恢复。话音落下，黑暗中一道身影从阴影中走出。这是一位中年男子，脸庞削瘦，一双眼眸看着林彻，泛着一丝寒气。吴长老！见到这位中年男子，林彻的目光一凝，此人正是林家的第5长老。想不到林家为了杀我，竟然不惜让一位长老出手，看来林雄海真的很忌惮我这个隐患啊！这叫谨慎。吴长老冷笑了一声，对于一个家族而言，能够屹立100年不倒，就像是一艘航船，掌舵之人当然得小心翼翼，提前规避各种风浪。林彻，以你的天赋，丹田恢复之后，若是以后与我林家为敌，那将是一个不小的麻烦。所以能提前将这个麻烦扼杀在摇篮中，当然最好不过。林彻冷笑着摇了摇头，第一次见到有人将无情无义说得如此冠冕堂皇。可惜林家有你们这些愚蠢的掌舵者，早晚得翻船。此时武长老眼睛眯了眯，林彻，就算你修为恢复到1年前的巅峰状态，也不是本长老的对手。其实杀你也根本无需本长老亲自出手，但我还是来了。既然如此，你就该明白，反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你还是乖乖受死吧。武长老冷冽的话音落下，身影也跟着动了。唰，他的速度犹如鬼魅，迅速逼近林彻。给我死！武长老暴喝一声，随即握掌成拳，黑光涌动，是大力沉的一拳，直接向林彻心脏狠狠轰去。聚气9重。从武长老周身爆发的气势可以看出，之前他并未夸口。即便林彻恢复到1年前的境界，面对巨气巅峰的武长老，依旧有着足足一个境界的差距。然而面对气势如此雄浑的武长老，林彻的表情却平静无比。唰，等到对方冲到一定距离之后，林彻的身影终于动了。轰！随着他一步迈出，一股丝毫不弱于武长老的气势竟然从林彻周身席卷而出。毫无疑问，林彻正是动用了逆乱9式这门临阶战技，
才能爆发出如此可怕的气势。而且与当初黑龙寨主足足踏出9步不同，林彻凝聚这股气场仅仅迈出1步而已。一步凝视。什么是天才？无论任何战技功法到其手中都能发挥至极限。此刻的林彻便毫无悬念地印证了这一点。下一瞬，林彻拔剑出鞘，朝前便是一斩。轰！狂暴的剑力与五长老的拳印狠狠撞在一起，空气中一股强烈的灵气波动，朝着四面八方疯狂一散。而一击之后，五长老的身躯被一股巨力生生震退了10几步。你！五长老满脸惊愕，然而还未。他开口说出第2个字，一柄长剑已经抵在了他咽喉之处。林彻卓然而立，此刻他手中那柄长剑之上兀自传来嗡鸣之音，而他的眼中则满是冰寒之色，看着五长老道：“我多年为林家拼杀，所争夺而来的资源，绝大部分都流入了长老阁。你身为堂堂林家长老，就成长到如此地步，一剑你都接不住，简直废物！羞辱！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侮辱！”五长老老脸一僵，刚要开口，然而还不等他吐出一个字，林彻手中长剑突然朝前一送，赤！五长老咽喉瞬间被洞穿，鲜血四溅。五长老双目圆睁，口中发出呵呵的声响，最终只能在满脸恐惧之中，身体缓缓瘫倒下去。或许他到死都想不明白，1月前还丹田碎裂的林彻，怎么可能在1个月之内就成长到如此可怕的地步？将这位五长老斩杀之后，林彻自然没有放过他身上的资源。幸运的是，这五长老竟然也拥有一枚空间戒指。随着林彻心神探查之后，发觉戒指之内竟然有足足70株灵药。70株灵药，应该足以支撑我突破下一境界了吧？林彻心中闪过一丝激动之意。不过他并没有当即炼化这些灵药，将之全部收起之后，看了一眼血泊中的尸体，随即便迈步离去。在林彻刚刚离开不久，黑暗中那位银袍男子的身影再次现身。这小子是什么时候在我眼皮子底下突破到巨气8重的？银袍男子清楚记得林彻与黑龙寨主一战的时候，还只是巨气7重之境，但现在不过数日时间，境界就来到了巨气8重，而且什么时候突破的，他竟然毫无所觉。莫非此子乃是天道修行者？传闻古有绝代妖孽能够一战一境，只要通过不断的战斗，就能凭借逆天的感悟突破境界，被称之为天道修行者。此时林彻的表现竟让银袍强者冒出了这个荒诞的念头。当然，这些想法也只是在银袍男子脑海中一闪而逝。看着地上的尸体，银袍男子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店主之命，让我帮你解决一次麻烦。本来这是一次机会的，但现在看来，这任务还得继续啊，真是让人头疼。”林彻离开神峰山脉之后，第一时间赶到了旁边的一座小镇。他历练之前害怕山脉之内过于凶险，因此让小瑶暂居此地。而遭遇了五长老的伏杀之后，林彻心中对这个小姑娘的安危也变得极为担心。好在等他找到小瑶的时候，这小姑娘依旧活蹦乱跳，没有遭到任何危险。少爷，你终于回来了。小瑶见到林彻之后喜极而泣，毕竟在这个少女的心中，如今的林彻就是她所有的依靠了。林彻安慰地摸了摸她的头，这段时间让你担心了。随后他又问道：小镇之上最近有没有林家之人来过？有。小瑶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少爷，我这几日见过不少林家的武者在附近出没，他们好像都在找你，不过每次我都藏起来了，没有被他们发现。闻言，林彻眉头一皱，如此看来，他还真是低估了林家想要诛杀他的决心。心念及此，林彻看向小瑶道：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走吧。少爷，我们去哪？回苍兰城。林彻直接言道。啊，回苍兰城？可是小瑶一脸惊讶的表情。而此时林彻却道：我要回去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都拿回来。苍兰城这一日，城内人山人海，几乎所有街道之上都被百姓给挤满了。可以说苍兰城近10年以来都从来没有过像今日这般热闹的景象。而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传闻道苍院今日将会有导师降临而来，要在苍兰城内选拔弟子。道苍院乃是扬州境内第1大势力，传言每年道苍院都会在扬州各大城池之内选拔天资出众的年轻武者，招收进入院内修行。扬州地域无比广袤，境内共有大大小小的城池1000余座，但道苍院每年的招收名额却只有100之数。这也就意味着，只有综合实力排在前100的大城池，才有资格进入道苍院的视野。而苍兰城近10年以来，这是第一次进入前100城之列，对于这一盛事，无论各大家族还是城内百姓，都可以说期待已久了。传闻道苍院在各大城池招收弟子，只有1个名额，也就是说，苍兰城中只有年轻一辈中天资最高者才有成为道苍院弟子的可能。
你们猜，究竟哪个家族的天才会成为这个幸运儿？对于这次宗门选拔战，城内各大家族都重视无比。一旦族中小辈成为道苍院弟子，日后必将前途无量，其所在家族也会一飞冲天。苍兰城各大街道之上，人流涌动，喧嚣不已。而众人议论的重点，毫无疑问也都在这件事情之上。这还有什么悬念吗？慕容家族一直以来都是苍兰城第一大家族，其家主之女慕容嫣小姐也是如今城内公认的第一天才。我看此次选拔战第一，非慕容嫣莫属。那可未必吧。为了今年的选拔战，各大家族都将族内资源完全对小辈开放，而且为了保存实力，这1年来各族小辈也都没有交手的记录，谁都无法猜测他们各自成长到了什么地步。慕容嫣的确很强，但以我看，申屠家族的天才申屠渊也是不弱，今年未必会输。慕容嫣、申屠渊这2人就是当今苍兰城内最炙手可热的2大天才，因此众人讨论的焦点自然而然都集中在这2人身上。然而就在这时，却有人感叹了一声，这2人的确是夺冠的最大热门，但若说他们之中谁是苍兰城第一天才，却有些名过其实了。毕竟往年之中，这2大天才可都是被一人稳稳压制。今年他们能够有此热度，也是因为那个人无法参加这次的宗门选拔战了。此言一出，众人心中都不自觉浮现出一个少年的身影，林彻。要说历年以来苍兰城公认的第一天才，也只有此子了。当年他天赋没有消失的时候，城内任何年轻小辈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当年的林彻的确让人惊艳，但自从1年前开始，他便生了一场怪病，丹田碎裂，从云端跌落深渊。若不然林家有此子，必将获得前所未有的殊荣。而这次损失最为惨重，恐怕也就是林家了吧。呵，听说林彻已经被慕容家族的慕容嫣小姐单方面撕毁婚约，而且不久前又被林家罢黜少主之位，逐出了家族，成了整个苍兰城的笑柄。现在恐怕他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乞讨呢，还有什么好议论的？有人满脸不屑地说道。提起林彻，有人替其感到可惜，有的则是唏嘘不已，也有幸灾乐祸之辈。但无论是何种情绪，也只是在人们心中一闪而过。对于武道世界而言，人们更多的只会记住强者，无论其过往有着多少荣誉，只要一朝跌落下神坛，都会逐渐被世人所遗忘。苍兰城最为繁华的中央大街，围绕着一座巨大的站台，苍兰城中各大家族势力都已落座。林家所在的方位，家主林雄海看向林宇：“宇儿，近日进展如何？”林宇听到这声询问，连忙恭敬的道：“家主伯伯放心，自从家族资源对小侄全面开放之后，3日之前，小侄幸不辱命，已经进入聚气8重之境。”聚气8重。看着林宇满脸得意的表情，林雄海非但没有轻松，反而脸色越发沉凝了一些。聚气8重啊，不过是林彻1年前就已不足的境界。相比较之下，这林宇的天赋与那个叛出家族之人的确差距巨大，这让林雄海感到万般可惜。如果没有1年前那场意外，或许林家真的有希望攀上道苍院这座靠山。不过现在说什么都已经于事无补，而林家也只能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林宇身上。即便这个林宇让林雄海内心深处不太看得上，至于林彻，有5长老出手，应该已经死在某个荒郊野外了吧。心中闪过这些念头，林雄海脸上从始至终都没有丝毫波动。他拍了拍林宇的肩膀，道：“宇儿，不需有任何负担，尽力去搏。侄儿就是拼了命，也一定为林家争光。10几年来，一直被林彻的光环压得抬不起头。”此时感受到林雄海的器重，林宇受宠若惊的说道：“城主到！”轰隆隆，就在人群议论纷纷之际，中央街道突然响起一阵沉重的马蹄声，一众身披盔甲的士兵疾驰而来，簇拥着一位面如冠玉的中年男子，直接奔向巨型圆台。而看到这一股势力，苍兰城各大家族之人都是起身以示尊敬。这是城主府的势力，中间那名中年男子正是苍兰城主萧峰。苍兰城虽然家族林立，但即便是第一家族，也不敢正面与城主府叫板。这不仅是因为城主府武力强盛，更多的是这一势力背后代表的乃是官家。萧峰登上圆台之后，直接大手一挥，请季导师上台。随即，一顶豪华的软轿出现在众人视野。轿帘掀开，一位满面红光的老者从其中走出。此人正是道苍院导师纪宗。见到这位足以决定苍兰城各大家族命运的老者，沿途的各大家族之人无不露出谄媚的目光。然而面对这些目光，这老者则是目不斜视，满脸威严地走上高台。季导师代表道苍院第一次来苍兰城，若有招待不周之处，还望海涵。萧城主微笑着说道：“呵，萧城主客气了，老夫为道苍院办事，此次只希望一切顺利就好。听闻季导师在城内逗留时间有限，既然如此，那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开始吧。”
一旁，萧城主又道：“好。”语落，几宗直接来到圆台中央，洪声道：“老夫名为几宗，任道苍院导师一职，也正是这次负责苍兰城考核之人。老夫此次所来的目的，我想你们都已清楚，那也不用老夫再过多赘述。既然如此，我便言明此次考核的规则：凡是20岁以下的年轻一辈，都有资格参与此次考核。考核共分2轮，第1轮为初试，至于通过初试的方法……”季宗说到这里，突然袖袍一挥，哗，3尊木人出现在站台之上。季宗缓缓道：“所有考核之人登上站台，一炷香之后，能在这3尊木人攻势之下屹立不倒，便通过第1轮考核。登上站台，一炷香时间能屹立不倒者，通过第1轮考核。简单。”锦袍老者嘴上说的简单，但是此刻所有人看到那3个手持木刀的木人之后，无一例外的流露出凝重的神色，因为他们清楚地感应到，刚刚这3尊木人出现的瞬间，空间隐隐震动，一股强大的压迫之感袭来。这证明3尊木人拥有极强的战力。场面上沉寂了片刻，终于不知道过了多久，才有人第一个登上站台。这是宋家的大公子宋雷。见到那第一个向站台行去的青年男子，不少人认了出来。宋雷聚气6重境界，虽然算不上苍兰城顶尖的天才，但实力也属于中上游，再加上敢于第一个上场，勇气可嘉，因此使得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喝彩之声。没人敢第一个上，那不好意思，这个露脸的机会就让给本少爷了。宋雷一步步登上站台，脸上泰然自若，心想第1轮考核能有多难？只不过脚步迈上最后一个台阶之时，一股凛冽的气息突然将他笼罩。站台上其中一尊木人动了，哗！那尊木人手中的木刀一扬，犹如一阵疾风扫来，裹挟着凌厉无比的气势向宋雷席卷而去。砰！下一刻，宋雷的身躯直接从站台之上飞了出去。砰！宋雷狼狈的身影重重砸落在尘土之中，一瞬间，整个中心广场都变得寂静无声。聚气6重，一招败退。如果说之前众人对于这3尊木人的实力还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么现在所有人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这也太恐怖了吧！这样下去，能有几人能通过第1轮考核？苍兰城中不少本来踌躇满志的年轻小辈，甚至萌生了退意。季导师，这样是否过于严苛了？观战台上，萧城主低声询问。这仅仅是第1轮考核，若出世的淘汰率就如此惊人，对于苍兰城而言，传出去毕竟有些难听。这一座城，道苍院只取1人，剩下的尽数淘汰，难不难？有什么区别吗？纪宗笑着反问。当然，若是整个苍兰城都没有1人能通过第1轮考核，那老夫也只能是空手而归了。闻言，萧峰沉默，他明白纪宗所言乃是事实。这就是道苍院，扬州霸主，能够进入其中，对于扬州任何一位青年才俊而言，都可以称之为终生的荣耀。与之相对的，想要成为其中的一员，只有凭借自身的实力。然而，相比于之前的人声鼎沸，此时苍兰城年轻一辈显得有些愁云惨淡。宋雷的实力在苍兰城中属于中上游，随着他的淘汰，众多自认不如宋雷之人也都暗自放弃。至于接下来勇于上场之人，毫无疑问都是年轻一代的风云人物，苍兰城中处于顶层的天才。但即便如此，迄今为止仍然没有1人能够通过考核。难道我苍兰城的天才连出世的门槛都过不去？这也太打击人了吧！到底谁能替我苍兰城证明，拔得一筹？随着时间流逝，人群越发缄默。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身影的出现，却是使得众人低落的情绪重新被点燃，变得高昂起来。这是一位女子，她眉目如画，体态玲珑，神色淡然之间透露若隐若现的傲然之气。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自信，让人一见之下便能明白什么叫头角峥嵘，人中翘楚。慕容嫣，一个苍兰城中无比耀眼的存在，不仅长相出众，自身实力非凡，其所在的慕容世家更是苍兰城中第一家族。可以说此女天生便是人们眼中的焦点。如果不是往年一直被一个人的光环所压制，足以称得上完美无缺。但即便如此，那个人陨落之后，慕容嫣也是顺理成章成为苍兰城大部分人公认的第一天骄。哈哈，慕容小姐终于出手了。是啊，苍兰城第一天才，她如果不能通过，恐怕我苍兰城真要全军覆灭了。在众人隐含期盼的目光之中，慕容嫣的倩影在站台之上立定。刷刷刷！一瞬间，3尊木人启动。从之前的战绩来看，这3尊木人的配合，无论攻守都可以称之为天衣无缝。3尊木人的攻势无比凌厉，每次出手角度都刁钻至极，几乎能将挑战者所在的方位完全封锁。但是不同于之前那些人的狼狈，从始至终，
慕容嫣的表现都可以用游刃有余来形容。只见他的身影每一次都能在那暴风骤雨般的攻势袭来之前提前闪身避过，衣袂飘舞间曼妙的身姿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能够轻易地将人的心神吸引。直到一炷香时间过去，站台之上3尊木人停下进攻，众人才是发现慕容嫣一头青丝竟然没有一丝的凌乱之感。这就结束了。直到慕容嫣轻盈的步伐走下站台，沉寂已久的中央广场上，众人才是回过神来，爆发出震天般的喝彩之声。料敌机先！虽然慕容嫣从始至终没有出手，可这是何等自信的身法眼力才能做到这一步。终于有人过了。看到这一幕，观战台上的萧峰暗中握了握拳。要是苍兰城真的全军覆没了，那他这位城主恐怕也没有颜面坐在这里了。不说别的，下一年稻仓院的考核肯定会放弃苍兰城，那苍兰城只怕要在整个扬州成为一个笑柄。慕容嫣之后，考核继续进行，但真正登场之人可以说已经是寥寥无几了。只不过接下来倒是给了萧峰一个惊喜，考核接近尾声之际，竟然又有2人通过。第一位毫无疑问正是与慕容嫣有着争锋之力的申屠渊，第2位赫然是林家新任少主林宇。想不到林宇竟然也通过了考核，看来林家自从灵车废了之后，倒也不算就此没落。见到林宇成为通过木人试炼的第3人，人群之中爆发出一阵议论之声。虽然与慕容嫣、申屠渊相比，林宇通过的并不算轻松，然而面对整个苍兰城年轻一代近乎全军覆没的状况之下，这已经足够让人惊讶。林宇通过木人试炼之后，仰头走回林家所在的方位，感受到一路上迎来的目光，心中得意非凡。多少年了，这一刻他仿佛终于摆脱了林彻的阴影，让人知道林家不只有林彻，更有他林宇。好啊，不愧是我儿。林家大长老重重拍了拍大腿，一副激动无比的样子。至于家主林雄海也是微微点了点头，能够通过第1轮，看来这段时间给林宇所开放的家族资源倒也不算白费。这次试炼赛林家还是有着一丝希望的。观战台上几宗则是暗暗摇了摇头，目前为止也只有3人而已。苍兰城是第一次进入百城列，今年也是第一次进入稻仓院的视野，但从第1轮的淘汰率而言，这底蕴还是太薄了一些。本来以为此行会有一些惊喜，现在看来未免有些失望。好在那名叫做慕容嫣的女娃娃天赋足够惊艳，聊为此行了。一念至此，几宗便准备起身宣布第1轮结果。然而就在此时，一阵喧哗之声却是突然传来。快看，竟然还有人要参加考核！随着这声呼喊，所有人的目光都是再次聚集。只见在冗长的石阶之上，一道年轻的身影正一步步登上高台。此人背负长剑，头戴斗笠，一袭黑袍在风中猎猎而动，脚步给人一种平静而有力的感觉。但现在众人的心中却不平静了。这人是谁？苍兰城中除了那3人之外，难道还有自信能够通过考核之人？无数人在疑惑着。与此同时，那道卓然的身影也已然踏上了最后一层石阶，站在了站台之上。刹那间，一尊木人傀儡直接向其出手，手中木刀上下一展，刀芒乍现，气势如虹，攻势果然凌厉。感受到这一刀，斗笠之下，林彻的目光微微一动。下一瞬，林彻拔剑出鞘，一剑迎上。当！木人傀儡手中的木刀被这一剑格挡下来，发出一声刺耳的鸣啸之音。不仅如此，木人傀儡的身躯竟然被生生震退一步。就在这时，林彻第2剑已至。这一剑无声无息，没有传来任何破风声，就仿佛已经融入风中，剑光闪过，已经在木人傀儡之上留下了一道剑痕。见到这一幕，观战台之上，萧峰的身躯突然腾的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好快的剑，好刁钻的角度！萧峰目光剧烈波动着，因为发现那一剑所留下的剑痕，正是位于木人傀儡的双眸之处。可以说，如果这木人傀儡乃是血肉之躯，此时已经丧失了战力。这就如同面对3位强敌，一个照面便解决了其中1人，如此凌厉的手段，怎能不让人震惊？萧峰自然不会想到，其实林彻在神峰山脉，在古域空间中神秘女子的指点之下，与妖兽搏杀，所练习的就是一击致命，以最简单的方式解决对手。当然，木人傀儡并非血肉之躯，不会因为林彻这一剑而结束。而此地之中有着萧峰这般眼力，能够看出端倪来的也少之又少。因此战斗还在继续。嗖嗖嗖！3尊木人同时出手，巧妙的配合妙到毫巅，整座战台都似乎被恐怖的刀芒所笼罩。可是林彻非但没有选择避其锋芒，反而脚下一蹬，身体如同一道箭矢，迎着那3尊木人就冲了过去。闪避！林彻不想闪避，他的方法就是以攻对攻，
以刚克刚。当当当当，林彻手中的长剑不断与木刀碰撞，激荡起层层涟漪。这家伙可真猛啊！站台之下，围观群众看到台上的刀光剑影，无不双目圆睁。虽然这画面极具冲击力，可是看上去也无比惊险。可以说，一旦挑战之人真气有所枯竭，或者露出一丝破绽，下场必然凄惨。可是，就在众人好奇这位神秘剑客还能支撑多久的时候，三尊木人竟然在一瞬间全都停下了动作。一炷香时间到了，过关了。见到林彻以这种强悍的姿态通过了考核，站台下的围观者们突然爆发出一阵剧烈的喧哗之声，甚至有的人不自觉长出一口气。虽然看上去此人没有慕容烟那般轻松惬意，但是不得不承认，这种战斗的方式的确很刺激，让周围观众的心绪随着剧烈起伏。与此同时，无数人也更加好奇这位矗立于站台之上的年轻身影到底是谁。苍兰城中何时诞生了这样一位年轻强者？心脏、咽喉、双目、眉心都是要害，没有一件偏离，还不错。木人傀儡停下进攻的同时，林彻收剑入鞘，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可以看到，那三尊木人之上一共有19道剑痕，每一道剑痕都在要害之处。只是这3道木人究竟是什么材质铸成？真硬啊！林彻刚刚每一剑都灌注了雄厚的真气，自信就是一块青钢岩，也早就被他剑气轰碎了。然而此刻那3尊木人之上也只是留下一道道浅浅的痕迹而已，那是防御铭文。这3道木人傀儡脱胎于阵法一道。内心深处突然传来神秘女子的声音：阵法一道果然玄奥，我根本破不了防。如果没有时间限制，多半是我输了。林彻很清楚地意识到，是你太弱而已，力量够强，没有什么阵法是一剑破不开的。神秘女子又道：林彻，愚蠢！木人乃是死物，不知疼痛，悍不畏死，竟然以这种野蛮的方式对攻，简直就是一个莽夫。我敢肯定，如果没有时间限制，真气剧烈消耗之下，此人必死无疑。林家方向，林宇看着台上那道身影，不知道为何有一种熟悉之感，可是一时又想不起，莫名的让他有一种烦乱的感觉。同样有这种感受的还有林雄海，只不过片刻之后，林雄海双目一变，似乎想到了什么，直接从座位上弹起。逆子，原来是你这逆子！林彻，你是林彻，你既然没死，还敢来参加试炼赛？林彻！听到林雄海这突如其来的一声暴喝，犹如一块巨石砸落在平静的水面上，瞬间激起千层浪。此人是林彻？这怎么可能？传闻1月之前，他不是已经被林家逐出苍兰城了吗？不错，林彻丹田碎裂，境界大跌。如果他是林彻，又怎么能顺利通过初试？感受到无数投射而来的目光，站台之上那道身影却平静如一泓清泉。片刻之后，他摘下斗笠，露出干净清秀的年轻脸庞。瞬间，站台下所有人呼吸一滞。真的是林彻！林彻之名以往在苍兰城中太过耀眼了，可以说任何苍兰城中的年轻一辈都不会忘记这个名字，就像是一座山曾横亘在所有年轻俊杰的心间。1年之前，所有人都以为横压苍兰城年轻一辈的存在已经彻底陨落，可谁曾想他会以这种方式重新回归到众人的视野之中。你这逆子竟然还有脸回来！林雄海心中万般疑惑，猜测林彻丹田恢复之后，他已经派出五长老暗中伏杀，如今林彻又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莫非是五长老失手了？定然不会，以五长老巨气巅峰的修为，岂会失手？应该是与这小子错过了。心中闪过这个念头，林雄海直接冲观战台抱拳道：季导师，萧城主，这林彻乃是我林家叛逆，1月之前被老夫亲自赶出家族，没有资格参加此次考核，还请2位大人剥夺其参加考核的资格，以免这逆子扰乱宗门选拔赛的正常秩序。老狗！听到林雄海此话，林彻眼中一片冰寒，突然暴吼了一声：你口口声声称我为林家逆子，我问你，我林彻做过什么对不起林家之事？你……林雄海语气一滞，过了片刻，却突然冷笑道：你并非林家血脉，可是10数年来林家将你抚养成人，如今你却公然叛出林家，如此还不算是逆子？哈哈！闻听此言，林彻突然狂笑出声：好一个抚养成人！林雄海，你当初所看重的不过是我的天赋以及我能带给林家的希望，其实我不过是你眼中的一个工具。这些年来，我替林家征战，数次险死还生，为林家夺得无数资源，我用命换来的东西，最终成就的却是你们这些坐在幕后养尊处优的吸血鬼。即便如此，我林彻念及养育之恩，却从无怨言。可当1年前我丹田破碎，你们又是怎么对待我的？废掉我少主之位，甚至将我发往行山，连小小奴仆都能任意欺压于我。那个时候，
我便已经看清林家的嘴脸，不过是一群无情无义的冷血动物。我林彻从不亏欠林家任何东西，而现在的我也早已与林家划清界限。至于你林雄海，想以长辈身份训斥我，你有何资格？林彻之言字字诛心，使得此地之人无不动容。这林彻的确曾给林家带来过无数荣耀，若事实真如林彻所说，那这林家倒真算得上无情无义。听到这些议论之声，林雄海表情相当阴沉。无论如何，林彻的出现是一个变数，一个他包括林家都不想看到的变数。你这小畜生信口雌黄，仅凭你抹黑林家这一条，老夫就有资格清理门户。今日老夫就亲自出手，诛杀你这不孝叛逆！林雄海脸上浮现一抹狰狞之色，此时全身真气鼓荡，竟然流露杀意。慢着！可就在这时，萧峰突然开口制止。林雄海一愣，萧城主，老夫乃是清理自家门户，这合情合理，无碍他人吧？这林彻已经与你林家脱离关系，现在乃是选拔赛考核一员，你就这样杀他，可将稻仓院看在眼中了？果然，随着萧峰这声质问，一旁季宗的目光冷冷地落在林雄海身上。虽然这束目光并没有任何气势压迫，却让林雄海身躯一颤。这的确是老夫鲁莽了。林雄海虽然对林彻的确是动了杀心，但是感受到眼前的局面，也明白想要杀林彻不可能，最起码在试炼赛结束之前没有这个可能。一念及此，林雄海纵然心有不甘，也只能老老实实的坐回原位。站台之上，林彻看向萧峰，虽然不知道这位苍兰城主为何要帮自己，但还是向其投去一个感激的目光。随后他准备走下站台，然而就在这时，几宗苍老的声音突然传来：“等一等！”林彻脚步一滞，疑惑看向这位老者。几宗面无表情道：“第一轮考核结束，一共4人晋级，老夫便宣布第2轮考核开始。而第2轮考核的规则就是擂台战，2两对决，你就第一个上场吧。至于你的对手……”说到这里，季宗的目光在慕容嫣、申屠渊身上扫过，最终停留在了林宇身上。反目成仇，家族血战，倒是有些意思。那就你们2个一战吧。话音落下，中央广场顿时一阵骚动。擂台战，林彻对决林宇。其实，在听到第2轮考核的规则的时候，林宇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如果是擂台战的话，他根本没有勇气能够与慕容嫣、申屠渊这2位苍兰城如日中天的天才一战。这点自知之明，他还是有的。可当听到对手是林彻之时，他的表情竟然有着一丝意外之喜。对比于那2位，如今的林彻毕竟荒废了1年之久，虽然不知道为何他的丹田再次恢复了，但与之前而言，一定有所不及。所以在林宇看来，能够通过第1关的4人中，林彻毫无疑问就是最弱的一位。我对上林彻，那慕容嫣与申屠渊就必然要在下一场碰上，这2人本就有一战之力，真要对拼起来，说不定就落得个2败俱伤的下场。那么只要我能击败林彻，下一场岂不是真有问鼎的机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现在的林宇似乎突然在黑暗之中看到了一丝曙光一般，感觉幸福竟然来得那么突然。宇儿，你可有信心？一旁林家大长老问道。父亲放心，这林彻荒废了1年之久，虽然如今恢复了一些，但刚刚你也看到了他是如何通过牧人试炼的。孩儿猜测，如此剧烈的消耗之下，此时他体内的真气已经消耗了七七八八，现在我跟他一战，难道还有什么悬念吗？听到林宇如此自信的回答，林雄海、大长老都是点了点头。言之有理，若有机会，别让他活。林雄海目光一冷，低声道：“我明白。”冷冷一笑，林宇直接向站台行去。片刻之后，站台之上2道身影呈现对峙之势。林宇嘴角浮现一抹狞笑，盯着林彻道：“林彻，想不到吧？这一轮你的对手会是我。多少年了，我林宇一直生活在你的光环之下，忍辱负重。世人只知你林彻，而不知我林宇。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向众人证明，我林宇不弱于你。你倒真看得起自己。”林彻冷淡地回应了一声。闻言，林宇目光更加怨毒：“林彻，你本就不该再出现在苍兰城，但你现在既然来了，反而更好。今日你将成为我的垫脚石，这一战也会成为我林宇崛起之战。”你废话好多啊！林彻有些不耐烦了。找死！本来林宇积攒了一肚子的怨念，想要发泄，可是林彻无所谓的态度，却让他有一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憋屈至极。下一刻，他不再多言，裂北手，咻！暴怒之下的林宇犹如一道离弦之箭，猛然冲向林彻。让人心神凛然的强大气场爆发之下，林宇的一只大手如同铁钳一般，向着林彻的肩膀狠狠抓去。这是一门人阶中品战技，威力不凡，只要得手，足以让对手分筋错骨，痛入骨髓。此时，
面对这一击，林彻向前横跨一步，随即他握拳轰出，这一拳不偏不倚地击打在林宇的掌心处，快、准、狠！砰！下一瞬，林宇的身影以比冲来之时更快的速度疯狂倒退。噔噔噔，一连串沉闷的脚步声中，林宇险些跌出站台范围，最后在站台边缘位置才勉强稳住了身形。狼狈到了极点。林彻看着他，一脸讽刺地摇了摇头：“我荒废这么久，给了你足足1年时间成长，你怎么还是这么弱？”啊！林彻，我要杀你！见到林彻那一脸鄙夷的表情，林宇脸色变得无比狰狞。我就不信，你荒废了1年时间，还能咸鱼翻身！心中一狠，林宇再次暴冲而起。这一次，他再没有任何保留，集结全身真气，双拳齐出。林宇猛烈挥拳之下，一道雄狮怒吼之声震慑八方，黄暴的真气涟漪更是向着林彻所在的方位疯狂肆虐。天罡雄狮拳，人阶上品，亦是林家祖传战技。就算是当年的林彻替林家立下无数战功，也没有资格拿到这门战技。可是今日却在林宇的手中施展而出。不得不说，林雄海为了能让林宇在这次宗门选拔赛中夺得一个耀眼的成绩，当真是下了血本。可惜人阶上品战技虽然不弱，也要看施展的人以及面对的对手。面对林宇这次更为强横的攻势，林彻的表情依旧淡然。滚！等到林宇的身影临近之际，林彻突然握剑向前一点，轰！这一剑后发先至，长剑虽然没有出鞘，但其中所蕴含的力量却仿佛山洪倾泻。轰砰！下一瞬，林宇的身躯仿佛被一座大山砸中，直接飞出了站台范围，重重摔在地面之上。噗！他一口鲜血狂喷而出，满脸难以置信之色。但没过多久，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神色猛然一变。你废了我的丹田！原来刚刚林彻那一剑不仅将他轰下了站台，更是击中了他的丹田。丹田碎裂！不可能，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你啊！感受到体内修为飞速消散，林宇双目赤红，状若疯狂，发出这一声不甘的怒吼。林宇又是一口鲜血喷出，最后他似乎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竟然直接昏厥了过去。天哪！林宇竟然败了，这怎么可能？与此同时，台下众多围观之人则是爆发出一片惊呼。何止是败了，简直就是单方面的碾压。1年前，城内医师都是断言林彻的丹田乃是彻底废了，终生武道无望。可是1年之后，他的修为竟然奇迹般恢复，而且荒废了1年之久，还能拥有如此强大的战力。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能相信？看着台上那道身影，无数人心中震撼莫名。难道说，即便此人荒废了1年之久，当年那座让苍兰城所有年轻一辈仰望的高峰，依旧还矗立在那里？不同于周围之人的震惊，站台下慕容烟青丝如瀑，一双眼眸灿若星辰，似乎随时都能撩动人的心神。然而此时，他的唇角扬起一丝若有若无的弧度，巨气8重，与1年前相比，没有什么长进啊。林彻，你有些让我失望了。呢喃一句，慕容烟双眼再次闭合，似乎周遭的一切喧哗之声都难以打破他心中的宁静。无耳。与此同时，林家所在的方位，林家大长老见到眼前的一幕，睚眦欲裂。他直接暴冲到林宇的身前，略一感受，大长老便能探查到林宇此时的状态。他的儿子彻底废了！小畜生，你敢如此歹毒，老夫要杀你！林家大长老根根白发倒竖，脸色无比狰狞，如同一只狂怒的雄狮就要冲上站台。然而还不等他迈出一步，他却突然感觉到一股凌厉的气息将他全身笼罩。城主萧峰直接从座位之上站起，放肆！本城主说过，宗门选拔战进行期间，任何老一辈武者不得入场干预。林家大长老，你可将本城主的话听在耳中？听到这一声质问，林家大长老浑身一震，他双拳紧攥，但面对城主威严，却不得不冷静下来。城主息怒，老朽不敢。最终，他也只能狠狠瞪了林彻一眼，随后抱着林宇重伤之躯回到林家所在之地。废了！探查到此时林宇的状态，林雄海脸色一片铁青。与此同时，林宇悠悠醒转，他看向林雄海，脸色苍白，有些虚弱道：“家主伯伯，女儿让您失望了，让林家失望了。”哼！闻言，林雄海眼睛微眯，宽大的袖袍之中，手掌却狠狠的一攥。他一声冷哼之后，瞥了重伤的林宇一眼，竟然拂袖而去。见家主离去，此地林家众多族人在原地矗立片刻之后，也都是紧随而去。林宇败了，对于林家而言，留在此地还有什么意义？原地只剩下林宇父子2人。对比周围拥挤的人潮，此地一时间显得极为空旷。这林家大长老满脸错愕，他的儿子是为了林家才身负重伤，
即便没有功劳，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可现在竟然遭受如此冷遇。一旁林雨同样满脸灰暗，你体内流淌着林家的血脉，与那林彻不同，林家所有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不需有任何负担，尽力去搏。耳边似乎还回响着林雄海那慈爱的话语，可是这时候的林雨却感觉全身坠入了冰窖，甚至在这一瞬间，他竟然清楚体会到了林彻这一年来在林家的感受。不过对于这对父子的感受如何，场上已经没有多少人去在意了。苍兰城中所有家族，若再有人阻碍试炼赛进行，那可就别怪本城主不客气了。这是我最后一次提醒。林家离开之后，观战台之上的萧峰再次开口。林家之前的行为确实让他有些恼火，虽然季宗始终没有任何表示，但是这次乃是道苍院第一次来到苍兰城选拔门人，若是一直有人妨碍考核的正常秩序，不仅有损他这位城主的威严，丢的更是整个苍兰城的脸。有萧峰这番震慑，苍兰城中各大家族也都安分了不少。随着林彻离开战台，也就预示接下来的一战即将开始。下一战，慕容嫣对决申屠渊。以往的苍兰城，除了林彻这位怪物之外，这两人可以说是年轻一代中最为耀眼的存在。但不同于林彻曾经遭遇陨落，这两人从始至终都站在巅峰。如今林彻虽然归来，可谁也不知道他的具体实力究竟恢复了多少。可无论如何，林彻的武道荒废一年乃是事实，因此更多的人觉得慕容嫣与申屠渊的对决，或许就是此次试炼冠军赛的提前预演。开始吧！随着几宗一声令下，申屠家族所在方位，一道魁梧的身躯站了起来。此人一头赤发，眉宇厚重，矫健的身姿看上去就如同一头莽牛，极具爆发力。脚下重重一踏，申屠渊的身影直接跃上战台，凌厉的目光看向台下。慕容嫣，我等了一年，终于有了再次跟你对决的机会，上来吧。闻言，慕容嫣睁开了眼眸，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紧接着，她长身而起，倩影一步步向战台走去。微风中舞动的裙摆，精致的面庞，玲珑的身姿，每一步踏出都仿佛落在众人心尖上。中央广场之中，无数男子目光灼灼，如此女子不仅容貌惊艳，更是天赋绝伦，除了完美无缺一词，恐怕再没有任何字眼可以形容。若是能娶她为妻，死也无憾了，有人暗暗感叹着。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想起了当年林彻与慕容嫣的婚约。当年林彻的天赋或许当得起如此佳人，可惜终究是错过了。那份婚约是慕容氏族亲自毁掉的，在我看来，如今的林彻已经是配不上如此绝代佳人。若慕容嫣真的能够进入道苍院，那他们二人之间的差距应该由这一年开始再也不可能弥补。诸多议论之声在周围响起，然而慕容嫣的表情自始至终都没有丝毫波动。对于这位天之娇女而言，再多的赞美之语也早已习以为常。还用比吗？上一年你败给我，今年我们的差距只会更大。最终，慕容嫣的身影站在了申屠渊身前，雪颜之上挂着无比自信的浅笑。那要战过才知道。申屠渊乃是天生武痴，上一年曾与慕容嫣的交手中败过一次，但此后他便一直都在闭关猛修。此时再对上慕容嫣，他的眼中尽是灼热的光芒。轰！没有丝毫废话，这简单的两句话之后，申屠渊陡然握拳轰出，可怕的力量顿时犹如巨浪澎湃，向前席卷而去。巨杀神拳！轰隆隆！一声雷霆巨响，只见申屠渊那强大的拳势迅速弥漫全场，也将慕容嫣的身影完全笼罩。这申屠渊出手如此凌厉，也太不懂怜香惜玉了吧！见到慕容嫣单薄的身姿，在申屠渊狂猛的攻势之下，犹如大海中的一叶扁舟，让不少人生出怜惜之感，同时也对申屠渊如此莽夫的行为感到愤懑。怜香惜玉，对于苍兰城年轻一辈的男子而言，或许慕容嫣是心目中的女神，可有两个人绝对是例外。一个是林彻，从以往的交手记录来看，他出手向来凌厉，可从来没有谦让过自己这位名义上的未婚妻。而另一人就是申屠渊了。天生武痴，眼里哪还有女人？隆隆隆！申屠渊的攻势无比迅猛，出拳的刹那，那种强大的压迫之力，使得整座战台都在轻微颤动。可面对如此可怕的攻势，慕容嫣的表情异常平静，甚至平静之中还透露着一丝不屑。就在这时，他的一条手臂突然扬起，下一刻，一道真气凝聚而成的掌印，如同一座山峰横推而出。蓦然试炼之时，慕容嫣一直没有出手，所以这算是慕容嫣第一次正面出手，却让此地所有人，包括申屠渊在内，心脏全都狠狠一颤。真气出体，灵武之境，什么？不过短短一年时间，慕容小姐竟然已经突破了巨气，迈入了灵武之境。轰轰轰！随后，在无数人震惊的目光之中，慕容嫣拍出的真气大手印已经奔袭向前。
一重重狂猛掌力如同浪潮，最终将申屠渊的身躯彻底淹没。轰隆隆！最终当掌力散去，众人发觉申屠渊已经被狠狠镇压，趴在地上动弹不得，而他的一双手臂此刻也已经鲜血淋漓。哗！这惊人的一幕使得整个中央广场都爆发出浪潮般的惊呼。这就结束了。本来所有人都以为这二人之间会是一场旗鼓相当的恶战，可谁曾想，从踏上战台到如今申屠渊被镇压，慕容嫣仅仅出了一掌而已。灵武一重！申屠渊双目一片赤红之色，他总算明白了慕容嫣的自信从何处而来。原来他已经不足灵武之境，虽然只是灵武一重，但是聚气境与灵武境的差距却难以衡量。我输了。申屠渊的目光突然变得暗淡，天生武痴，能够让这种人开口认输，几乎不可能。以往的申屠渊即使败，也是更加疯狂的修炼，从不认输。可是这一次，当他感应到慕容嫣的境界突破到灵武之境时，他却仿佛一瞬间失去了追赶的力量。当你发觉面前是一座自己永远也无法企及的高峰之时，任何人都会失去攀登的信念。天之骄女！随着申屠渊的溃败，在苍兰城所有人的眼中，慕容嫣的光芒无疑更加耀眼。如果1年前林彻修为没有跌落，那么这1年时间，他能否不足灵武之境？不少人心中产生这个疑问。当然，这个问题不会有答案，但此时在众人的心中，17岁迈入灵武之境的慕容嫣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苍兰城第一天才，甚至已经超越了当年的林彻。只剩下最后一战了，不过似乎也没有什么悬念了。这一战结束之后，便只剩下角逐冠军的最后一战。但是与往年不同，这次慕容嫣展露出如此可怕的实力之后，众人心中的天平毫无疑问有所倾斜。季老先生，要继续吗？观战台上，城主萧峰看向季宗，而这时季宗则是看了看天色，此时天将垂暮，日落西山，光线已经略显昏暗。于是他直接站起身来，慵懒地伸了个懒腰，随后道：“只剩最后一场了，不急，老夫今日有些乏了，那就明日再战吧。”说完此话，其拂袖离去。见到这位老者略显懒散的态度，萧峰微微一怔，但也明白对方才是稻仓院使者，既然他都已经离去，那么这一战也只能是延后了。所以萧峰直接宣布此事，明日再战，这不是浪费感情吗？害我白激动一场。对于饱含期待的观众而言，难免爆发出一阵嘘声。当然，嘘声之后，众人也只能遵从这位稻仓院使者的个人意愿，丝毫改变不了什么。片刻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摇着头离开，偌大的中央广场渐渐显得空荡起来。一片空地之上，林彻的表情同样有些异样，但在此之后，他也转身离开此地。林彻来到台下，找到小瑶之后，便带着他随意在一条街道上寻找了一处客栈，然后开了2间房。沿途他并没有隐藏自己的踪迹，因为林彻明白，想要在苍兰城躲过慕容家族以及林家的视线根本不现实。当然，他也并不畏惧林家的报复，或者是慕容世家对他这位竞争者的提前扼杀。试炼赛进行期间，这2大家族不会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情。只不过入住客栈之后，一个人的到访倒是出乎了林彻的意料。随着一阵轻柔的敲门声，林彻打开房门，门外一袭蓝色翠烟衫，气质宛若幽兰的倩影映入眼帘。林彻神色一怔，但随即皱眉道：“有事？出去走走。”慕容嫣微微一笑，眼波流转。闻言，林彻脸上闪过一丝疑惑，但犹豫了一下，他还是点了点头。傍晚时分，苍兰城华灯初上，街道两旁的茶楼、酒馆、当铺、作坊也不负白日的喧闹。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红砖绿瓦的屋舍鳞次栉比，一直延伸到安静的郊外。护城河中粼粼水光，像是被月光镀上了一层银灰，很美的街景。想起来，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像这样在苍兰城中散步了。夜色之下，慕容嫣乌黑如瀑的长发随风舞动，发髻之上一只金步摇上的珠饰随着步伐轻轻摇曳。她肩若削成，腰若约素，美艳不可方物。只是可惜，若去了苍院之后，恐怕要几年见不到这苍兰城的夜景了。听到这声感叹，林彻侧目看了慕容嫣一眼，只是从她精致的侧脸之上看不出任何情感。你找我，应该不是单纯的想看街景吧？有事就说。慕容嫣停下脚步，看着林彻道：“林彻，如果你有自知之明，就应该清楚，明天你不可能赢的。你似乎很有自信。”林彻随口道。慕容嫣淡淡一笑：“其实当初咱们2人的婚约从来都不是我的意愿，只是我的家族看中了你的天赋而已。可事实上，即便不需要你，我也一样能带慕容家族走向辉煌。我现在的眼光也早已不局限在小小的苍兰城之内，而是在稻仓院、扬州，
甚至整个苍风国。而你呢，不过是一个苍兰城中二流家族的少主而已。哦，我差点忘了，你现在已经被赶出林家，应该说是一个无依无靠的散修才对。可以看到，慕容嫣说出此话之时，无比平静，有一股淡然出尘的气质。对林彻也仿佛是一位上位者对弱者的随意评价一般。林彻眉头皱了皱，你到底想说什么？闻言，慕容嫣看向他，林彻，如果你愿意，可以做我的武仆。武仆就是与强者签订血之契约，誓言中生追随者。林彻，道苍院在整个苍兰城中只招收一名弟子，若我进入道苍院，你注定要被淘汰。而没有道苍院这座靠山，林雄海要杀你易如反掌。以你的天赋，要是就这么死了，未免可惜。做我的武仆，慕容氏族可以成为你的靠山，说不定你还能以我奴仆的身份进入道苍院。虽成不了道苍院正式弟子，未必不能成为一名杂役弟子，对你百利而无一害。慕容嫣语气真诚，似乎真的在为林彻考虑。而此时，林彻的脸色相当沉郁，他看着慕容嫣，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这女人哪来的优越感？你就这么肯定明天一定能赢我？慕容嫣摇头，林彻，你太天真了。我说过，明日你一定会输的。万一我赢了呢？闻言，慕容嫣黛眉微蹙，脸上浮现出一丝薄怒，随后她冷笑道：林彻，你知道我最看不上你哪一点吗？就是你现在这副道貌岸然、自视清高的样子。这一次，林彻笑了，原来不拜倒在你石榴裙下，就是道貌岸然、自视过高啊。那巧了，我也不太看得上你这种被野心占据了全部内心的女人。再见，道不同不相为谋。此言落下，林彻直接转身离去。看着林彻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之中，慕容嫣冷淡的目光微微波动一下。他这次找到林彻，除了想让其知难而退，主动放弃明日一战，另一个原因也是真的挺可惜对方的天赋。但论结果而言，这次谈话似乎不太愉快。这个小丫头太嚣张了。回客栈的路上，林彻还未表示什么，内心之中却传来神秘女子的声音。17岁的灵武之境，她有着嚣张的资本。林彻不置可否。切神秘女子道：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是道武之境，但我就很低调。林彻17岁，道武之境，整个苍兰城能够迈入灵武之境，已经算是强者。至于玄武境，那是跺跺脚都能让扬州地震的存在。可道武之境，即便林彻从未接触过这个层面，也能想象出，放眼苍风国，只怕难以找出几尊这样的恐怖存在，就算有，也定然是苍风国内不知道修行了多少年的老妖怪。可是神秘女子却说，她17岁就已经踏足道武境。前辈，你这么低调，为什么要说出来？我感受到了深深的恶意。林彻心底闪过一丝怨念，很受打击。神秘女子道：我故意的。林彻回客栈的路上，林彻心情有些凝重。虽然他并不会因为慕容嫣的话语而感到威胁，但总觉得他似乎有些意味没有言明。他太自信了，让林彻有一种危险的预感，可一时之间又想不出到底哪里不对。看来我还是要谨慎一些。冒出这个想法，林彻回到客栈之后，直接取出一枚空间戒指，光华一闪，70株灵药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是当初击杀林家五长老之后所收获的战利品，据估算足以让他的境界再进一步。只是当时宗门选拔战在即，没有时间炼化，比赛延迟1日，对我倒是一件好事。现在也是时候炼化这些武道资源了。给我吞噬！林彻盘膝而坐，随着他的双手滑动，体内气海也随之沸腾，使得他体内的经脉齐齐震动。与此同时，面前那堆砌的灵药顿时化作澎湃灵气，犹如潮水一般涌入他的体内。肉眼看去，林彻仿佛整个人都镀上了一层神辉。哗啦啦！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感受到林彻的气息也在疯狂攀升。一夜时间过去，随着晨曦的光芒照进窗台，林彻的体内陡然传来一声轰鸣。轰！就在此时，林彻也随之睁开了双眸。聚气九重，感受到体内的气海再次壮大一分，林彻微微握拳，脸上被惊喜充斥。一夜之间突破一层境界，这种修炼速度太爽了吧！平复了一下激动的情绪，林彻站起身，活动一下筋骨，感受到自己的身体逐渐适应全新的力量。下一刻，林彻直接推开房门，离开客栈，向苍兰城中央大街行去。中央广场，对比昨日，今天的人潮丝毫不减，因为今天不仅是试炼赛冠军的揭晓，更是决定了道苍院弟子名额最终的归属。能够成为道苍院这个扬州霸主势力的一员，足以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虽然这一战与绝大多数人无关，但并不影响他们对于这一盛世的追捧、向往、好奇、憧憬。来了，林彻终于来了。片刻之后，随着林彻的身影出现在此，人潮出现一阵骚乱。
没想到昨日见到慕容小姐步入灵武之境，她竟然还敢来应战。那是当然，已经走到这一步，我想任何人都不会轻易放弃吧。那可是道苍院啊，若是能拜入其中，足以改变一生的命运。听到这些议论，林彻微微皱眉，随后他的目光向远处看去，只见慕容嫣的身影已经站在了站台之上，双手负后，美眸之中依旧是无比自信的风采。没有任何犹豫，林彻直接向站台走去。我以为你不会来了，看来我昨天的提醒你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慕容嫣看着一步步登上站台的林彻，微微摇了摇头。你说呢？林彻反问。此言落下，他已登上最后一道石阶，脚掌猛然在地上一跺，咻的一声，身躯便如同离弦之箭，击射向慕容嫣所在之地。这一幕让所有人震惊，没想到林彻出手会如此果决。林彻急速冲到慕容嫣近身，猛烈的一拳轰出，惊人的拳势吞吐着，似乎要将慕容嫣吞噬一般。就这样也想威胁到灵武境？慕容嫣冷淡一笑，随之衣袖一扬，刹那间真气纵横交错，化成狂风骤雨般的真气涟漪，横压向林彻。砰！可以看出，灵武之境的真气无比霸道雄浑，两股力量碰撞的一瞬间，就将林彻的全力彻底碾碎。不仅如此，余力依旧雄浑，一往无前。林彻面色一变，向后急退，身在半空之时，拔出了身后的长剑，奋力一斩。轰隆！随着一声巨响，整座站台都在剧烈的颤动。好凌厉的剑术！灵武之境的一击，竟然就这样被抵挡下来了。在两人这电光火石的交手之后，台下传来了一片惊呼声。可以看出，慕容嫣刚刚出手，与昨日碾压申屠渊那一掌如出一辙。可与申屠渊被一招碾压的结果不同，林彻竟然不折不扣，正面扛下了这一掌。要知道，灵武之境与聚气境的差别犹如天壤，哪怕是聚气巅峰，也难以抵挡灵武境强者随手一击。可如今林彻又是如何做到的？聚气九重。林彻，你昨天隐藏了境界？慕容嫣皱了皱眉，昨日牧人试炼，他清楚地感应到林彻的境界是聚气8重，可现在却能感受到林彻的修为稳稳地在聚气9重之境。他自然不会相信林彻一夜之间能够突破一层境界，所以猜测昨天林彻刻意隐藏了修为。重要吗？林彻问道。呵呵，的确不重要。慕容嫣淡淡一笑，只要你还处于聚气境，那么不管是聚气1重还是聚气巅峰，在我眼中并没有什么区别。有时候太自信并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是你已经不是自信，而是自大，一会输了会很难看。林彻嘲讽道。慕容嫣不淡定了，他发觉面对林彻之时，不管多么淡然的心境，总能被眼前这个家伙三言两语勾起内心中的怒火。那你就好好看着我是如何赢你的。随着这自信到极点的话音落下，慕容嫣的身姿动了，唰，她的身姿曼妙，然而那速度也无比恐怖，几乎一眨眼的时间就已经出现在林彻面前，紧接着一道冷光在他手中绽放，那是一把匕首，诡异的出现在慕容嫣手中之后，以一个极为刁钻的角度刺出，匕首尖端灵武之境的气息同时爆开。林彻目光一凝，一剑挥出，当一声刺耳的金属碰撞声响彻全场，火星四溅，一击落空。慕容嫣眉宇间不自觉一皱，但以他的反应之力，没有任何迟疑，匕首在手中一转，化刺为削，再次向林彻攻去。可就在这时，慕容嫣却突然觉察到一丝危险的气息。原来在他出手的刹那，林彻诡异的一剑竟然也同时刺向了他的眼睛。显然与长剑相比，匕首要短了不少，所以慕容嫣脸上微微变色，直接收回匕首进行格挡。嗡！然而就在这时，林彻手中的剑却也同时改变了方向，掠向了慕容嫣玉颈处。你！这一次，慕容嫣美眸中罕见的闪过一丝慌乱之色，足下一点，飞速向后飘出数米范围，才堪堪避过这一剑。稳住身形之后，他的眼中相当惊讶。你这是什么剑法？我要说乱打的，你信吗？林彻轻笑一声。虽然慕容嫣的身法足够恐怖，攻势也足够刁钻，可是对林彻而言，依旧算不上威胁。神风山脉之中，他遇到过太多擅长隐蔽、偷袭、刺杀的妖兽了，因此也锻炼出了超越寻常武者的战斗本能。最主要的，在神秘女子的指点之下，林彻面对同一境界的妖兽，只要出第二剑就要被骂，致使林彻后来出剑只追求一击致命。这一点慕容嫣也看出来了，他发觉林彻对比剑客更像是一个刺客，对于这种人近身作战显然不明智了。冒出这种想法，慕容嫣嘴角浮现一抹淡淡笑意，看来我真的小瞧你了呢。不过也到此为止了。唇角笑意收敛，慕容嫣秀发飞扬，与此同时，她双手滑动之下，
一枚玄奥的雷霆印记突然浮现在他身前。这是灵阶下品战技千影子雷。不会吧，慕容小姐竟然领悟了这门战技，而且要用这门战技对付林彻。感受到此时慕容烟整个人的气场，站台之下所有人心神俱震。千影子雷正是慕容氏祖传战技，也是除神秘的城主府外，整个苍兰城中唯一一门灵阶战技。噼里啪啦，随着慕容烟指尖的雷霆印记凝结完毕，整座战台上都闪烁起紫红色的电弧，仿佛酝酿着一场雷霆风暴。林彻，在此之前，我没想到你能将我逼迫到这一步，但我还是要告诉你，虽然过程有些出乎我的预料，可结果却不会有任何改变。今日你必输无疑。慕容烟发出一声厉斥，然后将身前那枚雷霆印记打了出去。哗！雷霆印记以一个非常恐怖的速度接近林彻，任谁都能看出其中所蕴含的力量到底有多么狂暴。灵阶下品战技吗？此刻面对这一幕，此刻林彻的脸上却没有任何慌乱，反而镇定无比。随即他一步迈出，身上的衣袍因真气鼓荡而起，在风中猎猎作响。与此同时，一股强大的势以他为中心陡然向四面八方溢散开来。逆乱九式！当林彻周身的气势凝聚到巅峰之时，下一刻林彻拔剑便是一斩。轰！随着这股强横至极的剑势纵横前行，四周的雷霆风暴尽数湮灭，天地之间似乎只剩下那道悍然前行的身影以及那一剑的风采。咔咔咔咔！在无数人惊讶至极的目光之中，慕容烟所凝聚的那枚雷霆印记轰然崩碎，被浩大的剑势所淹没。当耀眼的光芒过后，林彻手中的那柄长剑已经悬停在慕容烟眉心之处，再近数寸就足以致命。胜负已分！天哪！我看到了什么？这竟然是林彻胜了！怎么可能？慕容烟可是灵武之境，怎么可能会败给聚气境的林彻？站台下看到这个结果，没有人的心情能够平静。原本以为此战毫无悬念，可是却是这个颠覆性的结果，简直让所有人目瞪口呆。诸人看着站台上那道矗立的年轻身影，无不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震撼。而此时站台之上，林彻则是看向身前那位女子，平静道：“慕容烟，你输了，你输了。”此刻林彻那平静的话语，每一个字却仿佛一柄重锤，狠狠砸落在慕容烟心间。台下的喧嚣对于慕容烟而言已经听不到，他的眼中只剩我不明白。慕容烟神色木然，他当然想不明白，凭借林彻的身份，怎么可能拥有灵阶战技？就算他拥有灵阶战技，又凭什么能凭借聚气境修为胜过灵武境的他？慕容烟的问题，林彻并没有回答。下一刻，他撤回长剑，与慕容烟并肩而立。毫无疑问，这一战结束了，也有了最终的结果。所有人的目光都是向观战台所在的方向看去。季导师，你看是否可以宣布结果了？萧峰低声询问了一声。真是有些出乎意料啊。纪宗揉了揉额头上的皱纹，随后从主座之上长身而起。此时他的手中已经是出现了一枚青木令牌。毫无疑问，这枚青木令牌，这正是象征着道苍院弟子身份的信物了。嗖！随着纪宗袖袍一挥，青木令牌直接飞出，最终却是落在了慕容烟的脚下。这是怎么回事？见到这一幕，无数观战者一头雾水。擂台战的结果不是林彻胜了吗？可是这枚青木令牌怎么会给到慕容烟？难道给错了？什么意思？与此同时，看到这一幕，林彻眼睛骤然一眯，一股冷冽的气息随之弥漫。闻言，纪宗淡然一笑，苍老的声音传来：“此次下山，老夫要带走之人，慕容烟。”哗！此话一出，整个中央广场之上顿时爆发出巨大的喧哗之声，就连一旁萧峰的目光也布满了诧异之色。没有给错，道苍院唯一的弟子名额，居然真的给到了战败之人。而此时，林彻的目光更冷了。他突然想起昨夜慕容烟那自信无比的话语：“你太天真了，无论如何，你是赢不了的。”季宗与慕容氏族有关系？林彻看向一旁的慕容烟，突然沉声问道。闻言，慕容烟摇了摇头：“那我明白了。想要买通道苍院一位导师，慕容氏族付出的代价应该十分惊人吧？”慕容烟点了点头，整座慕容氏族所有的财富，就为了一个名额。其实我没想过会输，但家族还是这样做了。确切而言，是为了保险。只要我能进入道苍院，那慕容氏族失去的就还会来。慕容烟目光有些异样的说道。听到这番解释，林彻感觉血潮翻涌，像是有一块巨石重重压在了心间。他还是低估了这世界的残酷。有时候不只是自身的实力能够决定命运的，还有权、钱、势。
与整座慕容氏族的财富相比，他如今的实力显然没有任何抗衡的资本。林彻静静地站了片刻，嘴角浮现出一抹自嘲的笑意，紧接着他直接转身，一言不发向站台下走去。恨吗？恨，恨到了极点。这个老者因为自己的贪婪，随口一句决定，不仅剥夺了本该属于他的东西，更是足以让他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此时的林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应该会不计代价的想要诛杀自己。苍兰城中等待他的应该是一场血战，生死难料。但此时的林彻更加明白，他不能怒发冲冠向季宗问罪，因为他没有这个资本，更没有这个实力。逞少年之勇，那不叫快意恩仇，那叫愚蠢。在一个动动手指都能碾死自己的人物面前，愤怒、血性、不甘都是笑话。此仇必报，但只有活着，以后才有机会雪耻。林彻一步步走下石阶，握剑的手掌都在轻微的颤抖着，双目间更是一片通红之色，可以想象他内心中压抑的恨意。可就在这时，一道清冷的声音突然从神域空间中传出：“别走，跟他刚，跟他刚。”林彻神色一怔，可是我打不过他，还可能会死。神秘女子道：“有我在，你怕什么？”神秘女子的话让林彻停下了脚步。本来在林彻的想法之中，就这样离开，虽然还是会受到林家的无穷无尽的追杀，可最起码他有拼死一搏的机会。然而得罪这位稻仓院的大人物，恐怕当场就要被捏死，所以林彻才会选择隐忍，等到日后成长起来再报此仇。可神秘女子开口之后，林彻陡然醒悟，他为何要怂？老子背后可是有人的。17岁就曾不足道武境的恐怖存在，有这座靠山，不说大了，最起码扬州境内谁能威胁到他？一念至此，林彻猛然转身，直视观战台那位地位崇高的老者。季宗，身为稻仓院使者，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你到底有何资格站在那里？给我滚下来！滚下来！这一声突如其来的暴吼，在这个时间、这个场景之下所造成的波澜难以想象，就像千斤巨石轰然砸进了沉寂的池塘一般。慕容嫣进入稻仓院，众人就算感到诧异，也多少能够猜出这其中的猫腻，因此有不少人对林彻生出同情之感。可他们没有想到，林彻敢跟稻仓院使者正面叫板。此时，无数围观者瞠目结舌，以为自己听错了。观战台上，纪宗的表情沉郁了下来。原本他宣布结果之后，见到林彻一言不发，转身离去，以为这小子还算聪明。可现在纪宗却有些诧异了，这小子在找死？你是在质疑老夫的决定？何止是质疑，我简直就是1万个不服。擂台战，我胜，他败，可你最终却选择一个战败之人。那你告诉我，这次考核的意义何在？你的这个决定，给我一个说法。林彻指着季宗冷声道。哼！闻言，季宗却是发出一声冷笑。老夫何时说过，擂台战的胜负就是稻仓院选拔的标准？你想要说法，那老夫就给你一个。老夫看的是境界，你境界不如慕容嫣，这够吗？境界不如？任何人都听得出来，季宗这个理由是何等的敷衍。好一个境界不如！季宗，你为一己私欲，如此有恃无恐，败坏稻仓院声誉，难道就不怕我状告到稻仓院高层，追查你的罪责吗？林彻问道。此话一出，季宗直接笑了，那表情显得无比怪异，看着林彻就像看着一个山野村夫扬言要进京面圣告御状一般可笑。你能天真到这种地步，也是出乎老夫预料。今日我就让你明白，既然能代表稻仓院考核，在这里老夫就是规矩。你一个小小蝼蚁，仅凭你冒犯老夫威严这一条，便足以让老夫掌毙了你。这句话相当霸道，就是萧峰听到也不禁眉头暗皱。可是犹豫了一下，萧峰却没有开口，因为纪宗所言的确就是事实。面对稻仓院这尊扬州霸主，他一个苍兰城小小城主做不了主。杀我！闻言，林彻也笑了，他正愁激怒不了纪宗，这老东西不动手呢。于是他又添了一把火。你想杀我，我就站在这，你来试试。疯了！中央广场中，无数人的目光集中在林彻的身上，他们心中无一例外冒出一个念头：看来这林彻受不了刺激，这是彻底的疯了。你真找死！纪宗的目光变得冷了下来。废话少说，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纪宗，我草你祖宗，有种杀我！轰！随着林彻此话落下，纪宗腾的一下从座位之上站起，他身后座椅直接化作齑粉。不仅如此，能够看出这位老者的脸色也变得铁青，眼中尽是狰狞之色。唰！下一刻，纪宗一言不发，苍老的身躯向林彻冲来，在林彻感觉就像是一座大山横移了过来，有种难以言喻的压迫之感。前辈，可以出手了。
林彻暗道，然而没有回应。天女前辈，他已经来了。可是神域空间中依旧没有任何动静。前辈，看着那越来越近的恐怖身影，林彻不镇静了。说好的我拉仇恨，你打架，你别坑我啊！林彻觉得自己似乎大概上当了，可惜现在意识到已经晚了。几宗的身影已经冲到了30米范围之内，一只大手从天穹拍下，一瞬间，巨大的站台因为这种恐怖的压力裂痕遍布，仿佛即将分崩离析。而身处掌力风暴中心的林彻感受到更加可怕的冲击力，似乎下一刻他整个身躯都将爆裂开来。在这种绝对的力量差距面前，似乎连反抗的意义都没有。即便如此，林彻依旧握紧了手中的长剑。别人靠不住，只能靠自己了。就算必死，总得是战死。哗！可就在这时，还不等那只真气大手落下，一股更为浩瀚的力量却突然出现在场上。一道真气长河突然从天际奔腾而来，最后在林彻的身前形成一堵浑厚的气墙。轰隆隆！几宗的掌力打在那气墙之上，爆发出一声雷霆般的巨响。一击过后，季宗老迈的身躯竟然被一股强大的反震之力给震出数十米远。噗！一口逆血喷出，季宗一张老脸都变得苍白了几分。林彻则有些发懵，他清楚地感应到这股神秘力量绝不是来自神域空间之内。哈哈哈哈！就在这时，有一道伟岸的身影降临到了林彻身旁。他一袭宽大的银袍，脸上也戴着一张银色面具，只是在胸口之上有一枚金色的徽章，上面刻画着一个小小的武字。这位银袍男子看不到脸，但林彻却感觉到他眼睛看着自己之时，似乎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怨念。随后，银袍强者拍了拍林彻的肩膀：“小子，跟了你1个月了，你可终于惹上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了。”林彻一脸问号，但更多的是发自心底的惊讶。印象中，他从未见过这位银袍男子，所以更不可能与之有所交集。那么，银袍男子的话语是什么意思？前辈认识在下？不认识。那莫问了，我帮你，乃是因为一段善缘。当然，这老小子败坏道苍院声誉也是一方面原因。银袍男子摆了摆手，一副不想多说的样子。闻言，林彻更懵了。与此同时，季宗看着这位突然出现的银袍男子，整个脸色都变得无比苍白，甚至身躯都在轻微的颤抖。金辉银衣使，武殿。季宗脑袋一声嗡鸣，感觉这一瞬间心神都处于空白状态。武殿乃是道苍院一个无比禁忌的存在，甚至院内高层都对这个名字讳莫如深。他无论如何也难以想到，自己来到苍兰城这边陲小径负责考核，怎么会碰到这一禁忌？你叫什么名字？道苍院内任何职？银袍男子凌空指着季宗，突然开口喝问道：“老夫老朽名为季宗，任道苍院外院导师一职。”明白了这银袍男子的身份之后，季宗甚至不敢直视他的眼睛，低头忐忑地说道：“导师你就不用干了，以后在外院扫地吧。”什么？季宗闻言全身一颤，一脸的震惊之色。你不服？银袍男子冷笑了一声：“道苍院与你考核之责，你却中饱私囊，营私舞弊，一个小小导师也敢妄言自己就是道苍院的规矩，你算是个什么东西？”银袍强者一步迈出，一股无形的压力将季宗全身笼罩。下一刻，不见如何动作，一道真气大手直接甩在了季宗一张老脸之上。砰！季宗整个身躯都被这一巴掌抽飞了出去。而看到这一幕，不只是林彻，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这可是一位道苍院的导师，竟然被当众打脸。最主要的是，季宗居然没有丝毫抵抗之力。那么这位银袍男子究竟是什么境界？叫什么名字来着你？一巴掌抽飞季宗之后，银袍男子皱着眉头再次问道：“小人叫季宗。”等季宗从地上爬起来时，半边脸颊肿胀，嘴角嫣红的血迹流淌，狼狈到了极点。道苍院院规，凡下山负责考核之人，须穿着素袍，戒骄奢，不取地方分毫，秉承公正、公平、公开的态度。这一条你可清楚？我清楚。季宗不敢辩驳。清楚，那就是明知故犯，罪加一等。说着，银袍强者又是一巴掌抽了出去。砰！这一次，季宗另半边脸也肿了起来，牙齿都被打掉了几颗，身体重重的砸在地面之上。季宗被这2巴掌扇得披头散发，满嘴血沫，任谁看了心底都要冒出一个惨字。但对于季宗而言，心中更多的却是恐惧。老朽触犯院规，罪不可恕，回院之后甘领罪责，愿辞去导师一职，将个人所有资产全部上缴院内。别打了！季宗彻底怂了，他要是再不服软，恐怕这一把老骨头真要交代在这里了。很好，这时
银袍强者才是撤去了那股强横至极的威压。他看着纪宗，对了，你叫纪什么来着？纪宗，小人叫纪宗啊。纪宗都快哭了。与此同时，这座广场上的所有人都有些瞠目结舌。被连问了3遍名字，众人当然不会以为是银袍强者记性不好，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一个外院导师的身份，在这位银袍强者的面前，或许根本没有资格让他费神去记住。我记住了，回院之后我会核实此事，剩下的考核事宜不用你负责了，滚回院吧。银袍强者最后说道。是，纪宗如蒙大赦，此时不敢再有丝毫逗留，连忙诚惶诚恐地离开，竟然急如丧家之犬。一位道苍院的导师，在这苍兰城中这些人眼中，绝对算得上是平常人难以接触到的大人物。可是这位银袍强者面前，却像小鸡仔一样被修理得服服帖帖。那这位银袍强者又该是什么身份？整个中央广场在这一瞬间显得寂静无声，落针可闻。无数人的目光集中在灵彻的身上，他们甚至有些怀疑，之前灵彻与纪宗硬刚，难道本来就因为有着这样一座靠山，才如此有恃无恐？银袍强者解决了纪宗之事后，五指张开，将慕容烟脚下那枚青木令牌凌空射来，目光从始至终都没有看慕容烟一眼，之后随手将青木令牌抛给灵彻。小子，你叫什么名字？灵彻，前辈，我说了，你记得住吗？闻言，银袍强者摆了摆手，也对，不重要了，小子，你有资格进入道苍院，2日后会有道苍院的云船来接你，等着吧。说完此话，不等灵彻说话，银袍强者身影一动，就像融入了虚空一般，在所有人目光之中就这么消失了，来无影去无踪。灵彻站在原地，此时还处于错愕的状态，因为到了现在，他还不知道这位银袍强者到底是什么来历。看样子，这似乎是一位道苍院身份不凡的高层，从纪宗对这名银袍强者的畏惧中也能印证这一点。但是道苍院高层又怎么会出现在苍兰城这种边陲小城？而他之前所说1个月了，你小子终于惹麻烦了，又是什么意思？灵彻摇了摇头，显然这些问题他还无法了解答案。只是这时候，灵彻心中也有些触动。神龙见首不见尾，到底何时我才能拥有这种实力？武道世界很残酷，事实上，就算没有武道，这个世界也不会有绝对的公平。只不过有武道力量的存在，让这个现实更加赤裸裸的呈现。当你一个念头便足以移山覆海，浮尸百万的时候，又有谁会心平气和地坐下与一个凡人去讲道理？灵彻想的就是不断向上攀登，坚守本心，去掌握这足以改变规则的力量。最起码，他不想被人像今日这般欺压之时，却没有任何抗衡的资本。宗门选拔战彻底落下了帷幕，但其中所掀起的风波却远远没有平静下来。真没想到，一场宗门选拔战竟然会发生如此多的波折。整个中央大街此刻无数人议论纷纷。1年前，当所有人以为灵彻就此陨落，从此泯然众人的时候，谁又能想到这个少年会以这种方式再次归来，向世人证明苍兰城年轻一代，他依旧是不可战胜的存在。灵彻成为道苍院弟子，这次林家虽然没来观战，但听到这个消息，应该要吐血了。何止要吐血，恐怕肠子都要悔青了。这样一位绝世天才，本可以带着林家崛起之人，竟然被他们给逼出了家族，简直就是比猪还蠢的操作。此时，许多人想到了林家。如果1年前林家上下对灵彻不那么刻薄，或许现在整个苍兰城内最大的赢家非林家莫属。可是现在，灵彻已经与林家没有任何关系，相反的，他成为道苍院弟子之后，等于无形中狠狠打了林家一记耳光。当然，对于这个结果，难以接受的恐怕还不止林家。慕容氏族所在的方位，人人脸上愁云密布，给予了家族全部希望的小姐竟然输了。其中为首的中年男子则是一屁股坐在椅子之上，像是被抽空了所有力气。此人正是慕容家主。为了道苍院的名额，他动用了家族之中所有的财富来贿赂纪宗。可是这个结果又该如何向整个家族交代？站台之上，慕容烟神色有些木然，精致的脸庞上没有丝毫血色。他回首看着像是瞬间苍老了10几岁的父亲，狠狠咬着嘴唇，整个人都处于失魂落魄的状态。输了，眼前的一切都清楚地告诉他，他已经彻底的输了。道苍院虽然每年都会招收弟子，然而苍兰城却是第一次进入道苍院视野，而下一年有没有机会进入百城之列还不好说。退一步讲，就算下一年苍兰城依旧是考点之一，可是慕容氏族贿赂考官这个污点，也将被道苍院永远排除在外。也就是说，无论慕容烟天赋如何，他都将永远进入不了道苍院。他的命运也已经注定，平平淡淡成长，在未来安安静静接手家族，也许会成婚，相夫教子，然后默默老去，
但最终却逃不开苍兰城之藩篱。对他而言，苍兰城就像是一座牢笼。面对这个结果，慕容嫣此前所有的自信、骄傲、野心，都在这一刻被轰击成粉碎，又被狠狠碾压到了尘埃之中。与此同时，林彻看了一眼慕容嫣，微微摇了头，然后转身向台下走去。从始至终，他没有嘲讽，也没有出言奚落，只是这么平静地与他擦肩而过。离开了中央大街，身后的喧哗之声也逐渐远离。林彻一路沉默不语，回到客栈。此时，一道熟悉的声音突然响起：“今天刺激吗？”听到这声音，林彻顿时不淡定了，差点没吼出声来：“前辈，你坑我呀！不是说好我拉仇恨，你罩着我的吗？我差点没被人给捏死，不是没死吗？”天女一副你大惊小怪的语气：“不对，前辈，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位强者潜伏在暗处，因此才让我故意激怒季宗，逼他出手？”林彻猜测：“你说呢？”天女反问：“他不出手替你解决一次麻烦，就不离开，有这个尾巴跟着，总之很烦。那要是银袍强者没有现身，会怎样？你会出手吗？”林彻好奇道：“你是不是脑子不好？我记得跟你说过，我出不去神域空间，意思就是我死定了。所以我问你刺激吗？”嘻嘻，天女发出一道可爱、呸，可恶的笑声。林彻很无语，相当无语，心想：你拿我的小命赌，能不刺激吗？不过下次能不能不这么刺激啊？他怕自己的心脏承受不住。咚咚咚！就在林彻脸色有些发苦的时候，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林彻收敛了心神，然后起身将房门打开。一位面如冠玉、气宇不凡的中年男子出现在门外，脸上挂着和煦的笑容。而此人正是苍兰城主萧峰。萧城主，林彻有些意外。哈哈，林公子不需意外，恭喜林公子拿到晋升道苍院的资格，我是特地前来道贺的。萧峰显得相当和气，怎么不请我进去坐坐吗？闻听此言，林彻直接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萧峰倒也不客气，进入房中坐下，然后道：“早闻林公子乃是苍兰城年轻一辈第一天才，可咱们这才算是第一次面对面坐着聊天，想来也是有些遗憾啊，不能过早结交林公子这种青年才俊。”林彻笑了笑，以晚辈的身份，萧城主自然没有刻意结交的必要。听出林彻话中的含义，萧峰脸上却没有任何波动，道：“哼，我是苍兰城主，背后代表的是官家。苍风皇朝有规定，凡是官府势力，不得与地方家族有所牵扯，这也实属无奈。”这句话倒是实情，对于苍兰城而言，就算是第一大家族势力的慕容氏族，也从未能够与城主府有所交集。萧峰的到访虽然让林彻有些意外，但现在林彻也已经清楚了对方的目的，说到底还是结交。能够成为道苍院弟子，这种潜力还是太大了。以往的林彻虽然天赋出众，但说到底在苍兰城主的眼中，也不过是一个天赋出众的家族小辈。可一旦成为道苍院弟子，就预示着拥有了无限的成长空间，足以让萧峰城主与之平辈结交，甚至以后都有所仰视的存在。当然，萧峰的示好虽然现实，林彻却并不反感，最起码这位苍兰城主从未与他交恶。而且今日的事情也让林彻明白，一个武者不能单靠自己，有时候也要依靠一些势力的力量。林公子，今日之事，那几宗虽然蛮横霸道，但我也有所苦衷，所以保持了沉默，不能出手。此事还请林公子多多谅解。对于今日之事，萧峰直接言明，丝毫没有托辞。能理解，林彻随口道。萧峰虽然背后是官家，但一个城主的身份，面对扬州霸主道苍院，自然有着无数顾忌，所以林彻当然不会因为对方当时没有出手就生出怨念来。见到林彻的神色，萧峰流露出释然的笑意。一个少年能够有此心境，证明他没有看走眼。当然，萧峰也明白，他此时拜访与试炼赛上出手相助，在这位少年的心中一定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不过既然是结交，萧峰就无比清楚，他不是期望这少年以后真正成长起来能够回报什么，那也太自以为是了，只是为了结一段善缘，仅此而已。萧城主并没有停留太久，没过多久就从林彻住处离开，只不过离去之时留下了一柄剑。在这个世界之中，有一种极为尊崇的职业，叫做炼器一道。这一职业能够炼制出各种神兵利器，对于武者而言，一把神兵利器的加持对于实力的提升可以说是如虎添翼。而炼器师所炼制的兵刃与武道境界相对应，分为凡器、灵器、玄器、道器、天器。萧峰所留下的这柄剑便是一把上品灵器灵寒剑。唰，林彻拔剑出鞘，一瞬间室内像是凝结了一层寒霜。好剑，果然不愧是上品灵器，有此剑，我的实力最少能提升3成。抚摸过剑身，
感受到其中的灵气波动，林彻心中有些激动。一把上品灵气，最少价值30万金币了吧？没想到这位城主出手如此阔绰，林彻感叹道：“30万金币啊，就是林家上下不吃不喝，恐怕也要1年时间才能凑齐这笔巨款。由此也可以看出一柄灵气的价值不菲。不过是一柄灵气而已，看你那没见识的样子。”天女鄙夷的声音突然传来：“等你以后真正成长起来，会发现外面的世界充满诱惑，美女、神兵、财富、势力，就算你不想要，也会有人给你不断送来。”闻言，林彻疑惑道：“天女前辈，你以前这么厉害，一定有非常多害怕，或者是想要巴结你的强横势力，他们给你送过美男吗？”美男？天女的声音仿佛凝结寒霜。你想知道死字怎么写吗？林彻全身一寒，想起1年以来跟随着神秘女子修行的恐怖场景，顿时就不好奇了。不想，对不起。这2日，听到林彻在宗门选拔战中夺魁，并且成为道苍院弟子之后，小瑶也整整开心了2日。对于这个心思单纯的小姑娘而言，林彻就仿佛是她的天。林彻取得如此耀眼的成就，她自然发自内心的感到欣喜。不过在此期间，林彻也发觉这小姑娘似乎在写一封信。于是有一次，林彻忍不住好奇道：“给谁写的？”“给我哥哥。”对于林彻，小瑶从不隐瞒。哥哥。闻言，林彻则是愣了一下。印象之中，这小姑娘一直都在林家长大，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她有什么亲人。你还有个哥哥？对啊，而且我哥哥就在道苍院，这次少爷成为了道苍院弟子，我想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呢。你哥哥是道苍院弟子？闻言，小瑶点了点头。而此时，林彻一脸惊讶，道苍院弟子那都是扬州境内的天才，小瑶的哥哥竟然是道苍院弟子，那为何会让自己的妹妹进入林家，成为一个侍女？见到林彻的神色，小瑶忙道：“少爷莫要误会，我哥哥虽然道苍院弟子，但却是足足干了10年杂役弟子才逐渐升上去的，即便是在道苍院内，也是属于最底层的存在，与少爷这等凭借天赋实力进入道苍院的天才有着天壤之别。”原来如此。听闻此言，林彻才明白，即便在顶级的实力，也是需要杂役弟子的。如果一名杂役弟子有些天赋的话，熬个10年左右，被提拔为正式弟子，也不是什么稀奇之事。但这类人，即便被提拔，以后的晋升空间也极为有限，依旧属于最底层的一列。因此，小瑶有这样一位哥哥，依旧在林家出任侍女，也就情有可原了。不过，林彻还是有些疑惑：“你有一个哥哥，我好像还是第一次听说呢。”对此，小瑶笑道：“道苍院距离这里极远，以往我也只有每年年关之时才能见上哥哥一面。况且，少爷当年身为林家少主，大多时间在外界拼杀，对于小瑶这等下人，自然没有太多时间留意了。”闻言，林彻略微沉默了一下。他在林家付出了这么多年，结果所感受到的只有人性凉薄，从始至终也只有这个小姑娘一直对他不离不弃。心念及此，林彻认真道：“小瑶，我以后对你好一点。”小瑶脸上闪过一丝慌乱之色：“少爷，你说什么呢？小瑶不过一名下人而已，少爷已经对小瑶很好了。”“那就再好一点。”苍兰城宗门选拔战虽然结束，不过余波却并未就此平息。一夜之间，一则让人震惊的消息传遍全城。林家大大小小在苍兰城中的数十处资产，包括商铺、酒楼、当铺，尽数被官府查封。对于整个苍兰城而言，城主府一直都是保持着冷眼旁观的态度。只要不是发生动乱，这个势力便一直保持着神秘的色彩，似乎从不显露在世人面前，但却没有人敢于低估这一势力的恐怖能量。苍兰城中各大家族都是以武立本，旗下产业都会带着一些灰色性质，只要官府想查，必然没有一处产业可以逃脱。这一次城主府如此迅疾，而且针对明显的动作，任何人都能看出这其中的意味。城主府这是要教好林彻。听说没？林家大长老因为独子的遭遇，对林家彻底心寒，如今已经带自己儿子脱离了林家。何止啊，现在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城主府要对付林家了，致使林家上下人心惶惶，已经有不少族人选择了叛逃。树倒猢狲散啊，一个家族面对大难，族人竟然选择尽数逃离，可见这一家族的凝聚力是何等可笑。这林家恐怕要成为苍兰城最大的笑话了。苍兰城中议论纷纷，整个林家在一夜之间成为了所有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林家祖祠，林雄海站在一幅幅先祖画像之前，神色无比凝重，满头白发，像是一夜之间苍老了数十岁一般。与平日繁荣的景象不同，整个林家都显得无比冷清。颤巍巍的手掌给先祖上香之后，林雄海直接跪了下去，发出一声悲呼：“雄海，愧对列祖列宗。”此时的林雄海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严，也没有了曾经的雄心壮志，
倒更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满脸的悔恨与愧疚。如果当初没有做出那个决定，现在林家的境遇将会完全不同。林彻，这位本来可以改变家族未来的天才，是被他这位家主亲手逼走的。而现在大难之下，族人尽数逃离，也让林雄海看出了自己作为家主的失败。一个从来没有给人过归属感的家族，面对危难之时，又有什么资格让族人凝聚起来共度难关呢？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林雄海无比悔恨，一脸颓色。可是那又如何呢？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卖，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苍兰城林家已经迈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以后也不会再有崛起的希望。2日后正午时分，一艘云船从天际驶来，降临在了苍兰城中。这一幕也使得城中百姓纷纷驻足观看，脸上无不流露出震惊之色。会飞的船，这难道就是道苍院用来接引弟子的云船？这也太雄伟气派了吧！这艘云船足足有数十丈大小，人站在附近便如同蚂蚁一般渺小。船身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打造，泛着淡淡幽光，但能够御空的刑具最少也是玄器级别的宝物。就算是林彻，也对眼前的景象感到震撼。这道苍院的底蕴不是一般的惊人，果然不愧是扬州霸主势力。少爷！就在这时，林彻身后传来一道悦耳的声音。林彻回身望去，却是一愣，只见小瑶向他走来，却背着一个半人高的大包裹，使他本就略显瘦弱的身影显得更加柔弱。怎么带了这么多东西？这都是些日用品，还有些吃的东西，以及为少爷备着的换洗衣衫。小瑶随口说道。闻言，林彻眉头微皱，然后取出一枚空间戒指，递了过去。正是他当初击杀林家五长老所获得的那枚。戒指拿着，把那些东西都收进去，别让人看见了，还以为我欺负你了似的。见状，小瑶连忙摇头：“少爷，这太贵。”小瑶话音未落，林彻打断道：“你要拒绝，晚上我让你暖床。”听到这句话，小瑶一愣，然后深深吸了口气，道：“是。上床，不是上船。”片刻之后，两人登上了云船。能够看到船上足足有着上百间客房，身处云船之上，更加感觉云船的巨大气派。新上船的，过来登记。还不等林彻二人更多的欣赏这艘巨轮，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传来。林彻看去，只见在船体的过道之处，一个老迈不堪的老人正躺在一张藤椅之上，身前是一张长桌，摆着纸笔，明显是负责登记之人。只是让林彻二人惊讶的是，这个老人岁数也太大了，脸上、手上皱纹犹如沟壑，一头白发都已脱落，只剩下几根在风中摇摆。苍兰城上来的，叫什么名字？那老人问道。在下林彻。虽然这老人看上去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但林彻却不敢不敬，开口回道：“林乐。”老人点了点头，随即手掌颤巍巍的就要往纸上写。林彻一愣，连忙解释：“不是林乐，晚辈叫林彻，清澈的澈。”你大点声，老朽耳目昏花，听不太清。老人摇了摇手。我说，晚辈名叫林彻。林彻大声道：“林德啊，好，德性合一，好名字。”老人又点了点头，写下一个林字，然后德字写了一半，不知道是不是不会写了，直接抹去，画了个圈。看到这一幕，林彻一头黑线。看来这老人都不仅耳聋眼花，可能还不怎么识字，竟然还能在这云船上负责登记。这老人怕不是道苍院的关系户吧？而且还是关系很硬的那种。画个圈就画个圈吧。看着这老人，最终林彻也无力解释。与此同时，老人浑浊的目光又是看向小瑶，嘟囔道：“那家伙不是说苍兰城所招收弟子是个少年吗？怎么还有一个女娃子？”听到此话，小瑶连忙拿起笔，写下了侍女二字。原来是侍女，好吧。老人这两个字明显还是认识的，随后直接丢给林彻2块木牌，木牌上写着房间号，别找错了房间。这船上都是从各大城池来的天才，一个比一个傲，要是因为误会打起来，老朽这一把老骨头可不敢上前拉架。多谢前辈提醒。林彻对老人抱拳行了一礼，随后与小瑶一同离去。之所以如此恭敬，也是林彻猜测这老人在道苍院关系很硬，再加上他口中所说的那家伙，很可能就是那位银袍强者。这老人敢如此称呼，就能看出一些端倪，因此林彻当然不会因为表象而轻视这位老人。只是在林彻二人离开之后，老人却笑了笑，自语道：“倒是很久没有见过这么懂礼貌的年轻人了，难得。”说完此话，老人再次闭上眼睛，悠哉地晒起了太阳。林彻二人找到了自己的房间，并没有选择休息，而是来到了甲板之上。此时云船已腾空而起，穿梭于云端，看着那云海翻腾、壮观无比的景色，让人顿时感觉心胸无比开阔。好美啊！小瑶张开双臂，像是要拥抱天空，一袭蓝裙随风飘动，秀美的脸庞之上挂着淡淡的笑容，双眸也闪烁着灵动的光芒，
由衷的感叹了一声。这幅画面让林彻微微一怔，不得不说，这个从小跟在他身后的小姑娘，长相还是十分出众的。虽然现在年龄幼小，但也足以看出是一个美人胚子，是很美。不知道何时我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御空而行，俯视这片山河。回过神来，林彻心中也是感叹了一声：御空而行，逍遥天地间，这应该也是每一位武者最初的梦想。苍兰城上来的，就在林彻神往之时，一道低沉的声音突然将他拉回现实。林彻回头看去，只见身材魁梧的青年出现在面前。这个青年身高2米有余，全身肌肉犹如囚笼一般隆起，站在面前就像是一座铁塔，将阳光尽数遮蔽，投射下大片阴影。见到这青年眼中略带轻蔑的神色，林彻皱了皱眉。不等林彻开口，那青年则再次道：我叫苍冥，天生觉醒不灭战体，具象成少成主，看你这样子似乎是一个散修吧。对于武者而言，一般服饰之上都有着家族势力徽章，所以说到这里，那名叫苍冥的青年见到林彻所穿衣饰，眼中的不屑意味更浓了一些。到底想说什么？林彻冷声道。苍冥咧开大嘴一笑，看向小瑶：她是你什么人？我是少爷的侍女。没等林彻开口，小瑶感受到此人眼中贪婪之色，有些厌恶地说道：很好，我在甲字16号房，晚上让他来给我侍寝。苍冥语气不容置疑。唰！苍冥话音刚刚落下，林彻手中之剑已经出鞘。剑士，这一剑林彻没有任何保留，直接动用了逆乱九式这门灵阶战技。刹那间，一道道剑气凭空而发，纵横前行，似乎要将空气都撕裂开来。蓦然感受到那凌厉而来的剑气，苍冥脸色陡然一变。不灭战铁！苍冥一声暴吼，双拳迅速交叉在胸前，一层土黄色的光芒笼罩全身，在他身前形成一层防御结界。轰！这一剑的力量落下那结界之上，一股更为可怕的震荡之感向着四面八方疯狂一散。两股力量碰撞之后，仅仅僵持片刻，结界碎裂。咚咚咚！与此同时，苍冥那魁梧的身躯却是在甲板之上连退3步，传来沉闷的声响，整个身形都显得有些狼狈。你是剑修？稳住身形之后，苍冥在看向林彻的目光之中浮现出浓浓的忌惮之色。你说呢？林彻冷笑了一声。先前误会了。眼中浮现出惊愕之色，留下这句话之后，苍冥竟然转身就走，丝毫没有停留。不是认怂，起初他觉得林彻弱小才会过来欺压，但是如今林彻展露实力之后，再战下去没有必要。林彻看着对方离去，同样没有阻拦，只是看着他的背影，目光微微一沉。灵武二重。林彻感应到这青年在灵武二重之境，刚刚那一剑可以算他全力出手，而且先发制人，可最后只是逼退了对方3步。不得不说，这云船上的天才的确不可小觑。事实也是如此，能够进入道苍院的都是扬州各大城池中最为顶尖的天才，当然没有一个弱的。就像这苍冥，不仅突破到了灵武二重，还觉醒有特殊体质。当然，这也是林彻手中是一柄凡剑的结果。如果是灵寒剑，只怕这苍冥会付出一些代价。这个在苍兰城上传的很强，当然剑修对比于其他武者，总是要更加让人头疼一些。与此同时，不少同样在甲板之上看风景的青年才俊，目睹了刚刚的过程，看着林彻的目光都有些变了。100城之中，苍兰城第一次进入道苍院的视野，其中走出之人，在其他大城出来的天才眼中，自然被先入为主的冠以弱小这个名词。再加上林彻乃是散修，没有势力依附，又能有多少资源修炼？之前苍冥找麻烦之时，这些人更多的是戏谑，而现在看着林彻的目光中多了一些重视，甚至是敬畏。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只有你展露出足够的实力，才能赢得足够的尊重。少爷，给你惹麻烦了。那名叫苍冥的青年离去之后，小瑶站在林彻的身旁，脸上充满了歉疚。这个冲突是因他而起，而且看起来那个青年很强，算不上麻烦。林彻摇头，既然大家都觉得咱们好欺负，这次就算没有这个家伙，以后也会有其他人上门。这次过后，最少比这家伙弱的不会有这个想法了。其实倒省了不少麻烦。林彻的目光在甲板上诸多青年才俊的身上扫过，立誓。这也是林彻刚刚出手如此果断的原因之一。在甲板之上逗留了片刻，林彻两人回到房间。这时候，小瑶将林彻的床铺铺好，房间也精心打扫了一遍。林彻对于小瑶的面面俱到，虽然早已习惯，但多少心里有点触动。有人服侍的感觉真好啊！最起码生活上的琐事不用他来操心。当然，在最初的激动之后，云船上的日子其实是有些无聊且枯燥的。扬州太大了，即使是以御空玄气的速度，这段旅程也显得有些漫长。这一日夜晚，
林彻独自站在云船甲板之上，看着漫天星河，怔怔出神。天女前辈，你说我何时才能遇见天地，凭借自己的力量俯视这片山河呢？林彻伸出手，仿佛就能触摸到天际的星辰，脸上有些向往。玄武境之后，自然可以。天女随口道。玄武境，玄武境的武者对于真气的掌控炉火纯青，自然可以做到御空而行。然而林彻想到自己如今的境界，连灵武之境都没有迈入，显然这还是一段很远的路程。当然，林彻并没有因为差距而感到气馁，反而目光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为了御空的梦想，以后也一定要踏足玄武境界。你很喜欢剑道？天女突然问道。喜欢。林彻没有犹豫。事实上，当年林彻所在的林家并非剑道世家，很少有人习剑修剑。而凝聚气海，跟随天女修行的1年时间，神秘女子也从未传授林彻剑道。可林彻却从小自己练习摸索剑术，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很难坚持到现在。说不上什么原因，林彻就是很向往那种仗剑而行，一剑破万法的剑道。但似乎修习剑道之人很少，非常少。莫非是因为剑道这条路有问题吗？犹豫了一下，林彻有些疑惑地问道。据他所知，苍兰城中修剑的武者就很少。有人曾说，剑道乃是旁门左术，真正的武者就应该博闻强志，不应该拘泥于一道。这是哪个白痴所说的话？神域空间内传来天女嗤之以鼻的声音。剑修之所以少，不是因为这条路有问题，而是这条路很难。不，应该说这条路开始很难，后来却容易，只是没有几人能走到后来罢了。开始很难，后来容易。林彻一头雾水，显然没听懂这句话。然而这时，天女再次道：武道之途本来就是逆天而行，想要每一方面都达到极致，最终挣脱枷锁，那不叫博学，那叫蠢。所以才有天骄只修一道，比如剑道，最终却能以点破面，反而能够勘破虚妄，最先挣脱出来。勘破虚妄，以点破面。天女简单的话，就像是为林彻叩开了一座武殿圣堂的大门，让林彻心潮澎湃，更加坚定了他的剑道之心。过了片刻，林彻平静下来，好奇道：天女前辈，那你用剑吗？不用。天女清冷的声音传来，然后又追加了一句：我全能。林彻一头黑线，可前辈不是说……没等林彻说完，天女打断他道：别问，没有原因，若有，那就是因为我强。林彻发觉每一次与这位神秘女子对话，自己都会受到严重的心灵打击。当然，他知道没有反驳的力量，在一位17岁就不足到5境的绝世妖孽面前，能有自惭形秽的资格就不错了。天女前辈，你说剑道开始很难，又是为什么？林彻继续问道。此时的林彻就像是一块海绵，有这种机会与天女对话，他疯狂地想要吸收各种武道知识。然而这一次，天女没有回答。前辈，嘘，你看那颗星像不像一把剑？沉默了片刻，天女突然道。林彻一愣，抬头看去，就在这时，一颗挂在天上的星辰突然坠落，大星坠空，拖着长长的尾光，在夜幕中留下一道壮丽的弧线，其势一往无前。看着这一幕，林彻目光陡然一变，仿佛陷入了空明状态。他的眼中，这颗星果然变成了一把剑，一把刺破苍穹的神剑。之后，林彻闭上了眼睛，在睁开双眼之时，眼中已经有了一丝锋锐的气息。我明白了。林彻终于明白了为何剑道开始很难，因为需要悟。对比于武道境界，剑道应该也有着自己的境界划分，但不同于武道修行，剑道需要有足够的悟性。日升月落，山川河流，万家灯火，一切皆可悟见，就像是打开了一片全新的天地。有了这种感悟，林彻在甲板之上一步迈出，哗！一股无形的势缭绕在林彻身周，使得他黑发飞扬，衣衫飘舞。这时，林彻2根手指并作剑指，直刺而出。轰！在他面前的一团云刹那间被冲散开来。不仅如此，那股力量还在10丈范围内形成了一片强烈的波动涟漪。剑势，林彻的修为并没有突破到灵武境，因此这并非是真气出体，能够做到如此，纯粹是剑势外放所形成的威力。而这一次，林彻并没有借助临阶战技，甚至手中无剑，也就是说，林彻现在就算不借助任何外物，也能发挥出最纯粹的剑势。领悟剑势，凝聚剑意，剑成领域，剑化法则。现在，你才算是踏出了剑道的第一步，勉强可以称之为一名剑修了。天女的声音传来：天女前辈，你刚刚口中所说的这些，就是真正的剑道境界吗？领悟剑势之后，林彻神色有些激动。那若再想进步，该如何？以你现在的境界，能够领悟到剑势境界，已经算不错了。
别总想着好高骛远，不过倒是可以巩固一番如今的感悟。林彻连忙问道：“如何巩固？”打架。天女吐出这2个字，声音便彻底沉寂了下去。打架。林彻站在原地愣了片刻，随后他突然转身向云船一处房间走去。甲字16号房。轰隆！云船之上陡然传来一声轰鸣，突兀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随着这剧烈的声响，云船中所有人都在睡梦中被惊醒，一时之间，众人都无比好奇地走出房门，向着声音传递而来的方向张望。发生什么事了？不清楚，莫非地震了？你是不是傻？云船行驶在高空，哪来的地震？管他呢，过去看看就知道了。短短片刻，越来越多的人向着声响传来的地方汇聚，而此时最为懵逼的，毫无疑问就是那位巨象城的少城主了。甲字16号房。苍明原本正在睡梦中与一位美女幽会，眼见就要坦诚相见，一清方泽了，结果他所在的房门突然被人轰开，吓得他浑身一激灵，瞬间惊醒。苍明，出来一战！林彻站在门口，黑夜之下，眼中发着光，跟一个幽灵似的。是你？苍明回过神来，也是费了好大劲才看清楚这黑影到底是谁。但紧接着，一股想要杀人的冲动迅速占据了他所有念头。王八蛋，我弄死你！苍明气得双眼通红，此时翻身下床，一个箭步就冲出了房外。而这个时候，林彻已经来到了云船甲板之上。这是打起来了。不少好奇围观而来的天才们见到这2人的架势，如何还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此时脸上无不流露出震惊之色。小兔崽子，上次的事情我已言明，你却找上门来，莫非以为老子是怕你？苍明怒喝道。听闻此话，林彻手指上的戒指光芒一闪，一柄反铁长剑被他握在手中，指向苍明。废话别说，来战！太他妈嚣张了！苍明都快气疯了，从小到大只有他欺负别人的份，什么时候像这样被人打上门过？上次2人交锋，虽然是自己主动退却，可那是因为他不想拼个2败俱伤，但这不意味着他就怕了对方。事实上，真要放开一战，苍明自认实力绝对在对方之上。看来我上次给你脸了，你这是找死来了。既然你小子想死，那老子就成全你！强烈的愤怒让苍明暗中发誓，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家伙打得像死狗一样趴在地上，才能一消心头之恨。不灭战帖！一念及此，苍明狂吼一声，催动所觉醒的特殊体质，一层土黄色的光芒迅速笼罩周身，在他身上形成一层铠甲。随之他一拳轰出，真气出体，在他铁拳之上形成拳芒。这一拳的威势刚猛无助，使得空气都隐隐的震荡起来。这苍明果然厉害，仅凭这一拳的力量，在这天才云集的云船之上，也属于上游。见到苍明领悟2重不灭战体所发挥的威力，在场众人无不心惊。然而这时林彻出手了，苍浪一声长剑出鞘的声音，没有任何花哨，林彻拔剑就是一斩。简简单单的一剑，在所有人眼中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却仿佛有一种莫名的韵味。轰！一声雷霆巨响，林彻看似平淡的一剑，与苍明那看上去浩大的拳芒狠狠撞在一起，结果却出乎所有人预料。嗖！只见一击过后，苍明那雄壮的身躯竟然被崩飞出10米之远。你怎么？这一刻，苍明心神俱震，就算再怎么样自信，他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少年与上一次交手之时强大了不止1点半点。然而还不等苍明话语说完，林彻一步跃出，身影如同一道疾风再次暴掠而来。第2剑顺势而至。苍明脸色猛然一变，迅速集结全身之力，双拳向前格挡，在他面前真气直接形成了一层厚重的甲胄。砰！然而在这一剑之下，那真气甲胄刹那破碎，苍明的身躯再暴退10米。不仅如此，此时苍明嘴角都沁出一口鲜血，明显是因为强烈的震荡受了一些内伤。林彻这2剑几乎如出一辙，甚至算不上剑招，更没有战技加持，就是简单的挥剑而已。但只要对方招架不住，就是最强的攻伐之术。以势压人，这就是势。剑势！诸多围观的天才看到这惊人的一幕之后，都是心中咯噔一下。一位如此年轻的少年，竟然是一位领悟了剑势的剑修。这上哪说理去？不灭战体最为让人头痛的就是其强横的防御之力，没想到在这位少年的剑势之下，居然也会如此狼狈。剑修的破防能力果然不容小觑。议论不断响起，这也让这些各大城池走出的天才强者心中警醒。一名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少年人物，竟然是一位领悟了剑势的剑修。这云船之上果然卧虎藏龙，看来以后还是低调行事，避免树敌为好。此时的林彻也能清楚地感觉到，
随着自己每次出手，对于剑势的掌控越发得心应手。天女没有骗他，实战果然才是进步的源泉。苍明有些欲哭无泪，感受到林彻剑势的强大，他心中无比震惊。为何短短2日时间而已，与上次相比，这名少年怎么会给他带来如此大的威胁感？他已经放弃了正面抗衡的想法，选择避其锋芒。他一边乱窜，一边认怂道：“小兄弟，不是，大哥住手，有事好商量。之前的冲突真的是个误会，我不该对你的侍女心生不轨。我现在给你正式道歉，咱们冰释前嫌如何？”“你之前不是说要弄死我吗？”林彻问道。“我那是开玩笑，哇呀！”砰！苍明刚刚开口，林彻再次挥剑，一股恐怖的气势横扫向前。轰隆一声，苍明整个人都飞了出去，重重砸在了远处的船体之上，口中喷出一口血沫。这时候，感受到自己对剑势感悟的掌控程度更进一步，林彻才是满意的收剑入鞘，冷淡的看了他一眼：“我这人本来很低调，你却千方百计的想要欺压我，逼不得已我才对你出手，望你以后能够吸取教训，平日里不要再那么嚣张了。”林彻摇着头，一副我本来不想对你出手，是你逼我的样子，留下这句话之后转身离去。围观之人不自觉让开了一条通道。如果说之前他们对于林彻是重视，那么目睹这一战之后就是有些敬畏了。明白了这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少年绝对是个不好招惹的主。看着林彻离去的背影，苍明心中却是发出一声悲鸣：“我嚣张？我千方百计想要欺压你？我好好睡个觉，到底是谁他妈欺压谁啊？”“欺人太甚，你他妈欺人太甚！”苍明委屈的都快哭了，内心中一阵疯狂咆哮。云船之上有一位领悟了剑势的天才，这则消息飞快传播开来。这也没办法，毕竟大家都居住在云船之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发生屁大点事，第二天也足以尽人皆知了。接下来的几日，所有人看着林彻的目光都有些敬畏，估计是把林彻列为了不能招惹的少数几人之一。那位来自巨象城的苍明更是见到林彻就立即回避，跟躲瘟神一样。这些都让林彻很无奈，这种日子真是太无聊了。林彻躺在房间的床上，一脸惆怅。我不过巨气巅峰，境界在云船中垫底，为何没有人来欺压我呢？有这个想法，并非是林彻有受虐倾向，而是当你领悟一项新的技能之后，若是不能施展，总会忍不住手痒。就像林彻领悟剑势之后，就控制不住想要找人打架的念头。可惜他扛着剑大摇大摆的在云船上足足晃荡了2天，最终也没能如愿，反而让那些平日里喜欢在甲板上看看风景的人减少了许多。好在这种让人感到煎熬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这一日，云船行驶到了一片地狱上空。稻苍院，这就是稻苍院吗？终于到了。云船中所有人的目光眺望远方，只见透过云层下方的群山之中，一座古老学院矗立其中。学院之内，巨大的建筑物如同恒河沙数，景观壮美，让人一见之下就生出一种向往之情。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如此雄伟的建筑群，简直是太壮观了。许多从各大城池而来的年轻人也忍不住发出惊叹，就像是山野村民第一次见到钢铁巨城一般震撼。就在众人感叹之时，有一只白鹤腾空飞来，白鹤飞速接近云船。这时众人才是看清，那上面竟然站着一个人影，是一个气势不凡的中年男子。中年男子登上云船，先是对坐在藤椅之上的老者躬身一礼，然后开口道：“外院导师宋龙，见过白老。”那位有些耳聋眼花，被称之为白老的老人，也不知道有没有听清这位中年男子的话语，只是随意指了指桌上的名册。此时宋龙再次躬身一礼，随后拿起了名册，直接道：“说完此话之后，中年男子念出第一个名字昌平。等了一会，却无人应声，眉头皱了皱。宋龙问道：“巨象城有没有叫昌平的？”就在这时，人群中一个魁梧的身躯连忙站了出来：“导师，我是巨象城的，不过我叫苍明，不叫昌平。”宋龙愣了一下，不过也没多说什么，继续念道：“千龙城屠鸟，报告导师，我叫杜鹏。”一个声音都快哭了，连忙说道。看到这一幕，林彻都傻眼了。他瞅了一眼坐在藤椅之上悠然自得晒着太阳的那位老人，心中暗道：看来被这老头祸害名字的不止我一个呀。过了片刻，那位中年导师的声音再度响起：“苍兰城林，这个苍兰城的叫什么？林圈、林园还是林蛋？”也不知道白老是怎么听到这句话了，突然扯着嗓子道：“他叫林德，以德服人的德。林彻，我叫林彻，清澈的澈。”林彻几乎是吼出来的。就这样，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这场让人备受煎熬的点名才彻底结束。而就在这时，那位造成了无数怨念的白老从躺椅上起身，慵懒地伸了个懒腰。这帮小家伙都已送到，
老朽也算完成任务了，走了。说完此话，白老拍拍屁股，竟然从云船上一跃而下，眨眼之间便消失在了众人视野之中。这一幕使得所有人一惊，这老头疯了，这么跳下去不怕摔死吗？放肆！白老乃是玄武境强者，早已可以御空，你们说话恭敬一些。听到这些议论，宋龙面色不善地训斥道：“玄武境！”听到这句话，云船中所有年轻人都是心中一震，想起这老人其貌不扬的形象，诸多人都感觉有些颠覆，同时也一阵后悔。若早知道这老者是一位高人，那么他们一定想方设法与其打好关系了。可现在一切都晚了，没有管众人的情绪如何，提醒这一声之后，宋龙直接驾驭云船向院内驶去。距离稻仓院近了，有人发出一声惊呼：“你们看，那是什么？”只见在稻仓院中部地带有着一条天梯，直插云霄，有道道霞光从上方照射而下，看上去充满了神秘色彩。那是天幻神境，乃是我稻仓院祖师生前所布置的一处秘境，凡是能够通过秘境之人，都可称之为绝代妖孽，必将受到稻仓院全力培养。对此，宋龙随口解释道：“天幻神境。”一瞬间，船上所有人的眼中都流露出炙热的光芒。凡是通过秘境之人，必将受到稻仓院全力培养。这句话使得这些新晋弟子无不心动。然而就在这时，中年男子的一句话却像冷水一般泼下：“不用想了，稻仓院万年以来，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人能够通过此秘境。”什么？从来没有一人能通过此秘境？闻言，众人心中刚刚才燃起的火苗，仿佛又被一盆冷水瞬间熄灭。即使他们都是从各大城池走出的年轻小辈第一人，也没有膨胀到觉得自己可以超越稻仓院历代天骄的地步。事实上，夺得各大城池宗门选拔战的第一名，也不过是刚刚通过了稻仓院的门票而已。对于这座古老学院而言，最不缺的就是天才。稻仓院建立至今都没有一人能够通过天幻神境，那么他们也不会自大到以为自己有通过这个考核的可能。云船逐渐远离天幻神境之后，继续前行，没过多久降落在了一座宽阔的广场之上。众人下船，跟随宋龙进入了一座建筑之内，随即分发了外院弟子服饰、身份令牌等物。这时，宋龙再次召集众人，开口道：“新晋弟子住处位于稻仓院后山之中，到了那里，凭借身份令牌，会有人给你们安排。那什么时候会有人教导我们修行？”有人问道。没有，宋龙随口言道。这，众人一愣，稻仓院不是学院吗？居然没有人教导他们修炼？外院弟子只有在3年之内晋升为内院弟子，院内才会有长老亲自指点其修炼。因此，对于你们这些新晋弟子而言，这段时间只能是自行修炼。自行修炼，这句话让众人心中一苦，这不就是自生自灭吗？原本以为进入稻仓院之后，就是成为了稻仓院正式弟子，没想到这才仅仅是开始。只有晋升内院，才能享受到稻仓院内真正的资源倾注。当然，外院之中有着许多弟子一被成立的联盟，对于你们新晋弟子而言，最好先加入一处联盟，这样能够让你们在稻仓院的生活提供一些帮助，也让你们少走一些弯路。导师，那我们该怎样加入联盟？又有人问道。每年有新晋弟子入院，都会有联盟前来招揽，就在刚刚咱们途经的那处广场之上，你们可以自己去看看。说完此话之后，宋龙又简单的嘱咐了几句，随后他便直接转身离开了，留下在场的诸多新晋弟子面面相觑。这就完了？他们都懵了，这跟他们想象之中美好的学院生活完全不一样啊！我好歹也是千龙城那小辈第一天才吧，怎么到了稻仓院，好像成了不要钱的烂白菜一样，这太打击人了。别埋怨了，如此看来，稻仓院最不缺的就是天才，还是去广场看看，能不能加入一处联盟吧。就在这时，有人提醒。这一声之后，众人心中就算有些落差，也只能接受，纷纷向之前那座广场而去。林彻同样在其中。洁白如玉的广场之上，此时已经有了诸多联盟势力的身影，正在等候招揽这些新晋弟子。这也是外院的规矩，这些联盟都是弟子一辈所建立，只有每年源源不断的有新晋弟子加入，才能逐渐发展壮大。而对于新晋弟子而言，势单力薄，也要加入联盟寻求庇护。少爷，你也要加入联盟吗？来到广场之后，小瑶问道。当然。林彻点了点头。在苍兰城中的遭遇就已经让林彻明白了背后依靠势力的重要性，而且稻仓院对他而言还有些陌生，能够加入一处联盟显然会更方便一些。看了片刻，林彻直接向一处联盟走去。千秋盟。林彻发觉在诸多联盟之中，这千秋盟负责招揽的几人实力皆是不弱，既然要选择，自然是选一个势力强盛一些的联盟。收人吗？林彻来到千秋盟所在位置，对为首的那位光头男子问道。闻言，
光头男子抬头看了林彻一眼，随即眉头微微一皱：“收人，但不收你，为何？”林彻疑惑：一个区区巨气巅峰，连05境都没有突破之人，没有资格加入千秋盟。光头男子语气中含着不屑。闻言，林彻脸色一沉，但之后他没有再开口，拉着小瑶转身离去。再然后，林彻又尝试了加入另外几个联盟，但是对方感应到他的境界之后，无一例外像之前的千秋盟一样，或委婉或嫌弃的选择了拒绝。我看上去很弱吗？林彻郁闷了。不过想想也是，云船之上，如果单论境界的话，巨气巅峰的林彻的确是属于垫底的存在。他们看不出少爷的潜力，那是他们的损失。此刻，小瑶则是出言安慰。与此同时，广场之上却有奇怪的一幕发生。对于众多新生弟子而言，因为要寻求联盟的庇护，基本都是要主动前往报名。但此刻却有2位28、9岁的青年男子，竟然一人抱着一摞厚厚的传单，不断询问那些新生是否愿意加入他们的联盟。这位小兄弟，愿不愿意加入我们叶盟？我们叶盟很好的，你看一看吧。这两人卖力地介绍着，但过往的新生弟子见到二人的行为，又简单询问一番他们口中叶盟之后，却都是摇着头选择离开。就在这时，旁边联盟势力中一名男子开口嘲讽道：“叶天朗、吴有人，你们两个还是省省吧，就你们叶盟那点实力，在外院中都是垫底的存在，有哪个不开眼的会加入你们叶盟？你们叶盟里面的成员都是从杂役弟子苦熬10年，院内可怜，才勉强提拔为外院弟子的。你们不会以为成了外院弟子之后，就能与我们这些真正的天才平起平坐了吧？嘿嘿，就你们这点能耐，还学着人家成立什么联盟，简直让人笑掉大牙。”这男子开口之后，身后众人顿时传来一阵哄笑之声。听到这番嘲笑，叶天朗、吴有人两人都是脸色一片涨红。不过二人似乎有所忌惮，因此也没有辩驳什么。可这里的动静却吸引了林彻二人的注意。小瑶向这里看了一眼，随即他突然雀跃道：“哥！”听到这声呼喊，那名叫做叶天朗的男子突然神色一滞，然后缓缓回过头来：“瑶儿，原来此人就是小瑶的哥哥。妹妹，你怎么会在这里？”等到小瑶二人走近之后，叶天朗满脸意外。闻言，小瑶连忙笑着讲述了一番原因。而听完小瑶的讲述，叶天朗看向林彻，感激道：“一直听小瑶说，在林家之中，林少主对其极为照顾，而这次我们兄妹得以团聚，也全是仰仗林少主，这份恩情在下感激不尽。”林彻摇了摇头：“叶兄，我如今早已不是林家少主，千万不要再这么称呼我了。而且你我如今都是道苍院弟子，你比我先入门，叫我一声师弟就好。”“好，林师弟。”叶天朗也不是扭捏之人，听到林彻这样说，点了点头。而此时林彻也是注意到了叶天朗二人手中的传单。叶盟。看着那2个字，林彻问道：“叶师兄在外院也成立有联盟？”“是的。”叶天朗没有多想，直接回道：“还招人吗？”这次叶天朗神色一愣：“莫非林师弟想加入我们叶盟？反正其他联盟好像也不太看得上我，就是不知道叶师兄肯不肯收。”林彻随口道。听到这句话，叶天朗以及一旁的吴有人神色都变得激动起来。林师弟肯加入叶盟，我们求之不得呢，这真是太好了。叶盟这么弱的势力都快解散了，居然还有人要加入，这人是眼瞎了吗？嘿嘿，这也不奇怪，你也不看那位新晋弟子的境界，连05之境都没有突破，如此实力自然是没有资格加入其他联盟，这种货色也只能配得上叶盟了。见到叶盟竟然真的招到了人，之前那些出言嘲讽之人则是再次奚落出声。同时似乎也有人注意到了小瑶，可惜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也要跟着此人进入叶盟这么弱的势力，以后有苦头吃了。嘿嘿嘿，小丫头，你不妨考虑一番，做本少爷的暖床丫鬟，最少也比跟着这几个废物强啊。听到这些议论，小瑶美眸中闪过一丝不悦之色，但她也明白这些人都是道苍院弟子，每一位都是外界眼中的天才。虽然这些人口中的话语无比刻薄，但不想给少爷招惹麻烦的她也只能低头不语。不过以林彻的脾气可忍不了，他将小瑶拉到了身后，随即冷声道：“你们长着一张嘴，是用来喷粪的吗？老子现在刚刚加入叶盟，有哪个看不起叶盟的，站出来！”听到这句话，那些刚刚开口嘲讽之人都是愣了片刻，随后脸上无不浮现出一丝戏谑之色。这个新晋弟子竟然敢还口！哟呵，今年的新生真他妈够狂的呀！一位枪道盟的成员直接踏出一步，看着林彻冷笑道：“你特么算什么？”唰！他刚刚开口，一句话都没说完，声音却已经戛然而止。因为这时候，一柄长剑冰冷的剑锋已经抵在了这位枪道盟成员的咽喉之处。怎么出的剑？
周围最少有半数人没有看清，但是这不影响此时广场中众人的震惊之感。诸多联盟势力成员看着林彻手中之剑，似乎缭绕着一股势，无不脸色变了变。剑修，此少年竟然是一位领悟了剑士的剑修。与此同时，广场上许多曾与林彻同行的新生弟子全都傻眼了，心想这家伙果然是个刺头啊！这才刚刚进入道苍院，就跟院内师兄干起来了。不远处，那位来自巨象城的苍明见到这一幕后，则是一脸悲愤。看到了吧，你们都看到了吧？就这暴脾气，在云船上还说我欺压他，这能是被人欺压的主吗？我冤啊！我……咕噜，感受到剑锋之上冰凉的气息，那位枪道盟成员喉咙滚了滚，背上已经被冷汗湿透。这位兄弟，我想刚刚是个误会，之前出言不逊，是我不对。此人已经完全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态度，反而眼中充满了惶恐，连忙道歉。林彻之前对周围这些联盟势力成员的境界有所探查，所以才会如此霸道的出手震慑。但这也不意味着林彻想找更多的麻烦。听闻他道歉，林彻撤回长剑，目光向四周扫视一圈，见没有人再开口，于是准备离开此地。然而就在这时，之前那位千秋盟的光头男子却是直接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见到此人，一旁的叶天朗及吴有人的眼中却本能的闪过一丝敬畏。没想到你竟然是一位领悟了剑士的剑修。光头男子上下打量了林彻一眼，眼中浮现出一丝兴趣，随后道：现在你有资格加入千秋盟了。随着这句话，周围之人无不一愣，没想到这位少年在展露实力之后，竟然让千秋盟都抛出了橄榄枝。林彻眉头皱了皱，抱歉，我没兴趣。之前林彻第一个意愿就是想要加入千秋盟，却遭到无情拒绝，现在自己展露实力，并且已经加入叶盟之后，对方又来招揽，未免太现实了一些。当然，其实让林彻不能接受的是这光头男子的态度，似乎总有一种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感觉，让人感觉很不舒服。拒绝了。看到这一幕，周围之人有不少人感到瞠目结舌。新晋弟子拒绝加入千秋盟，这在往年之中似乎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而最让人意外的，还是在千秋盟与叶盟这两个根本不在一个层面的势力之中，这少年居然选择了叶盟。你如果了解千秋盟的实力，应该会后悔今天的决定。光头男子面色一沉。闻言，林彻看了他一眼，懒得理会，然后直接带着小瑶等人向着广场之外离去。看着林彻的背影逐渐远去，光头男子脸色变得无比难看，忍不住低头暗骂了一声：真是白痴，在外院待一段时间，你就知道拒绝千秋盟会是一个多么愚蠢的决定了。林师弟，想不到你的实力竟然如此之强。离开那座广场，叶天朗与吴有人依旧沉浸在震惊中。他们原以为以林彻的境界加入叶盟只是无奈之举，但直到见到林彻出手之后，才知道这少年居然是一位强大的剑修。还好吧？对此，林彻却只是摇了摇头。随后他又问道：叶师兄，从今日之事来看，叶盟在外院中处境似乎不是很好。叶天朗苦笑了一声，叶盟中的成员基本都是从杂役弟子升上来的，论实力几乎是外院众多联盟中垫底的存在。不瞒林师弟，我们已经快3年没有招到成员了，若今年再招不到人，恐怕离解散就不远了。听到此话，一旁的吴有人安慰道：叶师兄也别说的这么气馁，今年我们不是招到人了吗？而且还是像林兄弟这么厉害的剑修。对，今年有了林师弟的加入，叶盟一定会有希望的。叶天朗笑着说道。随后他仿佛想起了什么，对林彻提醒道：林师弟，你以后在外院行走，千秋盟可一定不要轻易招惹。为什么？千秋盟很强吗？千秋盟在外院之中是最强的几大联盟之一，他们的盟主柳千秋非常厉害，乃是丹阁中一位长老的亲传弟子。丹阁？在道苍院之内，最为强大的2个机构便是刑罚堂与丹阁，因此柳千秋背后有一位丹阁长老作为靠山，在弟子一辈中权势极大。不仅如此，他本身的实力也不容小觑，位列天榜之中。天榜？林彻脸上再次浮现出疑惑之色。见状，叶天朗解释道：所谓天榜，就是道苍院弟子一辈中的实力排名，共有30个名额，而柳千秋在天榜中排名第10，有着056重修为。056重？这还只是在天榜中排名第10。闻言，林彻眉头微皱，不过顿了一下，他又问道：天榜第1是什么境界？虽然清楚差距很大，但林彻还是很想知道。天榜第1名为北陵尘玄武之境，而且他也是刑罚堂的首席大弟子，准确而言，此人在道苍院就是所有弟子都需仰望的存在。玄武之境，弟子一辈中竟然有达到了玄武之境的强者。听到这些东西，即便是林彻心中也有些惊讶。看来以前他在苍兰城中
眼界还是太小了一点。以他现在巨气巅峰的修为，在道苍院中真的就像大海中的一条小鱼。当然，虽然知晓了差距，但以林彻的性格，却不会就此遭受打击，反而更能激发他内心的斗志。不知不觉间，几人已经来到了一处庭院前。林师弟，这里就是咱们叶盟了。说完此话，叶天朗二人带着林彻与小瑶进入了院中。赵师弟，快出来，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与此同时，叶天朗对着院内喊了一声。没多久，一处房门被打开，然后一名略显慵懒的青年男子走了出来。那青年男子见到林彻与小瑶之后，微微皱眉：“叶师兄，这两个谁啊？”“哈，这位是我妹妹，而这位是林彻师弟，也是咱们道苍院今年的新生，今日正式加入了咱们叶盟。”说完此话，叶天朗又对林彻介绍：“林师弟，这位是赵月师弟，在你没来之前，我们三人也就是叶盟全部的成员了。”林彻脸上闪过一丝古怪之色，在他之前，叶盟竟然只有3位成员，怪不得快要解散了，这人数也太少了一点。不过林彻也没多说什么，对那青年男子抱了抱拳：“赵师兄，在下刚进入叶盟，以后多关照。”对此，那赵月却没回应，只是上下打量了林彻一眼，巨气境。随后他微微摇了摇头：“哎，看来这叶盟是真没什么希望了，还是莫要打扰我睡觉了。”语落，他不顾众人反应如何，径直回去了房间。见到这一幕，叶天朗略显尴尬：“叶师弟莫要见怪，赵师弟就是这性格。当年我们3人一起建立叶盟，赵师弟也付出了不少，但现在叶盟处境艰难，赵师弟看不到希望之下，才会意志如此消沉的。但我想，他若是知道叶师弟的实力，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的。”对此，林彻笑了笑，表示自己没往心里去。而片刻后，林彻则是问道：“叶师兄，我想知道进入道苍院之后，有什么地方可以修炼？”听闻外院弟子都要自行修炼之后，林彻就想第一时间知晓道苍院内的修行之地。院内就有诸多修炼之地，比如外院之中的修炼塔、火灵室，而且每一位新生弟子也都有一次进入藏经阁挑选战绩的机会。除此之外，在道苍院外围也有诸多蛮荒山脉可以进行历练。对了，我们叶盟明日就要进入道苍院附近的一座云荡山脉进行狩猎。林师弟，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啊。”叶天朗说道。云荡山脉，林彻体内的气海本来就需要大量的资源，所以听到这句话，顿时道：“好啊，到时候我跟你们一起。”叶盟众人商议好要去云荡山脉历练之后，第2日便出发前往。一路上，叶天朗明显比昨日严肃了一些：“咱们这次前往云荡山脉，我会选择一条已经被他人探索过、相对安全的路线，但进入其中之后，大家还是小心一些，万万不要走散了。”他之所以如此谨慎，也是因为云荡山脉已经部署于道苍院内，若在此地大意，很可能会遭遇致命的危险。对此，叶盟众人也都表示明白。1日之后，众人终于来到了云荡山脉边境之地。云荡山脉在这一片地带凶名极盛，阵风着无数妖兽，传闻深处更是有着一些无比强大的灵兽。叶盟众人穿过一道禁制，进入山脉之后，四周的景色也是随之一变，一股原始的气息扑面而来，无数高大的灌木森林遮天蔽日，横生的树藤，苍翠的地势无限延伸了出去。大家小心一些，叶天朗再次提醒。事实上也不需要提醒，进入这地方之后，众人不自觉的都变得谨慎起来。就这样，一直前行了10几里之后，却是突然传来了一阵诡异的波动。是灵魁蛇！叶天朗第一时间说道。只见前方一条古藤之上，一条全身碧绿的巨蟒盘踞，正目光阴冷的盯着叶盟几人。嘿嘿，不过一只8阶妖兽而已，我来。吴有人排众而出，想要击杀这只拦路妖兽，小心不要被灵魁蛇毒液沾染。叶天朗在一旁提醒。放心。吴有人拍了拍胸口，随后一个箭步直接冲了出去。事实上，这灵魁蛇虽然长相狰狞，但是论境界而言，8阶妖兽也就相当于人类巨气8重修为而已。而吴有人明显已经迈入灵武之境，自然不会将之放在眼中。唰！吴有人一跃而起，身在半空，一记掌刀凌空斩下。轰的一声，那灵魁蛇根本来不及躲闪，就被真气掌刀劈中，被生生砍成了2截。击杀此蛇之后，吴有人拿起半截蛇身，自得道：“嘿嘿，我就说吧，这条小蛇我一招就能解决。”然而吴有人话音还没落下，却是异变陡生。那条被斩成2截的灵魁蛇竟然并没有死透，被吴有人提在手中之后，巨大的蛇头猛地一震，竟然向他的一条胳膊噬咬而下。不好！见到这一幕，叶天狼等人都是神色一惊，就连吴有人也一时间愣住了，没有反应过来。嗖！可就在此刻，一道身影急射而出，在那吴有人被咬之前，狂猛的一拳已经轰在了蛇头之上。砰！巨大的蛇头直接被一拳轰爆，出手之人正是林彻。
吴有人惊魂未定，虽然说灵葵蛇境界不强，可是毒性很烈，真要被咬上一口，这条胳膊恐怕是保不住了。多谢林兄弟。回过神来，吴有人感激地看向林彻，而这时林彻则是摆了摆手，示意不用客气。哥，你们快看，这条大蛇有兽核。就在这时，小瑶的声音传来，众人看去，只见在草地之上，那条灵葵蛇的舌头被轰爆之后，果然有一颗碧绿的兽核滚落出来。吴有人将兽核拿起，走到林彻面前，林兄弟，你刚救了我一次，而且这大蛇最终也是被你击杀，兽核归你。见状，众人都认可的点了点头。林彻却笑了笑，道：既然是集体狩猎，那这颗兽核还是算作集体收入吧。说实话，一颗8阶妖兽的兽核对于林彻如今所能提供的帮助微乎其微，转修气海之法后，林彻所需要的资源那可是非常恐怖的。兄弟，你够意思。叶天朗对着林彻肩膀拍了拍。一颗8阶妖兽兽核最少也价值几千金币了，所以听到林彻此话之后，众人无疑对林彻都更加高看了一些。之后众人继续前行，而接下来的几日，林彻却有些郁闷起来。原因很简单，叶天狼所挑选的路线明显是曾被诸多人探索过的，所以不会遇到什么风险，但这也意味着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收获。而林彻此行是为了修炼而来，如果以目前的进度而言，那么他此行想要获得足够的修炼资源，明显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在此之后，林彻做出一个决定，那就是每当夜晚众人休息的时候，他便深入云荡山脉腹地，探索未知的区域，而黎明之时，则是在返回众人所在的驻扎之地。此事当然也瞒不过众人。叶天朗得知之后，便因为怕他独自一人碰到凶险，而劝过多次，可是林彻却依旧我行我素。而当叶盟众人发觉每次林彻都能平安而返之后，并且每次回来气息都更加凝练之时，众人在震惊之中也就无话可说了。这一天夜晚，云荡山脉极危险的腹地，一处陡峭峡谷之中，一只银血魔猿全身魔气缭绕，仿佛从地狱冲出来的一尊修罗，一双血瞳却是充满了强盛的杀意。他的面前是一位背负长剑的人类少年。隆隆隆！对于这位突然闯入他领地的不速之客，银血魔猿直接暴冲而起，与少年不断拉近，最后一脚踏出。千钧一发之际，少年猛地向后飞跃，躲避了出去。轰隆隆！最终狂暴魔猿的脚掌落在离那少年身旁不远的地面之上，将地面都踏出一条长长的沟壑，尘土飞扬，可以想象其中所蕴含的恐怖力量。远处，少年看了一眼这只魔猿所造成的破坏。3阶灵兽，今天历练的目标就是你了。毫无疑问，这少年正是林彻。3阶灵兽便已经相当于人类武者灵武3重，而林彻之所以敢选择如此强大的目标，也是因为这几天的历练中，让他对于自己的实力进步有了足够的自信。嗡！一念至此，林彻拔剑一斩，一声剑气狂啸之声响起，紧接着一道凌冽的剑光从远处疾驰而来，斩向了那尊巨猿。砰！剑光与银血魔猿的体魄狠狠撞击在一起，其中所蕴含的力量竟然将银血魔猿那庞大的身躯硬生生轰退了几步。吼！这一次交锋也让银血魔猿更加愤怒，暴吼一声之后，他双目中喷涌着惊人的杀伐气息，巨大的猿掌再次对林彻猛烈拍下。林彻目光微冷，面对那巨大的猿掌，身躯一跃而起，一剑再次掠出。随着林彻出手，长剑之中激荡起一层层犹如浪潮般的强烈波动。轰轰轰！随即，银血魔猿的庞大身躯竟然在碰撞之中再次狂退。呼呼！此时，银血魔猿一双兽瞳之中终于有了一丝波动，大概也没想到他面前这个渺小的人类身影之中，竟然蕴含着让他都感到忌惮的可怕能量。3阶灵兽的体魄果然强横。与此同时，林彻同样皱眉，以林彻这一剑的力量，就算是一般灵武3重的武者，也不可能凭借肉身硬抗，但是这头魔猿却做到了，不止做到，甚至是让林彻难以破防。银血魔猿似乎也看出了这一点，认定对方威胁不到自己，所以下一刻，银血魔猿以更加暴怒的姿态向林彻狂冲而来。轰！遮天蔽日的庞大身躯猛然跃起，银血魔猿狠狠握拳，对着林彻的身影一拳轰出。这一拳仿佛能够轰碎一座山峰。林彻眼前全部被巨大的阴影所笼罩，然而就算如此，他的脸上依旧没有一丝一毫的波动。虽然之前低估了银血魔猿的体魄，可这银血魔猿想要威胁到他，却没有那么容易。在那银血魔猿的攻势即将袭来之际，林彻的身影却是猛地一闪，消失在了原地。这诡异的一幕也让银血魔猿的瞳孔骤然一缩。下一瞬，林彻的身影竟然已经出现在与银血魔猿脑袋齐平的高度。斩！一声猛喝之后，林彻即刻做出一个双手挥剑的动作。
剑势，以上品灵气凌寒剑所催动的剑势，四周真气纵横激荡，一道璀璨炫的剑光横扫而出。赤，这一剑直接没入银血魔猿的脖颈之中，画面停顿了片刻，紧接着就看到银血魔猿那硕大的头颅与身躯彻底分离，伤口之处银色血液犹如水银泻地般狂涌而出。轰然一声巨响，最终银血魔猿那如一座小山般的身躯重重倒在了大地之上，震荡起无数尘土。好剑！解决掉这尊庞然大物之后，林彻抚摸了一下凌寒剑剑身，上品灵气果然非同凡响。在凌寒剑加持之下，林彻这一剑的威力最少提升了30%，才能在关键时刻破防，最终斩首这头狂暴灵兽。当然，除此之外，这些时间历练搏杀，林彻对于剑势的控也很关键。剑道境界，每一层境界有着小成、大成、圆满之分。之前林彻在云船上时，最多算剑势小成，可是进入云荡山脉之后，他的剑势已经达到大成之境，正在趋于圆满。这么短的时间能够有这种进步，已经可以算是突飞猛进了。收回这些想法，林彻直接来到了那银血魔猿倒下的地方。唰，他一剑落下，将银血魔猿心脏剖开，一颗银色的灵珠出现在面前。3阶灵兽的兽核应该足够助我打破聚气境的壁障了吧？林彻脸上浮现出期待，没有犹豫，林彻直接在这片无名峡谷盘膝坐下，手握银色灵珠开始炼化。就在这时，他的体内形成一股强大的吞噬之力，犹如巨龙吸水，将灵珠之中那股狂暴的能量吞噬，浇筑体内的筋骨、经脉、血肉。一夜时间过去，晨曦的光芒浮现天际。这时，林彻手中之中的银色灵珠也已经变得暗淡无光，裂痕遍布。咔的一声轻响，随着灵珠碎成了齑粉，林彻的体内也传来一声轰鸣。轰！一刹那间，林彻整个人的气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他身上释放出的气势，隐隐有一种大气磅礴之感。灵武之境终于突破了。林彻张开眼眸，目光之中充斥着惊喜。虽然只是一重境界的差距，但是从聚气境迈入灵武境，就仿佛是2个世界一般。此时的林彻能够清楚感受到自己体内所拥有的能量到底有多么恐怖。现在的我，若是在对上之前那尊魔猿，随意一剑就能轻松斩杀。掌控到这种全新的力量之后，林彻有着绝对的自信。林师弟不会遇到危险了吧？云荡山脉外围一处空地上，叶盟的成员原地休息，而此时叶天朗看着山脉深处，有些担心的说道。这些天以来，虽然林彻都是夜晚出去，但一般凌晨之时就会回来与他们会合。可是今天太阳都已高高升起，却还不见他的身影，因此叶盟众人也都守候在原地。这位林兄弟很神秘。一旁吴有人突然说道：是很神秘，要不然也不敢一人独自进入山脉深处。我能感觉到他每次回来身上都有一股杀伐气息，并且这短短的时间之内，他的气息似乎也变得无比凝练。虽然是聚气巅峰之境，然而就是灵武2重的强者，也不会带给我如此强大的压迫感。一旁叶天朗认同的说道：叶盟之所以面临快要解散的境地，其实正是由于盟中成员天赋有限，进入外院多年，晋升内院弟子无望有关。可是此时他们却都觉得这位刚刚加入叶盟的少年与他们这些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妹妹，这里你应该最了解林师弟，可知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少爷是天才，从小就是天才，15岁的时候就已经被誉为苍兰城小辈第1人了。对于林彻这个小姑娘满心崇拜，所以直接说道：天才。然而此时赵月却摇头一叹，可惜加入了叶盟，即便再有天赋，也前途堪忧啊。赵师弟，你此话何意？闻言，叶天朗微微皱眉。这些年加入叶盟的弟子也有一些，可但凡有些天赋之人，了解叶盟的现状之后，哪一个最终不是选择了退出？我在想，这位林师弟这次又能在叶盟中待几日呢？你……叶天朗听到这句话，刚要反驳，然而就在这时，不远处一阵脚步声突然传来，随即有4、5道身影出现在了叶盟众人的视野之中。是千秋盟的成员，他们竟然也来到了这片山脉历练。见到这些人所穿服饰，叶盟等人都是神色一变。而此时千秋盟那几人也明显注意到了他们。哟，这不是叶盟的那几个废物吗？千秋盟为首之人正是当日在广场之上负责招收成员的那位光头青年。而此时他看到叶天朗等人之后，脸上浮现出一丝戏谑之色。我们走。叶天朗不想与这几人发生冲突，便要带着几人离开。然而这时千秋盟那几人却直接将他们去路拦住。走？走去哪里啊？风一刀，什么意思？叶天朗面色一沉，看向那光头青年。闻言，那名叫做风一刀的光头青年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你说呢？见到对方的神色，叶天朗犹豫了一下，说道：“我们这几日的收获全部给你，放我们离去，可行？”风一刀微微摇头，东西要留下，人也要留下。千秋盟做事从来不留后患。听出风一刀话中的含义，叶天朗等人全都心头一震。咱们可是同门，不必做得这么狠绝吧？同门？嘿嘿，就因为是同门，所以你们更得死。劫掠同门传出去毕竟不好听，但杀了你们，这荒山野岭的，没有人知道会是我们做的。狠毒！虽然早知道千秋盟在稻仓院中行事霸道，可是叶蒙等人也没想到这帮家伙竟然如此狠毒，竟然想在这云荡山脉之中对他们杀人越货。叶天朗，叶蒙之中，你这个废物盟主也不过领悟2重修为，可我却是领悟3重之境。如果你不蠢，就应该明白反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风一刀脸上充满不屑，看着叶蒙等人，就像是看着一群待宰的猎物。叶天朗狠狠握拳，但此时心中却生出一种无力之感。沉默之后，他抬头道：“放过我妹妹，让她先离开这里，她还小。”哥，我不走。见状，小瑶紧紧抓着叶天朗的手臂说道：“哈哈！”就在此时，萧一刀却是看着小瑶道：“你放心，有你这句话，我们不仅不会放过他，还会好好玩玩他。”你说什么？畜生，我跟你拼了！听到风一刀那无耻之言，叶天朗震怒无比，下一刻他双拳紧握，直接向对方冲了过去。自不量力！风一刀冷笑一声，看着叶天朗冲来的身影，就像见到一只猎物主动跑到猎人的弓箭下一样，脸上充满戏谑。轰！等到那叶天朗接近，风一刀突然拔出一柄沉重的战刀，然后一刀斩出，寒芒乍起，一道刀气呼啸而至。砰！那一刀不仅破碎了叶天朗的攻势，更是斩在了他胸口之上。噔噔噔！下一刻，叶天朗身躯暴退，胸前被划出一道血淋淋的伤口。由此可见，两人的差距着实不小。身为叶盟盟主的叶天朗，甚至连对方一招都难以招架下来。而此时，风一刀提着战刀，一步步向前压去，身上气势雄浑。早就说过，你不是我的对手，何必自取其辱呢？现在，我就第一个送你上路吧。此言落下，一股冰冷的杀意从风一刀体内散发出来，然后他再次挥刀，一道强大的刀芒瞬间将叶天朗周身笼罩。哥，叶师兄！见到这一幕，小瑶等人脸色全都变得一片苍白。然而，就在场上之人都觉得叶天朗即将命丧刀下之时，接下来的一幕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哗！在那一刀即将斩落之际，不远处，一只由真气幻化的大手凭空一抓，一股强横的吸力暴涌而出，将叶天朗的身躯硬生生扯开10几米距离。砰！那一刀也随之落空，磅礴的刀气斩在了地上，形成一道深邃的痕迹，尘土飞溅。关键之时，有人出手救了叶天朗一命。风一刀眉头一皱，目光随即向一处方向看去。不远处，一位少年的身影出现在他视野之内，正一步步向这里走来。是你！见到他，风一刀眼中闪过一丝意外，认出了此人就是当初在外院广场拒绝加入千秋盟的那位少年。与此同时，叶蒙等人见到林彻之后，纷纷流露出惊讶的表情。林师弟，多谢出手相救。不远处，叶天朗想起刚刚那惊险的一幕，依旧显得惊魂未定。他看着林彻的目光中则充满了感激之情。林彻走到他身旁，拍了拍他的肩膀：“叶师兄，回来的晚了一些，不过莫要担心，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吧。”白痴！听到林彻这句话，风一刀脸上的表情从最开始的诧异变成了冷笑：“小子，我差点忘了，你如今也加入了叶盟，这倒更好。这一次，你们叶盟的废物才算彻底聚齐了，正好一起送你们上路。你把自己当天王老子了，想杀谁就杀谁。”林彻看向风一刀，凌厉的目光犹如一把出鞘利剑，隐隐透露出锋芒。感受到那目光之中蕴含的鄙视意味，风一刀眼睛一眯：“凭老子领悟3重的修为，在这里就是天王老子。我说让你们死，你们就得死。不过领悟3重而已，也敢大言不惭。今日就让你明白，杀你这种垃圾角色，我只需一剑，只需一剑。”沉寂一瞬，千秋盟众人突然爆发出一阵哄笑。这小子疯了，一个小小的新晋弟子也敢如此狂妄！哈哈，怪不得当初他会拒绝千秋盟的邀请，原来这小子真的是个白痴。唰！在千秋盟众人嘲讽之际，林彻的身影却突然动了。他脚下一跺，身影便如同离弦之箭，向着千秋盟几人飙射而去。小子，既然你那么想死，那我就成全你。见到这一幕，风一刀目光一沉，双手将蟹刀擎起，轰然斩落了下去。轰隆隆！恐怖的刀气四处肆虐，使得四周的树木都是落叶纷飞。
不得不说，灵武三重武者全力一击果然强大，一刀之威恐怖至此。然而，面对这恐怖的刀芒，林彻的脸上没有丝毫波动。蓦然，林彻出剑，很平常的动作，凌寒剑在他手中一个直刺，哗！可随着这简单的一剑，一股极为恐怖的剑势浩荡开来。与此同时，风一刀所展出的刀气却像是碰到了什么禁忌一般，飞速消退。剑势大成！见到这一幕，风一刀脸色猛然一变。一位领悟了剑势的剑修就已足够惊人，可是这少年才多大，竟然将剑势境界领悟到了大成之境，即便是静营剑道多年之人，也未必能够做到。感受到这一切，风一刀的瞳孔骤然收缩成针尖大小，脸色也变得极为骇然。他从这少年的剑中领略到了死亡威胁，可惜为时已晚。是，随着这极尽绚烂的剑锋一闪即逝，风一刀的眉心被洞穿，一股鲜血飙射而出，随即他身体缓缓倒下。一名灵武三重境界的强者，居然真的就这样被眼前这位少年一剑抹杀。什么？风师兄死了！与此同时，刚刚那些还嘲笑出声的千秋盟成员，见到这骇人的画面，这一刻全都满脸惊惧，冷汗淋漓。他们此次出来历练，灵武三重的风一刀可以说是几人中境界最强之人了，竟然被眼前这个少年一剑就杀了。这样说来，这少年想要弄死他们，岂不是更加简单？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看向林彻之时，就像看着一位死神，一位掌控他们生死的死神。扑通扑通，想到这里，这几人瞬间失去了抵抗之心，全部跪了下来，一脸乞求之色。大哥，别杀我们，我们愿意献上这次进入云荡山脉所有的收获，还请诸位叶盟的众兄弟们，看在咱们是道苍院同门的份上，饶过我等性命。面对这些人的求饶，林彻眼中却是一片冰寒。刚刚这些人要杀叶盟众人之时，丝毫没有顾忌同门之情谊，现在角色颠倒，却反而想到了大家乃是同门师兄弟。吃！林彻手中长剑挥动，瞬间将这几人也全部解决，没有留下一个活口。林彻绝非嗜杀之人，但在武道世界成长至今，他却明白一个道理：人心险恶，有时候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如果他放过这几人，一旦今日消息走漏，千秋盟报复之下，那么遭殃的只会是他们叶盟这些人。在云荡山脉经历了这次事件之后，叶盟等人也没有在山脉之中过多停留，而是直接选择返回道苍院。一路之上没有再碰到什么波折，只是这一路所有人看着林彻的目光之中都隐含着敬畏。在此之前，他们以为林彻同他们一样，都是因为天赋有限，所以才会选择加入叶盟。可是在林彻展露出真正的实力之后，这些叶盟的成员都是明白，这少年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与他们有着天壤之别。剑修，一位将剑士之境领悟至大成的剑修，而且还如此之年轻。可以想象，这种妖孽就算再天才云集的道苍院，以后也将绽放出无比耀眼的光芒。当然，除了敬畏与钦佩之外，叶盟之人对于林彻还有着发自心底的感激。如果这次没有林彻，这次他们恐怕都要葬身在云荡山脉了。1日之后，终于看到了道苍院的山门，这时候叶盟众人才长出了一口气。吴有人笑道：哈，终于回来了，这次云荡山之行真可以算是有惊无险啊。不过这次的收获也是不小，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丰厚。叶天朗拿出了一枚空间戒指，开口道：本来以叶盟等人的修为，以前探索云荡山脉收获都不会太多，但是这次有了千秋盟那些人留下的武道资源之后，倒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这次的收获粗略估算大概能有个5万斤左右，回头我将这些东西均分成4份，回头再分发给大家。叶天朗道。听到这句话，吴有人却道：叶师兄，你这可就不对了，咱们一共5人进入云荡山脉，所获得的资源怎么能只分成4份呢？依我看，小瑶妹妹也应该分得一份啊。闻言，小瑶连忙摇头：不，这次进入云荡山脉，我没有帮到一点忙，这些资源怎么能分给我呢？嘿嘿，小瑶妹子，你这次虽然没有猎杀一只妖兽，但是咱们这一路之上，生火做饭忙前面后的却都是你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些资源理应分你一份。吴有人则是再次说道。而闻言，众人也是默默点了点头。事实上，他们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会做饭的，如果不是小瑶，恐怕进入天荡山之后，真的要每天吃干粮度日了。而且这几日他们与妖兽厮杀，如果受了伤，也都是小瑶帮忙处理。因此，小瑶年龄虽小，但众人却对这个无比懂事的小姑娘印象极好。那林师弟与赵师弟以为如何？小瑶毕竟是叶天朗的亲妹妹，因此叶天朗举贤避亲，还是询问了一番林彻与赵月的意见。林彻自然不会有任何意见。然而赵月听到此话，却微微愣了一下，似乎刚刚反应过来，
全凭叶师兄吩咐便是。见到赵月的神色，叶天朗微微有些奇怪，似乎这一路上这位赵师弟都有些魂不守舍的，不知道在想着什么。不过叶天朗也只是认为云荡山脉经历了那场事件之后，他有些神魂未定，因此也没有多想。那好，叶天朗看向小瑶妹妹，既然这是大家对你的认可，你还是收下吧，莫要推辞了。这时候小瑶也不好再拒绝了，不过随即他便道：我的那一份给少爷。林彻微微一愣，不过小瑶还不等他开口，就笑嘻嘻道：这次少爷救了大家，本来就应该分到最多的资源，况且我一个小丫头也不会修炼，少爷可不要拒绝哦。虽然对于这些资源林彻其实并不太需要，但是也不忍心拒绝这小丫头的一片好意。看着这小姑娘乖巧的样子，林彻摸了摸她的头，道：好，我收下了。这到底是我亲妹妹吗？见状，叶天朗则有些怀疑人生了。这小丫头分到了一份修炼资源，居然第一时间不是想着留给亲哥，叶天朗感觉受到了打击。当然，叶天朗虽然做出腹痛心疾首的样子，但也只是开玩笑而已。其实在众人心中，林彻分到最多的资源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众人笑闹了一阵，过了片刻，林彻却是正色道：叶师兄，之前听闻每名新进弟子都有着一次进入藏经阁挑选战绩的机会，我想知道那藏经阁位于何地？一门战绩对于武者的提升相当可观，可是林彻目前为止也只修习过一门临阶下品战绩，这无疑太少了。所以林彻一直记着此事，这时候回到道苍院，第一时间就是想要前往藏经阁，看能不能挑选几门强大的战绩。林师弟，你要去藏经阁，那我带你去吧。就在这时，叶天朗直接说道：那就麻烦叶师兄了。听闻此言，林彻笑着点了点头。之后众人分开，叶天朗便带着林彻一路往藏经阁而去。走了一段路程，叶天朗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一般，脸色变得郑重道：对了，林师弟，我要提醒你一句，到了藏经阁之后，若是见到一位看守藏经阁的老妪，你态度可一定要恭敬一些。为何？林彻疑惑。那位老妪虽然看守经阁，但身份却极为特殊，就算是内院长老也不敢轻易的招惹他。一名看守藏经阁的老人，连内院长老也不敢招惹，所以听到这句话，林彻无疑更加疑惑了。就在这时，叶天朗极为认真的说道：其实这位老妪的身份是曾经武殿的一位长老。武殿！听到这两个字，林彻心中一动，因为没记错的话，当初在苍兰城帮助过自己的那位神秘银袍强者，似乎就是武殿之人。叶师兄所说的武殿，也是道苍院的势力吗？这时叶天朗却是摇了摇头，看了看四周之后，才小声道：武殿是道苍院的一个禁忌，一个让院内高层都讳莫如深的禁忌。禁忌？林彻听到这两个字，神色微微一怔。林师弟，你还记得道苍院的势力划分吗？好像叶师兄曾跟我说过，道苍院之内最强大的两个势力，分别为刑罚堂和丹阁。林彻想了想道：林师弟所言不错，不过这是现在，而在10年前，道苍院最为强大的势力机构只有一个，那便是武殿。武殿当年最鼎盛的时期，强者辈出，绝对可以称之为道苍院所向披靡的一把利剑。不过可惜，10年前这一强盛至极的势力机构，却在一场动乱中彻底没落了。这怎么可能？林彻诧异，仅从叶天朗这番话，就不难得知当年的武殿有多么强盛。既然如此，又怎么可能会因一场动乱而彻底没落呢？这就要说到武殿的由来了。武殿是道苍院建立之初就被设立起来的机构，对院内所有高层都有监察之责。而此前的道苍院也只有2个职位的权力及地位最为崇高，一个是院长尊位，另一个便是武殿之主。听到这里，林彻似乎有些明白了。这样说来，武殿之主其实是足以与院长相互抗衡、彼此牵制的存在，而武殿存在的意义，则是为了不让院内的权力过于集中，能够有所制约。明白了这一点，林彻又道：武殿的消失应该是与现任院长有关吧？这不难猜测。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自古以来权力之争从来没有一刻停止过。当一位野心勃勃的大人物拥有了足够大的权力，却依旧有所掣肘，那么理所当然会设法除掉这个限制。林师弟，你很聪明。叶天朗笑了笑。其实10年前，院长与店主这2位大人物在理念上就有诸多不合之处，常常针锋相对，明争暗斗。这种矛盾累积至深，终于在某一日彻底爆发了。以院长为首的院内高层与武殿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而这场争斗持续了整整3年。3年时间，院内弟子械斗、流血、死亡不计其数，甚至就连院内长老一级的人物都足足陨落了10位之多。听着叶天朗的讲述，林彻的心中一阵触动。院内长老最少也是迈入了玄武之境的强者，连这等存在都陨落了10位之多，
即便林彻没有亲身经历，也足以想象出那3年的稻仓院到底有多么黑暗动荡。叶师兄，难道说就是从那3年开始，武殿逐渐不敌院长一脉，最终才彻底没落的吗？不。闻言，叶天朗却摇了摇头。院长一脉固然强大，但武殿也绝对不弱。即便是那场争斗，院长一脉也从来没有真正压制住武殿，最多只能算分庭抗礼。武殿其实是被殿主亲手解散的。最后，叶天朗如此说道。什么？听到此话，林彻满脸诧异。既然武殿未必会输，那武殿的殿主又为何会将之亲手解散？但想了想，林彻似乎有些理解了。以稻仓院为例，一旦内部形成了权力之争，并且势均力敌的情况之下，必然会逐渐演化成分裂的趋势。可以想象，如果当年那场斗争继续下去，要么有一方取得最终胜利，但稻仓院也就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要不然稻仓院就彻底一分为二。但无论是哪一种，对一座势力而言都是致命性的打击。稻仓院曾屹立万载，凝聚无数先贤心血，或许那位武殿殿主心中对这座古老学院有着更为深切的热望与感情，不忍心看着曾经辉煌的稻仓院就这样一步步走向深渊，因此才会主动认输吧。武殿解散后，殿内诸多长老心灰意冷，大多选择离开，只有少数几人依然留下，但也不问世事，选择归隐。比如我刚刚跟你所说，那位看守藏经阁的老妪，就是当初武殿中的一位长老。叶天狼讲述完这些，喟然一叹，这场争斗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10年之久，如今的武殿似乎也已经被岁月所掩盖，稻仓院内已经很难找寻到他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了。说起来真是让人感慨啊。叶天朗正是10年前进入的稻仓院，因此才对这些秘闻有所了解。不过听到他的感叹，林彻却暗中摇了摇头，因为他并不认同这个观点。武殿既然曾在稻仓院的历史之中存在过万载之久，其实早已经融入稻仓院的血液之中，应该不会这么轻易就被抹去的。而听到稻仓院过往的历史，林彻心中也久久不能平静。但同时他也清楚，这并不是他能接触的层面，毕竟如今他的身份也只不过是一位外院弟子而已。叶天朗带着林彻再次前行了一阵，终于在一座白色建筑之前停下了脚步。到了。林师弟，这里就是藏经阁了。闻言，林彻抬头看了一眼面前雄伟的建筑，对叶天朗感激了一声，然后便迈步向其中走去。而看着林彻的身影消失后，叶天朗才转身离去。他一路回到叶蒙所在的庭院，却见到院内只有吴有人与小瑶2人。赵师弟呢？叶天朗好奇地问了一声。哦，赵师兄刚刚说有事要出去一趟，吴有人随口回道。叶天朗点了点头，也没有多想，便准备回房休息。轰！然而就在这时，叶蒙所在庭院的大门被人强行轰开，紧接着足足10几道身影闯了进来，每一个人都显得气势汹汹。千秋盟见到这些人身上服饰，叶天朗等人神色陡然一变。不过当他们看到这些千秋盟成员为首的一名女子之后，更是心神一惊。这位女子正是千秋盟的盟主柳千秋，此人不仅位列天榜第10，也是单阁一位长老的亲传弟子，因此见到他，叶天朗不得不谨慎对待。柳盟主，今日驾临我叶盟，不知是何意？闻言，柳千秋冷笑了一声：你们叶盟真是够嚣张的，听说在云荡山脉坑杀了我千秋盟4位成员，你说本盟主今日来到此地是为了什么？叶天朗听到此话，心神猛然一震，同时他心中也无比诧异。柳盟主太会说笑了，我们叶盟人单势薄，怎么可能击杀贵盟的成员？这一定是有人在信口开河，是吗？柳千秋再次冷笑一声，然后看向身后，你出来。随着他一言落下，一道身影从人群中走出，而此人赫然便是赵月。赵师弟，你……见到他，叶天朗等人神色猛地一变，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告密！云荡山脉所发生的事情，只有他们叶盟寥寥几人知晓。按理来说，只要他们不说，消息是绝对不可能走漏的。然而看到眼前这一幕，叶天朗几人如何还能不明白？赵月竟然出卖了他们，为什么？叶天朗死死地盯着赵月。赵月微微低头，似是不敢直视叶天朗的眼睛。叶师兄，你们也别怪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在叶盟待了这么多年，是真的看不到什么希望，也不想这么一直堕落下去，也只有这样，我才有加入千秋盟的机会。所以，赵月，你这畜生！听到赵月这番话，叶天朗怒骂了一声。不过此时，柳千秋却一步步向前压去。我再问最后一次，风一刀等人是不是被你们叶盟之人所杀？事已至此，叶天朗只能解释道：柳盟主，云荡山脉事件并非是我叶盟故意挑衅，而是那风一刀想要劫杀我们。可就在这时，没有等叶天朗话音落下，柳千秋却是身影一动，犹如鬼魅一般出现在他面前。下一刻，
柳千秋的一只手掌抓在了他肩膀之上，咔嚓！随着他一用力，叶天朗的肩膀瞬间被洞穿，并且传来一声骨骼粉碎的声音。这条手臂废了！啊！断臂之痛让叶天朗发出一声惨叫，整个人瘫倒在地，冷汗淋漓。哥，叶师兄！与此同时，见到这惨烈的一幕，小瑶与吴有人全都发出一声惊呼，脸色变得无比苍白。藏经阁内，止步！林彻的身影刚刚进入其中，身后便突然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不等林彻反应过来，他的面前已经站了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妪。这老妪一脸皱纹，显得瘦骨伶仃，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他静静地站在面前，却仿佛融入了虚空，有一种虚无缥缈之感。意境，林彻修习剑道，对于这种感受更加敏感。这位老妪竟然是一位领悟了意境的强者，心中震惊了一下。林彻明白，这位老妪很可能就是看守藏经阁，在当年的武殿中出任长老之职的超然存在，所以他连忙恭敬行了一礼。新晋弟子林彻，见过前辈。见过个屁！你见过我吗？林彻，这位老妪看起来脾气不是太好啊。林彻微微有些尴尬，此时他抬起头来，却蓦然发现自己身上的弟子令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现在了对面那老妪手中，这让林彻心中一惊，因为他没有感应到对方是怎么出手的。也就是说，如果对方要杀他，恐怕他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拿着青木令牌随意翻看了一下，确定了林彻新晋弟子的身份，老妪直接将令牌扔还给了林彻。外院弟子最多只能挑选一门临阶上品战技，入口就在那里，自己去吧。说完此话，这老妪的身影便再次消失了。直到老人消失，林彻才感觉到周围那股强大的压力骤然退去。这老人最少是玄武境强者，而且领悟意境，果然有些可怕。林彻内心暗暗想到，紧接着他收回这些念头，直接往老人所指的方向走去。外院弟子只能在第一层阁楼挑选战技，但到了那里之后，林彻还是感到惊讶。只见在第一层阁楼之中，琳琅满目的摆放着各种战技古籍、玉简、指法、掌法、剑法、刀法、拳法，分门别类，让人目不暇接。与林家相比，这道苍院的战技珍藏简直堪称浩瀚，不过可惜也只能挑选一门。林彻暗暗感叹，我修习剑道，所以类似拳法、掌法等战技自然不需要。至于剑法，林彻犹豫了一下，摇了摇头。虽然是一名剑修，但是领悟剑势之后，林彻也不想修习任何剑法。他不想让自己的剑拘泥于任何剑招，那就只剩下身法了。林彻到现在并没有修习过任何身法战技，在云荡山脉与林星号星号手之时，他就发现了这个不足。往往对方露出破绽，因为身法上的不足而错失了一击毙命的机会。考虑到这一点，林彻直接向身法秘籍所在之地而去。回风拂柳，虚空踏步，烟云缥缈。林彻一本本秘籍看过去，可惜每打开一本之后又摇头放回，直到最后他在一本战技之前停下了脚步。与之前相比，这本秘籍之上沾染了不少尘土，明显是很少有人借阅才会如此。本来林彻也不抱什么希望，但是等他打开看了一眼之后，眼中却是浮现出一丝光彩。报不，临阶上品身法秘籍。仔细看了一眼这卷秘籍的描述，最终林彻做出决定，就你了。林彻选定了这门步伐战技之后，并没有直接离开藏经阁。这藏经阁之内有着专门供弟子修炼的修炼室，而现在他准备直接开始修炼这门身法。进入修炼石室之后，林彻将所挑选的那卷身法卷轴展开，只见上面详细的刻画着各种经脉修炼运行的图案。不用说，林彻也能知晓这就是修炼这门身法的方法。之前林彻在挑选战技之时甄别了很久，最终却一眼看中这门报步。这是因为与其他身法相比，这卷战技有着一些特殊之处，吸引到了林彻。报步这门功法虽然是临阶上品战技，然而一般迈入灵武之境的武者却不会轻易尝试去修炼。他对于武者的体魄强度还有体内真气的浑厚程度要求都太严苛了。简而言之，其实就是想运用这门步法，就要在一瞬间调动体内大量真气进行移动。若是武者真气浅薄，动用这门步法，甚至是横移数米就能将其体内真气全部榨干。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外院之中选择这门战技的少之又少，甚至让其蒙尘，也没有人去尝试修炼。但林彻明显与那些丹田修炼的武者不同，他是气海修士，体内真气无比年凝练雄浑，足以支撑这门步法的消耗。最关键的，就因为这门步法如此耗费真气，所带来的好处则是在短距离的移动速度，就是寻常的玄阶身法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林彻便开始了对于这门步法的修炼。当然，
这是一个相当枯燥的过程。可以看出，一开始运用这门步法，林彻的速度非常之慢，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变得极为沉重。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于抱步的掌控越来越强，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3日之后，哗！林彻运转此法，体内真气通过经脉源源不断地灌注到双腿之上，在修炼时势之中奔跑起来。每迈出一步，林彻足下都会形成一道金色气旋，在一瞬间爆发出一股巨大的反推之力，使得林彻的速度达到一个惊人无比的程度。远远看去，就仿佛在瞬间移动，只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哈哈，痛快！有了这种近乎鬼魅般的速度，只要对方露出破绽，我也有自信能够在瞬间把握住，一击致命。感觉彻底掌握了这门身法秘籍，林彻眼中露出满意之色。当然，这段时间除了对这门步法的修炼之外，林彻对于剑士的修炼也没有丝毫懈怠。停止了对抱步的修炼之后，林彻心念一动，凌寒剑凌空漂浮在了他的身前。真气御剑，这是林彻突破5之境后最为显著的进步，能够以体内真气驾驭灵剑，没有任何动作，但是在这一刻却能感受到一道道剑之势，犹如真龙一般缭绕在林彻身周。当这股气势酝酿到巅峰之后，林彻面前的凌寒剑陡然一剑斩出，轰轰隆隆，这一剑斩在面前的石壁之上，只见那有着特殊阵法维持的石壁之上留下了一道恐怖的鸿沟，剧烈的波动使得整间石室都在跟着颤动。剑势圆满。见到这一幕，在林彻看不见的神域空间之内，那位神秘的紫裙女子美眸中闪过一丝光亮。这小子在剑道境界之上的修行倒真让人出乎预料，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将剑势修炼到圆满之境，看来这小子还真的在剑道之中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天赋。当然，神秘女子心中的想法林彻自然不会知晓，但是看着自己这一剑所造成的破坏力，林彻相当满意了。真气御剑，将剑势从大成之境真至圆满之境，再加上对抱步彻底掌握，我这几天的进步应该足够巨大了吧？林彻露出极为满意的神色。收回凌寒剑，林彻也决定结束在藏经阁之内的修行，因此直接走出了石室。只是在林彻的脚步离开石室不久，一道苍老的身影却是诡异地出现在了这间修炼石室之中。此人正是看守藏经阁那位老妪。看着石壁之上所留下的那道剑痕，这老人的眼眸剧烈地波动了一下。这么短的时间，这小子就将一门灵阶上品战技掌握。不仅如此，小小年纪居然将剑势修炼到了圆满之境。看来这道苍院又将在以后诞生一位妖孽了。只是可惜武殿已经不在，若不然以此子的天赋，必入武殿。发出了一声无奈的感叹，老妪停留片刻，不知何时他的身影又是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此地。走出藏经阁，大大的阳光照耀的林彻眼睛微微眯起。等适应了这种光线之后，林彻舒服地伸了个懒腰。这几日一直在石室内修炼，也不知道小瑶他们过得如何。冒出了这个想法，林彻一路向叶盟而去。没过多久，来到叶盟所在的庭院之后，林彻却隐隐感受到了一股沉凝的气氛。只见这座庭院只剩下残垣断壁，明显是遭到了剧烈的破坏。而见到这一幕，林彻心中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随即他进入了庭院之内。这时林彻在一处墙角下见到了一个坐着的身影。他披头散发，面上全无血色，一条胳膊无力地垂下，眼中也没有半点光彩，就这么呆呆地坐在那里。此人正是叶天狼。直到林彻的身影走近，看见林彻之后，叶天狼眼中才出现了一丝波动。林师弟。林彻看了一眼他的那条已经明显废掉了的手臂，沉声道：谁做的？对此叶天朗没有回答，但林彻却仿佛想到了什么，突然问道：莫非是千秋盟所为？这次面对林彻那灼灼的目光，叶天朗终于点了点头。吴师弟他也与我一般，被废掉了一条手臂。千秋盟已经知道了云荡山脉之中所发生的那次事件，这次就是为了报复而来。听闻此话，林彻心中一沉。05境的武者，肉身没有强大到断臂自愈的程度，废了一条胳膊，就意味着以后的修行之路将大打折扣。千秋盟是如何知道的此事？林彻神情疑惑。赵月，是赵月出卖了我们。闻言，叶天朗狠狠咬牙道：原来如此。这时林彻已经彻底明白了事情的缘由。道苍院不是有刑罚堂的存在吗？这千秋盟行事如此狠毒，没有人管吗？闻言，叶天朗却是发出一声自嘲的苦笑。柳千秋是天榜上的天骄，又是丹阁弟子，而我们这些小人物又有谁会在意？见到他的神色，林彻有些沉默了。其实他就没有必要问这句话。千秋盟如果有所顾忌，就不会做出如此狠辣之事了。我们只是学院底层的小人物，
根本无人在意。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句话，林彻感觉像是一座山突然压在了他的心中，让他呼吸都变得沉重了一分。就在这时，林彻突然看向叶天朗：“小瑶呢？不要问了，林师弟，你快走，离开稻仓院吧。千秋盟如果知道你出现，绝不会放过你的。”林彻没有动，一双眼睛就这么看着叶天朗。感受到这束目光，不知过了多久，叶天朗双目陡然通红，终于道：“是我没用，他的一双眼睛，是柳千秋那个贱人带着千秋盟，不仅废了我和吴师弟。离去之时见到了小瑶，他说：你这小丫头的眼睛很漂亮，但我讨厌被人这样盯着，于是就将她的眼睛毁了。”说到这里，叶天朗一个大男人泪水止不住的滚落而下，声嘶力竭道：“是我没用啊，我连自己的妹妹都保护不了，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轰！听到叶天朗的述说，林彻的脑海之中却是突然一声轰鸣，随之一股冰冷至极的杀意以他为中心，向着四周疯狂一散。一间略显昏暗的房间，林彻的脚步沉重，缓缓走到了床前。床上，一个小姑娘眼上缠着一圈厚厚的纱布，即便如此，还是被鲜血浸染。她脸上一片煞白，没有一丝的血色，眉头紧紧皱着，两只小手也紧紧地攥在一起，像是在极力忍耐着疼痛。很疼吗？林彻走近之后，柔声问道。听到这个声音，小姑娘伸出手掌向四周摸索。少爷，是你吗？林彻蹲下，让他的手掌被小瑶握住，沉默少顷，再次问道：眼睛很疼吗？不疼。小瑶犹豫了一下，摇了摇头。不疼？双目被毁，怎么可能不疼？听到小瑶的回答，林彻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他当然能够猜出，小瑶之所以这样说，或许只是为了不想让关心他的人伤心自责。一个如此善良懂事的小女孩，却因为别人一句话失去了一双眼睛。她才14岁，很难想象眼中没有了光彩，以后她的人生将会有多么黑暗煎熬。在这个残酷的武道世界之中，有时候善良和弱小都是罪过。林彻没想到进入稻仓院之后依然如此。小瑶，你相信我吗？沉默了很久，林彻突然开口道。闻言，叶瑶郑重地点了点头。相信我，以后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一定会医好你的眼睛，让你重见光明。至于那些伤害你的人，我要让他们10倍、100倍来偿还。林彻说完此话，直接站起身，转身而去。林彻走出叶盟，一路沉默不语。没过多久，他的身影出现在了一处地方，千秋盟。而刚刚来到此地，林彻便是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赵月刚刚加入千秋盟，但以他的身份地位自然不高，此刻正在看守门庭。见到林彻之后，赵月的神色微微一变，显然也没想到这少年居然敢出现在这里。林兄弟，你是……赵月一句话还没说完，却见林彻手掌扬起，他的喉咙瞬间被一柄长剑贯穿。这一幕电光火石，快到赵月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林彻看着他，脸上一片冰寒，脉有求荣，死不足惜。赵月的表情满脸惊愕，眼中的光彩也随之逐渐涣散。或许到死，他也没想到，只是千方百计想要往上爬，最终却落得这个下场。哗！而击杀此人之后，林彻缓缓拔出剑锋，灼热的鲜血泼洒一地。与此同时，这残暴血腥的一幕自然也吸引了千秋盟内所有人的注意。场内所有人都被震惊，一时间鸦雀无声。杀人！此人敢在稻仓院杀人，而且所杀之人还是千秋盟的成员。虽然那赵月也不过刚刚加入千秋盟，只是一个地位低微的小角色，但这却足以让人瞠目结舌。你！一名千秋盟的成员反应过来之后，顿时怒不可遏地指向林彻，想要开口质问。然而没有等他开口，林彻手掌摊开，一道凌冽的寒光疾驰而去。真气御剑！噗嗤！下一刻，凌寒剑在空中一个横斩，那人的头颅直接高高飞起，鲜血如注。随即那一具无头尸身也跟着缓缓向后倒去。这一次，千秋盟众人彻底反应过来了。疯子！此人绝对是一个疯子，一个无所顾忌的疯子，竟然就这么光天化日之下击杀千秋盟成员，这怎能忍？此人敢在千秋盟地盘放肆，而且胆敢击杀咱们千秋盟的兄弟，一起出手干死他！人群之中，不知道谁喊了一声，顿时所有千秋盟成员都疯狂冲了过来。10几道身影都是迈入了灵武之境的武者，各自施展杀招。林彻四面八方每一个方位，这一瞬间都被杀机所笼罩，怎么看都难以同时抵挡下来这种近乎无差别的攻势。而就在这时，林彻的脚下猛地一跺，爆破！唰！他的身影就这么在所有人眼中消失了，只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这诡异的一幕
也令所有千秋盟的成员目光陡然一变，一时间愣了神。下一刻，一道凌冽的剑光在一个诡异到众人都无法预知的方向暴掠而来。是，这一剑直接割断了一名成员的喉咙，血线飙飞，又顺势一劈，余力不减，再次将另一位成员当场从头到脚劈成了2段，嫣红的鲜血流淌，将地面都是染红。又死了2个，仅仅是一个呼吸的时间。事实上，能够加入千秋盟，每一位成员的实力都是不弱，可依旧因为眼前这个少年，心中生出一种战栗之感。一个照面就被击杀4人，而且是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前被秒杀。众人终于意识到危险，这个少年很强，强到足以威胁到他们的生命。不好，这少年是剑修，是一名实力极强的剑修，快退！可惜，当他们有了这种觉悟之时，已经是晚了。灵彻身影再次消失在了原地，每踏出一步，脚下便出现一道金色气旋，速度犹如鬼魅一般飘忽不定。可是每当他出现在一人面前之时，就会轻易带走一条性命。仅仅几个呼吸的时间，最少10位千秋盟的成员被抹杀掉，而且都是瞬杀。风中充斥着一股浓郁的血腥之气。你们在院内横行霸道，欺凌弱小，原来这就是千秋盟的底气。不过如此。看着剩余的那些千秋盟成员不断后退，惶恐万状的样子，灵彻话语有着嘲讽的意味。不过灵彻的话语刚刚落下，一股无形的威压突然袭来。轰！那是一股权势，其中蕴含的力量仿佛一座大山，生生将灵彻的杀戮行为强行阻击下来。灵彻目光一凝，一剑斩出，与那奔袭而来的权势对抗。轰隆隆，2股力量狠狠撞在一起。下一瞬，灵彻与那出手之人各自退开。袁冲师兄！看到突然出现在场中的身影，千秋盟余下的成员无不神色一定。来人叫做袁冲，领悟4重之境。千秋盟虽然是柳千秋所建立，不过以柳千秋的天赋，深入内院之后只是偶尔回来，因此这千秋盟的日常事务几乎都是由袁冲代为处理。毫无疑问，此人也可以称之为盟内实力，仅次于柳千秋的存在。这些人都是你杀的？袁冲看着地上那些成员的尸体，眼中涌动着惊人的杀意，同时他也好奇眼前这个少年敢这样做的原因。你到底是什么人？闻言，灵彻神色淡然道：叶盟。灵彻，叶盟。听到这2个字，千秋盟所有人都是脸色一变，终于明白了这少年如此疯狂的原因，竟然是为叶盟报仇而来。袁冲皱了皱眉，他不知道叶盟竟然有这样一位杀伐果决的高手，如果知道，可能对待叶盟之人时应该会有所顾忌一些，当然也只是可能而已。你很蠢，以你所表现出的实力，不该报仇。如果你知道柳师姐的性格，应该是选择隐忍。隐忍？听到这2字，灵彻笑了，但没说话。总之，你得罪千秋盟，准确而言，应该是得罪柳师姐，将是你此生所做最错误的决定。袁冲冷声说道。但还没等他说完，袁冲的脸色一变，因为此时眼前的少年竟然在他眼中消失了。哗！灵彻的身影犹如一支离弦之箭，爆射向袁冲。凌寒剑之上，道道真气缭绕，犹如一头出水蛟龙，猛地向袁冲撞了过去。感受到这一剑的威势，就算是袁冲眼中也浮现出惊讶之色。他不敢托大，雄浑的真气灌注在双拳之上，向着虚空猛烈打出，狂暴的权势几乎使得身前那片空间扭曲。就在这时，灵彻那一剑斩落了下来。轰隆！犹如雷霆般的一声巨响之后，袁冲的脚步向后狂退。你退了将近数丈远，袁冲才勉强稳住身形。但此时他的神色却不镇定了。刚刚他以领悟4重修为施展大成权势，依旧被对方震退。剑势圆满。愣了一下，袁冲的脸色变得异常的惊骇。要知道，剑修这条路本就极难，比其他的武者更需要悟性。他将权势境界领悟到大成境界，在外院中已经算是一位天才。可是这少年竟然是一位将剑势修炼到圆满之境的剑修。而让袁冲更为诧异的是，这少年领悟1重的修为，为何体内真气会如此凝实，竟然毫不弱于他领悟4重的修为。没有给袁冲太多惊讶的时间，那一剑逼退袁冲之后，灵彻竟然再度出手，丝毫不给他喘息的机会。爆不！脚下猛地一踏地面，在原地留下一重重残影。灵彻一剑直刺而出，这一剑的力量仿佛卷起一阵风暴，所过之处风声狂啸，使得袁冲脚下所站立的地面上周围10米的地砖因为强大的压力都在一刹那尽数碎裂。袁冲脸上出现了一丝惊惧，他迅速集结全身之力，想要拦截下这一剑。是，可是当他的权势接触到那剑光之后，就仿佛冰雪遇到阳光被融化了一般，根本难以抵挡。大成权势怎么可能抵挡圆满剑势？噗嗤！最后
剑光一闪而逝，袁冲的眉心被一剑洞穿。一位迈入了灵武四重的强者，竟然就这样倒在了林彻的剑下。事实上，并非袁冲不强，即便是其他将士领悟到圆满之境的强者，想要击杀他，也不会如此简单。之所以袁冲面对林彻之时死得这么快，是因为这就是剑修杀人的方式，简单直接，一击致命。这也是面对剑修之时，所有武者都会感到忌惮的原因。袁师兄死了！一时之间，场面变得寂静无声。随着袁冲身躯直直倒下，在场所有千秋盟成员都变得脸色无比苍白，竟然连灵武四重的强者都不是这少年的对手。他们看着场上那道持剑而立的身影，就像看着一尊从地狱而来的修罗杀神，所有人都从心底生出一股彻骨寒意。快逃！下一刻，剩余的千秋盟成员全部丧失了反抗的念头，疯狂向外逃离。逃得掉吗？可与此同时，林彻的身影也是动了。事实诚如林彻所言，以这些人的速度，怎么可能逃过林彻以真气操纵的灵剑？林彻每一步迈出，便如同瞬移一般，以他为中心，剑之光芒纵横交错，每一道剑光落下，便有一人倒在血泊之中。啊！啊！随着一阵哀嚎惨叫之声逐渐减弱，没过多久，剩余之人全部命丧此地，而且全部被一剑毙命。风中充斥着一股粘稠的血腥气息，林彻的身影持剑而立，脚下是一地尸体，可是他的目光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波动，反而充斥着一股摄人的寒意。在原地站立了片刻，随后他转身向千秋盟外走去。然而不等他离开千秋盟，面前却突出现了几道身影。刑罚堂，这些人全部身穿刑罚堂的服饰，明显是刑罚堂的弟子。好狠，没有留下一个活口。这些人看了一眼此地宛如修罗场般的画面，目光都是一变，脸上皆浮现出震惊之色。刑罚堂弟子之中，为首的是一位鹰钩鼻子，眼中散发着冷厉之色的青年男子。他眼眸狠狠波动着，死死地盯着林彻。他们全都是死在你的手中。林彻点了点头。鹰钩鼻男子的脸色更加阴沉。你可知道苍院内杀人依刑罚堂规，当诛？听到这句话，林彻的嘴角却勾起一抹冷笑。刑罚堂能够来得如此迅速，证明在稻苍院中的耳目众多。可柳千秋肆无忌惮地带着千秋盟凌虐叶盟之时，刑罚堂却从始至终没有出现。当然不是没有听闻消息，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那时不想出现。可现在他们却出现了。林彻看着他，叶盟之人受凌虐之时，刑罚堂在何处？闻言，刑罚堂这些弟子脸色微微一沉，但却无人开口。你们怕柳千秋？林彻突然再次质问道。这时，鹰钩鼻男子淡然道：柳千秋位列天榜，未来成就无可限量，最关键他是丹阁一位长老的亲传弟子。丹阁如无必要，刑罚堂是不会轻易得罪的。如无必要，听到这四个字，林彻怒极反笑。当然没有必要，因为在这些上位者的眼中，叶盟所有人不过是一些无关轻重的蝼蚁，就算死了，也不会在稻苍院掀起任何一丝波澜。刑罚堂的存在，所谓的规矩，只是为了束缚弱者而已。事实上，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强者制定规则，却游离于规则之外，只有弱者才只能遵循这些所谓的规则。那你们现在出现，是想杀我？鹰钩鼻男子冷笑了一声，看着那一地尸体道：其实也不用我们出手，那个女人如果知道这个消息，你恐怕也活不了。他口中所说之人，自然是指柳千秋。不过在此之前，我刑罚堂倒是乐意卖他这个人情。人情？闻言，林彻直接仰头一笑，笑声之中充满了讽刺。如果是因为院规，或许林彻还能高看刑罚堂一眼，可是这刑罚堂执法，却仅仅是为了让一位天才弟子，或者说让丹阁欠下一个人情。由此可见，稻苍院这个所谓的执法机构已经烂透了。狂笑一声之后，林彻直接喝道：想杀我，尽管出手！狂妄，把他给我拿下！鹰钩鼻男子挥了挥手，瞬间便有两名气势不凡刑罚堂弟子向林彻暴冲而去。可是还不等那名弟子接近，一道剑光已经在林彻手中绽放而出。扑哧扑哧，剑光犹如长虹，吞吐着惊人的气势，一个照面便是将这两名刑罚堂弟子的手臂齐齐切下，鲜血狂涌而出。啊！我的手臂！两人发出惨嚎之声，又重重跌回地面。剑势圆满。看到这一剑，鹰钩鼻男子脸庞不自觉抽搐了一下。当然，鹰钩鼻男子虽然惊讶，但看到他竟然敢违抗刑罚堂执法，鹰钩鼻男子脸上冷意更盛。你的天赋很强，如果没有得罪柳千秋，或许未来的天榜之上有你一席之地。可惜你太蠢了，你不该在成长起来之前就与柳千秋为敌。以那个女人狠辣的性格，你恐怕没有机会活到以后了。屁话，
林彻觉得对方与那袁冲一样无聊，说的都是一些废话。林彻的态度让鹰钩鼻青年眼睛狠狠一眯，随即他没有再说话，浑身上下突然爆发出一股强横至极的气势。知道林彻是一位强大的剑修之后，他明白只能自己出手了。唰！沉寂一瞬，那名鹰钩鼻青年的身躯陡然向林彻冲去，他的身影暴冲到林彻10米范围之内，一股恐怖的力量涟漪瞬间激荡开，使得虚空为之一颤。就在这时，那青年男子一根手指凌空点出，求天一指，轰！空中一根10丈大小、宛如青玉凝铸而成的手指出现，向着林彻所在方位狠狠戳下，狂暴的真气一时间纵横激荡。玄阶下品战界，林彻眼中闪过一抹凝重之色，随即他体内气海陡然沸腾，源源不断的真气凝聚于手中长剑之上，一剑当空斩出。轰砰！尽管如此，一击过后，林彻的身影依旧后退了10几米的距离。灵武五重，感受到此人所达到的境界，林彻目光微微一凝。断裂师兄不仅本身实力达到灵武五重，更是位列天榜第15位。今日有断裂师兄亲自出手，你一个小小的外院弟子，还不乖乖束手就擒？见到林彻被逼退，一旁的那些刑罚弟子顿时开口叫嚣起来。天榜第15位，听到此人的身份，林彻目光微微一沉。事实上，无论是真气御剑、剑势圆满之境，还是依靠身法的诡异，林彻所掌握的这些手段，能够击杀一位灵武4重之境的武者，已经是极限。而面对灵武5重之境，仅凭这些显然还远远不够。因为踏入灵武之后，随着境界的提升，越到后面，每一境界的差距也会越大。当然，即便如此，这个叫做断裂的青年男子想要击杀林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林彻没有时间与他僵持，因为这种局面之下，在这里缠斗时间越长，对林彻而言也就越危险一分。做出这个判断，林彻手中一扬，凌寒剑再次飞斩而出。感受到这一剑蕴含之势，即便断裂乃是灵武5重，也不敢托大，再次以雄浑的指力抗衡。轰！两股力量再次撞在一起。可就在这时，林彻直接施展暴步，化成一道残影，与那鹰钩鼻青年在空中错开。在出现时，刚刚那名开口的刑法堂弟子已经被林彻闪电般擒拿在手，一只手掌提着那名弟子的后颈。林彻招手召回凌寒剑，手中一动，冰冷的剑锋已经悬停在这名弟子咽喉处。好诡异的速度！见到这一幕，断裂再次感到震惊。刚刚那种诡异的身法，只怕就是玄阶下品身法，应该也有所不及。而这名少年明明穿着新晋弟子服饰，怎么对付起来会如此棘手？别杀我！被林彻提在手中的那名刑罚堂弟子，感觉到林彻身上所释放出的杀伐气息，顿时变得面如土色。见状，断裂则是冷声威胁道：“之前你灭了外院一个千秋盟，或许是九死一生，但你若是杀了一位刑罚堂弟子，那我保证天上地下，你都难逃一死。”闻言，林彻冷笑了一声：“一位刑罚堂弟子死在我手中，那么整个刑罚堂在稻仓院也会颜面扫地吧？既然如此，那就别再跟来，否则我不会手软。”说出此话之后，林彻提着这名刑罚堂弟子向后跃出，眨眼之间便消失在千秋盟大门之外。看着林彻的身影离去，断裂双拳狠狠一握：“断裂师兄，莫非就让他这样退走？”一位刑罚堂弟子向断裂询问道：“他走不掉的，这里是稻仓院，一个小小的新晋弟子，还能翻天不成？”说完此话，断裂想了想，又道：“据通知柳千秋。”断裂太了解这个狠辣女人的手段了，不仅冷血，而且睚眦必报。他只要知道此事，这小子别说逃出稻仓院，就是有10条命也必死无疑。听到断裂的命令，一位刑罚堂弟子直接消失在此地。而这时，断裂看了一眼林彻离开的方向，他的目光除了冷厉之外，倒是浮现出一丝兴奋。稻仓院似乎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过如此作死的人了，还真的有些让人期待。追！我倒想要看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最后到底是怎么死的。离开千秋盟之后，林彻在外院之中一路疾驰，而他的方向并不是稻仓院山门所在之地。事实上，杀戮如此之多的稻仓弟子，想要冲出稻仓院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随便一位内院长老出手，以林彻如今的实力，都将无力抗衡。因此，想要往院外逃离，无疑是自寻死路。林彻所选择的方向是稻仓院内一片巍峨的群峰山脉。这一路，他的身影无疑是吸引了无数的目光。此人是谁？看服饰，好像是一位新晋弟子，可是他所擒拿的那人，似乎是刑罚堂弟子。我靠，真的是刑罚堂弟子？这人疯了！这是想叛冤，连刑罚堂都敢得罪，狠人啊！这少年绝对是个狠人。看着林彻一身血迹，犹如一尊从地狱冲出的修罗一般在院内疾驰，
而且还提着一名刑罚堂弟子。道苍院内所有见到这一幕的弟子都瞠目结舌，傻在了原地。而一路追杀而来的段烈以及刑罚堂弟子，则是感觉怒火冲天。最终，段烈目光一狠，指着林彻的身影道：“不需有任何顾忌了，全力击杀！如果再让林彻这样招摇过市，就算那名人质不死，刑罚堂在道苍院内恐怕也将颜面无存。”段烈话音落下，两名刑罚堂弟子的身影掠出，各自一掌向林彻的背影轰去。感受到身后传来的真气波动，林彻目光一冷，咻！真气御剑，凌寒剑直接从林彻手中飞出，化作一道极光，向身后威胁所传来之处横斩而出。这一次，林彻没有留手，扑哧，扑哧，一剑掠出，两颗大好的头颅高高飞起，在所有人震惊无比的目光之中，又重重砸落回地面之上，滚出去老远。这少年敢斩杀刑罚堂弟子！段烈直接愣在了原地。片刻后，他脸上浮现出狰狞至极的表情，一字一顿道：“你真的想死？”闻言，林彻停下了脚步，转过身来：“我之前已经说过，你们刑罚堂若再纠缠，我绝不手软。你以为老子在跟你开玩笑吗？”说完此话，林彻手掌扬起，随着一道剑光落下，他手中那名人质也缓缓倒在血泊之中。既然刑罚堂已经没有顾忌，人质自然没用，反而会成为累赘。而当着段烈的面再次击杀一名刑罚堂弟子，显然林彻已经用行动回答了段烈的问题。见到林彻的行为，所有刑罚堂弟子都是感到怒不可遏。当然，尽管愤怒，可是他们心底也莫名生出一丝畏惧。眼前这个少年真的是无所顾忌，出手太过狠厉了。此刻，段烈更是怒发冲冠，脸上布满狰狞之色。在道苍院内，刑罚堂就是威严的象征，任何人提到这个名字，心底都本能地生出敬畏之心。可是，在今日，刑罚堂弟子却在大庭广众之下，像土狗一般被宰了3人，这无疑是对刑罚堂威严赤裸裸的践踏。小子，你死定了！你可知，如今天榜第一的北凌晨，北师兄就是刑罚堂首席大弟子，而北师兄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院内有人践踏刑罚堂的威严。你今日大庭广众之下，屠杀3名刑罚堂弟子，已经触动龙之逆鳞，就算是天王老子，今天也救不了你。北凌晨听到段烈口中的威胁，林彻淡然地看了他一眼，随后再次转身离去。被无视了。段烈脸色一僵，但此时他内心深处却也极为震动。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是眼前这个少年的确很强，最关键的他是一名剑修，杀人太简单利落了。他们这些人中，除非段烈自己出手，否则上去多少人都无异于送死。然而这少年的身法又极为诡异，即便是段烈也无法保证将其留下。因此看着这少年离去，段烈没有再命令继续追杀，只是看着这少年的背影，他目光中充斥着一股冷冽之意。道苍院作为扬州霸主势力，可以说底蕴无比深厚，所以院内占地面积也极为广袤，地势不一。在道苍院东部地带是一片巍峨的山脉，此时一位少年的身影奔袭而来，出现在这片山脉之内。此人正是林彻。没有了身后那些刑罚堂弟子的追击，林彻的处境轻松了不少。而来到这里之后，林彻抬头，他的面前出现了一片幻境。天幻神境，传闻此秘境乃是道苍祖师所布置，并且万载以来从未有一名弟子能够通过此幻境，从而让这里覆盖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林彻不是头脑简单的莽夫，在道苍院大肆杀戮，他很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但在此之前，林彻也已经想好退路，那就是在这片幻境之中博得一线生机。心念及此，林彻向前行去。然而就在这时，一股强烈的危机之感突然将林彻笼罩在其中。轰！一股浩大至极的真气涟漪以一个无比刁钻的角度向着林彻一侧袭来，使得沿途的空气都传来恐怖的气爆声。林彻眉头紧紧一皱，飞快向另一侧躲闪，同时一剑向那袭来的攻势斩去。这一剑，林彻将剑之势发挥到极致。砰砰砰！可就算如此，一击过后，林彻的身影依旧抛飞出10几米远。林彻落地之后，喉间传来一丝腥甜的味道，嘴角一口鲜血也随之溢出，明显遭受了不轻的内伤。他的目光冷冷地向那偷袭之人看去，那是一位红衣女子，有一种冷艳之感，目光如毒蛇一般，散发着狠毒之色。她的手中拿着一条长鞭，周身上下散发着阴冷至极的杀意。柳千秋，虽然林彻从未见过这个女人，但也不难猜得出来。你一路逃到这里，不会以为自己能够通过传言中的那个试炼吧？柳千秋看了一眼林彻身后的幻境，嘴角浮现出一丝嘲弄的意味。那我只能说，你的想法也太过可笑了。看着这个女人，林彻的眼中浮现出浓郁的杀意。小瑶的一双眼睛就是被他毁去。
可以说此女心如蛇蝎。当然，此时林彻也极为清楚，这个狠毒的女人以他现在的实力杀不了，是真的杀不了。056重之境绝不是现在的林彻可以抗衡的。做出这个判断之后，林彻没有选择硬刚，伸手擦去嘴角的血迹，直接向天幻神境行去。而见到这一幕，柳千秋却没有再次出手阻止，因为看着猎物垂死挣扎，一直都是他的兴趣之一。不过此刻他看着林彻的背影，却凝声道：“听说你杀了我千秋盟这么多成员，是为了给叶盟那几个废物报仇。既然如此，你尽管放心好了，等你死了之后，叶盟之人也一个都活不了。哦，对了，还有那个小丫头，我倒是不会杀了她。上次只是毁了她一双眼睛，这次之后，我会再割了她的舌头，断其四肢，让她成为一个人质，永远活在痛苦之中。而这些都是你得罪我之后应该付出的代价。”轰！听闻此言，一股冷冽至极的杀意从林彻身上弥漫而开，使得周围的温度都似乎下降了一些。可以看到，林彻此时紧握的拳头之上青筋毕露，但他没有说一个字，而是步伐更加坚定向天幻神境走去，最后消失在幻境入口之中。只是没有人知道，在他此刻的内心中，一个念头强烈到了极点：柳千秋，我若不杀你，枉为人。进入天幻神境之后，四周的空间一阵变换，而此时在林彻的面前出现一条天梯。这条天梯仿佛白玉所铸成，似乎真的直通天际，尽头消失在云霄之中。与此同时，能够感受到一股浩瀚的气息从天穹之上垂落而下，使得每一层阶梯都闪烁光辉。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天路吗？站在如此雄伟的景象面前，林彻能感觉到自己多么渺小。这就是道苍祖师所留下的手笔，堪比天地伟力。很难想象，这位曾一手创建道苍院的人杰，曾经该达到何等高度。当然，林彻虽然震惊于眼前的景象，但是也没有忘了前来的目的。随后，他没有再犹豫，直接向那白玉石阶迈出了一步。轰！就在这时，一股沉重的压力突然袭来，险些让林彻身躯一颤，险些趴在地上。这种感觉就像是一双大突然按压在林彻的肩膀上一样，想要把他按在地上。重力，好可怕的重力！林彻终于明白了，这天幻神境为何万年以来都没有人能够登顶。他才仅仅登上第一层台阶，就感受到如此沉重的压力。难以想象，如果真的能够登上顶峰，那重力将会有多么恐怖。虽然感受到天幻神境的恐怖之处，但此时的林彻却明白，他没有退路。继续！狠狠咬了咬牙，林彻再次向上攀登。有人在闯天幻神境。天幻神境作为道苍院的标志，以往每一次有人尝试，都会轻易地吸引大量的目光。这次也不例外。此时不管是外院还是内院，看着天幻神境的天梯之上出现一个人的身影，都是感到无比的诧异。这人似乎是一位新晋弟子，这怎么可能？疯了吗？天幻神境在道苍院存在了万载之久，可是这1万年来，道苍院历代天骄却没有一人能够通过。现在一名新晋弟子居然敢攀登天梯。道苍院各个角落，无数人看着那天梯上艰难前行的身影，都感到匪夷所思。也无怪乎他们会如此惊讶。对于道苍院历代弟子而言，都有着登上天幻神境顶峰的梦想。可是梦想始终只是梦想，事实上，就算是天榜上的那些妖孽，也没有几人会去做这种不自量力的事情。而现在，一位新晋弟子居然进入了幻境，这怎能不让人感到震惊？你们看，那千层天梯，他似乎已经登上了一半。就在这时，有人惊呼道。众人闻声看去，果然见到那少年的身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攀登到了天梯中部。这人看到这一幕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惊，证明这位新晋弟子的天赋已经极为不弱。与此同时，天梯之上，林彻整个身躯都在剧烈的颤抖着，他感觉自己的腿像是灌了铅，全身每一寸血肉都仿佛石化了一般，沉重无比。他眼眸低垂，似乎连睁开眼睛都变得极为艰难。没有人能体会到这种感觉，就好像身上有一座山，几乎要压塌他的脊梁。才刚刚走到一半，艰难地抬起头，林彻看了一眼依旧延伸到远方的石阶，足以让人感到绝望。可以预料，如果再以这种状态前行，恐怕还不等登上石阶尽头，他就会被这种不断累加的恐怖重量生生压成肉泥。可即便如此，林彻的眼中依旧坚毅，因为他知道不能退，只能不顾一切的前行。老子是剑修，没有什么能让我的脊梁弯下去。心底发出一声怒吼。此时，林彻体内的气海疯狂沸腾了起来。不仅如此，一股强大的剑势以他为中心，向着四面八方的压力抗衡。就这样，林彻继续前行，虽然很慢，就像是一寸一寸在挪动脚步，但他的步伐却没有一刻停止。看到这幅画面，诸多道苍院弟子都仿佛定格了一般，目光只是跟随着遥远的天际，那道渺小的身影，感到一种发自心底的震撼。
整个稻仓院都仿佛在这一瞬间变得沉寂了下来。幻境之外，看着那不断向上攀登的身影，柳千秋不知为何突然生出一种烦躁之感，甚至心底滋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内院，一座清风之上，一位须发皆白、周身气势明灭，使得空间都有所扭曲的老者，看着远空那幅画面，浑浊的双眸之中掀起了一丝波澜。他轻声自语道：“有意思，稻仓院中倒是很久没有出现这么有意思的年轻人了。”而在另一处澄澈如镜的灵溪边，同样有2名气势不凡的老人正在执棋对弈。只是此刻这2位老者手中捏着棋子，心思却不在棋盘之上。当年北陵晨走到了哪一步？900阶，然后便不堪重压退下去了。如此看来，此人已经超越了北陵晨，很可能是要登顶了。就算登顶，也未必就算通过，毕竟这天幻神境从没人能走到最后一步，谁也不知道登顶之后会发生什么。2位老人谈论着，但毫无疑问眼中都是因为幻境之中那道身影而感到了极大的触动。时间1分1秒流逝，也不知过了多久。那天梯之上，最后一步，天梯顶峰，林彻牙齿剧烈的颤动着，连张口都感觉艰难。仅仅是吐出这几个字，他上下牙齿都在狠狠的撞击，似乎要碎裂了一般。不仅如此，此时林彻全身的肌肤都溢出鲜血，本来清秀的脸庞更是变得狰狞扭曲。可是在这种非人的折磨之下，林彻却在笑，因为距离登上天梯顶峰只剩下最后一层台阶。没有犹豫，林彻迈出了这最后一步。哗啦，随着林彻艰难地踏上最后一层台阶，周围那种沉重犹如山岳般的压力竟然在这一刻仿佛潮水一般退去。怎么回事？感受到这种莫名的变化，林彻心中却一阵诧异。他原本以为随着他登顶之后，天幻神境内的压力也将会更加恐怖，然而事实却与林彻预料截然相反。而且之前为了抵抗那种强大的压力，林彻体内的气海近乎枯竭，最后一丝真气都已经被榨干。可如今随着那股压力骤然消退，被消耗一空的气海之中居然涌动起无比磅礴的真气涟漪，似乎又恢复到了巅峰之时。难道只要登上天幻神境的峰顶，所有的压力就会消失吗？林彻眼中闪过一丝意外，但此时他也没有多想。而随着体内的疲累之感一扫而空，林彻整个身心才彻底轻松了下来，仿佛连呼吸都变得无比顺畅。与此同时，他终于有心情观赏周围的一切。从天梯顶峰向下望去，层层云雾在胸前飘过，就仿佛凌空站在了天际尽头，让人心胸无比开阔。透过那云雾，能够俯瞰整个稻仓院的轮廓，一览众山小。现在我算是通过天幻神境了吗？林彻自语道。还不算。一个声音突然回应。听到这个声音，林彻陡然一惊，直接向身后看去。只见在那天梯的另一侧，竟然出现了一道身影。不是身影，准确来说应该是一道虚影，就仿佛灵魂一般，呈现出虚无缥缈的状态。这是一位少年，生得唇红齿白，他身材并不高大，甚至可以说有些矮小。而在他的身前，凌空漂浮着一把黑色长剑。剑意，感受到那黑剑上所缭绕的意境，林彻的目光变得无比震惊。这个少年看上去跟他差不多的岁数，竟然是一位领悟了剑意之人。阁下是？看着他，林彻面色凝重地问道。那少年笑了笑，林道仓。林道仓，道仓祖师。听到这个名字，林彻整个心神都为之剧烈一震，因为这个名字就是当年一手创立了稻仓院的那位人杰。眼前这少年就是万年前的稻仓祖师。林彻的眼中布满了震惊，但随后他脸上浮现出一丝疑惑。那为什么你看上去如此年轻？因为你登顶天幻神境的年龄是17岁，所以我呈现出的样貌也是17岁。说完此话，那少年淡淡一笑，像真正通过天幻神境，17岁的你就要胜过17岁时的我。听到此话，林彻似乎明白了，同时他也理解了为何10000年来从没有一位稻仓弟子能够通过此幻境的原因。因为想要通过幻境，就要战胜同龄的稻仓祖师，能够一手建立起稻仓院这等超然势力。可以想象，这位人杰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必然是一位超级妖孽，几乎是横压同代的存在。想要在同龄之下胜过对方，谈何容易？就在林彻想到这些时候，此刻林道仓突然看向他问道：“小辈，你我一战如何？跨越时空的长河，与17岁的稻仓祖师一战。”虽然这听上去有些疯狂，但是此时林彻的眼中却浮现出一股惊人的战意。晚辈愿意一试。哗！随着林彻这句话落下，林道仓身前的那柄长剑突然动了，仿佛跨越了一段时空，那黑剑一眨眼的时间就已经来到林彻的面前。剑意，黑色的光华涌动，所造成的真气涟漪激荡出千米之外，在虚空中无限蔓延。感受到这一剑恐怖的威势，
林彻不敢有丝毫迟疑，手中凌寒剑犹如蛟龙出海，直刺而出。轰隆隆！下一刻，林彻的身影直接被轰飞出去10几丈远，直接喷出一口逆血。这一幕足以看出道苍祖师这一剑的威力有多么可怕。一剑轰退林彻，林道苍长身而起，神色淡然地说道：“小辈，我不会留手的。”林彻目光微微一凝，但此时在他心里，听到这句话之后，却没有丝毫惧意，反而战意更盛。爆不！林彻一步迈出，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在强大的道苍祖师面前，竟然选择主动出击。刷刷刷！在林彻手中，凌寒剑绽放出万千光芒，刹那间形成了一股剑气风暴，呼啸向前，横压向了林道苍所在方位。见到这一幕，林道苍却是微微摇头，手中扬起，轰！黑剑在虚空中一点，虽然只出一剑，但是却瞬间破了那林彻所造成的剑气风暴。与此同时，黑剑之上所传递而来的恐怖巨力，使得林彻的身影再次飞退，又是一口鲜血喷出。明显可以看出，即便林彻剑势圆满，可是在面对剑意之时，无论出多少剑，那种差距都难以弥补。毕竟这种差距乃是剑道境界上的。但即便如此，一次次被击退之后，林彻却没有丝毫停滞，每一次都脚下一踏，如同一道疾风一般，再次向林道苍攻去。撞破南墙不回头，这种近乎自虐般的场景不知道持续了多久。而就在这时，林彻剑上竟然有了一丝莫名的味道。这小子似乎想在临阵之中创造自己的剑意。感受到林彻剑势之中的变化，林道苍的眼眸之中陡然浮现出一抹诧异之色。砰砰砰！幻境之中，一声声沉闷至极的声响不断响起。伴随这些声响，一道身影一次又一次抛飞出去。道苍祖师的恐怖剑力让林彻感觉每次就像被一座飓风砸中一般，使得他每次抗衡都气血翻涌，五脏六腑如同移位。如果不是他体内气海足够特殊，周身真气无比凝实，很可能会被活活震死。但就算如此，林彻却并没有因为一次次打击而选择退缩。也就是这种近乎自虐的行为之中，林彻的心中似乎有了一丝明悟。剑势向死而生，一往无前，如同以势压人，但归根结底却是借助剑之势，并非真的与剑融为一体。而剑意却是勘破剑的本源，人剑合一。每一柄剑都有自身的特性，如高贵、冷傲、犀利、肃杀。当一名剑修真正与剑融为一体，明白剑是什么的时候，剑也就活了。嗡！一念通达，没有任何动作，林彻面前的凌寒剑突然自己颤动了起来。伴随着这种震动，一股莫名的意缭绕于整个剑身之上，使得周围空间都似乎变得虚无缥缈了起来。剑道奇才，后生可畏啊！感受到林彻此时的状态，林道苍眼中的波澜难以平静。剑意，眼前这个少年竟然真的临阵之中领悟了剑之意境。即便静吟剑道一生，林道苍也因为这一幕而感到无比惊讶。感受到这一切，林道苍指向面前的黑色长剑，向林彻再次问道：“小辈，你再与老夫对上一剑如何？愿意一试。”林彻依旧如此回答，但这一次话语之中却是充斥着自信无比的锋芒。好！一字出口，道苍祖师周围的剑意彻底沸腾了起来。随着他一剑刺出，道道剑气如龙，呼啸而去，似乎要将天穹都撕裂开一道缺口。能够看出，林道苍这一剑不再有任何保留，已经将剑之本意发挥到极致。而这个时候，林彻平静地握住了凌寒剑，一刹那间，似乎与手中之剑融为一体，整个人都仿佛化作一柄出鞘利剑，锋芒毕露。人剑合一，也是真正的剑意境。哗！下一刻，林彻同样一剑掠出，两种同样浩瀚的剑意在空中针锋相对，在这一瞬间，画面仿佛定格了一般。沉寂一瞬，想象之中因为碰撞而爆裂开来的恐怖场面并没有出现。当两柄长剑剑锋接触的时候，道苍祖师虚影竟然一点点破碎开来，像是流沙一般在风中消逝了。呼呼！凌寒剑一点一点穿过道苍祖师虚幻的身体，两人的身躯最后仿佛交织在了一起。四目相对，林彻看到了道苍祖师的目光，那目光之中没有失落，反而充斥着赞赏与欣慰的光芒。明显，林彻在剑道之上的天赋已经得到了这位人杰的认可。片刻之后，这位曾一手建立道苍院的人杰，最后一缕残魂也烟消云散，归于天地。而看着那一片片破碎的光点渐渐暗淡，最后终于完全消失，林彻持剑而立，却是在原地矗立良久。不知过了多久，林彻看着那天穹，深深一礼，前辈指教之恩，晚辈没齿难忘。轰！然而就在这时，一股浩瀚的灵气从天地浩荡而来，涌向林彻的体内。哗啦啦！在林彻与道苍祖师的一战结束之后，这方天地内的灵气突然犹如浪潮一般
向着林彻狂涌而来。而感受到这一切，林彻的神色有些诧异，但随即他就明白了，这或许就是道苍祖师对他通过天幻神境之后的馈赠。心念及此，林彻盘膝坐下，开始运转气海，疯狂吞噬涌来的天地灵气。不知道过了多久，在这种玄妙的状态之下，林彻的体内终于传来了一阵轰鸣。轰隆，五道桎梏接连被打破，使得他的境界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灵武三重，在炼化了那海量的天地灵气之后，林彻直接突破了2层境界，达到了灵武三重之境。感受到体内所充盈的全新的力量，林彻眼中闪过一丝兴奋之色。轰！也就在同一时间，天幻神境之中，一道巨大的光柱冲天而起。这道光柱直冲云霄，道苍院内各个角落都能够见到这一幕浩大震撼的画面。天哪，我没有看错吧？这意象是有人通过了天幻神境的考验？怎么可能？那可是天幻神境，万年以来道苍院历代天骄都没有通过，我一定是在做梦。随着道苍院上空那幅天地意象的呈现，如今在院内所有地方，每一位弟子都满脸震惊之色，吃惊不已。不只是弟子，在院内诸多气势强横的长老一辈，同样抬头看着天际，眼中掀起一阵阵波澜。这一刻，可以说道苍院上下所有人都仿佛朝圣一般，目光全部集中在了那幻境所在之地。万载岁月，道苍院历史之中不知道诞生过多少妖孽，无数人曾尝试过通过这一祖师所留下的幻境，可是却没有一人能够成功。可是今日，却有人创造了这等奇迹，怎能不让人为之震惊？没有人阻止，此时无论是外院还是内院，所有弟子都不自觉向幻境所在之地涌去，想要看看这位创造了道苍院历史之人究竟是谁。与此同时，林彻也已经走出了幻境。幻境之外，见到林彻的身影，柳千秋整张脸都变得无比苍白，甚至可以说毫无血色。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你居然能通过天幻神境，开什么玩笑？柳千秋失魂落魄，不自觉地退后几步，整个人都处于发懵的状态。嗖！就在这时，一阵破空之声陡然从天际传来，宛如长虹一般降临在此。随之，一位身穿紫袍、苍老无比的老者出现在空中，凌空而立。此人周身所流露的气势无比强横。太上长老见到这位老者的身影，此时诸多道苍院弟子全都神色一震，恭敬向着天穹一拜。而此时，这位老者的目光却是停留在林彻的身上，眼中有着强烈的波动。你是新晋弟子？老者看到林彻身上所穿的服饰，诧异地问道。林彻听到周围众人对这老人的称呼之后，也是连忙恭敬行了一礼，开口道：弟子刚刚加入道苍院不久。好，如此年轻，居然能够通过祖师布置的天幻神境，果然是少年可畏。看来我道苍院未来又将诞生一位了不得的妖孽了。太上长老苍老的脸庞之上满是赞许与激动之色，更是连说了3个好字。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弟子名林彻。林彻回道。林彻，从今日起，你位列真传，道苍院内一切资源尽皆向你开放。真传。听到这2个字，在场所有道苍院弟子都是心神一震，因为他们都十分清楚这2个字的含义。道苍院内除了外院弟子、内院弟子之外，还有一个人人都梦寐以求的身份，那就是真传弟子。所谓真传弟子，便是整个道苍院倾其所有全力培养的传承之人。这种身份就是整个道苍院也不会超过1手之数，而且每一位都位列天榜前列，堪称真正的天之骄子。有了太上长老这个承诺，足可以预想，这位少年以后在道苍院内必将平步青云，成就不可限量。所以此刻所有人看向林彻的目光之中都充满了艳羡。多谢太上长老青睐，不过弟子还有一事请求。林彻感激了一声之后，却突然开口说道。哦，何事？太上长老微微一愣。就在这时，林彻转过身去，突然指向柳千秋，目光冷冽道：我要他死，我要他死！林彻说出此话之时，身上涌动着一股强烈的杀意。远处，柳千秋已经不复之前的淡然，脸色沉郁无比，甚至是浮现出一丝恐惧。的确是恐惧，在林彻通过天幻神境之时，他的内心就已经无法再平静。太上长老看了柳千秋一眼，如何能感受不出这2者之间似乎有着极深的仇怨？随即，林彻将之前的事情原原本本述说了一遍。
而讲述完这些，他看向太上长老：“我与他之间仇至生死，如果弟子未能通过幻境，那么我敢肯定，我已经死在这女人的手中，而且还是以无比残忍的手段虐杀。这种仇恨不可能化解，所以请太上长老替弟子做主。”闻言，太上长老看向柳千秋的目光微微一眯，沉声问道：“真有此事？”柳千秋感受到太上长老的怒意，脸色一变，可是还不等他回答，一道突兀的声音陡然传来：“好个霸道的小辈，居然想仗势欺压老夫的弟子！”这一声怒喝犹如天雷滚滚，随着声音落下，一位身穿青色长袍的老者突然出现在场中。师尊！见到这老人，柳千秋顿时神色一定。此人名为丹青长老，在丹阁之中位高权重，正是柳千秋的师尊。师尊，这小子仗着自己闯过天幻神境，受到了太上长老的器重，就想仗势欺压弟子，还想要弟子死。弟子死了倒不算什么，可是在道苍院内，师尊也将颜面受损，丹阁更是会威严扫地。还请师尊看在丹阁的威名之上，一定为弟子做主啊！此时的柳千秋与以往霸道狠厉的形象截然不同。见到丹青长老出现之后，他做出一副委屈至极的表情，居然声泪俱下的对林彻进行控诉。丹青长老抬了抬手，示意柳千秋不必多说。随即他看着林彻冷哼了一声：“小子，就算你通过天幻神境又能如何？不过是一名新晋弟子，凭你现在的身份，就想坑杀天榜天才，小小年纪，心思竟如此歹毒。我徒儿不过是弄伤了几名外院弟子，兼之毁去了一个臭丫头的眼睛而已，你居然就想挑动太上长老，残害于他？莫非你以为这道苍院是你家开的不成？不过而已。”听到这丹青长老这句话，林彻的手掌骤然一握，而眼光瞥到此时惺惺作态，做出一副弱者姿态的柳千秋，更是让林彻一股怒火憋在胸腔之中。做人竟然能颠倒黑白，卑劣到这种程度。丹青长老却继续道：“太上长老，这小畜生为了几个无关轻重的小角色，就在外院之中大肆屠戮，甚至连刑罚堂的惩戒都敢违抗，我看乃是天生反骨，若是不严加惩治。”够了！丹青长老没有说完，太上长老便是冷喝一声，将之打断。见状，丹青长老脸色微微一变，但显然以他的身份及修为，显然还无法在太上长老面前造次，所以冷哼了一声，当即住口。太上长老沉默了一下，再次看向林彻道：“柳千秋毕竟位列天榜，背后又有丹阁，即使犯了错，也罪不至死。林彻，我可保证以后在道苍院内，他绝不敢再向你出手。不仅如此，还会罚他面壁3年，不得走出禁闭一步。而除此之外，你之前所说的那些叶盟受害之人，道苍院也会妥善安置。至于你，依旧晋升真传，这样你可满意？”听闻此言，林彻却是冷笑了一声，但目光依旧无比坚定。小瑶虽然是一名侍女，但林彻在林家最落魄的一年，这个小姑娘一直不离不弃，在林彻的心里早已将其当作自己的妹妹看待。眼前的这个狠毒女人毁了他的双目，让其一生都生活在黑暗之中，惩罚仅仅是面壁3年，怎么够？什么威胁，什么前途，一切都可以不在乎。在这个狠毒女人伤害自己亲人那一刻，林彻就已经在心中发誓，一定要让其付出惨痛10倍的代价。心念及此，林彻一字一顿道：“我什么条件都不要，我只要他死。道苍院内有他。”轰！见到林彻的态度，丹青长老身上陡然爆发出一股霸道的气势，他点指着林彻，冷声道：“小畜生，你莫要不知好歹！”丹青长老刚想对林彻出手，可就在这时，太上长老伸出一只手掌，却是直接将丹青长老的气势给压了下去。太上长老沉默了片刻，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随后他神色一定，沉声道：“你的条件，老夫答应了。”什么？太上长老，这万万不可！丹青长老一脸惊异，而听到此话，柳千秋则是一脸惊色，脚步不自觉地退后了2步。其实对于太上长老而言，这个决定不难。从林彻的态度能够看出，如果道苍院不惩治柳千秋，那么他绝不会善罢甘休，甚至是选择与道苍院决裂。即便柳千秋位列天榜，可是与通过了天幻神境的林彻相比，这个选择实在没有纠结的必要。那可是天幻神境啊，道苍院万年历史之中都从未有人通过。可以想象，林彻以后的成就必将无可限量，甚至可能会让道苍院走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等等！就在众人以为此事将要就此结束之时，天际之上再次传来一道冷漠的声音。唰！只见远空之上，一只七彩鸾鸟翱翔于青云之上巅，尾翼流光溢彩，涤荡开一层层七彩涟漪。而在那七彩鸾鸟之上，则是站立着一位青年男子。他一袭白衣，面容俊朗，风神如玉。最为关键的是，周身所流露出的强绝气势，仿佛要压他虚空。玄武之境，这个境界或许在道苍院长老之中不算什么，
可是此人却是一位看上去只有20余岁的青年，这就不得不让人震惊了。北凌晨，竟然是北师兄！此时见到这位强大的青年，无数道苍院弟子发出惊呼之声。北凌晨这个名字在道苍院中太过耀眼了，不止道苍院，就是放眼整个苍风国，北凌晨也足以称得上是年轻一辈中的翘楚。20岁踏入玄武，道苍院天榜第一，刑罚堂首席大弟子。当这无数光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之时，会让人连嫉妒的情绪都不会产生，只会剩下发自内心的崇拜之情。见过太上长老。北凌晨出现之后，先是对太上长老微微行了一礼，随后他嘴角噙着一丝冷笑，直接看向林彻：“你与柳千秋的恩怨我不管，但是你击杀了我刑罚堂3名弟子，这件事总要给我一个交代。你想要什么交代？”林彻感受到对方的盛气凌人，皱了皱眉：“很简单，给我跪下道歉便是。”话音刚刚落下，自北凌晨身上突然爆发出一股强大无比的威势，犹如天穹落下的滚滚雷霆，横压向了林彻所在的方位。这位道苍院第一天骄竟然直接对林彻出手了。跪下！北凌晨犹如一尊神祇，矗立高天之上，一言落下，一股无比浩瀚的威势瞬间压向地上的林彻。轰隆！一瞬间，林彻的感觉就仿佛一座巨岳直接压在了身上，差点瞬间让他匍匐在地上。感受到这种强大的压迫之力，林彻目光变得无比凝重。下一刻，林彻的体内爆发出一股剑意，硬生生向那股沉重压力抗衡而去。好在天幻神境之中，林彻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重压早已有了本能的反应，所以只是身躯弯了一弯，林彻的身体便再次绷直，咯嘣咯嘣。但就算如此，他的2条膝盖也传来骨裂般的声音，双腿剧烈的颤动。很显然，玄武境的威压也并不是那么好抗衡的。此时林彻还能站着，完全是凭借超出寻常的毅力。见到林彻的脊梁依旧挺得笔直，北凌晨的目光微微一凝，随即他手中再次一按，一股更为强绝的压力奔袭而来。住手！就在这时，太上长老袖袍一挥，才是将林彻所承受的压力彻底抵消。此子闯过天幻神境，乃是道苍院万年不遇之奇才，不能杀。太上长老说道。闻言，北凌晨目光更冷，此人杀我刑罚堂弟子，我只是让他跪下道歉，这并不过分吧？跪下道歉？林彻听到这句话，将嘴角的血迹擦去，看着北凌晨，突然狞笑了一声：“你明知我是剑修，剑修也是修心，一旦我给你跪下，剑心必将蒙尘，终生碌碌，归根结底。你知道我不会给你跪下，不过是想找个借口杀我。北凌晨，你这时出现，是因为我通过天幻神境吧？觉得我未来有可能会动摇你在道苍院第一天才的地位，所以你怕了？怕？就凭你一个小小的新晋弟子，也配让我怕？”北凌晨的脸色微微一僵，眼神突然变得犹如刀锋般冷冽。不过，既然你这样说了，我今日就光明正大杀你，我看谁又能保得了你。太上长老眉头紧紧一皱，脸上明显浮现出不悦。北凌晨，老夫之前说了，此子通过天幻神境，不能杀，即便你位列天榜第一，莫非连老夫也不放在眼中？弟子当然不敢违逆太上长老，不过……北凌晨说到这里，冷笑了一声，若是太上长老一定要保下此人，那我北凌晨自今日起就退出道苍院。什么？闻言，太上长老一惊。我乃刑罚堂首席弟子，需维护刑罚堂威严。若他不死，宗门如弃我而不顾，不知我与他之间，道苍院会作何选择？这……太上长老眉头紧皱，脸上浮现出无比为难的神色。若是林彻与柳千秋之间，不难抉择。可是林彻与北凌晨，一个是通过天幻神境之人，另一位乃是天榜第一，现今的道苍院第一弟子。若在两者之间选择其一，这就无比艰难了。够了，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然而就在太上长老陷入无比为难的境地之时，一道浩大的声音响彻天地，令所有人心神俱震。哗！一轮铜镜出现在天空之上，那铜镜足足有10丈大小，散发出无比璀璨的光芒，堪比日辉，所散发出的气势更是无比威严。而在那铜镜的投射之下，一位中年男子伟岸的身躯出现在众人视野之内。这是院长大人的本命法宝昊天镜。看到天空中那一轮铜镜，无数人张大了嘴巴，心神俱震。没想到今日之事，竟然连院长都是惊动了。当然，那铜镜之中所投下的伟岸身影，并非是道苍院长的本体，而只是一道分身。就在这时，院长分身那威严的目光定格在了林彻的身上，开口道：“你们2人之间的争端，你退一步，你退一步。”虽然只是4个字，却无疑是表明了道苍院长的态度。林彻与北凌晨之间，院长最终是选择了站在北凌晨这一边。
太上长老神色一变，连忙心神传音道：“院长，此子可是通过了天幻神境？”太上长老还未说完，道苍院长打断他道：“一个没有成长起来的天才和一个已经站立在顶峰的天才，如果非要选择，我自然选择后者。毕竟，即便此子再有天赋，也是一个未知数，武道一途，随时可能陨落。将来此子能不能顺利成长到玄武之境，都很难预测。”一念至此，道苍院长不容置疑地对林彻道：“能够通过天幻神境，足以证明你的天赋，但这不是你要挟学院的资本。太上长老之前对你的许诺依旧作数，但是你杀刑罚堂弟子，就依北凌晨所言，跟他跪下道个歉，此事也就接过。”说完此话，道苍院长又补充了一句：“当然，你还有第二个选择，叛院。叛院的意思就是我死。”听闻此言，林彻眼中一片冰寒，开口问道：“不错，以你的天赋，对道苍院生出一心，道苍院也绝不会留下你这个祸患。”道苍院长的话语毫不避讳。哈哈哈！听到这句话，林彻突然仰天发出一声狂笑。他只是想为叶盟的那些小人物讨回一个公道，没想到就遇到了如此之多的阻碍。实力，还是他的实力太过弱小了。即便通过天幻神境证明了自己的天赋，可是天赋并不代表实力。如今的自己，在这些道苍院高层的眼中，依旧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不听话，动动手指就可以碾死。听到那肆无忌惮的笑声，此地所有人都有些触动。然而狂笑之后，林彻神色突然变得平静了下来。他开口道：“我选择叛院。”哗！此话一出，所有道苍院之人都神色巨震。他们原本以为林彻那一声狂笑不过只是一种发泄，最终还是要屈服于现实。可是谁能想到，林彻居然会做出如此选择？你说什么？道苍院长语气变得阴沉了下来。我的命只有一条，固然珍贵，可是我的尊严比命更贵。我惹不起北凌晨，大不了一死。可若是没了尊严，就如同一具行尸走肉，就算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在林彻的心中，武者修炼武道就是为了不受人欺压，那不仅是对武道力量的追求，更是对自己心、自己脊梁的修行。若因为对方强大，就将脸放到对方脚下给对方踩，那踏足武道又有何用？你很有骨气，那本院长成全你。道苍院长眼睛眯了眯，没有再多说什么。轰隆！就在此时，那悬浮于天穹的昊天镜陡然散发出阵阵沙纹，瞬间形成了无比恐怖的绞杀之势，向着林彻所在之地震杀而下。远处，随着道苍院长出手，柳千秋脸上浮现出一丝狞笑。之前他的确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可是只要林彻一死，那么他所有的压力也将烟消云散。天穹之上，北凌晨则是面容平静，只是看着林彻的目光之中有着一丝戏谑与嘲讽。而此时，全身被笼罩在恐怖的杀机之下，这一刻，林彻并没有出现对死亡的畏惧之感，只有不甘。他还年轻，如果能够有时间成长下去，如果此时的他是一位道武境的强者，那么眼前的一切压迫都能一键解决。可惜他有时间，这就是武道世界的残酷。空中恐怖的沙纹在交织，似乎下一刻就会将林彻绞杀成齑粉。然而就在这时，异变突起，轰隆！一只散发着璀璨光芒的真气大手，仿佛穿透了天幕，突然向这里疾驰而来。最终，在那昊天镜落下之际，与之抗衡在一处。轰轰轰轰！而就在这两股强横的力量接触的一刹那，无数炸裂的声音纷至沓来，就像在此地掀起了一场海啸。恐怖的冲击力使得底下所有道苍院弟子狂退，就连不少隐藏在暗处观察的长老级强者也被逼迫的身影颤了颤，全部现身出来。这是怎么回事？这震撼的一幕使得此地所有人心神俱震，发出了一片惊呼之声。道苍院内竟然有人能抗衡院长本命法宝的恐怖一击。与此同时，距离此地极为遥远的一座山峰上，道苍院长心神生出感应，身影一颤，真身瞬间降临在了此地。随即他目光看向一处方向，既然已经出手，还不现身吗？唰！随着他话音落下，虚空中一阵颤动，紧接着一道倩影出现在了天穹之上。这是一位女子，身穿黑色长裙，青丝如瀑，绝美的面容让人不自觉呼吸为之一滞。但此时见到她，道苍院内老一辈强者的眼眸却全部剧烈波动了起来。武殿殿主，武殿，一个在道苍院中堪称禁忌的名字，几乎已经10年没有人提及。可是这不代表这个禁忌就消失了。事实上，凡是老一辈的道苍院长老，没有人会忘记10年之前那场动乱，几乎影响了道苍院命运的动乱。在无数人敬畏的目光之中，黑裙女子指向林彻：“这个人，我保了。”简单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都目光一变。而此时，林彻却是处于发懵的状态，因为这个女子，他认识，正是当初在神峰山脉之中所邂逅的那位黑衣美女。
可是他是武店店主。林彻不自觉地咽了一口唾沫，感觉自己仿佛在做梦一般。当然，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关注林彻了。场上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空中那2道超然的身影之上。道苍院长的脸色无比阴沉。10年之前，你已说过不会再过问道苍院之事了。黑裙女子道：“他曾救过我一次，如今我救他一命，不过分吧？”林彻曾救过武店店主，这句话自然没有任何信服力，当然也没有人敢开口质疑。就算只是黑裙女子随意编撰的一个借口，这些长老也很聪明地选择沉默。但道苍院长的目光依旧阴沉，似乎并不想退步。看出道苍院长的态度，黑裙女子皱了皱眉，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问道：“风飞扬，你我若是一战，结果会如何？”这一次，道苍院长的目光缓和了一些，并非他畏惧武殿之主的实力。事实上，10年前他们2人也不是没有交手，可是却没有什么结果。如果对方真要保这个小子，他杀不了。不仅杀不了，2尊道武境强者一战，整个道苍院都将受到波及。对方只需要保一人，而他则要护整个道苍院周全。见道苍院长沉默，黑裙女子看向林彻，淡然道：“走吧。”闻言，林彻没动，不仅没动，反而向前走去。见到这一幕，黑裙女子皱了皱眉。这时，林彻的脚步停在了众多道苍院高层面前，开口道：“是我错了。”听到这句话，所有人脸上都露出一丝恍然，看来这个少年还是吓坏了。即便有武殿之主出面保他，但是他也感觉到了那种恐怖的压力，这是要给道苍院高层找一个台阶下，或是想要缓和这种对抗的关系。可是林彻下一句话却让他们脸色一变：“我错在高估自己，我以为通过天幻神境足以证明我的天赋和价值，可现在我才明白，能够证明自己的只有实力，只有自己切实掌握的实力。我错在不知天高地厚，以现在的力量，就想与道苍院强者为尊的现实相抗衡。但既然错了，我会一错到底。今日之仇，今日之恨，我会牢记于心，也请你们不要忘了。”林彻咬着牙，紧握的手掌之上遍布青筋。他猛然抬头看向北凌晨：“1年之后，我与你一战，我将亲自洗刷这份耻辱。若败，我林彻甘愿受死。”一个外院新晋弟子向天榜第1的北凌晨宣战。疯了！这一刻，所有人都有些瞠目结舌，心想这个少年一定是疯了。可对于林彻而言，今天他所经历的一切都让他的心境难以平静下来。如果不是黑裙女子的出现，那么他现在已经横死，而且不会掀起一丝波澜，死得无比憋屈。可武道世界本就如此，林彻没有怨天尤人，更不会感叹命运的不公。被黑裙女子救下之后，他本可以苟且偷生，不必做出如此极端之事。可林彻不想如此。你们不是想让我死吗？那就置之死地而后生。林彻想要让这股压力化作蓬勃的动力，时刻鞭策于他。记住今日的耻辱，1年之后在压迫之中崛起，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寂静。此刻，整个道苍院都仿佛沉寂了下来，只剩下场中那少年的铮铮誓言。黑裙女子看着那林彻的身影，有片刻的恍惚。林彻面前每一位都是道苍院巨擘，地位非凡，与之相比，林彻的身份实力显得何等渺小。然而即便面对这一座座高峰，那少年的身影依旧挺得笔直。如果当初我如他这般坚持，道苍院会怎样？看着这个少年的背影，黑裙女子不知想到了什么，内心不禁有所触动，眸光闪烁。此时北凌晨却突然发出一声嗤笑：“1年之后，你与我一战，你不敢接？”林彻看着他：“不是不敢接，而是你不配。你以为如此激我，就能让自己多活1年？虽然1年之后你依旧不配让我看在眼中，但我不想浪费这个时间去等你。”北凌晨这句话充满了蔑视，而此时道苍院长的眼中则浮现出一丝欣慰。能够通过天幻神境，这种人既然与道苍院为敌，那就应尽快抹杀。虽然北凌晨这句话中充满了对林彻的轻视，但本质上却绝不是轻视。相反的，有一种不给自己留下任何隐患的狠辣，而这种狠辣才是每一位上位者应该具备的素质。如果我想，随时可以杀你。北凌晨指着林彻，一字一顿说道，显得霸道而凛然。啪！但他这句话刚刚落下，一记响亮的耳光蓦然响彻全场，然后众人就看到北凌晨的身躯竟然嗖的一声飞出去10几丈远。这位天榜排名第1的天骄，竟然被人一巴掌抽飞了出去，而出手之人毫无疑问正是黑裙女子。她拍了拍手，一脸鄙夷地说道：“你太猖狂了，连我都看不过去了。”这一瞬间，全场人都傻眼了。堂堂天榜第1天骄，竟然被当众打脸。北凌晨的身影飞出去老远才停下，半张脸颊都已经肿胀起来，但他随即抬头，眼中闪过一丝怨毒之色。
看到这束目光，黑裙女子凌空迈出一步，气势逼人。你不服？面对这一声质问，北凌晨却沉默，没敢开口。诚然，他乃是天榜第一，20岁就踏入玄武的超级天才。然而面对洛柔之时，不会有任何抗衡的资本。毕竟这黑裙女子乃是一尊不折不扣的道武境。洛柔，这样下去，大家都会很难办，收不了场的。就在这时，道仓院长站了出来，直接将黑裙女子所释放的恐怖威压抗衡住，眼中却是布满了沉郁之色。难办，那就别办了。洛柔突然冷笑了一声：“风飞扬，10年前那场斗争，我不想看着道仓院一步步走向深渊，所以退了一步。原本我以为我的让步，道仓院会恢复往日的平静，然而却并没有。这10年来，道仓院成了你风飞扬的一言堂，你排除异己，任人唯亲，提拔一堂一阁，可是却看不到你的那些亲信滥用私权，仰仗背景权势，便可以肆意妄为。院内有些天赋之人，如柳千秋之流，能够肆意欺凌底层弟子。而作为其师尊的丹青长老，不仅不予管教，甚至护短到凭一己喜恶，便要对院内的天赋弟子随意生杀予夺。更何况还有刑罚堂，虽是执法机构，却滥用执法之权。这些都只是一个缩影而已，但窥一斑而知全豹，可想如今的道仓院已经腐朽到何种程度。由此可见，不需要多久，道仓院依旧会因为这种腐朽而一步步走入深渊。如果还有武殿的监察，不至于此。黑裙女子这一番话，在场之人无不动容。尤其是那些底层弟子，目光之中有着强烈的波动。他们进入道仓院，原本以为这里会带给他们归属感，可是来到这里之后，才是发觉这里弱肉强食，恃强凌弱，比之外面的世界更甚。洛柔只是那些道仓院高层，此时开口道：“今日开始，我将重启武殿。”重启武殿这4个字，黑裙女子虽然说的极为平静，而在众人耳中却犹如惊涛骇浪，所掀起的波澜简直难以想象。诸多道仓院高层都是身躯一震，无不脸色巨变。从即刻起，林彻便是我武殿弟子。道仓院内，无论是丹阁还是刑罚堂，若长老一辈对其行扼杀之事，我必不会善罢甘休。说到这里，洛柔一指北凌晨，包括你，1年之内不得动他，1年之后，我会亲自带他来找你，了结这段恩怨。北凌晨感受到黑裙女子的强势，目光微微一颤，但依旧没敢开口。洛柔，你可知重启武殿意味着什么？可能会让道仓院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这个时候，道仓院长则是脸色无比阴沉的说道：“10年前我是如此认为，可是现在我若再退，才会让道仓院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我不会再退让了，风飞扬，你要想打，武殿随时奉陪。”说完此话，洛柔再次看向林彻：“现在可以走了吗？”林彻听到此话，点了点头，然后跟随在这位女子身后，与她一同离去，直到2人的身影消失在此地。轰！道仓院长双拳骤然紧握，周身爆发出一股冷冽至极的气息，竟然使得周围10丈之内的空间寸寸崩碎。而感受到这股气息，在场所有人都噤若寒蝉。蓦然，道仓院长将目光落到了丹青长老的身上：“你教的好徒弟啊！”这句话竟然蕴含了一丝杀意。事实上，若没有柳千秋之事，这等闯过天幻神境的妖孽，或许不会与道仓院决裂。而现在，不仅让道仓院损失了一位超级天才，甚至令洛柔重启武殿，这让道仓院长如何不怒？感受到道仓院长所散发出的怒意，丹青长老脸色铁青，连忙道：“老朽知罪，是老朽教徒不严，回去后必当严惩。”与此同时，柳千秋更是直接跪伏在地，一句话都不敢说，全身都在站立，显然是惊吓到了极点。道仓院长的目光在2人身上停留了片刻，随即冷哼了一声，身影直接消失于此地。在道仓院长离去之后，众人面面相觑，都从彼此的脸上看出震惊之色。这道仓院恐怕要变天了，而一切都是因为一个才刚刚加入道仓院的少年。林彻静静地跟在黑裙女子身后，看着这位女子轻盈的步伐，玲珑的背影，心中则波澜起伏。当初在神峰山脉邂逅的黑衣美女，居然是武殿之主。林彻到了现在还觉得有些恍惚。一路之上，洛柔没有开口，林彻也就一直保持沉默。不知过了多久，林彻终于觉得不说点什么不太好，犹豫了一下道：“多谢前辈今日相救。你现在也是武殿之人，应该叫殿主。”“多谢殿主今日相救。”林彻再次道。“不客气。”洛柔随口道。“殿主，我们这是要去哪？”过了一会，林彻又问道。“武殿，确切来说是武殿当初的遗址。”“武殿？”林彻微微一愣，不是说武殿10年之前就已经消失在道仓院中了吗？之后2人一直走出了道仓院，在一片群峰之间停下了脚步。便在这时，眼前出现了一片宫殿式建筑，占地面积很大，
只是明显很久没人居住，显得有些荒芜。当然，残垣断壁谈不上，可也是荒草丛生。林彻有些奇怪地问道：“武殿所在，竟然不是在稻仓院内？武殿的存在，乃是对稻仓院行监察之责，自然不会在稻仓院内。”洛柔随口回答。说完此话之后，他目光看向远方，眼中有些波动。林彻能够感受到那种情绪，当年的武殿何等鼎盛辉煌，而10年之后却破败至此，而且还是被他这位店主亲手解散的。所以看着眼前的一幕，林彻猜测他可能有些触景生情吧。我饿了。就在这时，洛柔突然回头看向林彻：“会做饭吗？”林彻微微一愣，随即摇了摇头：“那从今天开始，你会了。”林彻，洛柔一双美眸看着他，眼中透露出不容置疑。既然要重启武殿，就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以后咱们都将住在此处，你不会做饭，莫非咱们要饿死？这里只有你我2人，还是你觉得下厨这种小事，应该由本店主屈尊降贵亲自动手？林彻。过了片刻，这里升起了一堆篝火。林彻蹲在火堆旁，动作生疏地架烤这一只野兔。当然，这只野兔是就地取材。过了一会，林彻一脸成就感地将炙烤的油光发亮的烤兔拿到了洛柔面前。店主，第一次烧烤，你尝尝。洛柔接过去，撕下一片兔肉放到嘴里。好吃吗？林彻在一旁好奇地问道。洛柔没说话，只是皱了皱眉。不好吃？林彻略显忐忑地问道。洛柔直接把烤兔递了回去，道：“你自己尝尝。”林彻尝过之后，有些尴尬地笑了笑道：“糊是糊了点，但毕竟是第一次，情有可原。”说完此话，林彻一屁股坐到了洛柔身旁，两人贴得很近，甚至能嗅到洛柔身上所散发出的悠悠体香。林彻这个举动让洛柔不自觉黛眉蹙起，一双秋水般的眸子直直盯着林彻。林彻被盯得心里有些发毛，才坐远了一些。店主，以后这武殿真的只有咱们2个人吗？说出此话，林彻心里其实是有些郁闷的，好歹自己现在也是武殿弟子，结果除了他，只剩一个店主。要是这样下去，以后岂不是什么苦差事都要落到他头上？应该还会有一些人来的。听到这句话，林彻才放心了一些。你知道武殿当初为什么会消失吗？蓦然，洛柔开口问道。林彻点了点头，知道一些。关于当年的那场动乱，他在稻仓院中就听闻过一些。既然这样，那你就应该清楚重启武殿意味着什么了。洛柔看了林彻一眼，神色有些凝重道：“与10年前的那场动乱相比，如今的武殿处境只会更加艰难。那些人是不想看到武殿重新出现的。”听到这句话，林彻自然清楚洛柔口中的那些人是指的什么人。10年之间，稻仓院长排除异己，甚至可以说，如今整个稻仓院高层都是院长一派。他们自然不想看到武殿重新出现在视野之中。重启武殿，也就意味着将与整个稻仓院为敌。稻仓院内的老家伙可以由我来抗衡，但是除此之外，整个稻仓院弟子一辈都会来打你，包括一堂一阁的天才，甚至是天榜之上的妖孽。你应该可以想象到那种压力吧？当然，如果你现在想要退出武殿，还来得及，我会保你平安离开扬州。洛柔说出此话之时，看着林彻的目光微微有些闪烁。其实他也清楚，对于任何人而言，稻仓院这座大山足以让其感到敬畏，甚至是战栗。更何况这还是一位少年，就算难以承受这种重压，心生畏惧也无可厚非。如果这少年不想卷入这场漩涡，那他也不会强求。当然，虽然有着这种想法，但洛柔内心深处还要有着一丝期望的。武道修行不就是大浪淘沙，从一次次绝境中走出，最后能够活下来的，才能称之为强者吗？从踏足武道第一天，我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与整个稻仓院为敌，我是不怕的。既然他们想要欺压我，那就跟他们干到底。林彻想到稻仓院中所受到的屈辱，此刻狠狠握拳说道。而看到这少年眼中所流露出的光芒，洛柔不自觉笑了笑。其实他原本救下林彻，不过是起了惜才之心，但当看到林彻一人敢独对稻仓院众高层之时，让他联想到自己当年的退让，心中无比触动，因此决定重启武殿。好在他没有看错人。林彻不仅有少年者的无畏，最主要的是他有一颗坚定的武道之心。而武道之心，在这个强者为尊、弱者大多奴颜婢膝的世界，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过了片刻，林彻突然想起了什么，开口请求道：“店主，我在院内有一些朋友，他们可以住在这里吗？”林彻心中想到了叶蒙等人，这次他将稻仓院彻底得罪死了，他的那些朋友如果还在稻仓院之内，可能会受到牵连。如果能够生活在武殿，有这位道武境强者坐镇，想必会安全很多。闻言，洛柔点了点头。见到他应允，林彻心中顿时一松。而这时，洛柔直接起身拍了拍裙摆上的尘土，
然后看了一眼四周道：“给你2天时间，把这里上下打扫一下。”林彻一愣，看着周围杂草丛生的景象，一脸发懵。看到他的表情，洛柔道：“这里就你我2人，你不打扫，难道要本店主亲自来做？”林彻，洛柔吩咐一声之后，就是从此地离开了，只留下林彻面对这百废待兴的景象，愣愣地站在原地。造孽啊！道苍院内一堂一阁之势力的弟子，只需要修炼，其余之事自有专门人负责打理。武殿当初好歹也是道苍院第一势力啊，如今他身为武殿弟子，却要在这里干苦力，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当然，林彻虽然郁闷，可他也明白自己毫无选择的余地。如果没有武殿这张护身符，只怕他出门就要被人砍死了。所以干吧！接下来的2日，林彻的身影开始忙碌了起来。好在这里虽然已经荒废了10年时间，不过那些建筑结构还是完整的，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损坏。将荒草除尽，又把大殿及一些偏殿上下打扫了一遍。期间林彻还下了一次山，在山下的方式之中购买了诸多生活日用品。经过一番折腾，这武殿与之前相比倒是显得焕然一新，最起码住人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在此期间，林彻也将小瑶等人接了过来。这几日，叶天狼几人自然也听闻了道苍院所发生的事情。当他们知晓林彻为了给他们报仇，独闯千秋盟大开杀戒，甚至不惜与整个道苍院决裂之后，那种心底的感激之情简直难以言表。而小瑶则是一脸担心以及后怕，不过林彻则表示不用放在心上，这段时间安心住在这里就是。就这样，直到3日后，洛柔的身影再次出现。收拾得挺好。看着眼见的景象，他满意的点了点头。念在你这2天这么辛苦，本店主决定升你的职，从现在开始，你从武殿普通弟子晋升为武殿精英弟子。洛柔拍着林彻肩膀，一副我很看好你的表情。仅是打扫打扫卫生就升职了？林彻听闻此言，心中顿时喜滋滋的。他刚想感激，却突然发现有些不对劲。精英弟子不还是弟子吗？如今武殿除了殿主之外，就他一名弟子，也就是说，即便升了职，他的在武殿中的地位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以后各种苦力差事还是要落在他的头上。要是能升到太上殿主就好了。摇了摇头，林彻小声嘟囔了一声。砰！林彻话音刚落，整个身躯就飞了出去，摔得那叫一个惨。洛柔看着他道：“你想当太上殿主，骑到我的头上？可以啊，只要你能打赢我。”这女人耳力也太好了吧！林彻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一脸尴尬的道：“殿主，我开玩笑的。其实精英弟子就挺好的，嘿嘿。跟一尊道武境动手，以林彻如今的修为，那不是找死吗？”嗖嗖嗖！林彻话音刚刚落下，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阵破空声，紧接着有3道身影瞬间降临着这片地带。看着这突然出现的3道身影，林彻心中一动，因为这3人他竟然全都见过。这3人中，其中一位身穿银袍，脸上戴着银色面具，正是当初在苍兰城曾帮助过林彻的那位神秘的银袍强者。第2位长相不齐，可是周身却蛰伏着一股莫名强大的武之意境，明显是那位负责看守藏经阁的老妪。至于最后一位，则是一名老态龙钟，头上谢顶，连走路颤颤巍巍的老头，赫然便是云船之上那位耳聋眼花还不怎么识字的老人。后来林彻才知道，他们的姓名分别叫做风无影、刀蔷薇、白秋离。这3人实力皆是不弱，但在道苍院却身居贤职。原来他们都曾经是武殿的长老。这3人来到此地之后，见到洛柔，无不是脸色激动，跪伏在地。尤其是那位叫做白秋离的老头，涕泪横流，哭的那叫一个凄惨。殿主啊，你可终于重启武殿了，此生还能见到武殿重建之日，老朽就算现在死也可以瞑目了。呜！殿主，我等盼着这一天，可都盼得好苦啊。叫做刀蔷薇的老妪以及银袍强者风无影也都神色痛然，明显可以看出这3人心中对武殿有着极深的感情。起来吧。洛柔看着3人，平静地说道。见状，林彻连忙去将3人扶起来。殿主，当年武殿解散，有不少殿内强者四散他处，现在武殿既然重启，是否要将他们全部召回？平复了一下情绪，风无影问道。不必了。洛柔摇了摇头，我把你们3个叫回来，是有任务给你们的。闻言，3人顿时神色郑重道：殿主如有吩咐，我等万死不辞。没那么严重。洛柔笑着指了指林彻，你们3个的任务就是教导他修行。洛柔话音刚落，林彻便是感应到这3位强者的目光同时落到了他的身上。这小子就是跟北凌晨定下1年之后生死之战的小家伙，果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过这性格倒是很合我的胃口。3人上下打量着林彻，其中刀蔷薇眼中流露出一丝赞赏之色。
显然前2日稻仓院所发生的那场风波，他们已经知晓，然而却并不会像大多人一样，觉得这小子不自量力，反而心底有着一丝感激。若不是这小子这么一闹，或许也不会让店主下定决心重启武店。弟子林彻见过3位前辈，这3位虽然其貌不扬，但明显都是隐藏的高手，因此林彻可不敢有丝毫不敬，恭敬行了一礼。那位谢顶老头看着林彻，微微摇了摇头，倒是挺懂礼貌的，只是这小子看上去瘦胳膊瘦腿的，不怎么经得起折腾。一旁的老妪则是道：境界是差了点，不过基础还算扎实，我觉得要是能好好敲打一番，肯定能成为一位栋梁之才，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撑得住。听到这几人的对话，不知道为什么林彻心中突然升起一丝不好的预感。就在这时，洛柔黛眉微皱，如今的武殿弟子一辈就剩这一棵独苗，你们……闻言，3位长老连忙道：店主放心，我等自有分寸，不会太过分的。哼，别误会，我是说，不能因为他是独苗就太惯着宠着，更应该好好照顾。别忘了1年后他与北凌晨有着生死之战，到时候输了，丢的可是武殿的脸。所以我觉得这小子以后跟着你们3个，训练量最好是加倍。此时洛柔脸上的表情极为认真。加倍！林彻听到洛柔的话语，整个人都不好了。半日之后，一处无名山脉，轰隆轰隆隆，一座1000米高的瀑布从天而落，激荡起的水浪犹如巨龙撞入寒潭之中，隆隆之声不绝于耳，在这山间回荡。而这时，一位老妪及一名少年出现在了此地。哼，你第一个随老身修炼，心中有何感想？来到此地之后，刀蔷薇看着林彻问道。林彻道：能随前辈修行，乃是晚辈的福分。你小子倒是会说话，不过你放心，我们3人中，我对弟子乃是最宽容的，不像那2位是铁石心肠，对弟子更是严苛无比。所以你跟随老身修炼，不用那么紧张，大可以放松一点。听到这老妪这句话，林彻的确放松了一些。就在这时，老妪道：听闻你是剑修，现在出一剑我看看。好。林彻点了点头，随后直接拔剑一斩。轰隆一声，面前一块半人高的山石瞬间被剑气轰成粉碎，石屑纷飞。剑意！看到这一幕，那老妪目光微微一动，暗中闪过一丝惊讶之色。当初在藏经阁中，林彻所留下的剑痕，明显是剑势圆满之境。可是这才过去几天，竟然就不足了剑意境界。虽然只是剑意小成，但是以林彻的年龄来看，这已经非常难得，甚至可以说是剑道奇才。当然，虽然心中惊讶，可老妪没有表现出来，这一剑威力够了。不过，能够看出你虽然领悟了剑意，但是对意境的掌控明显还很生疏。那么从今日开始，老身就专门教导你掌控意境。看好了！刀蔷薇低斥一声，随后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柄铁刀。这铁刀之上锈迹斑斑，甚至还有着不少豁口。如果不是呈现刀的形状，甚至会让人觉得这就是一个生锈的铁片。然而，当那老妪手握铁刀，整个人的气场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林彻目光闪烁了一下，原来这老妪竟然是一名修炼刀道的武者。是，蓦然，刀蔷薇一刀挥出，这一刀斩向2人面前的1000米瀑布。哗啦，那奔腾而下的飞瀑直接被截断，竟然逆流而上。直到过了很久之后，那瀑布断流才再次轰然落下，激起漫天水雾。抽刀断水！看到这一幕，林彻微微张大了嘴巴，感觉有些匪夷所思。你刚刚一剑轰碎一块石头，利用的乃是爆发力，不过想要逆转水流，仅凭爆发力显然无法做到。而老身能够做到，刚刚那一刀其实蕴含了一丝水之奥义。奥义？听到此话，林彻更加疑惑，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汇。刀蔷薇解释道：这世上意境各有不同，比如剑意、刀意、枪意，而你是剑修，剑自然是主体。所谓奥义，其实就是你附加于剑道之上的特性。这世上有着诸多奥义，比如水之奥义、火之奥义、风之奥义、大地奥义。你剑中所附加的奥义越多，那么你的剑意也将越强。准确来说，奥义也是一名武者对于天地的感悟，感悟越多，证明自身与天地之力越是契合，实力也越发强横。我这么说，你能明白？林彻点了点头。简而言之，就是将奥义融入剑意之中，所融合的奥义越多，那么剑意也会越强。那么前辈，我该如何领悟奥义？了解了奥义的玄妙之后，林彻目光有些火热地问道。一般来说有2种方法，第一种是寻找天材地宝进行炼化，比如不灭火域所生长的火灵玄果，蕴含无比浓郁的火之奥义；万年寒潭中所生长的冰魄寒莲，则蕴含极强的冰之奥义。这种天地奇物，虽说不能100%领悟者掌握一门奥义，但是却能使得武者领悟奥义之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成功几率提升不少。炼化天材地宝，林彻目光一亮，
心想这个我擅长啊。然而见到他的神色，刀蔷薇却直接言道：“这种方法你就不用想了。凡是一株蕴含奥义的玄药出世，即便是迈入玄武之境的强者，都会出手争夺，根本不是你现在可以染指的。一株奥义玄药，连玄武境都会争夺。”闻言，林彻神色一僵，果断放弃了心中这个念头。那敢问前辈，第二种方法是？林彻再次问道。悟。老妪看着林彻道：“奥义也是靠悟性的，而一些特殊之地可以让你掌握一些奥义的特性。今日开始，你就在这寒潭瀑布之中练剑，等你剑中何时能够蕴含一丝水的特性，就拥有了掌握水之奥义的可能。”听到这里，林彻明白了。之后，他的身躯直接跃入寒潭之中。轰隆隆，瞬间，黄暴的瀑布水流从天而落，重重地打在他的身上。这种从天而降的力量相当恐怖，但林彻慢慢站稳了身躯。紧接着，他迎着瀑布一剑挥出，可以感受到这一剑受到的阻力极大，使得林彻的动作也变得极为缓慢。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一块千斤巨石坠在他手臂上一样。仅仅挥出数剑，整个手臂就传来一股酸痛至极的感受，颤抖不已，像是脱力了一般。但林彻紧紧咬牙，继续挥剑。虽然拥有气海这门特殊的修炼方法，可是林彻明白，对于武道而言，仅仅是境界上的提升远远不够。想要实质上成为一名强者，没有捷径可言，必将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汗水。北凌晨所带给他的压力，让他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林彻从始至终只练习一个动作，就是挥剑。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最后，可以看到林彻两条手臂都在剧烈的颤抖着，脸上更是一片狰狞之色。看到这一幕，不远处的老妪眼中也浮现出欣慰之色。此子天赋极强，然而更难得的还是这小子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这世上天才不少，可是最让人感到绝望的，无疑是那些不仅拥有天资，还无比努力的天才。看了一会之后，老妪也明白根本无需他监督，所以身影一动，悄然离去。时间流逝，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久，林彻终于感觉到已经超出自己身体承受的极限，才是从那寒潭瀑布之中爬了出来。此时他的两条手臂都肿胀了一圈，剧烈的颤抖着，仿佛已经失去了知觉。即便如此，这半天的挥剑，他也没有感觉到自己对水之奥义有什么感悟。好在林彻心里十分清楚，这仅仅是开始而已，所以也不感觉气馁。上岸之后，林彻便是寻找老妪的身影，但此时那老妪已经消失不见，反而在不远处，那个秃顶老者悠哉地躺在藤椅之上晒着太阳。见到林彻出来，这老者指了指身旁的另一张椅子。林彻会意，全身心传来的疲累之感让他一屁股坐了下去。那位叫做白秋离的老者瞥了一眼林彻肿胀的双臂，感觉如何啊？没什么感觉。林彻如实道。当然没什么感觉，因为他现在两条胳膊都已经失去了知觉。白秋离呵呵一笑，老朽就知道，那老太婆心可够狠的，照这么练下去，你这两条手臂早晚得废。闻言，林彻为之一愣。就在这时，那老者不知道从哪端出来一个大瓷碗，盛着满满一碗不明液体。喝了它。林彻看着那一碗绿了吧唧的液体，不自觉皱了皱眉。前辈，这是？此乃老朽汇集了108种宝药所炼制而出的精华神液，能够激发你的潜能。白秋离的表情一脸自得，可林彻怎么看他的神情，都觉得这老头像是一个卖假药的老骗子。前辈，莫非你是一名炼药师？林彻有些谨慎地问道。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之中，炼药师的身份可是无比尊贵，绝对不比丹道宗师逊色。这老者能够成为武殿的长老，莫非在炼药一道有着超凡的造诣？差不多吧，白秋离随口道。听闻此言，林彻打消了疑虑，捧着碗一饮而尽，还挺甜的。林彻咂了咂嘴，这时却发现那老头正一脸期待地看着他。怎么样，有什么感受？没什么，就是感觉头有点晕，身上有一种燥热之感。噗！林彻说完此话，喉咙间生出一种腥甜之感，突然一口鲜血狂喷而出。不仅如此，他的眼睛、鼻子、耳朵也都有鲜血流出。七窍流血！七窍流血！不应该啊！老者瞪大了眼，有些疑惑地嘟囔了一句。听到此话，林彻脑海顿时一声轰鸣。前辈，你不是说这药老夫新练的，还在试验阶段。不过你别担心，老夫堂堂一代毒王，就算你到了鬼门关，也能把你拉回来。毒王？前辈，你不是炼药师吗？林彻都快哭了。白秋离摆了摆手，以毒入道，九毒成一，炼药师与炼毒师也差不多。你之前说的那108种宝药，该不会都是毒药吧？是毒药，不过能够激发你的潜能也是真的。老夫身为一代毒王，经营毒道一生，终于想到了一种空前绝后的方法，就是以万毒淬炼肉身，最终炼成万恶毒体。
成就万毒不侵之躯。不仅如此，还能以毒之烈性，将你埋藏于体内深处的潜能完全激发出来。算了，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总之你听我的，以后按时吃药就行了。林彻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前辈，你这什么万恶毒体，到底有没有在别人身上应用过？你是第一个，要不怎么叫空前绝后呢？你小子怎么这么多问题？那老头有些不耐烦了。林彻，行了，今天你先消化体内这些毒淬，老夫明天再为你配一副新药。白秋离说完此话，站起来拍拍屁股就走了，只留下林彻一人在风中凌乱。秃顶老者离去之后，林彻连忙探查了一番自身状态，怎么看那老头都有些不靠谱，他很不放心。不过好在一番仔仔细细的检查之后，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妥之处，只是感到全身有些燥热，还有些痒，就像全身上下被蚂蚁爬过似的。不会是因为毒素已经渗透到体表各处才会如此吧？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任谁喝下一碗毒药都会心中膈应吧。现在林彻就是这种感受，心中很慌。小贝，你被这毒老头盯上，以后可是有好日子过了。就在这时，一道身影从虚空中现身出来，看着那老者离去的背影，对林彻语气凝重地说道：此人正是那位银袍男子风无影。看着这道身影突然出现，林彻心中微微一惊。刚刚他没有觉察到这位银袍男子的气息，对方就已经凭空出现。不过现在林彻更加关注的是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前辈，为何这样说？林彻问道。你知道毒老头今年多大岁数？林彻摇了摇头，表示不知。不妨告诉你，这老毒物如今不过50岁而已。50岁？林彻一脸匪夷所思。从外貌来看，这秃顶老者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脸上皱纹遍布，半只脚仿佛已经踏进了棺材一样。说他200岁都没有人会怀疑，竟然只有50岁，这怎么可能？你可知他为何成了现在这副尊容？风无影面容平静地问道。说完此话，不等林彻开口，他又道：这老毒物对自己非常狠，以自身是药，天下之毒没有他未曾尝过的，有些毒的副作用很大，连他自己都解不了，生生把自己毒成这样的。林彻突然想到，当初第一次在云船见到秃顶老者的时候，那时他耳聋眼花，根本听不清别人跟他说什么，可是这次与之对话却十分的流畅。该不会也是因为是毒把自己毒聋了，直到现在症状有所减轻的缘故吧？若真是如此，那这老头果然是个狠人。冒出这些想法的同时，林彻心中忐忑至极。可以看出那老者明显是把他当成了新的试药对象，想到自己若是也未老先衰，林彻感到欲哭无泪。不过你放心，这老头虽然毒，但是你如今是武殿弟子一辈的毒苗，他也不会真的害了你。见到林彻的样子，风无影出言安慰了一声，接下来你便跟我修炼，而我绝对比那2位温柔的多。跟我来吧。说出此话，风无影转身向一个方向而去，林彻跟了上去。没过多久，两人来到了一片荒山面前。对武者而言，除了体内真气凝实之外，体魄的强横程度同样重要。从今日开始，你就随我锻炼肉身力量。看见那座荒山了吗？不使用真气，什么时候你能把这座山打穿，你的肉身强度就算合格了。凭借血肉之躯打穿一座山。林彻目光呆滞地看着眼前银袍男子的背影，这就是所谓的温柔的修炼方法。林彻发现了，如今这武殿之中，从殿主到3位长老，没有一个正常的，而且那是一个比一个狠。去吧。没有管林彻情绪如何，风无影直接说道。林彻脸色一苦，不过既然是跟随这3位长老修行，他自然没有质疑的权利。一步步向前走去，来到那荒山面前，林彻身体拧动之下，一拳轰了出去。砰！没有真气覆盖之下，仅仅一拳，林彻整个拳头之上都已鲜血淋漓。那是真疼啊！继续！银袍男子严厉的声音传来。闻言，林彻目光一狠，开始了对这座山体的摧残，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自己肉身的摧残。拳、腿、膝、肩、肉，每一次打击都传来一股剧痛之感，使得他血肉崩裂。砰砰砰砰砰！沉闷的打击之声在群山之中远远传递出去。这座荒山之上有着许多凸起的山石，尖锐程度不下于利刃。直到日暮时分，林彻全身已经伤痕累累，甚至有的地方伤口深可见骨。可就算如此，他面前的山体也仅仅是被轰出了一个丈许深的坑洞。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林彻看着眼前的景象，摇头苦叹。对于武者修炼而言，总有一个极限，并非强度越大，效果越佳。若超过了负荷，不仅适得其反，还有可能把自己练成残废。武殿这几位长老给他的修炼强度，明显已经超过了他所能承受的极限。这样下去，他早晚得凉。哗！
然而就在林彻心中冒出这个念头的时候，他的体内却陡然传来一阵莫名的变化，那是一股暖流在他体内流淌而过，而随着这股暖流经过之处，林彻的伤口竟然飞快结痂，而他之前所感受到的疲累之感也正在一扫而空，就像全身泡在温泉中，浑身舒畅。感受到这一切，林彻神色一动，这股能量似乎是那老者给我喂下的毒药。之前白秋离给他灌下一碗毒药，林彻当时感觉喝完之后，药力蛰伏于他体内，根本难以炼化。可现在随着他身体各项机能达到极限，那些药之精华竟然被彻底激发出来。那老头的药竟然真的能够激发潜能，修复伤势。有了这个惊喜的发现，林彻刚刚的顾虑彻底被打消。修炼，接下来的几日，林彻开始了近乎疯狂的修炼。上午在寒潭瀑布中挥剑，下午对着那座荒山炼体，当然还少不了被秃顶老者每天逼迫着吞服一些稀奇古怪的药物。每一天，林彻都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实力正在这种近乎疯狂的修炼之中突飞猛进。3个月后，轰隆隆，武殿之中那座荒山传出一声震天巨响，随着巨大的山体一阵剧烈的摇晃，一道身影直接从其中冲了出来，一时之间乱石穿空，尘土飞扬，轰！而随着那道身影落地，恐怖的冲击力瞬间使得他脚下的地面裂开一条条缝隙。此时林彻回头看去，只见在那身后的荒山之上，则是留下了一个10丈大小的大洞，前后洞穿。3个月的时间，林彻竟然真的打穿了一座山。可以想象，如今林彻的肉体已经强横到了何种程度。哈哈，我竟然真的做到了！握了握拳，感受到肉身之中充盈的力量，林彻的神色无比激动。这3个月以来，他感觉自己都要疯了，肉身每天都在这种疯狂的训练之中濒临极限。不过好在这种强大的重压之下，他的进步也相当恐怖。现在的我，即便不动用体内真气，仅凭肉身，应该也能一拳轰杀一尊领悟3重之境的武者。林彻心中做出这个判断。而且这3个月以来，肉身力量只是林彻训练的一部分，因此体魄的强大也并非是他进步的全部。轰开那一座荒山之后，过了没多久，林彻的身影又是出现在寒潭瀑布，直接跃入寒潭之中，手指上储物灵界光芒一闪，凌寒剑直接漂浮在林彻的面前。真气御剑，林彻迎着那飞流而下的瀑布就是一剑挥出，哗啦，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这一剑仿佛融入水中，裹挟着浪潮般汹涌的声势奔袭向前。轰轰轰轰，一连串骇人的炸响之中，只见那从1000米高空坠落而下的瀑布竟然逆空而上，所形成的景象无比震撼。直到数个呼吸之后，那逆转的瀑布狂流才是再次落下，激荡起漫天水雾。剑浪，以剑意形成浪潮，足以看出此刻林彻的剑道之中已经融入了一丝水的特性，掌握了水之奥义的真髓。能够在3个月时间掌握水之奥义，哪怕只是初步掌握，也足以看出林彻的领悟天赋到底有多么变态。肉身力量突飞猛进，领悟水之奥义，可以说这短短3个月的时间，林彻的实力已经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但这些还不是全部，不要忘了，那秃顶老者可是给林彻灌了3个月的药，虽然大多是剧毒之物，有许多后遗症，比如七窍流血、口吐白沫、脑袋眩晕、全身肿胀，甚至有一段时间，林彻全身每一寸皮肤都呈现紫黑之色，看上去跟变异了似的。不过在这种非人的摧残之下，林彻都挺过来了。不仅挺过来了，而且那秃顶老者所配置的药物之中都有着雄浑无比的药力，即便是每日疯狂炼体，也没能全部激发出来，因此全部蛰伏于林彻体内经脉、骨骼、血肉之中，竟然形成了无比浑厚的能量，使得林彻感觉随时能够借助这股能量冲击全新的境界。这3个月中，林彻一直在压制着这种突破的欲望，他想要厚积薄发，而如今林彻觉得是时候了。没过多久，林彻直接来到寒潭岸边，盘膝而坐，开始引导那蛰伏的能量对自己体内的5道壁垒发起冲击。唰，眼、耳、鼻、舌、身、意6式归位，林彻整个人都进入空明状态。不知道过了多久，林彻整个人的气息开始暴涨，周身所溢散而出的真气涟漪也犹如龙卷风肆虐，使得不远处的寒潭也在一瞬间沸腾了起来。轰隆隆，终于这种玄妙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林彻的体内陡然爆发出一阵轰鸣之声。领悟4重，林彻睁开眼眸，感受到自己如今的境界之后，脸上浮现出狂喜之色。此刻他体内的气海足足扩充了2倍大小，所蕴含的恐怖能量与之前相比，简直称得上天壤之别。不错，短短3个月时间，实力长进了不少。就在林彻沉浸在实力增长的美妙感受之时，
蓦然，一个声音传来，林彻侧头看去，只见一道曼妙的身影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旁，正是洛柔。此时的洛柔看着林彻，眼中浮现出一丝赞赏。短短3个月能成长到这个地步，即便是洛柔这等强者，心中也不禁惊讶，这少年果然不愧是通过了天幻神境之人，堪称天赋绝伦。只不过灵武4重之境，想要威胁到北凌晨，还是差得太远。林彻心神一动，开口道：“店主，我想知道那北凌晨的具体实力。你可听闻过苍风国内有2大天骄？”闻言，林彻摇了摇头。2大天骄便是指苍风国年轻一代中天赋实力最为妖孽的2人，其中一位是苍风皇室的3公主，而另一位便是稻苍院的北凌晨。我这么说，你应该知道，当初你与北凌晨对立之时，即便你通过了天幻神境，为何稻苍院长还会选择北凌晨了吧？林彻神色凝重的点了点头。虽然洛柔没有言明北凌晨的具体实力，但是林彻已经能够听出这个人很强，非常强。以他的天赋，未来注定会成为苍风国巨擘级别的人物。所以，就算林彻通过了天幻神境，稻苍院长还是选择了北凌晨。一方面是因为林彻如今的实力本就与北凌晨相去甚远，另一方面则是保险起见。不说林彻是否比北凌晨更具天赋，就算是一个强者的崛起之路，也不仅仅只看天赋的，还有气运。实力弱小，天赋越强，那么陨落的机会也将越大。能够将北凌晨培养到这一步，稻苍院不知道倾注了多少资源。而舍弃北凌晨，重新培养林彻，风险太大了。只要北凌晨顺利成长下去，就能保证未来的稻苍院会拥有一尊超级强者，又何必冒这个风险呢？现在你会不会觉得1年时间这个决定太过冲动了？洛柔看着林彻，言有所指道：“压力的确是不小，不过冲动。”林彻摇了摇头，一脸愤恨的道：“我之前与这什么北凌晨素不相识，可他上来就想踩我，而且是想踩死我。既然如此，那我就得弄死他。什么苍风国2大妖孽，不过是比我多修炼了2-3年而已。我还嫌1年时间长了，要是能打过他，我现在就想弄死他，睚眦必报。”听到林彻这番言论，洛柔沉默了，心想这小子戾气真重。但不得不说，有这种心态，修炼之路上倒是不缺动力。洛柔此次前来，其实也是想给林彻一些刺激，不过这样看来，似乎也不太需要了。顿了一下，洛柔道：“你下山吧。”下山？林彻有些疑惑。这时，洛柔道：“虽然这3个月时间你进步飞速，可是要知道，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人是闭关苦修便能成为强者的。想要成为人上人，就要在一次次生死界限之间游走，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最终才能登顶。这个道理，你明白？”闻言，林彻点了点头。不经历生死，那么始终是温室之中的花朵，即使生长得再娇艳，一旦失去庇护，就会在风雨的摧残下迅速凋零。这个道理，林彻很清楚。我得到消息，苍风皇朝南边境县有一座玄武境强者的墓葬即将出世，我想你去。一座玄武境强者的墓葬，其中一定埋藏着无比惊人的宝藏。听到这句话，林彻心神一动，但他还是谨慎地问道：“可是，一位玄武强者的宝藏会吸引一些老妖怪吗？”洛柔摇了摇头，仅仅是玄武墓葬，不至于让一些老妖怪动心，但却会成为苍风国内各大势力历练天才的首选之地。届时应该会有诸多天才前往争夺造化，这些天才多半都会是来自苍风国内极为强盛的家族，实力皆不容小觑。所以说，你进入其中之后可能会死。洛柔说到最后4字，语气凝重了不少。毕竟林彻的年龄不过17岁而已，在稻苍院之中，一般这个岁数的只是刚刚进入外院而已。与苍风国内那些成名已久的天才争锋，还是太吃亏了一些。闻言，林彻却没有任何犹豫，目光无比坚定道：“弟子愿意前往。”见到林彻的神色，洛柔点了点头。好，那这次前往，我会让白长老与你一起，免得稻苍院那些老东西途中下黑手。说完此话，洛柔又语重心长道：“这次前往玄武墓葬，你的实力能不能得到提升并不重要，本店主对你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活着回来。回来之后，我升你的职，将你从精英弟子提拔为武殿核心弟子。”林彻，稻苍院内院一座豪华的炼丹室之中，一位身穿华美服饰、垂眉低目的白发老者坐在北首。这老人周身散发着一股凌厉之势，正是内院丹堂核心长老之一丹青长老。而在丹室居中位置，则是2位气宇不凡的青年男女，男子叫做丁烈，女子赫然便是柳千秋。在他们2人身前，各自有着一座炼丹铜炉。此刻，柳千秋、丁烈2人催动丹室地下涌动而出的火焰，源源不断地使其包裹在各自身前的铜炉。铜炉之不时有着丹药异香飘出。很明显，这柳千秋、
丁烈二人正是在进行炼丹术的比拼，他们的神情都显得无比认真，额头之上也已经遍布汗水。终于，不知道过了多久，丁烈率先完成此次丹药炼制，喜道：“启禀师尊，弟子完成了。”打开看看。闻言，丹青长老挥了挥袖袍，开口说道：“是。”丁烈撤去丹室之内的地火，掀开炉盖，陡然间，一股浓郁的药香扑面而来。只见在那铜炉之内，一枚浑圆的丹药已经彻底成型，而且丹药之上更是有着5道美丽的纹路。哼，不错，这玉衡元阳丹级别乃是7级灵丹，也算是7级灵丹中极难炼制的一种。你能炼出5道丹纹，证明你在炼丹一道已经算有了一些火候。丹青长老点了点头，话语中流露出赞许之意。听到那丹青长老的赞扬，丁烈脸上顿时浮起一抹喜色。多谢师尊，弟子能够在炼丹一道有些微薄的成就，全赖师尊悉心栽培。不过话说回来，我跟柳师妹一同炼制这玉衡元阳丹，怎么柳师妹的丹药到现在还没有出入啊？蓦然，丁烈的目光转向一旁的柳千秋，眼底浮现一抹微不可察的得意之色。柳千秋听到此话，脸色微微阴沉。两人本来就是在师尊面前较量炼丹手法，所以比对方晚一步成丹，他已经算输了一筹。听到对方口中暗含嘲讽之意，让他的心里也是出现了一丝焦急。但好在片刻之后，他炉中所炼的丹药也算是彻底完成了，这让柳千秋心中暗暗吐了口气。师尊，幸不辱命，我也已经成丹。柳千秋恭敬地说道：“开炉吧。”是。柳千秋应声，随即将炼丹炉掀开。同样一枚玉衡元阳丹暴露在空气之中，只不过与刚刚丁烈所炼丹药不同，这枚玉衡元阳丹竟然只有2道丹纹，而且形状都并非浑圆之态，显得有些不规则。这……柳千秋心头一惊，他清楚以自己的本事是足以炼出5道丹纹的，可现在竟然只有2道丹纹，属于次品丹药。于是明白，一定是刚刚在最后关头受到那丁烈的言语相激，使得自己在最后成丹的关键时刻，心态有了一丝波动，才会造成这个结果。哼！丹青长老看到柳千秋所炼的那枚丹药，发出一声冷哼的鼻音，脸上明显有着失望之色。师尊，是这丁烈最后影响我，要不然……柳千秋想要开口解释，可这时丹青长老却冷冷瞥了他一眼：“闭嘴，不要给我找那么多借口。身为炼丹师，最重要的就是心定手稳。你若是被人随意一句言语相激，心态就产生波动，那也只是你自己的问题。况且丁烈他成丹比你快，你就已经算输了，现在还不好好反思？”师尊教训的是。柳千秋连忙低头说道：“柳千秋，你跟随老夫也已经1年了吧？当初老夫看中你具有精神之力，是个可造之才，才破格收你作为亲传弟子。但是你给我听清楚，若以后再让老夫如此失望，老夫随时可以将你踢出丹阁。我说得清楚吗？”“清楚，弟子铭记于心，以后绝不会让师尊再失望了。”听到丹青长老那不留情面的话语，柳千秋背后已是被冷汗浸透，诚惶诚恐的回答：“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见到柳千秋的神色，丹青长老不冷不淡的哼了一声。说完此话，便是从柳千秋身上收回目光，身影陡然化作一道光影，消失在了丹室之中。柳师妹啊，你以前不是最受师尊宠溺，一直目中无人吗？怎么现在仅仅是炼废了一枚丹药，就被师尊如此训斥？这不应该啊！丹青长老离去之后，丁烈说出此话，嘴角掀起一丝嘲弄的弧度。柳千秋与丁烈同时进入丹阁，拜入丹青长老门下之后，就一直处于竞争的关系，私底下更是剑拔弩张。所以丁烈说出此话，眼中的嘲讽毫不掩饰。丁烈，柳千秋牙关紧咬，脸色更是狰狞扭曲，几乎从牙缝里挤出这2个字。丁烈看出柳千秋的怒火，却是更加得意的笑了一声：“哟呵，生气了？哈哈，当初你仗着师尊的庇护，那是何等的嚣张，始终压我一筹。可是从今往后不会了，你错就错在行事过于狠毒，终于踢到了铁板上。如今院长因你之事迁怒师尊，导致师尊在院内地位受损。我要是师尊，别说厌恶疏远你，就是一掌拍死你都不解恨。柳千秋，你也想不到会有今天的下场吧？我现在就想知道，招惹了那名叫做林彻的家伙，你后悔吗？”丁烈摇了摇头，以往一直被柳千秋压着，现在说出这番话，心里别提多舒服了。而此时，柳千秋的脸色却沉郁到了极点。林彻，想到这个名字，柳千秋双拳紧握，一股冰冷至极的杀意在他眼中浮现。以他现在正是无比需要修炼资源的时候，可是被师尊所厌恶，不要说修炼资源，就是炼丹之术，丹青长老也必然不会传授了。这简直就是断送了他的前程。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林彻，如果不是此人，他绝不会落得
如今这个下场。看着柳千秋无能狂怒的神色，丁烈眼中闪过一丝得意，也没有再出言嘲讽，直接向丹室之外走去。然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却是出现在丹室门外，让他蓦然停下了脚步。柳千秋同样觉察到异样，抬头看去，林彻。见到这身影，丁烈脸上闪过一丝异样，而柳千秋却是双目喷火，跟见到了不共戴天的杀父仇人一般。因为这道身影正是林彻。柳千秋匪夷所思，林彻，你居然敢出现在此？我来是为了杀你。林彻简洁道。杀我？柳千秋没有因为愤怒而失去理智，此时放出心神一番探查之后，他的表情顿时变得狰狞起来。真的只有你一人？林彻，你可知这段时间我每天都恨不得将你挫骨扬灰？你若一直龟缩在武殿之中，我还真拿你没有什么办法，可是现在你居然来主动送死。柳千秋有些疑惑，林彻到底是哪来的勇气，敢独自来到他的地盘之上？不过这也不重要了，柳千秋如今倒是看到了一个机会，只要能够杀了林彻，那么在师尊面前一定能够挽回地位。看到柳千秋狰狞的脸色，林彻冷笑了一声，目光却是转向了一旁的丁烈。你要插手？丁烈果断摇头，摊了摊手，退到了一边。他与柳千秋本就是对头，自然不会帮他的。但丁烈也无比好奇，这个少年这时候找到柳千秋，真的有把握杀他？杀！就在丁烈疑惑之时，林彻的身影已经动了，脚下一踏，林彻冲向柳千秋，那速度犹如离弦之箭。身在半空，林彻握拳轰出。见到这一幕，柳千秋目光一凝，脸上闪过一丝狠辣之色，一掌拍了出去。他直接动用了一门战技，玄阶下品战技。下一刻，拳掌相撞，轰！一声爆鸣，两人交手地带，恐怖的真气涟漪疯狂肆虐。紧接着，在丁烈无比震惊的目光中，却见到柳千秋的身躯向后飞退，重重砸在了石壁之上，使得那石壁都龟裂出一道道犹如蛛网般的裂缝。单纯的肉身力量，怎么可能？这一刹那，丁烈懵了，因为以他的眼力，自然能够看出林彻刚刚这一拳没有任何的战技加持，却能够轰退柳千秋。灵武四重！柳千秋眼眸剧烈颤动着，脸上充斥着难以置信的神色。林彻目光冷冽地看了他一眼，天榜第10，你也不过如此。语落，林彻身影再次从原地消失，在出现时已经诡异地出现在柳千秋身前，随即他拔剑便是一斩，一道浩大的剑光顺势而至。剑意！柳千秋神色陡然一变，一条长鞭被他挥出，这一鞭集结了他全部真气，一鞭打出，仿佛令虚空颤抖。轰轰轰轰！然而当手中的长鞭接触到那剑光之后，柳千秋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就仿佛他面对的不是剑光，而是千万重巨浪同时拍下，形成了无比恐怖的冲击之力。剑浪！剑意之中融合了水之奥义，形成一层层剑浪，拥有着海啸一般的力量。柳千秋的攻势可以说彻彻底底被碾压了。砰！那一剑瞬间破碎了柳千秋的防御，在他的胸前留下了一道深可见骨的剑痕，鲜血如注。噗！柳千秋一口鲜血喷出，在抬头看向眼前那少年之时，他眼中充满了惊骇。不可能！柳千秋记得上次与林彻交手，这少年不是他一合之敌。然而这次双方的处境却完全颠倒了过来。只是短短3个月时间，这少年不仅突破到灵武4重，更是掌握了一门奥义，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不过就在柳千秋心中冒出这个想法的时候，随后见到的一幕却让他更为震惊。不，这少年所领悟的不止一门奥义。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柄悬浮于林彻身前的灵剑之上，除了缭绕着一道蓝雾之外，剑身之上竟然还覆盖着一层黑雾。很明显，那蓝黑两色都是奥义外化的结果。也就是说，林彻的剑意之中竟然融合了2种不同的奥义。除了水之奥义，那一门奥义是什么？此刻柳千秋脸色苍白地问道。林彻冷笑了一声，你自己感受一下。闻言，柳千秋看向自己胸前的伤口，只见那里也已经被一层黑雾所覆盖。不仅如此，那黑雾正顺着血液向他全身蔓延。毒！这个时候，柳千秋如何还能不清楚，林彻所领悟的第2门奥义竟然是毒之奥义。恐惧！感受到灵武6重的修为都不能压制体内那蔓延的毒素之后，柳千秋心中只剩下了对死亡的恐惧。他抬头看向一旁的丁烈，嘶吼道：快去请师尊救我！闻言，丁烈却站在原地毫无反应，一动不动。开什么玩笑！在见识过林彻的凶威之后，丁烈很明白，只要他脚下挪动一步，保证那柄灵剑会直接向他暴刺而来。就这样，在无尽的绝望之中，柳千秋周身被毒素彻底蔓延。
仅仅片刻之后，便生机彻底断绝，而且死状极惨。在此期间，林彻就这么静静地看着，直到柳千秋命陨之后，他才转过头去看向丁烈。现在你可以去通知丹青了，让他给自己的好徒儿收尸。但此刻，丁烈却依旧站在原地，跟一个雕塑似的。大哥，规矩我懂，只要我一转身，你就会一剑砍死我。我不动。林彻面色古怪地看了他一眼，林彻也懒得跟他多说什么，随即转身离去。而直到林彻走出很远之后，丁烈紧绷的心弦才彻底放松，如同一滩烂泥般瘫在了地上。刚刚经历的一幕太可怕了。离开那间丹室之后，林彻心中轻松了不少。这3个月以来，击杀柳千秋一直是他刻苦修炼坚持下来的动力之一，而现在他总算做到了，凭借自己的实力击杀了这个狠毒的女人，不，确切的说是毒死了这个女人。至于林彻所掌握的毒之奥义，则是被那位秃顶老者一碗一碗毒药灌出来的。3个月的时间，每天被各种毒药淬炼，老头承诺的万恶毒体有没有练出来，林彻不太清楚。不过他确确实实先行领悟到了毒之奥义，甚至比水之奥义的掌握还要提前。简单而言，林彻现在有毒，真的有毒。当然，正人君子不屑用毒，这种话在林彻看来犹如白痴。既然出手，那自然要杀人的，这也是林彻修炼见到的初衷。而毒之奥义能够最快的让对手失去战力，无疑会让他的剑意如虎添翼。林彻走了没多久，就是听到一声鹤鸣，一只巨大的灵鹤出现在视野之中，带着灵鹤俯冲而下的时候，林彻直接跃了上去。解决了。灵鹤背上，白秋离问道。闻言，林彻点了点头。敢进入内院击杀柳千秋，林彻也不是没有准备的。当初洛柔的震慑，内院一些老一辈人物未必敢向他出手，就算丹青长老护犊子真的不顾一切向他出手，有白老随行，也未必能够威胁到他。好在这一次击杀柳千秋，一切都很顺利，没有波折，比想象之中顺利。真的杀了？白老目光微微一动。本来他们是直接前往玄武墓葬的，不过刚刚离开武殿，林彻就要来内院。起初白老不太同意，觉得太过冒险，想报仇，不如从玄武墓葬归来之后再成长一段时间也不迟。可没拗过林彻的旨意。没想到林彻还真的击杀了柳千秋，这让白秋离有些惊讶。看来就算是这3个月看着林彻修炼，这少年的成长也有些超出预料。不过白老心底的震惊此刻没有显露出来。片刻后，白秋离传出一道意念，身下灵鹤腾空而起，直接向着南方飞去。半个时辰之后，道苍院议事大殿，一众须发皆白的老者端坐，都是院内长老一级的实权人物。此时他们看着地上那具尸体，无不神色巨变。一个刚刚进入道苍院的外院弟子，3个月的时间击杀了天榜排名第10的天才，这成长速度当真可怕。能够进入天榜，哪一位不是经过院内数年时间培养，倾注了大量资源？即使在苍风国内，那也是属于天才之列。可现在柳千秋竟然被一位年仅17岁的少年所杀，而且这名少年还仅仅是进入道苍院3个月时间而已，这让人如何不震惊？果然是万年以来唯一一个通过天幻神境的妖孽，这成长的势头比当年北凌尘有过之而无不及。大殿之中，诸多长老震惊出声。对此，太上长老则显得有些痛心疾首。院长，我们都错了，这林彻的潜力绝不弱于北凌尘，当初就不该采一捧一，因为那北凌尘而舍弃如此天才。若是现在挽回，应该还来得及，毕竟林彻只是想杀柳千秋，而现在柳千秋已死，院内不予追究就是。另外，当初承诺他成为真传弟子，享受院内顶级资源，我想只要道苍院放低姿态，与此子消除隔阂，双方本就没有什么天大的仇怨，我想此子也不会真的想要与道苍院抗衡到底。听到太上长老的话语，殿内诸多长老都眉头深皱，低头。我堂堂道苍院矗立万载，乃是扬州当之无愧的霸主势力，岂能向一名乳臭未干的少年低头？这传出去，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闻言，太上长老的表情闪过一丝怒气，道：“恐怕诸位害怕的不是让人耻笑吧？你们真正害怕的，应该是武殿重启之后，长老之职重新受到武殿的监察。我想问问，武殿消失的这10年中，在座的哪一位没有利用权势中饱私囊的？现在我总算看出来，骆殿主所言不错，道苍院内蛀虫太多，若是再不自行刮骨疗毒，恐怕要不了多久，不需要外界势力的压力，就会自行瓦解。”太上长老这话什么意思？说我等都是蛀虫？这些话未免也太危言耸听了吧？我等在道苍院内，哪个不是尽职尽责？竟然这样出口污蔑，院长大人可要为老朽等做主啊！不少长老站起来反驳，一脸大义凛然。够了！就在这时，坐在上首的道苍院长重重拍了一下桌子，使得全场噤声。他一脸阴沉道：“
武殿在10年前就已成为历史，以后也绝不会在稻仓院出现。凭现在的武殿，也想和稻仓院掰手腕，纯粹是自不量力。传我的命令，院内所有弟子将林彻作为历练的目标，凡是击杀林彻者，直接晋升真传之列。另外奖励玄阶上品战绩1卷，上品玄器1柄，玄品丹药10颗，金币1000万。什么？听到此话，太上长老脸上一惊，但还不等他开口，稻仓院长便道：“此事不必在意，都下去吧。”是。稻仓院长做出如此决定，除了太上长老之外，其余所有人都脸上一松。没过多久，所有长老退下。见状，太上长老无奈，摇了摇头，最终也只能选择离开。这时，稻仓院长眼中闪过一丝寒色。既然你将武殿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毛头小子身上，不知道断了你武殿这个希望之后，你以后还有什么资本与我抗衡？洛柔，既然你想玩，那我就陪你玩到底。白老与林彻离开稻仓院后，林鹤在天上足足飞行了数日，才逐渐接近苍风国南边境线。而在这一天，他们降临在了一座城池附近。这座城池非常大，甚至其中覆盖了山川、河流、丛林等壮美景观。进入城中之后，白秋离说道：“此城名为天龙城，位于苍风国南部边境，也是守护边境的坚固壁垒。据传那座玄武境强者的墓葬就在天龙城附近被发现。咱们先在这里逗留几日，听听风声。这里有很多武者。”林彻走在街上，能够看到有不少气息强横的武者，竟然大多同他们一样，都是一老一少并肩而行。这些都是苍风国内的家族势力，那些年轻人多半是某一势力中的天才，而老者则是这些天才的护道者。护道者？林彻面露疑惑。天才在没有成长起来之前，有着陨落的风险，所以在外行走，各大势力自然会派强者守护。这些年轻人天赋越强，护道者也越强。你看到这些人所穿的服饰了吗？上面都有星级标志。苍风国对家族势力的划分分为1至9星，星级越高，证明其所在的家族势力越强。7星以上的家族，一般没有人会去招惹。白秋离简单解释了一番。闻言，林彻好奇道：“那稻仓院在苍风国内算什么级别的势力？”稻仓院因为10年前那场动乱，元气大伤，实力损耗了不少，但即便如此，目前依旧是苍风国内第1大宗门势力。当然，无论是家族还是宗门，在苍风国都要受到一定程度的管辖。毕竟这些家族和宗门再强盛，在国家机器面前，底蕴依旧相差甚远。听完了白老的述说，林彻对苍风国的势力划分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这样看来，苍风国最大的势力应该是官方势力，也就是苍风皇室。哟，这不是老毒物吗？就在林彻二人交谈之时，一道苍老而刺耳的声音突然在他们身后传来。闻言，林彻二人同时看去，只见是一位头发花白、全身邋里邋遢的老者出现在视野之中。而在这邋遢老者身旁，还有一位青年，只不过那青年脸上带着一丝傲然之气，走起路来鼻孔朝天。这一老一小的胸前各自有一枚9星徽章，预示着二人来自一座9星家族势力。才刚刚进入天龙城，就见到了一座9星家族势力之人。林彻有些意外，看来这座玄武墓葬的吸引力还真不是一般的大。司徒空。而此时见到那邋遢老者，白老的眉头微微一皱。哈哈，老毒，还真是你，想不到在这里都能碰到你，可真是晦气。司徒空咧嘴一笑，那表情看上去有些嚣张。见到这一幕，林彻好奇道：“白老，这是你仇人？”此人是司徒家族的一位长老，多年前曾与我有些仇怨。不过，咱们刚刚来到此地，还是避免树敌为好。白老给林彻心神传音了一声，然后便准备带着他离去。不是白老畏惧此人，而是司徒家族此次来到天龙城的小辈天才不知道有多少人。白老不想因为自己当年的恩怨，为即将进入玄武墓葬的林彻树敌而已。然而，那司徒空见白老两人想走，却不依不饶。老毒物，当年你好歹也算一个高人，怎么现在变得这么怂了？啊，老夫差点忘了，那时候你还是武殿的长老。不过这些年武殿解散，你身后没有了势力撑腰，所以见到老夫才像老鼠见到猫一样吧。听到对方那刻薄的话语，白秋离暗暗双拳紧握。不过最终他还是强压下了这股怒火，看了林彻一眼道：“不必理会他，我们走。”然而见到这一幕，司徒空身旁的那位青年却跳出来，指着白老的身影道：“老狗，我师尊跟你说话呢，你聋了吗？”这一次，林彻的脚步骤然停下。老一辈的恩怨也就算了，可一个小辈人物也敢对白老出言不敬。随即，他转过身看向那青年：“你敢再多说一个字，信不信我废了你？”闻言，那青年一愣，一旁的司徒空眉头皱了皱，看着林彻，老脸上浮现出一丝不悦：“老毒物，这是你的弟子，如此没有教养。”对此，白秋离冷笑了一声，
我看没有教养的是你的弟子才对，一个小辈人物也敢对老夫口出不敬。如果不是跟在你身旁，就凭刚刚那句话，他已经无声无息的死了，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听到这句话，司徒空刚想发作，但仿佛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嘴角咧了咧道：“呵呵，老毒，既然这小子是你的弟子，咱们老一辈的恩怨暂且不论，不妨让弟子一被切磋一下如何？燕儿，你去跟这位小兄弟请教一下。”司徒空说出此话，眼中闪过一丝阴谋之色。他自己教导的亲传弟子，心中当然有数，在司徒家族之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天才。而眼前这少年的年龄才多大，岂能是他弟子的对手？是，师尊。那名叫做司徒亮的青年听到这声吩咐，顿时狞笑了一声，随即他向前走了2步，充满挑衅意味的向林彻勾了勾手：“小子，你不是很嚣张吗？来啊！”见状，林彻脸色一沉，向前走去。而这时，白老张了张嘴，想要嘱咐一声，不过还没等他开口，林彻道：“白老放心，我保证不打死他。”白老这小子还真是继承了武殿的性格，人狠话不多。林彻走到了那青年面前，可是还不等两人动手，司徒空突然袖袍一挥，在两人四周布置出一层结界。既然要打，那就正面交锋，要是一会有人不敌，被打得四处逃窜，那就没意思了。听出司徒空恶毒的想法，白老暗中摇了摇头，何必呢？之前他想带林彻离开，当然不是觉得林彻不是这青年的对手，只是不想在进入玄武墓葬之前让林彻树敌太多而已。对于林彻，白老还是很有信心的。场上结界之内的司徒亮看着林彻森冷一笑，也没有再多说什么。他脚下一蹬，瞬间暴冲出去，升龙拳，唰！他出手毫不留情，上来就动用了一门玄阶下品战技，一拳轰出，空气隐隐震荡。灵武四重，感受到司徒亮的境界，林彻拔出一半的凌寒剑，又送回了剑鞘。这种货色不配让他出剑。下一刻，林彻同样握拳轰出，砰！两拳相撞，一时间爆裂般的真气涟漪迅速溢散开来。咔嚓！嗷！一击过后，传来一声清晰的骨裂声音，紧接着便听到司徒亮口中发出一声惨嚎，整个身躯犹如一枚炮弹般被轰飞出去，狠狠撞在了身后的结界之上。纵使司徒亮没有轻敌，上来就施展了品级不低的战技，但是依旧低估了林彻肉身力量的恐怖。司徒亮稳住身形之后，感觉到手臂上的剧痛之感，顿时觉察到有些不对。等一下！然而还不等他说完，林彻的身影已经消失在视野之中。爆不！司徒亮根本没有反应过来，林彻一拳再次砸了过来，砰！这一拳结结实实的落在司徒亮脸上，瞬间让他鼻梁断裂，鲜血飞溅。司徒亮被这结结实实的两拳给打懵了。与此同时，他也已经清楚了双方的差距，瞬间失去了再战之心，身躯飞快向后急退。司徒亮便想要逃离战圈，可惜刚刚退后几步，却是撞在了一层无形结界之上。结界，而且是他师尊亲手布置的结界。这一刻，司徒亮整个人清楚体会到了何为绝望二字。别打！看着林彻一步步接近，司徒亮感觉身体都在打颤。砰！林彻没说话，追上去就是一拳。这一次打得司徒亮牙齿崩断，整张脸都变形了。砰！砰！砰！在林彻一拳又一拳的蹂躏之下，畏惧至极的司徒亮开始在结界之内抱头鼠窜，跟之前鼻孔朝天的傲气相比，那叫一个狼狈。这不是切磋，简直就是单方面的蹂躏。师尊救我！结界之内，司徒亮的声音都快哭出来了。这时候已经顾不得脸面，对着外界一阵惨嚎。结界之外，看着跟老爹打儿子似的画面，司徒空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真他妈丢人啊！真是废物，老夫的脸都让你丢尽了。当然，虽然恨铁不成钢，可是司徒亮身为他的亲传弟子，那也不能不救。小畜生，莫要太过分了！司徒空吼了一声，袖袍一挥，将那无形结界给撤去。不仅如此，顺势一掌便向林彻的身影拍了出去。这一掌是大力沉，明显下了狠手。原来司徒空恼羞成怒之下，不仅要救他弟子，还想顺便将林彻重伤。卑鄙无耻！见到这一幕，白老岂会坐视不管？看到司徒空出手的刹那，同样也是一掌拍出。轰隆隆！两位玄武境强者的凶悍一击，瞬间使得地面掀开，一条条沟壑延伸出去。紧接着，两人的身躯同时向后暴退。司徒空眼中浮现出凝重之色，惊讶道：“老毒物，想不到数年不见，你竟然突破到了玄武3重境界。嘿嘿，你也不差。”白秋离说到此处，脸上浮现出一丝嘲讽，只不过就是教导的弟子太废物了一些。你听到白老那毫不留情面的嘲讽，
司徒空老脸一黑。不过这时还未等他开口，白老继续道：“老夫之前想要离开，但不代表怕了你。既然弟子已被切磋完了，你若还想打，那老夫奉陪到底。”闻言，司徒空却沉默了下去。刚刚一番试探，他已经清楚了解了对方的实力，即便真打起来，他未必能占据上风。而最关键的是，他有些忌惮对方用毒的手段。不打。见到司徒空沉默，白老脸含嘲讽：“彻儿，那我们走。”林彻应了一声，随即两人就那么大摇大摆的离去。看着两人的身影，又看了一眼犹如烂泥瘫在地上的司徒亮，司徒空肺都要气炸了。师尊，不能就这样放过他们啊！司徒亮嘴里吐着血沫，含糊不清的哭诉道：“闭嘴，还嫌不够丢人！”司徒空狠狠瞪了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眼。不过这两人出现在此，必然也是想进入玄武墓葬，这件事情不会就这么算了的。心念及此，司徒空眼中闪过一道厉色。与此同时，在距离这街道不远的一座茶楼之中，一位身穿玄衣、其貌不扬的瘸腿老者全程目睹了这一幕，看着林彻离去的背影，眼中倒是浮现出赞许之色。小小年纪，竟然是一位领悟了剑意的剑修，天赋当真不错。听到这瘸腿老人对林彻的夸奖，一旁坐着的一位锦衣少年脸上有些疑惑。可是他并未出剑，师傅怎么知道他是一位领悟了剑意的剑修？这锦衣少年看上去只有15岁左右，明显比林彻还要小不少。虽然是少年公子的打扮，但是任何一人都能看着这其实是一位少女，因为她长相太精致了，跟一个瓷娃娃一般，明眸皓齿，一双大眼睛灿若星河，流光溢彩。那瘸腿老人笑了笑，嗨嗨，小姐，想要确定一人剑修的身份，不一定非要看他出剑。刚刚这少年身法、攻势之中都融入剑道感悟，明显是已将剑意融会贯通的表现。剑意。闻言，那精致少女沉默了一下，随后突然站起来，将一柄看上去沉重无比的战刀扛到他小巧的肩膀上，就要往外走。瘸腿老者神色一愣：“小姐，你做什么？找他切磋？能够得到师傅一句赞赏，他必然属于年轻一辈中的翘楚，我去会会他。”瘸腿老者连忙劝阻：“此子出现在这里，想必也是为了玄武墓葬，小姐想要切磋，也不用急于一时。”那少女想了想，也对，确实不用急于一时。说完此话，她将战刀从肩上卸下，坐回原位。那喝茶吧。瘸腿老者，这少女是第一次出来历练，哪都好，就是这性格太莽了一下，哪像一个小女孩。想到这里，瘸腿老人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离开那条街道之后，白老有些凝重的道：“那司徒空在家族中地位不低，这次吃亏应该不会轻易罢手。此次司徒家族应该来了不少天才，你进入玄武墓葬之后，尽量小心。老一辈会出手吗？”林彻问道。不会，既然是历练弟子，若老一辈出手，那就是破坏规矩了。那还好。林彻放心了一些，随后又道：“我尽量不去惹他们，可若是他们来惹我，那我不会留手。”在此之后，两人找了一处客栈住下，期间也是探听到了那玄武墓葬的消息。那处墓葬就位于天龙城外100里之处，只是根据目前的消息，这到底是哪位强者的葬身之地，目前还没有人知晓。但可以肯定是，墓葬周围的结界正在减弱，真正可以进入其中，应该就在这2天。可以感受到，觊觎这宝藏的势力绝对不少，每天都有各大家族势力的强者驾驭灵兽降临而来，使得天龙城一时之间有一种暗流涌动的味道。终于2日之后，玄武墓葬正式开启的消息传出，有无数武者的身影闻风而动，走出了天龙城。天龙城100里外一处莽荒山脉，白老带着林彻来到这里之后，看着林彻道：“结界彻底消失了，这山脉深处应该就是那位玄武境强者的墓葬。我只能送你到这里，接下来凡事都要靠你自己了。记住店主之前所说的话，武殿现在只有你一位弟子，能不能获得造化不重要，活着走出来才是最重要的。”闻言，林彻郑重的点了点头。这时，白老从怀中掏出几个瓷瓶：“老夫虽然自称毒王，但9毒成医，这都是老夫这些年积攒下的疗伤圣药，药效极佳，我想你进入其中可能会用到的。”林彻心中有些感动，将那些瓶瓶罐罐接了过来。但紧接着，他从其中拿出一个绿色的瓷瓶，眉头紧皱道：“伏骨式心丹，看名字不像是伤药。”白老将之接过来，瞅了一眼，随后便一脸尴尬：“啊哈哈，确实拿错了，这瓶不是伤药，而是剧毒之物。”剧毒？林彻都懵了，这老头是为了让他受伤之后走得没有痛苦吗？看样子他将自己毒成这个样子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同时林彻也有些庆幸，跟着这老头吃了3个月药，没有被毒死，那可真是祖坟上冒青烟了。走了。过了片刻，林彻说道。雨落，他直接向那山脉深处走去。一路深入，林彻明显能够感到
周围或远或近，有着许多道不同的气息，与他一样向着山脉进发。毫无疑问，这些气息都是各大势力中的天才弟子。当然，虽然这些气息各自警惕，但却没有一人出手试探。既然来到玄武墓葬，就是寻求造化，在此之前，没有人会蠢到暴露自己的实力，无缘无故去树敌。然而，当林彻再次行进一段距离之后，一股强烈的波动突然向他袭来，那是一道刀芒，犹如劈炼般从一个诡异的角度横斩而来。林彻目光一凝，迅速横移出一段距离，轰的一声，最终那一刀落空，在地面之上留下一条深深的沟壑，尘土飞扬。林彻停下脚步，向一侧看去，只见一位全身笼罩在黑袍之下的男子出现在视野之中，他的手中握着一把九环大刀，浑身缭绕着一股凌厉刀势。你什么意思啊？林彻寒声问道。这个人他从未见过，自然不可能与其有什么恩怨。这时，那黑袍男子舔了舔嘴唇，声音冷厉道：小子，把你的全部家当给我交出来。听到这句话，林彻才是明白，打劫，这家伙竟然是想在这里打劫他。林彻目光微沉，指了指前方几道快要消失在此地的身影，问道：之前也有几人从此地经过，为何没见你出手拦截？黑袍男子看了林彻一眼，你说呢？见到他嘲弄的表情，林彻眉头皱了皱，好像明白了对方的想法。这黑袍男子虽然气息不弱，但是却有自知之明，知道玄武墓葬中强者云集，里面的宝物未必能够是他染指的。与其如此，不如放弃玄武墓中的争夺，专门在这里杀人越货。毕竟这次前来的都是一些大势力的天才弟子，每一个都富得流油。当然，既然是杀人越货，也得具备毒辣的眼力，要是招惹到一些狠角色，那就不好了。所以之前从这里过去的几道强横气息，他都没有出手拦截。直到林彻的出现，明白了对方的想法，林彻顿时郁闷了。他指了指自己，我看上去很弱。你不仅很弱，还没有自知之明。听到林彻的问题，那黑袍男子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闻言，林彻顿时不淡定了。不对，应该说是生气，非常生气。咻！下一刻，这片丛林之中便响起一声嘹亮的剑鸣。林彻没再说话，弹指之间，凌寒剑犹如一道疾风，直接向那黑袍男子暴掠而去。真气御剑，唰！这一剑的速度简直堪称恐怖，甚至在空中留下了一重重残影。剑咻！在这一剑出的刹那，黑袍男子的眼眸之中便是掀起汹涌波澜。他的本能已经做出了反应，想要出刀拦截。然而手掌刚刚抬起，扑哧一声，凌寒剑却已经贯穿了他的咽喉，嫣红的血液喷溅而出。扑通！下一刻，黑袍男子的尸身重重倒下。即便倒下之后，黑袍男子的眼中依旧充满了惊骇与不甘。死不瞑目！大概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小心再小心，最终物色的猎物，居然是最不能招惹的狠茬剑修。解决此人之后，林彻将凌寒剑收回，当然没有放过此人的空间戒指。简单的心神探查一番，林彻露出一个惊讶的表情。一本临阶上品功法，3柄中品灵器，外加50万金币。一本临阶上品功法如果拍卖，价值差不多在40万左右，而中品灵器的价值每一柄20万金币，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初步估算大概价值有150万金币。150万金币，如果是在当年的林家，这应该是家族中4、5年才能积累起的财富了。不得不说，能够进入这玄武墓葬的天才，一个个不是一般的富有，让林彻都有种想要打劫的冲动了。这也没办法，以林彻现在的处境而言，他是真的穷啊。气海的修炼方法虽然逆天，可也比同阶武者所耗费的资源更多。以现在而言，林彻初步猜测，他想要突破055重，所需要的资源价值最少也得是1000万打底。1000万金币，对于现在的林彻而言，这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真希望再来几个像这样打劫的。林彻将战利品收入囊中，随后转身离去。可怜黑袍男子如果泉下有知，听到这句话，不知道会不会被气得活过来。这座山脉的面积非常大，虽然是玄武境强者的墓穴，可是真正的造化之地却并没有分散四周。可以猜测出来，当年那位强者所留下的宝藏，应该都是集中在主墓之中。所以此时进入山脉的各大天才，也都是向着山脉的中心腹地汇聚。林彻同样如此，并没有浪费时间在周围搜寻，只是再次深入山脉数十里之后，他突然感受到一丝异样。嗡！只见凌寒剑在他的步伐踏入这片地狱之后，不自主地发出轻颤。奥义！林彻感受到凌寒剑的异样，眼中立即浮现出一丝兴奋之色。经过判断，准确来说，并不是凌寒剑有所感应，而是覆盖于凌寒剑之上的毒水双重奥义在躁动，而能够引起奥义有所反应的，只能是其他奥义。也就是说，这片地狱很可能生长有奥义玄药。
冒出了这个想法，林彻果断地停下了前往瞩目的步伐。武殿那位老妪曾说，一株蕴含了奥义的玄药，那最少价值1000万金币，而且还有价无市。既然有所感应，林彻可不想就这么错过。当然，进入玄武墓葬的天才众多，与林彻同样幸运感应到奥义的不止他一个。在这片山脉的一处山谷之内，这里整座山谷都涌动着一股狂风，终年不息。这不是普通的山风，而是罡风，威力极为惊人。可以说，灵武之下的武者一旦踏足此地，甚至会被那强大的风力撕碎。而此时，在这山谷的入口之中，却有20余位青年武者的身影矗立。那谷中有着一株草，生长于石壁之上，显得极为不凡。这是风玄草，蕴含了风之奥义的天才地宝，竟然会出现在这里。见到这一幕，周围那些青年俊杰目光中全都涌现出无比贪婪的色彩。他们人人都清楚一株奥义玄药的价值，只要能够到手，就能瞬间暴富。所以这一刻，此地有一股暗流涌动、剑拔弩张的味道。只不过，还不等众人为这一棵风玄草开战，一道略显嘲讽的声音突然传来：一棵风玄草的价值如此珍贵，凭你们这些人的实力，也妄想争夺此物？话音落下，一道身影从远处走来。当众人见到他之后，有人发出一声惊呼：此人是9星家族古族的天才，名为古浪。古族，苍风国的家族势力以星级排名，星级越高，势力越强，但整个国内的9星家族绝对不超过10指之数。所以见到此人服饰上的星级徽章之后，在场之人都变得无比谨慎。与此同时，古浪的目光在山谷内所有人身上扫过，不容置疑道：风玄草不是你们这些人能够染指的，识相的快滚！滚！众人显然没想到，这古浪行事竟然如此霸道，刚刚来到这里就想让所有人滚。当然，这也不奇怪，9星家族势力之人，论背景，在场人中的确没有能够与之抗衡的。然而，进入玄武墓葬的都非善于之辈，听到古浪的威胁之后，确实有实力稍弱之人暗中退走，可大部分人却是依旧呈现对峙势头，不愿离去。一个原因是这风玄草的价值太过惊人，另外一个原因显然是这位叫做古浪的青年威慑力还不太够。哼，古浪，你的家族的确很强，可惜你在古族之中也不过是一般天才而已。而进入玄武墓葬，老一辈不能出手，你想一句话就让我们众人退却，未免太高估自己的实力了吧？见到周围之人没有被自己背后的古族威慑到，古浪脸色一沉，就要开口。然而还不等他再多说一句话，场内突然发生诡异的一幕，异变陡生。第52章暴力少女。唰！就在古浪与山谷内众多青年才俊呈现僵持的局面之时，一道身影的出现却瞬间打破了眼前的局势。那是一位身穿黑色长袍的年轻身影，从远处疾驰而来，速度无比骇人，仅仅眨眼之间就已经在人群中穿梭而过，出现在风玄草生长的那面石壁之下。再然后，他手掌一抓，将那风玄草连根拔起，看都没看，直接收入了空间戒指之中。这一幕电光火石，使得山谷之中所有人都懵了。足足过了数个呼吸的时间，众人才仿佛反应过来，风玄草被人捷足先登了。而当诸人目光看清楚了那道年轻身影，竟然还是一位年龄不足20岁的少年之时，心中更是感觉无比诧异以及震怒。为了风玄草，众人连古族的威慑都可以不在乎，一名少年人物居然敢强抢。下一刻，众人纷纷咆哮出声：放肆！你小子是哪个势力的？找死！小兔崽子，放下那株风玄草！而在这疯狂的谩骂之中，人群中更是有3位武者忍无可忍，身躯直接向那黑袍少年暴冲而去。刷刷刷！出手的3人境界都在灵武4重之上，在这片山谷之中绝对属于强者了。3人的攻势同时袭来，那股爆裂一般的力量使得空气之中都隐隐传出嘶鸣。然而面对这种攻势，黑袍少年的身影却没有选择退缩，他手中一柄长剑蓦然出鞘，咻！下一瞬，一股恐怖的剑之意境蔓延。剑意，这少年毫无疑问正是林彻。扑哧扑哧扑哧，一重重剑光虚影穿梭而过，紧接着那冲向林彻的3道身影便是从空中坠落了下去。他们的咽喉之处都留下一个狰狞血洞，是被灵剑所贯穿，瞬间灭杀3人。这一幕使得在场所有人都在一瞬间被镇住了。不过当他们的目光注意到地上那3具尸体之后，却是更加震惊。只见那3具尸体的伤口之处有一股黑气正在蔓延。这小子剑上有毒？不是剑上有毒，而是此人领悟了毒之奥义。剑上荼毒，岂能威胁到灵武境？很明显是这名少年一剑之中蕴含了毒之奥义。
此时，所有看到这一幕的武者心中震惊无比，就连那位来自古族的古浪，面色也变得无比凝重的起来。一瞬间灭杀3位灵武4重之上的武者，即便是他，也恐怕难以做到。由此可见，这少年的实力真的很强。林彻平静地站在原地，在他面前悬浮着一柄长剑，剑身之上有黑、蓝两色流转。此刻，他目光扫了一圈，风玄草现在在我手中，谁若是想要出手抢夺，尽管来吧。闻言，众人却一阵沉默。剑修领悟了剑意的剑修，最关键的那剑意之中，似乎还融合了2重奥义。即便林彻此时所流露的气息只是灵武4重之境，却没有一人敢轻视这位少年的实力。想到刚刚那一剑的恐怖，一时之间竟没有一人敢上前争夺了。那就多谢各位谦让了。见到眼前的一幕，林彻开口，说完便要向峡谷之外走去。可就在这时，众人却没有让开道路，明显是不想让他就这样离开。那就是想战？林彻再次问道。然而依旧没有人开口。明显一株风之玄草的诱惑太大，在场之人没有一个想要放弃，只是林彻的威慑之下，也没有一人敢第一个动手。场面似乎就这样变得僵持了下来。林彻眉头皱了皱，直接将凌寒剑握在掌中。这株玄药应该还会吸引更多的强者前来，在这里多逗留一分，场面也对他越发不利。闯出去！冒出这个想法，林彻便准备出手。然而刚刚迈出一步，一股极度危险的气息突然从一侧飞速袭来。哗！那是一柄血色战刀，突兀地出现在林彻面前之后，犹如一道血色闪电般狂劈而下。刀意！最为让人震惊的是，这一刀之中竟然蕴含极为雄浑的刀之意境。没有任何犹豫，在感受这一刀袭来的刹那，林彻挥剑迎上。当！一声刺耳的鸣啸之声，让所有人不自觉捂住双耳，流露出痛苦表情。轰！紧接着，剑意与刀意剧烈碰撞之下，磅礴的真气涟漪疯狂向四周席卷，尘烟弥漫。一击过后，林彻与那出刀之人的身影同时后退。待尘烟落下，林彻才是看清了出手之人的样貌，眼中闪过异样之色。出手之人竟然是一位少女。她身穿金丝血袍，虽然是一位翩翩家公子的打扮，不过体态轻盈，一双晶亮的眸子明净清澈，面容唇红齿白，俊秀之间更显现出几分柔美。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位少女肩上竟然扛着一柄与她身形极不相称的沉重血刀。林彻目光微凝，这少女看上去比他还小，似乎只有15岁左右，竟然是一位领悟了刀意的刀修。林彻目光微沉，看着他，你也是来抢药的？林彻开口之后，那少女却摇了摇头，我是来跟你切磋的，想领教你所领悟的剑意。切磋？林彻皱了皱眉，我认识你？不认识，不过我见过你出手，师傅说你很强。我这次出门是为了历练，自然要跟强者交手，所以把你当成了我第一个要打败的目标。少女的神色极为认真。林彻，这到底谁家孩子？从哪冒出来的？林彻有些郁闷地想到。刚刚对拼了一记，也让林彻明白，这少女虽然年龄小，但实力却不容小觑。如果真要交手，他是不怕的。可要是双方缠斗起来，若有其他强者赶来，那就局势严峻了。想到这里，林彻看着那少女微微摇头。你师傅难道没告诉过你，趁人之危皆鼠辈？你看看我眼前的局势，这些人都想杀我，我跟你切磋还要提防别人暗袭，你我一战，你觉得有什么公平可言吗？也对，少女点了点头，觉得十分有道理。下一瞬，她竟然一言不发，转身向着身后一刀劈了出去。轰！一道10几丈大小的刀芒凌空斩下，掀起狂暴的空气乱流，而目标正是在场围观的众人。不好，快退！感受到这古刀意之凌厉，围观众人纷纷向后急退。哇！然而依旧有实力稍弱之人闪避不及，被那古刀意擦中，那种感觉就像是被一座大山砸在了身上，无不喷出一大口鲜血。好在那少女似乎并没有伤人性命的打算，但即便如此，随着那股浑厚刀意消散之后，众人原先所站立的地方土地龟裂，一道道裂缝延伸出去。这是山岳奥义。看到这一幕，场上所有人都神色巨震，因为看出这少女的刀意之中竟然也蕴含了一门意境。山岳奥义，一刀重如山岳，以力破万法。感受到这一刀的力量，所有人看着这少女的目光都变了。能够在这个年龄觉醒刀意，还能融合一门奥义，这天赋简直堪称变态。可他们却不明白，为何这少女会突然对他们出手。就在这时，锦袍少女看着林彻道：我跟你联手，先解决了这些家伙，然后咱们再一战，这样就公平了吧？众人，一位剑修，一位刀修，这2人竟然要联手。当听到这少女这句话，再看到少女真的与林彻站到了一起，此地所有人已经开始萌生了退意。
这也没法。蕴含风之奥义的玄药虽然珍贵，那也要有命拿才行。刚刚林彻一人已经让众人无比忌惮，但要是此地所有人联手，还有勇气抢夺一番。可现在又冒出一个暴力少女，面对这两个妖孽联手，那要再逗留下去，就不是拼命了，那是送命，而且是毫无意义的白白送命。走！沉寂一瞬，山谷之内所有人都开始果断离开，就连古族的那位叫做古浪的天才，此刻看着林彻两人，眼中也浮现出浓浓的忌惮之意。最后他犹豫了片刻，同样也选择了离开。短短片刻之后，这片山谷之内便是只剩下了林彻与那少女两人。我叫李子月，你叫什么名字？众人退去之后，少女看了林彻一眼。林彻。林彻随口道。林彻，那现在可以打了吗？那名叫做李子月的少女直接走到林彻面前，开口问了一声。但不等林彻回答，他已经握刀而立，做出了战斗姿态。林彻看着眼前这个暴力少女，颇有些无奈，实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对方盯上的。但事已至此，他当然也不会惧怕一个小女孩的挑战，于是退开一步，与对方拉开距离之后，林彻将凌寒剑握在手中，陡然间一股凌厉的剑意以他为中心弥漫而开，两人之间的对决一触即发，轰隆隆。然而就在这时，还不等两人真正交手，一阵剧烈的波动突兀传来。哗！在山脉腹地，一道璀璨的光柱突然直冲天际，溢散出的强横涟漪使得山林之中飞鸟走兽全部向外逃离，整个地面都在颤动，像是有什么东西要从地面之中冲出来一般。这诡异的一幕让林彻脸色一变。瞩目！这种异象很有可能是那位玄武境强者瞩目开启的征兆。而同一时间，进入这片山脉的所有武者看着那天地异象，无不心神激动，向着山脉中心疯狂冲去。进入这秘境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这位玄武境强者所留下的传承。而瞩目开启，便是预示着真正的宝藏将要出世。这对于所有进入山脉的武者而言，那种诱惑难以想象，足以使所有人趋之若鹜。这时，林彻也是心神一动，直接向山谷之外走去。但刚刚迈出一步，李子月却是将他拦了下来。你干什么？小姑娘，你没看到瞩目开启了吗？林彻反问。那又如何？瞩目之中的东西我不感兴趣，你答应了要与我一战的，那就先打完再说。李子月一脸认真的说道。林彻感觉被打败了，这少女到底是干嘛来的？进入玄武墓葬就是为了找人打架？可是他对瞩目开启不感兴趣，不代表林彻不感兴趣啊。如果两人真要战起来，瞩目里的造化一定被人捷足先登。林彻想了想，然后道：小丫头，你干嘛非要盯着我？其实进入这片山脉的天才云集，我的实力只能算一般，现在瞩目开启，各大强者应该都会向那里涌去。你如果真想找寻对手，现在去那里正是时候。闻言，李子月眼中有了一丝松动。真的？见状，林彻连忙点头。真的，强者很多，很多。那走吧。这一次，李子月倒是没有犹豫，直接扛着战刀向外走去。这么容易就被说服了？林彻有些诧异，看样子这少女虽然暴力，但明显是第一次走出家族，还真是涉世未深。山脉腹地，一座高山矗立，虽然是高山，但是那山体看上去更像是一座大殿，只是内部完全被挖空，形成一座无比雄伟的建筑。此时整个山脉所弥漫的威压都是从此山之中散发而出，而围绕着此山有无数势力盘踞，都是年轻一辈不超过25岁的青年才俊，足足有数千之多。这些人看着前方那座大殿，眼中无不是爆发出火热无比的光芒。所有人都在等那大殿之内浩荡的恐怖威压减弱下去，便是真正的抢夺大战爆发之时。空气中充斥着一股沉凝的气息，而在如此多阵营之中，有两座势力显然是众人最为忌惮的存在。这两方势力分别是古族以及司徒府，两座九星家族势力。苍风国内的九星家族不超过10指之数，而如今这座玄武墓葬竟然就吸引了两座九星家族势力前来，由此可见一会抢夺之时将会有多么激烈。此刻司徒府所在方位，6、7名年轻强者盘膝而坐，其余势力则是远远避开，毕竟在苍风国之中，九星家族的威名还是相当有威慑力的。司徒府为首之人是一名20余岁的青年男子，相貌平平，不过周身所散发出的气场却异常惊人。此人名为司徒明月，是司徒府年轻一代中实力足以进入前5的天才人物。此时司徒明月看向身后的一名司徒府弟子，让人感到诧异的是，那位司徒府弟子如今的样貌。他鼻青脸肿，双眼乌青，嘴巴歪斜，就连牙齿都碎裂的好几颗，任谁看了都不禁在心里冒出一个惨字。毫无疑问，此人
正是当初在天龙城被林彻暴揍的司徒亮。司徒明月看着他这副惨相，虽然这几日已经习惯，但每次见到还是忍不住眉头一皱。他沉声问道：“当初在天龙城打你的那个小子在这里吗？”闻言，司徒亮连忙起身四周观望了一圈，摇头道：“不在。不过他一定进了这片山脉。师兄，你可一定要为师弟我报仇啊！”司徒亮一脸苦相，提到林彻，强烈的恨意让他全身都在颤抖。你放心，你是司徒府之人，他敢把你打成这样，那就是在打司徒家族的脸。况且进来之前，你师尊亲自吩咐，如果见了那小子，我一定帮你出这口恶气。司徒明月随口说道：“多谢师兄。”司徒亮听到这话，顿时一脸兴奋，仿佛大仇即将得报的样子。与此同时，在另一侧，古族所在方位，为首的青年男子名为古离，也是这次古族年轻一辈进入玄武墓葬中的领军人物。此人虽然身材略显矮小，但周围的那些古族弟子看着他时，无不透露出敬畏之色。这也是因为这古离不仅实力强横，而且性格心狠手辣。此刻，古离看向身旁一人，突然开口问道：“你之前说在一处山谷之中见到了一株奥义玄药？”听到询问，古浪连忙恭敬道：“回离师兄，我刚刚来此之前，的确在一处山谷之内发现了一株蕴含奥义的玄药——风玄草。”风玄草！听到这四个字，不只是李九，周围古族的弟子都是神色一惊。一株蕴含奥义的玄药，价值难以估量。他们惊讶于古浪运气竟然这么好，能够有这种机缘。古离连忙问道：“得手了？”古浪却是一脸沮丧地摇了摇头。见状，李九皱了皱眉，莫非落在司徒府之人的手中？在他看来，能够在古族之人抢夺宝物的，除了同为九星家族的司徒府，恐怕也没有势力有这个能力了。并非如此，那风玄草落在了一个少年手里，而且看不出那少年隶属于什么势力，看样子似乎是散修。什么？李九眉头皱得更深了，这等宝物竟然落在了一位散修手里。古浪脸上浮现惭愧之色，本来这风玄草我是志在必得，可是半路冒出来的那个少年十分古怪，虽然是灵武四重，却是一位剑修，实力也相当强横。李九摆了摆手，直接打断了古浪的述说，冷声道：“现在主墓即将开启，等拿到主墓之中的造化，就算掘地3尺，也一定得把那小子找出来。风玄草绝不能就这样错过。”是。对此，古浪点了点头，眼中则闪过一丝得逞的意味。如果他真的拿到那风之玄草，那么是绝对不会说出口的。可现在风之玄草既然被那少年抢了过去，要是就这么咽下这口气，他当然不甘心。现在说出来，也是因为他了解这位古离师兄心狠手辣的性格，让他知道了风之玄草的下落，那么一定不会放过那个少年。快看，结界似乎要消散了。就在此地所有人都等待主墓真正开启，无比紧张的时刻，不知道谁喊了一声，顿时所有人都向前方看去。果然，围绕着那座大山的结界之力正在飞速消散，而在那山脚之下出现了一道石门，正是那大殿的入口。开启了，真的开启了！见到这一幕，此地所有势力都变得蠢蠢欲动，眼中无不浮现出激动之色。冲啊！咻咻咻咻！终于，随着第一个人动身，像是瞬间引发了一场海啸，顿时，所有人都是向那大殿狂冲而去，唯恐比别人慢上一步。随着第一批人冲进了大殿之中，众人也是见到这座大殿的结构。只见其中被分割成了数间石室，每一间石室都有着毫光放射而出，传来一阵阵强烈的灵气波动。有几人直接冲入了一间石室之中，不一会便是从那间石室之中传来一阵惊呼之声：“灵气！上品灵气！这是玄阶功法，9品灵丹！哈哈，我竟然找到了9品灵丹！马德，你哪个势力的，竟然敢抢夺老子的宝物？把那灵丹放下，不然我让你后悔来到这世上！”随着有人发现宝物，瞬间引来无数人的觊觎，继而发生争执。不一会，更是传来了刀兵相接、拳掌对轰的激斗之声。轰轰轰轰！随着那石室之中爆发出血战，一阵阵真气涟漪席卷而出，夹杂着怒吼声、惨叫声，即使没有亲眼所见，也能想象到那血战的惨烈程度。然而这个时候，也有一些势力似乎对这些石室之中的宝物不感兴趣。这些石室之中都是一般宝物，不用在这里浪费时间，真正的造化一定还在那大殿深处。不错，继续往前冲。上品灵气、玄阶功法虽然能够吸引一些武者争夺，但对于一些实力强横一些的势力而言，诱惑力明显还有些不够。这些人看向大殿深处，猜测这座玄武墓葬真正的宝物应该就在其中，所以脚步毫不停留，继续向那大殿深处冲去。与此同时，直到这座大殿开启一段时间之后，一对少年少女的身影才是出现在此地。这两人正是林彻与李子月。林彻看了一眼那大殿入口，
眼中浮现出一丝懊恼之色。瞩目已经开启，来晚了。说完此话，他直接冲入大殿之中，入眼之处是满地的鲜血与尸首。这些人明显是为了争夺宝物，最终却葬身于此地。林彻蹲下身，直接翻动了几具尸体，像是在寻找什么。李子月皱了皱眉：“你干什么？找找有没有遗落的空间灵界什么的。你居然想发死人财，不嫌晦气吗？”李子月有些鄙夷地说道。林彻瞪了他一眼：“大小姐，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含着金汤匙出生？一出生家里就为你铺平了道路，想要什么资源唾手可得。我是散修，这些资源我都得拿命去拼。你可以不在乎，但是麻烦别站在你的角度考虑事情，要不然彰显的不是你的优越感，而是无知和幼稚。虽然不知道这少女到底是什么身份，但是这么小的年龄就能拥有如此实力，其背后所在的势力一定不简单。只不过要不是这少女拦着，林彻也不会错过瞩目开启。所以他说出此话之时，带着一股怒气，就连声音也变得严厉。李子月愣愣地站在原地，似乎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但反应过来之后，不是愤怒，而是委屈。事实上，他本身性格不是一个因为自身条件优越就蔑视别人的人。之所以说出那句话，真的是因为不了解，所说出的无心之言。就像林彻所言，他出生之时就从不缺资源，此次又是第一次出来历练，自然不了解其他武者是怎样获取资源的。但从林彻的话语之中，他也清楚了自己刚刚那高高在上的态度有些伤人。李子月低着头，眼睛眨了眨，想要道歉，却又感觉有些难以启齿。当然，林彻也没注意他此时的态度，随手翻了几具尸体之后，判断这些死者的空间戒指应该都是被人拿走了，所以他也不犹豫，直接向那大殿深处而去。哎，见林彻离开，李子月跺了跺脚，独自站立在那一地尸体之中，与之前那暴力的形象不同，这少女脸上竟然闪过微微害怕的神色。等等我！他迈开玉足，迅速向林彻的身影追去。瞩目大殿深处，刷刷刷，随着一连串空间波动，有诸多强者冲到了此处。毫无疑问，能够第一时间赶到这里，自然是那些大势力的天才居多，每一个都绝非寻常之辈。然而，当他们来到这里，看到眼前的景象之后，都是愣住了。那是什么？眼前在大殿居中位置，有着一座莲花道台，光华流转。而在那道台之上，有着一颗婴儿拳头大小的珠子，光暗交织，黑白两色缓缓流动，有一股莫名的神韵，似乎看一眼便让人心神深陷其中。莫非是玄武化龙丹？化龙丹，传言只有在一些修为极深的武者死后，经过千百年的天地灵气浸染，才会形成的至宝。可以说，一枚化龙丹不仅融合了生前这位强者一生的武道感悟，更是封印了其部分修为。如果用一颗玄武化龙丹来催动阵法，足以让玄阶大阵发挥出道阶大阵之威力。炼器可以铸造出上品玄器，用于炼丹则可以炼制出九品玄丹。即使什么都不做，握着这颗化龙丹修炼，那也能让武者对于天地的感悟更加清晰，修行一日千里。总之，不管是用于任何一道，一颗玄武化龙丹都价值连城。而在市面之上，玄武化龙丹一颗的价值最少1亿金币，而且还是有价无市。1亿金币，想到这个数字，此地所有人都感觉自己的心脏在狂跳，眼睛发直。古族众人之中，古离冲到此地之后，便是意识到此物的重要性，直接取出一块传音石，传音道：“师尊，是化龙丹。”瞩目之中是一颗玄武化龙丹。什么？竟然是化龙丹！片刻之后，那传音石之中便是传回一道苍老的声音，显得有些激动：“徒儿，不管付出任何代价，此丹必须到手。”是，师尊。不只是古离，这个时候身处大殿之中的各大势力天才，无不是利用传音石传出意念，与外界的长辈沟通，而得到的回复无不是让他们全力以赴，必须将那玄武化龙丹争夺到手。强！轰！场面沉寂一瞬，随后便看到整个大殿之中犹如沸腾了一般，各大势力的天才身影无不是爆射而出，疯狂向那座道台冲去。此物我古族势在必得，谁若是争抢，便是想与我古族为敌。古离犹如一道疾风，一边向那道台狂冲过去，一边搬出古族的威名震慑。唰！可是还不等他接近，一道身影便直接将他拦截下来。此人正是那司徒府的司徒明月。司徒明月冷笑一声：“你古族的面子值几个钱？这玄武化龙丹，我司徒府今日是志在必得。司徒明月，敢阻我的去路，你是找死！”哼，古离，别人怕你古族，我司徒府可不怕。今天咱们谁找死还不知道呢。这两人说到此处，便开始大战在一起。砰砰砰！可以看出，二人出手都丝毫不留情面，再加上他们实力都十分强横，
每一次碰撞激荡起恐怖的真气涟漪，周围一些境界稍弱的武者被冲击的接连倒退。除此之外，此地还有大大小小数十处家族势力，则是更加惨烈，人人都打红了眼。空中刀光、拳影、掌势，各种攻势疯狂交织，甚至有人不惜动用价值惊人的攻杀灵符，造成大面积杀伤。总之，以4个字形容，那便是底牌尽出。不断有惨嚎声传来，短短片刻，这一座大殿仿佛成为了修罗场，死伤惊人。然而，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大殿之中的激战已经进入白热化的阶段，一道身影的出现，却是让这局面迅速打破。一位身穿黑色长袍的少年，身影犹如一道疾风袭来。他迅速掠过大殿中众人，竟然就在这眨眼之间，轻轻松松登上了那座道台。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愣住了。寂静，整个大殿迅速变得无比寂静，直到那少年淡然自若地将那颗无数人觊觎的玄武化龙丹收入灵界之内，所有人才反应过来。一瞬间，无数人眼睛通红，想要吃人一般的目光全部投射到那黑袍少年的身上。毫无疑问，这位黑袍少年正是林彻。就在此时，李子月也顺势来到了林彻的身旁，他的目光看着林彻，那神色无比古怪。是专业捡漏的吗？想到之前林彻怎样得到的风玄草，再看看他又是怎么拿到的玄武化龙丹，那手法简直是如出一辙。捡漏，这真的就是捡漏啊！其实之所以如此，原因有3个：一是各大势力中，包括古离、司徒明月之流的强者都在互相牵制，一时之间无法抽身拦截林彻；二是林彻的速度那是真的惊人，抱步施展之下，大殿之中能够反应过来进而将他阻拦下来的，还真没有几人能够做到。3就是各大势力之所以先行拼杀，没有第一时间抢夺那玄武化龙丹，是因为人人明白，如果不拼出一个胜负，那么谁先拿到玄武化龙丹，无疑是在找死，必然成为众矢之的。就像现在，在林彻拿到玄武化龙丹的瞬间，所有人都停下了激战，人人看着林彻的目光，除了愤怒之外，便是冰冷，就像在看一个死人一般。很明显，在这一瞬间，林彻的这个行为已经吸引到了所有势力的仇恨。明月师兄，就是他，他就是当初在天龙城将我打成这副模样的那个小畜生。见到林彻的身影，司徒亮牙齿漏风，含糊不清地说道，显得相当激动。闻言，司徒明月目光微微一眯。另一边，古族阵营之中，古浪则是更加激动，低声道：“李师兄，之前那株风玄草就是被此人抢夺而去。”什么？就是这小子？一株风玄草已经足够珍贵，更何况连玄武化龙丹也落入这小子的手中，绝不能放过他。冒出这个想法，古离脸上的表情变得无比阴鸷。感受到周围这些人想要吃人的目光，林彻看向李子月，不是想找人打架吗？高手都在这里了，你能打几个？要不然咱们一人对付一半如何？李子月愣了一下，看了一下场上的形势，有些不好意思的低声道：“是不是太多了？我觉得我可能打不过。打不过，那跑吧。”跑？李子月还没反应过来，林彻已经拉着他的手臂，如同离弦之箭，向大殿之外爆射而去。爆步！林彻将这门身法运用到极限，那速度无比惊人，转眼之间就已经越过大半人群。不好，他想逃！这时，众人才是反应多来，纷纷怒吼出声：“想逃？哪有这么容易？”古离知道林彻不仅拿到玄武化龙丹，还拥有风玄草之后，便是打起了12分精神。这时候他也是第一时间反应过来，直接向着林彻逃离的身影暴冲而去。见古离出手，古浪出言提醒：“李师兄小心，这小子有毒。”毒？老子下手比他更毒！古离不屑地冷笑一声，他身影更加急速，冲着林彻的背影就是一拳轰出。轰隆隆，恐怖的拳势纵横激荡。感受到身后袭来的一拳，林彻目光微微一凝，凌寒剑瞬间出鞘，随着他手指一引，向身后暴刺而去。剑意！林彻十分清楚眼前的局势，所以没有任何留手。水之奥义覆盖之下，虽只一剑，却仿佛蕴含滔天巨浪之威，无物不破。轰！一声犹如惊涛骇浪般的巨响之后，剑锋直接刺穿对方的拳势，竟然毫无悬念。噗嗤！古离整个拳头都被这一剑洞穿，鲜血淋漓。不好！古离神色猛然一惊，显然没有预料到这少年的剑道领悟竟然如此可怕，连忙向后狂退。唰！而林彻一击得手之后，却是毫不恋战，身影几个起落，就是带着李子月消失在了大殿之中。好强！此人竟然是剑修，好恐怖的剑道领悟！看到这一幕，场面沉寂了一瞬，紧接着大殿之内便是爆发出一阵阵惊呼之声。古离在古族年轻一代中已经是名列前茅的天才，然而刚刚那少年才多大岁数，竟然一剑将其逼退。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能相信？此刻，古离同样目光闪烁，吃了这个亏之后，他的脸上却是浮现出更加阴狠的神色。小兔崽子，真是低估你了。不过，你以为能逃得掉？放出这句狠话之后，古离突然觉察到一丝异样。他看向自己的拳头，只见那伤口之处竟然有浓郁的黑雾弥漫。古离直接将衣袖撕裂开来，看到的景象让古离神色剧烈一变，险些昏厥过去。只见那黑色毒雾竟然已经顺着血液蔓延到了上臂，使得他整条手臂都呈现出漆黑之色。古离冷冷地盯着古浪，仿佛一头责人而噬的凶兽。怎么回事？李师兄，我已经提醒过你，这小子有毒，是真的有毒啊！古浪小心翼翼地解释道。而此时，古离如何还能不清楚？毒之奥义，刚刚那小子的剑意之中竟然蕴含了毒之奥义！草尼玛的，为什么不说清楚？古离暴怒，一巴掌将古浪抽飞了出去。紧接着，他直接抓住自己那条手臂。犹豫片刻之后，古离神色一狠，刺啦一声将整条手臂都撕扯了下来，鲜血如注。当然，古离也不得不这样做。如果任由毒之奥义蔓延下去，那他废掉的就不是一条手臂了，他的这条命都会丢掉。看到这一幕，在场所有人都是心头狂跳，心中明显对于林彻的威胁程度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知。一名剑修本就让人忌惮，更何况是一位领悟了毒之奥义的剑修，那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一尊杀戮机器了。不过，若是就这样放弃，他们也绝对不会甘心。一颗玄武化龙丹，那可是上亿金币啊！这个数字足以让人豁出性命。追，绝不能让他逃出这片山脉。瞬间，所有势力都是向那大殿之外涌了出去，向着林彻逃遁的方向狂追而去。林彻带着李子月离开那大殿之后，便是一路疾驰，直到数十里之后，林彻才停下脚步，看向李子月的眼中有些古怪。这一路，林彻动用爆步这门步伐，这个少女竟然从始至终都能赶上他的速度，这足以证明他所运用的身法品级极高，最少也是玄阶身法。你背后到底是什么势力？林彻好奇道。我姐姐曾跟我说，出门在外要有防人之心，不能随便透露自己的家世背景。听到林彻询问，李子月认真道：你姐姐？林彻有些疑惑，但也没有多问，而是再次道：你走吧。啊，为什么？李子月一愣。林彻摇了摇头，你不是打算一直跟着我吧？你也看到了，我现在是众矢之的，山脉中所有势力都在追杀我，跟着我会连累你的。我才不怕呢。李子月说到这里，美眸中竟然浮现出兴奋之色。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刺激过，与所有势力为敌，简直想想就让人兴奋。林彻，这少女的思路果然清奇，被这么多势力追杀，她竟然还能感到兴奋。看着这少女一脸无邪的表情，林彻无言以对。你愿意跟着就跟着吧。林彻也拿着少女没办法，既然甩不脱，只能让这个小尾巴暂时跟着自己了。或许他之后意识到凶险，才会主动离去。没有在这个地方过多停留，两人继续上路。林彻选择的路线并非是向山脉之外逃离，反而是绕了一个大圈，再次返回了那处大殿附近。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当然，林彻也没有进入那大殿，只是在大殿附近找到了一处隐蔽山谷，作为暂时的栖息之地。仔细检查过四周之后，确定这地方暂时安全，林彻直接坐在一块青石之上，将空间戒指取了出来。心念一动，玄武化龙丹与风玄草同时出现在他手掌之中。这次进入山脉的收获可真是太丰厚了。想到这两件物品的价值，林彻的心中就一阵激动。不过他心中同样清楚这两件东西在此时此刻将会带给他的危险。吞噬，林彻心中冒出了这个想法。拥有气海，他清楚自己是拥有炼化这两件至宝的能力的，而且这两件宝物也只有被他炼化之后才是最安全的。只不过仔细考虑了一番，这个想法又是被他否决了。原因很简单，一颗玄武化龙丹所拥有的狂暴能量，以他现在的境界想要炼化，最少也要耗费数天时间。而这个时间若是被其他势力找到自己，那他恐怕会死得很惨。还有一点，就是这片山脉其实并不安全，除了各大势力的年轻弟子之外，应该还有诸多老辈强者在外界窥探，只不过碍于规则不能入场。要是被这些老妖怪发觉自己能够吞噬灵物的秘密，后果更是难以想象。想到这里，林彻再次将两件至宝收入灵界之内。可就在这时，一阵波动传来，有三道身影突然出现在山谷之内。哈哈，这小子果然在这里！只要杀了他，那玄武化龙丹便是咱们断魂门的了。这三个人都身穿黑色斗篷，使得脸庞被阴影遮住。在他们胸口之上有着七星标志，代表其背后乃是皇朝七星势力。来得这么快！看到这三人，林彻眉头皱了皱，
随后看了一旁的李子月一眼，我解决2个，剩下1个交给你，怎么样？闻言，李子月点了点头。而此时，那3人看着灵彻的目光则是泛着绿光，充满了贪婪。其中一人开口道：“小子，只要你交出。”唰！还不等他说完，剑鸣之声突兀响起，凌寒剑闪烁寒芒，瞬间撕裂空间，在那人还未反应过来之际，扑哧一声将他的眉心洞穿，鲜血四溅。你！在他身旁的另一名断魂门弟子看到这一幕，神色猛然一变。不过他刚刚吐出这一个字，林彻手掌一挥，真气御使之下，长剑以一个刁钻的角度再次向那人暴掠而去。哗！凌寒剑一个横斩，飙射出一道血线，就看到此人的头颅与身体分离开来。又是一剑诛杀，丝毫没有拖泥带水。见到林彻瞬间就解决2人，李子月愣了片刻，过了一会他才反应过来，终于对那最后一人动手。轰！他纤细的手腕一翻，一柄血色战刀狂砍下去，一股沉重如山的刀意弥漫开来。不好！看到这一幕，最后仅剩的那名断魂门的弟子脸色巨变，直接捏碎了一张防御属性的保命灵符，在其身前形成一层遁形结界。可是就算如此，也没有扛住这蕴含山岳奥义的一刀。轰砰！遁形结界刹那破碎，男子的双手被刀意震断，身躯重重飞了出去。等他挣扎起来，却发现李子月手中的战刀已经停留在他头顶之上。那男子一脸惊惧地看着李子月，求别杀我！对方那乞求的眼神让李子月脸上浮现一丝挣扎之色。可就在李子月犹豫的时候，他握刀的手突然被一只有力的手掌抓住，猛然向下一压。咔嚓！那最后一名断魂门的弟子被这一刀瞬间斩杀，灼热的鲜血有几滴溅到了李子月白皙的脸颊之上，让他的身躯微微一颤。此时林彻才松开他的手，第一次杀人。李子月不自主地点了点头，样子有些惊魂未定。林彻看着他道：“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既然是第一次出来历练，那今天就当是给你上的第一课。”李子月依旧正在原地，不过林彻也能体会到他此刻的心情，那毕竟是杀人。想当初林彻第一次杀人也自闭了好几天，从这点来看，这少女的表现比自己强多了。当然，这种事情还是要他自己来消化。林彻没有管他，快速打扫了一番战场。不一会，3枚灵戒出现在林彻掌中，他略微探查了一番，其中的东西最少价值200万金币，这让林彻再一次感叹，果然还是这样来钱快啊。将戒指收起，这时林彻又是看了一眼地上那3具尸体，眼中则浮现出一丝冷意。林彻判断这地方早晚会被人找到，但绝不至于这么快。这断魂门的3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找到他，背后一定有人指点。至于指点他们的人，毫无疑问便是断魂门的长辈。有人在破坏规则。一颗玄武化龙丹最少价值1亿金币，这个数字足以让各大势力动心。因此林彻猜测，这玄武化龙丹的价值应该是让外界那些老东西坐不住了，甚至开始为自己势力的弟子作弊，透露他所在的方位。破坏规则吗？想到这里，林彻抬头看向虚空，眼睛微微一眯。只要老一辈没有不要脸到亲自入场，尽管透露他所在的位置吧。弟子一辈，他还是不怕的。一座势力所培养的天才，那也是付出了不少心血的，陨落一个都是不小的损失。既然如此，那就来吧，来一个我杀一个，杀到你们肉痛为止。林彻打扫完战利品之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带着李子月离开此地，而是在等。终于，不知道过了多久，李子月脸色恢复了一些色彩，来到他身旁。想通了。林彻和煦的笑道。李子月点了点头，我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杀我。我死了不要紧，可是我的亲人会伤心，所以还是让他们去死吧。这角度找得很刁钻，但还真没什么问题。林彻竖了竖大拇指，然后在他肩膀上拍了拍。那走吧。去哪里？林彻道。杀人，等着别人上门追杀，这不是我的风格。李子月一愣，他发觉自己只是有点暴力倾向，可这个比他大不了多少的少年，完全就是心黑啊。这个时候竟然想着去反杀那些追杀他的人。没有理会李子月的错愕，林彻直接拉着他离开那片山谷。有人在破坏规则，那么不管隐藏的多么隐蔽都会暴露，所以并没有什么绝对安全的地带，而停留在一个地方太久只会增加风险。林彻想要做的就是在这片山脉中不断转移，不给对方反应的时间。这次进入山脉之中的各大势力最少有1000人之多，要是被包围了，他打不过是真的打不过，可若是逐个击破，那就不一样了。反袭杀。接下来的几日，林彻带着李子月不断寻找那些追杀他的势力，然后以雷霆手段灭杀之后再飘然远去。2人就如同暗夜中的精灵，毫无踪迹可寻，但每一次出现都会收割生命。
数日之后，那些进入山脉中的势力终于觉察到了诡异之处。这片山脉中，死亡数字在不断攀升。有时候，今天两个势力刚刚碰头，第二日就会在一处无名之地发现其中一个势力那些弟子的尸身。一种恐惧的心理开始在所有人心底滋生。这就像猎人在捕猎一只猎物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却成了猎物，那种失去掌控的感觉，自然而然的会衍生出烦躁、恐惧、慌乱、不安等等情绪。我放弃了，老子才20岁，不想就这样葬身在这荒山野岭。这哪里是在追杀别人，明明就是被人追杀。我已经3天没有睡觉了，我怕我一睡就再也醒不过来。退出，我要退出，老子不玩了，我要回家。我现在发现那玄武化龙丹根本就不是我能染指的，恐怕还不等那小子死，我就已经无声无息的死在这鬼地方了。在这种死亡的阴影之下，越来越多的人心里接近崩溃的边缘，一些实力稍弱的势力甚至开始选择退出。数日后，一座清风之上，林彻的身影盘膝而坐。此刻，他一袭衣衫血迹斑斑，一旁的林寒剑也沾染了不少血渍，一旁的李子月也同样如此。这几日，最少有数十位不同势力的天才葬生在二人之手，他们也能清楚地感知到，一些势力正在暗中退走。这足以证明，他们二人在这片山脉中进行反袭杀，其实是有效果的。不过就算如此，二人此时面临的压力依旧不小。其实，你可以不必面对这些凶险，现在离开还来得及。林彻看向一旁的李子月，见到这少女神情略显疲惫，开口劝解道。对此，李子月却坚定了摇了摇头。我姐姐说过，出来混一定要讲义气，若认识了朋友，只有真心对待，别人才会真心待你。我如果现在弃你而去，那就是不讲义气。闻言，林彻却略感疑惑。与这少女相处的这段时间，他一直提到他姐姐，让林彻感觉这少女似乎对自己的姐姐有一种盲目的崇拜。因此，林彻好奇道：你姐姐究竟是什么人？我姐姐。李子月刚想开口，又仿佛意识到了什么，道：不能告诉你，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姐姐是苍风国最厉害的天才之一。如果今日我姐姐在这里的话，这些困境在她面前想要破解，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听到他的话，林彻也不好再追问，略微沉默了一下，又道：你刚刚说我们是朋友，当然除了我姐姐之外，我从没有佩服过任何人，但是现在我真心服你。从小到大，家里长辈都说我是小祸害，但是自从见了你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祸害，所以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祸害？林彻一脸疑惑。李子月郑重的点了点头。你走到哪里都能招惹一大批势力，被人死命追杀，这还不是祸害？林彻，唰！就在两人交谈的时候，不远处的虚空突然传来了一阵波动，紧接着一位身穿白袍的老者凭空出现。见到他，林彻神色一动，此人正是白秋离。不过此刻的白老脸色有些苍白，整个人也显现出颓势。林彻心中一沉，开口问道：白老，你受伤了？他感受到白老的气息似乎有些虚浮，明显是受了内伤。一点小伤，无关紧要。白老随意摆了摆手，一颗玄武化龙丹的价值的确惊人，但却没想到会让那些家族的老东西如此觊觎，真是卑鄙无耻啊！听到这句话，林彻终于明白，看来那些藏身在暗中的老家伙们终于还是坐不住了，甚至与守护他的白老已经有过交锋。想到这里，林彻紧紧握了一下拳头。而此时，白老看着他郑重道：来自老一辈的压力，我尽力替你抵挡，不过在这片山脉之中，你还是要千万小心一些。这些我明白，可白老你……林彻看着白老的目光有些凝重。林彻虽然身处漩涡之中，可白老在暗处面临的压力绝对不会比他轻松，这也让林彻有些担心。不等林彻说完，白老将他打断：这点小小的压力不算什么，不过这些老东西如此卑劣，我也用传讯光符通知洛店主，他正在赶来的路上，等他来到之后，自然会一一跟这些势力清算。这段时间你一定不可走出这片山脉，尽量周旋，等洛店主到来之后，一切自然会迎刃而解，明白吗？闻言，林彻点了点头。在这山脉之中，老辈武者不能出手，这是开始之前各大势力便共同立下的规矩。虽然这规矩已经形同虚设，但多少还有一些牵制作用。可若是离开了山脉之中，各大势力的老辈人物再出手抢夺，那就是明目张胆，不需要再有任何顾忌。自己小心。留下这句话之后，白老便准备离去。然而他刚刚转身，林彻的声音突然道：白老，若你真的撑不住，便放弃吧。一颗玄武化龙丹的价值虽然惊人，但是在弟子心中与你的安危相比，不及万一。听到林彻的话语，白老脚下一滞，虽然没有回头，可是紧握的手掌却微微颤抖一下。这小子还挺让人感动的，是怎么回事？白秋离那苍老的脸庞之上浮现出一丝柔和而欣慰的笑意，
但也没有再开口，身影一闪，消失在原地。压力！白老离开之后，林彻站在原地，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接下来的几天，林彻带着李子月依旧在山脉之中与各大势力周旋。就像白老所言，与外界相比，如今这片山脉中勉强还算安全。毕竟是开始之前各大势力共同定下的规矩，如果老一辈出手，别的不说，最少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不过林彻能感觉到这些老家伙越来越不安分了。就像这几日林彻出现的地方，周围巨石会突然爆碎，乱石穿空。所藏身的山脉之中，巨大的山体之上被人印下一道数十丈大小的掌印。甚至有一次，林彻行走之间，面前的数百米大小的地面突然塌陷下去，险象环生。这些都是试探，也可以看作是危险。不得不说，这种随时可能被抹杀掉的压力，的确让人忌惮。不过林彻依旧没有放弃的打算。等，白老说过，骆店主已经在赶来的路上，而他现在只能等下去，祈祷那些老东西在店主到来之前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3日之后，林彻碰到了一伙势力，而这也是他目前在山脉为止所遭遇的最强的一股势力。此刻，林彻的面前出现了10几道身影，其中为首的2人正是古离以及司徒明月。联手！看到这一幕，林彻目光微凝，这2座9星家族的小辈天才，为了对付他，竟然选择了联手。小子，任你万般狡猾，也别想逃出我们的手掌心。司徒明月冷声说道。林彻的目光在这些人身上扫过，轻笑了一声，竟然选择联手。你们总算变聪明了，不过这也侧面证明你们怕了我。怕！听到林彻此话，那10几人脸庞无不抽搐了一下。虽然不想承认，可他们内心深处的确对林彻有着深深的忌惮。这些天追杀林彻的势力不断横死，无不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让众人不得不重新评估林彻的实力。你们好歹也是各自势力中的天才，为了杀我而选择妥协，不怕以后成长路上诞生心魔吗？林彻笑着问道。心魔？老子若是杀不了你，以后才会诞生心魔。说话之人正是古离。被林彻废掉一条手臂之后，他看着林彻的目光无比怨毒。不用跟他废话，先宰了这小子，至于那玄武化龙丹，咱们之后再商议归属。司徒明月开口。闻言，其余之人纷纷点头。顷刻之间，他们将林彻与李子月包围了起来。林彻看了李子月一眼，这回怎么说？李子月指着古离与司徒明月道：“这2人交给你，剩下之人交给我。”好。嗖！林彻一言落下，身影直接向前暴掠而起，向着司徒明月2人便是冲了过去。小子，面对这种局面，你居然还敢先行出手！见林彻身影冲来，司徒明月冷笑了一声，对着他便是一掌轰出。轰！那股掌力极为强横，使得空气中隐隐传来震荡之感。而见到这一幕，林彻拔剑一斩，吃！周围10丈空间之内瞬间被一股强横无比的剑意所覆盖。剑浪！这一剑，林彻融合了水之奥义，剑气犹如狂涛巨浪一般向前横压而去。这股力量，当2人的攻势接触在一起的刹那，司徒明月突然脸色一变，紧接着他的身影便仿佛被一股巨力击中，被冲击的连连向后暴退。不过林彻虽然一剑逼退对方，却没有就此放松下来，因为此刻他突然感应到一丝危机从他另一侧袭来，而出手之人毫无疑问正是古离。死！古离迅速逼近林彻，然后一拳狠狠打了出去。刚刚古离一直没有出手，就是在等一个机会，直到林彻与司徒明月对拼的瞬间，他才选择从一侧发动突袭，对于战机的把握可以说无比强大了。林彻刚刚那一剑之后，短时间之内的确不可能凝聚第2道剑意，不过对此林彻脸上却没有丝毫慌乱之色。下一刻，他拧身对着古离的攻势就是一拳轰出。嘿嘿，老子专门练拳10年之久，你一个剑修竟然想跟我比拼肉身力量，简直找死！见到林彻的行为，古离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狞笑，只是他话音刚落，脸色却骤然一变。2拳相接，砰！一声犹如惊雷般的爆响，随后竟听到咔嚓咔嚓一连串骨骼碎裂的声音传出。嗖！紧接着，古离的身躯直接暴退了10几丈之远，强行稳住身形。南宫英看向自己的手掌，只见指骨都已经断裂，整个手掌更是扭曲变形。这不可能！10指连心，传来一阵阵钻心般的疼痛之感，让古离满脸扭曲，心中更是充满了惊骇。林彻收回拳头，不屑地笑了笑：“一座山我都能打穿，跟我比拼肉身力量，我看你才是找死！”林彻的话语丝毫没有夸张，当初跟银袍强者练体3个月，再加上以万毒淬炼肉身，早已让林彻的肉身强度达到一个无比恐怖的地步。一个剑修，肉身强度竟然毫不弱于体修。
此时古离看着灵彻的身影，感觉有些头皮发麻。这小子到底是人还是妖怪？2对1竟然还用偷袭的手段，古族走出来的天才都是这么不要脸吗？灵彻满脸嘲讽地说道。是。一言落下，没等对方开口，灵彻面前的那柄灵剑突然疾驰而去，目标直指古离。剑气所过之处，仿佛连空间都被撕裂。你！古离神色巨变，便想出手招架，可这时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之前在瞩目之中，他被灵彻废掉一臂，而如今与灵彻对拼肉身，另一条手臂也被废掉，还如何出手招架？绝望！古离脸上闪过绝望之际的神色，那柄灵剑也已经暴掠到他面前。噗嗤！下一瞬，他的眉心被洞穿，身躯直直的向后倒去，生机也随之彻底断绝。古族之中，一位实力足以进入前5的年轻天才，居然就这样被斩杀。见到这一幕，在场之人全都感觉心脏剧震。他们再次看向那少年的身影时，眼中已经带上浓浓的忌惮之意。此刻，司徒明月面色无比凝重。古离与他实力相差无几，对方能够将之斩杀，也就意味着同样能杀他。所以在古离死后，司徒明月对眼前这少年心中已经诞生了一丝畏惧。但如今他没有退路。身为武者，一旦对同代之人产生畏惧之心，以后修炼道路之上也将心魔丛生。今日如果杀不了灵彻，那么这位少年的身影将会永远成为压在他心底的一块巨石，甚至会成为他心中的魔障。杀！不惜一切代价，今日也要击杀此人。心念及此，司徒明月脸上布满了狰狞，准备拼命一战。然而就在他话音刚落之际，天穹之上突然传来了一阵破空之声。咻咻！虚空之间一阵剧烈的波动，只见2道身影突然出现在此地上空。这是2位老者，全部达到了御空而行的玄武之境。长老！见到这2名老者，在场的古族以及司徒府的弟子纷纷行礼。原来这2人的身份正是这2大家族之中的长老。你等退下！此刻这2位老者来到此地之后，直接对下方众人说道。闻言，司徒明月脸色骤然一变。什么？长老？若是我等现在退下的话，退下！滚出此地！不等司徒明月说完，那位司徒府的长老却直接冷喝一声。刚刚他们2位老辈看得很清楚，司徒明月等人根本不是眼前这小子的对手。退下，以后只会诞生心魔，可如果不退，这些倾注大量资源培养的小辈必然全部葬身此地。是。感受到长老眼中的不容置疑，司徒明月狠狠咬牙，但就算他心中不甘，也只能放弃。片刻之后，这些小辈全都离开了此地。场上只剩下林彻、李子月以及他们面前的2位老者。此时古族长老看了一眼地上古离的尸体，袖袍一挥，将其卷起。随即他再看向林彻的眼中布满了森寒之色。我古族为了培养这样一位小辈，不知耗费了多少资源心血，你今日杀了他，可曾想过后果？林彻皱了皱眉，后果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来此地是为了杀我，那么被我反杀乃是天经地义。牙尖嘴利，听到林彻的话语，那位古族长老的脸色更加阴沉。与此同时，那位司徒长老则是道：这小子背后守护之人来自武殿。武殿？古族长老略微沉默了一下，随即道：武殿又如何？10年前稻仓院那场动乱，武殿已经彻底解散，现在又能有何能量？这2位老者你一言我一语，而此时林彻的眼中却布满凝重，明显能够看出来，这2个老东西现身出来是准备亲自动手了。果然，片刻之后，那位古族长老对林彻道：小子，交出玄武化龙丹，老夫可以考虑留你一具全尸。林彻犹豫了一下，仔细思考了一下眼前的局势，随后道：我交出玄武化龙丹，放我们离去怎么样？你杀了我古族一位天才，必须死，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对此，古族长老眼中浮现凝色。林彻脸色一沉，看来这老东西是铁了心要杀自己了。想到这里，林彻将那玄武化龙丹从灵界中取出，握在掌中。这样吧，咱们各退一步，你古族的天才是我所杀，与我身旁这个小姑娘无关，你们把她放了吧。老夫说了，你没有讨价。咔！古族长老话刚出口，只见林彻手中那玄武化龙丹被捏出一道道细纹，似乎再一用力便要崩碎开来，化成齑粉。等等，小子住手！见到这一幕，这2位长老如何还能不明白，林彻这是以玄武化龙丹来威胁他们。相比较而言，他们想杀林彻，只是觉得林彻的天赋过于变态，不想留下后患。可更为主要的，还是想拿到玄武化龙丹。这东西的价值太惊人了，要不然也不至于让他们不顾身份，破坏规矩。你这个要求，我等答应了，
可以放了这个小丫头。这一次，司徒长老语气缓和了下来。闻言，林彻表情一松，转头看向李子月道：“你走吧。”“不，我不走。我当你是朋友，朋友之间就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现在你有危险，我怎么能独自离开呢？”李子月倔强道：“朋友，我可没当你是朋友。这些天你帮我杀人，可是那些战利品我有分过你一件吗？”李子月一愣，这个还真没有。每次杀了人，这家伙都以最快的速度把那些战利品席卷一空，活生生一个土匪加守财奴，他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从始至终我只是在利用你而已，你也不用跟我讲什么义气，赶紧走吧。林彻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可是见他还想废话，林彻直接吼道：“滚！”林彻，你大爷的！李子月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被这样吼过？在原地愣了一下之后，小脸顿时气得发白，摩擦着晶莹的虎牙。你去死吧！他跺了跺脚，嘟囔了一句之后，直接扛着刀转身离开。见李子月离开，此时司徒长老一脸阴鸷地看向林彻：“小子，你的要求我二人已经答应，现在你可以将玄武化龙丹交出来了吧？当然，你也不要妄想拖延时间，期待你背后之人能够救你。他现在应该自顾不暇，根本没有精力来管你了。”一旁古族长老同样道：“不错，若你将玄武化龙丹交出，老夫说话算话，绝对让你死得没有一丝痛苦。不然，我有100种方法将你折磨得痛不欲生，甚至让你后悔来到这世上。如果不信，你尽管试试。”听到这些威胁，林彻心如沉渊。绝境，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如今摆在林彻面前的都是绝境。天女前辈，这2个老东西以大欺小，你不准备管管吗？你要是不出来的话，我今天可真的要交代在这里了。林彻绝望之际，心神沟通神域空间。我出不去。对此，天女直接简洁的说道。不过就在这时，神秘女子突然又道：“虽然我出不去，倒是可以借你一些力量，就是你要付出一些代价。”林彻连忙问道：“什么代价？”“以你现在的境界，就是我1/1000的力量，也不是你能承受的。我将这力量强行借给你，在此之后，你依旧会死。就算不死，以你现在的肉身强度，恐怕也会经脉尽数爆裂，以后沦落为一个废人。”闻言，林彻心中一沉，但犹豫了一下之后，他的目光呈现出疯狂的光芒。拼了！反正都是一死，那就先把这2个老东西干死再说。能拉着2名玄武境垫背，那也值了。林彻刚做出决定，可还不等他执行，映入眼帘的一幕就是让他愣住了。只见不远处，李子月那娇小的身影竟然又走了回来。我想了想，觉得你不是那种人。你刚刚是故意骗我离开的，对不对？李子月灵动的目光看着林彻，认真的问道。林彻，臭丫头，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你可真是麻烦。与此同时，古族长老见到李子月去而复返，眼中闪过一丝不耐。他原本认为林彻即将做出决定，现在被李子月打断，更让他心中也生出一股无名怒火。既然给你机会你不走，那就永远留下吧。古族长老冷笑一声，这时候竟然一掌拍了出去。轰！浩大的掌力铺天盖地一般涌向李子月，玄武境的力量，哪怕只是随意一掌，也将数十丈范围内的地表全部掀起，恐怖至极。小心！林彻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一步跃到李子月的身旁，随即揽上了他的腰肢，足下猛然一蹬，向后暴退。可就算这样，那一掌的速度也追赶上了2人。不得已，林彻只得一个转身，以自己的身躯挡在了李子月的身前。砰！一声巨响，那沉重至极的掌力狠狠砸在了林彻的身后，让他的背部直接皮开肉绽。若不是林彻的肉身堪比体修，这一掌足以将他的脊椎打成数截。噗！林彻一口鲜血狂喷而出，因为面对面全部喷在了李子月的玉颈之上。2人的身躯重重落在地上，最后又滚出了10几米远，才是将那种冲击之力抵消。你被林彻压在身下，感受到自己胸前被他血液浸染的温度，以及他口鼻之中喷出的炽热气流，李子月整个人都仿佛僵住了，双眸之中更是掀起一阵阵波澜。而此时，林彻看着那近在咫尺的精致脸庞，同样感觉有些异样。不得不说，李子月虽然年龄小，但论长相而言，绝对算是一个美人胚子。一张鹅蛋脸，眼睛灿如繁星，五官精致的没有一丝瑕疵，因为距离很近，甚至能够嗅到他身上那淡淡的体香。当然，这画面虽然旖旎，但对于林彻而言，可没有半分享受的感觉。背后传来的剧烈疼痛之感，让他近乎晕厥。你没事吧？李子月小心翼翼地问道。林彻没应声，是没有力气回答。见状，李子月将他的身躯轻柔地推开，随后他从地上站起，再看向那3位老者的眼睛呈现出通红之色，有一种极深的怨念。下一刻，
他直接取出一块传音石，对着其中疯狂咆哮：“老家伙，你要是再不出来，就等着给你徒儿收尸吧！”见到李子月的行为，那两位老者的神色都是有些戏谑。叫人？当着他们的面叫人？真是天真啊！司徒长老咧嘴一笑：“臭丫头，你师尊到了现在都不敢露面，你以为是什么原因？只怕他见到你得罪了我们两大势力，早已经将你暗中舍弃，怎么还敢来救你？有本事便让你师尊！”司徒长老话还没说完，语气便是一滞，因为此时竟然有一道身影出现在了众人视野之中。远处一位跛脚老人出现，他穿了一身道袍，鹤发童颜，正身一脚浅一脚的向这里走来，直到在两名长老面前停下脚步。这跛脚老人眼睛眯了眯：“你说老朽不敢露面，是害怕你们二人？”而此时古族长老以及司徒长老二人见到这位突然出现的瘸腿老者，面容微微一变，看不透。二人发现竟然看不透眼前这个跛腿老者。司徒长老脸上浮现出一丝谨慎之色：“阁下是？”闻言，那瘸腿老者淡淡一笑：“我就是这小丫头的师傅，你们不是要找我吗？”见状，司徒长老两人对视了一眼，随即笑道：“呵呵，阁下说笑了，我们要对付的只是这名少年，其实并不想为难阁下的高徒，如果之前有什么得罪之处，还望见谅。”这两位长老的态度转变如此之快，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忌惮这位瘸腿老者的实力。他们身为玄武之境的强者，能让两人看不透修为，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此人的境界在他们两人之上。师傅，别听这两个老狐狸的，快将他们全都杀了！此刻李子月却是一脸气愤，开口说道。对此，那瘸腿老者却摇了摇头：“小姐，杀他们两人不难，但这二人背后势力皆是不弱。而这次小姐出来之时，老爷曾亲自吩咐，不可随意惹祸。老朽受到的命令，也只是保护小姐一人的安危，杀人可不在老朽的职责之内。你说要保护我的安危，可刚刚你没看到吗？若不是林彻舍命相救，我已经被那个老东西一掌拍死了。”呵呵，瘸腿老者再次一笑：“小姐，你身上有护命之物，即便没有这小子抵挡那一掌，区区玄武境也别想伤你分毫。既然如此，那这小子救你不过多此一举而已。”你见到瘸腿老者那和稀泥的态度，李子月气得背齿紧咬，但他也明白，这老者这次出来所得到的命令就是保障他的安全，除非真的威胁到他生命安危，否则这老者是绝对不会出手的。此时，那两大家族的长老仿佛也看出了这一点，试探道：“这位前辈，我们二人绝不会再对令徒出手，只会对付这少年而已。如此，不知前辈可还会插手此事？”闻言，那瘸腿老者没有开口，似是懒得理会。而见到这一幕，这两大家族的长老也终于明白了对方的态度，彻底放心下来。随即，古族长老看着林彻冷笑道：“哈哈，小子，看到了吧？你今日命当该绝，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身后没有像这个少女一般，有一座足够强硬的靠山，是吗？”古族长老的话音刚刚落下，不远之处一道清冷的声音蓦然传来：“嗖！”而随着此言落下，一道光影突然疾驰而来，瞬间穿破了云层，降临在了这片地狱上空。仔细看去，那竟是一位身穿黑色长裙的女子。你是武殿殿主？与此同时，那两大家族的长老似乎认出了这女子的身份，脸色猛然一变。想不到我10年没有在外界走动，还有人能认识我。洛柔冷笑了一声，随后指向林彻道：“我就是这少年身后的靠山，你们可是要杀他？”什么？虽然早就猜测林彻的背景可能与武殿有关，但武殿解散多年，一些长老早已离开武殿，在外成为散修，他们也只是猜测，这少年不过是曾经一位武殿长老的弟子而已。但现在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少年的背景居然如此深厚，背后是武殿的殿主撑腰。心念及此，这两大家族的长老面色一苦，这可真是太倒霉了。原本以为玄武化龙丹今日两人唾手可得，但却没有想到这一对少年少女的身份竟然一个比一个不简单。虽然与之相比，洛柔的年龄明显比他们小了太多，但是论实力而言，却恰恰与之相反。这女子是一尊道武境强者，道武之境足以在这皇朝之中横着走，而且足足超出了他们一个大境界。因此，在洛柔出现之后，他们就已经放弃了与之交锋的打算。走！明白了眼前的局势，二人便准备转身离去。站住！然后就在这时，洛柔却冷喝了一声：“怎么？”两位长老停下，不看了过来。此时，洛柔盯着二人问道：“玄武墓葬，老一辈不得出手，是谁定下的规矩？”似乎听出了洛柔话中的含义，古族长老笑了笑道：“此规矩的确是我们两大家族主导，然后各大势力共同遵循。不过，洛殿主，我想今日之事是个误会，我等现在就退去，不
不如就当今日之事没有发生如何？当今日之事没有发生。闻言，洛柔突然笑了，规矩是你们定的，破坏规则的也是你们，然后一句轻飘飘的误会，就想这样离开。林彻是武殿弟子，而且是唯一一名弟子。如果在小辈争锋之中遭遇陨落，武殿无话可说。可是现在，林彻却是险些被老辈武者出手扼杀，真当武殿是任人欺压的软柿子。因此，现在的洛柔很愤怒，无比愤怒。感受到洛柔此刻的情绪，两位长老眉头微微一皱。洛殿主，你要知道，我们两人身后的实力都是不弱，若是我们在此地遭遇什么意外，恐怕我们身后的势力也不会善罢甘休的。那少年毕竟没死，不如化干戈为玉帛，咱们彼此给个台阶。那两位长老的话还没说完，洛柔的脸上却突然浮现出一丝冷笑。轰！便在这时，他那静静矗立于天际的娇躯之中，陡然爆发出一股强横至极的威压。随后，一股庞大到难以形容的恐怖气势铺天盖地般暴涌而至，眨眼之间便将那两大家族的长老笼罩在其中。你要做什么？此时，这两位长老在那股庞大的气势之下，感觉自己就像一粒沙尘般渺小，全身的气机都被锁定，根本难以动弹分毫，流露出惊恐神色。然而洛柔并未回答他们，那股气势一动，轰隆隆，一声巨雷般的恐怖声响之后，那两位长老就仿佛被无比沉重的压力挤压成了一团，然后肉身轰然爆裂，残肢断还从空中坠落，鲜血飘零而下，宛如在空中下了一场血雨。两位迈入了玄武之境的强者全都死了，可以说全程没有半点反抗之力。而看到这一幕，此时虚弱不堪的林彻心中却感到无比震惊。在玄武墓葬之中，这两个老家伙让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可是现在却被洛柔随意揉捏，如此轻易的便被剥夺了性命，这就是实力的差距啊！解决了这两人之后，洛柔身影一颤，便来到林彻的面前。唰！探查了一番林彻此时的状态，他玉手一扬，将一枚雪白的丹药塞入了他的口中，然后以手掌抵在林彻胸前，一股柔和而浩然的真气缓缓渡入了林彻的体内。片刻之后，林彻的脸色终于恢复了一些血色。店主，莫说话，好好休息。洛柔看了他一眼，然后仿佛又想起了什么，黛眉微蹙道：“以后莫要再做这种傻事了，别人的命未必就比你的重要。”说出此话之时，他的目光有意无意地瞥了那瘸腿老者一眼。见状，瘸腿老者连忙道：“之前并非老朽不愿出手相助，只是……”没等他说完，洛柔轻哼了一声：“我与你说话了吗？你解释个什么？”尴尬，被洛柔呛了一句，那老者脸色极为尴尬。但此时他也没有为之恼火，毕竟刚刚见识到这女子的手段，明白这女子不好招惹，于是只能自嘲地笑了笑。洛柔给林彻喂下的丹药品质极佳，再加上他刚刚以道武境的精纯真气帮林彻疗伤，使得林彻的伤势恢复得非常快。片刻之后，林彻背后虽然依旧传来火辣辣的疼痛之感，但已经可以站起身来。店主，我们走吧。这时林彻开口说道。洛柔有些担心地看了他一眼：“你可以走吗？”“可以。”林彻直接回道。闻言，洛柔才点了点头，然后与他一起准备离开此地。等一等。不过就在这时，那位叫做李子月的小姑娘却连忙跑到了林彻的面前。“之前谢谢你救了我。”看着他一脸真诚的样子，林彻随意笑了笑道：“之前那老者说你身上有护命之物，我想就算没有我替你抵挡那一掌，你也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不。”李子月连忙摇头：“你此前并不知道我身上有保命之物，而且明知遭受玄武境一掌可能会危及自己的生命，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抵挡在我身前。在我心中，你就是救了我一命。那可是玄武境强者的一掌。”林彻当时的举动明显没有任何考虑的时间，所以看到林彻挡在自己身前之时，李子月心绪才会震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因为在他心中，除了父亲和姐姐之外，应该没有人会为他做到这一步。沉默了一下，李子月从怀中取出一块令牌，那令牌呈现紫金之色，看上去异常精致，而且在上面缭绕着不弱的灵气波动。李子月将紫金令牌递到林彻身前：“这东西我从小就带在身上，现在我就把它送给你吧。”见到那紫金令牌，瘸腿老者脸色却是一变：“小姐，这……”但此时李子月却瞪了瘸腿老者一眼。虽然名义之上这老者乃是李子月的师傅，不过也能明显感觉到这二人的关系绝不是师徒这么简单。从某些细节来看，老者对这小姑娘有一种下属般的恭敬之感，所以感应到李子月眼中蕴含的不悦，那瘸腿老人无奈摇头，但也没有再开口。李子月继续道：“我真心当你是朋友，而且你又救了我一次，所以必须要收下，不能拒绝我。”“好吧，我收下。”听闻此言，林彻点了点头。见状，李子月俏脸之上才是浮现出一丝笑意，看着林彻道：“
与你相处的这段时间，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听说你是武殿弟子，那我以后有时间能去道苍院找你吗？当然，只是我在道苍院的名声可能不太好，你以后去了道苍院，最好还是不要随便提我的名字，省得给你招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李子月小脸疑惑，为什么？林彻摇了摇头，显然不想解释太多。而李子月也很懂事的，没有多问，犹豫了一下，娇笑道：“那你以后有空来找我，我在帝都，若来了帝都，我罩着你。”林彻微微一愣，这小丫头口气倒是不小，不过他也没有多想，简单道：“好，走了。”片刻之后，林彻与这小姑娘告别了一声，随即便与洛柔一同离开了此地。离开那片地狱之后，洛柔看了林彻一眼，随口道：“那小丫头的来历很不简单，店主为何这样说？”闻言，洛柔道：“他给你的那块令牌，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铸造材料应该是神皇紫金，这种材料珍稀无比。最主要的是，那令牌之中似乎蕴含一门极强的防御阵法，足以承受玄武境强者全力一击。难道这块令牌就是那小姑娘身上佩戴的护命之物？”听到这句话，林彻的脸色变了变。这一块巴掌大小的令牌竟然如此珍贵。而就在这时，洛柔继续道：“神皇紫金最珍贵的不是其价值，而是其象征意义。而且这令牌乃是龙形，苍风国之中能够佩戴龙形纹饰的只有一个势力，那便是苍风皇族。”苍风皇族，林彻曾听闻过，苍风国之中虽然家族宗门势力众多，但整个皇朝之内真正可以称之为霸主势力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苍风皇族。所以此刻了解了在山脉之中一直跟在自己屁股后面的那个小姑娘很可能是来自苍风皇室之后，林彻感到相当震惊。当然，林彻虽然惊讶于那小姑娘的背景如此深厚，但也很快接受了这个事实，并不会觉得对方就变得高不可攀。将那紫金令牌在手中掂量了一下，林彻突然问道：“店主，你说这东西要是拿到拍卖行，能价值多少？”“不好说，不过从这神皇紫金的材料以及其中那阵法粗略估计，大概能有个上亿金币的价值吧。当然，还要算上皇室宝物的附加价值，应该会更高一些。”洛柔说道。“上亿！”林彻目光一动，显然是被这个数字吓到了。这一块令牌的价值竟然不下于一颗玄武化龙丹。洛柔看了他一眼：“你这么问什么意思？”“本店主得提醒你，这东西的意义可不同于那些市面上的宝物，知道这是皇室之物，应该也没有人敢去接手的。”“我知道，我就问问。”闻言，林彻尴尬一笑。两人之所以在山脉中一路前行，也是为了寻找白老的踪迹。好在以洛柔强大的神识覆盖之下，没过多久就探查到了白老所在的方位。而再次见到白老之后的状态，却是让林彻微微一惊。此时的白老衣衫褴褛，浑身上下遍布狰狞的伤口，嘴角也有嫣红的血迹，明显是刚刚经过一场激战，受了不轻的伤。不过好在这些伤势并不致命。“店主，你终于赶来了，太好了！”见到洛柔的身影之后，白秋离整个身心终于彻底放松下来，大大的松了口气。“白老，你没事吧？”林彻则一脸担心的问道。这几日他的处境虽然不妙，但林彻却也明白，白老为了帮他抵挡暗中的压力，承受的凶险必然更多。“放心，老朽虽然一把老骨头了，但那几个老东西想要杀我，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身上这点小伤并不要紧。”听到白老这句话，林彻才放心了一些。而此时，洛柔看着两人身上的伤势，寒声道：“这几大家族势力如此卑鄙无耻，这笔账早晚要和他们清算。不过现在先离开此地再说。”“好。”闻言，林彻两人都是点了点头。随即三人一同向山脉之外行去。离开那片山脉之后，三人直接前往了附近的一座城池。扬州每一座城池之内都有着一些财力雄厚的商会。由于林彻与白秋离都受了伤，不可能长途跋涉，所以三人直接在一处商会中租借了一艘云船，向着武殿所在之地返回。登上云船之后，林彻两人也是将此行所经历的事情原原本本跟洛柔述说了一遍。听完之后，除了对那些家族势力的无耻行径感到愤怒之外，洛柔看着林彻的目光也覆盖上了一层古怪之色。这次让你下山历练，你能招惹到那么多势力的仇恨，还真是让本店主始料未及啊。古族、司徒府这两大势力作为9星家族，在苍风国内的影响力自然不容小觑。而除了这两大家族之外，还有诸多势力的小辈天才，这次进入玄武墓葬历练，最终都死在林彻之手。这些事情都让洛柔有些惊讶。如此看来，这小子还真是一个惹事精啊。看着洛柔的脸色，林彻有些尴尬的笑了笑：“店主，我惹了这么多势力，应该会给武殿带来非常大的麻烦吧？不会你一生气把我踢出武殿吧？”闻言，洛柔笑着摇头道：“不招人妒是庸才，能惹事的一般都是天才，况且你那么能惹事，简直就是一位绝世天才。这些也证明了本店主的眼力，
所以我不仅不会生气，还感到挺欣慰的。欣慰？听到这2个字，林彻的表情浮现一丝错愕。显然他没有想到洛柔会这样说。他得罪的可都是苍风国内有头有脸的大势力，如果是其他宗门弟子给自己宗门招惹到这么大的麻烦，恐怕就是不被逐出师门，也会被重重责罚。这样对比之下，在武殿除了要做苦力之外，还真是让人特别的有归属感啊。片刻后，林彻从空间戒指之中将此行的收获给取了出来，而看到林彻的收获，即便是洛柔脸上也浮现出一丝震惊之色。风玄草、玄武化龙丹，一处玄武境武者的墓葬，竟然诞生了这2件东西，怪不得各大势力那些老家伙如此不顾身份，也要破坏规矩，对你们死命的追杀。店主，这些东西我愿意全部上缴给武殿，就作为武殿的资源吧。就在这时，林彻突然说道。闻言，洛柔与白秋离都是神色一致。洛柔皱眉道：“这是你拼命换取来的资源，为何要上缴武殿？”林彻郑重道：“这2件宝物虽然被我抢夺到手，可是在山脉之中，若没有白老暗中守护，恐怕我早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而出来山脉之后，也是店主你的出现，才避免了我横死荒野。所以，这根本不是小辈之间的争夺，而是已经变成了老一辈武者的争锋。虽然这2件宝物从始至终都在我手中，可这个功劳我却不能独居。”林彻这番话发自内心。玄武墓葬之中的历练，到了最后已经不限于年轻一辈的交锋，演化成了各大天才背后势力的比拼。如果不是背靠武殿，林彻根本不可能走出那片山脉。知道了林彻的想法，洛柔却是笑了笑：“不必，这些资源全都归你。既然这次是让你下山历练，所有收获自然是你本就应得的。你不用有什么觉得过意不去的。武殿虽然落魄了，但是还不至于贪没本该属于弟子的资源。这好吧。”见到洛柔的神色，林彻只能摇了摇头，将那些资源收起来。云船从皇朝边境出发，想要抵达武殿所处的地域，最少也要6、7日时间。而这些日子，林彻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剩下的时间大部分都在房间之中进行修炼。这次林彻进入玄武墓葬的收获可以说是无比惊人。不要忘了，1个月时间，林彻在那片山脉之中可是反杀了不少势力的天才弟子，仅仅从那些天才手里搜刮而来的财富，据他估算，加起来都能价值700万金币左右。700万金币，这可以说是林彻从小到大所掌握的最大的一笔财富了。可惜，即便是价值700万金币的资源，现在恐怕也难以支撑我突破之用。林彻体内气海的修行之法极为霸道，可是对于资源的耗费也堪称恐怖。之前林彻就有过判断，以他现在灵武4重的修为，哪怕仅仅是想突破一层境界，所需要的资源也最少是1000万金币打底。而且随着林彻以后的境界逐渐攀升，这个数字只会越来越惊人。若是以后能够进入5境，甚至是到5境，那林彻已经不敢想象了，这简直就是一个无底洞啊！确定了这700万金币的资源也不够他现在挥霍的，所以林彻也没有再去炼化，而是将其收起，以备日后不时之需。随后他又从空间戒指之中取出一物，那是一颗巴掌大小的灵珠，上面有黑白2色缓缓流转。玄武化龙丹，就是为了这一颗珠子，林彻险些死在那片山脉之中，不过现在能够到手，一切也就值得了。不知道这颗玄武化龙丹究竟能够让我突破到何种高度？林彻的眼眸之中闪过浓浓的期待之感，随后他没有任何犹豫，开始炼化这颗灵珠。呼，盘膝坐下，林彻手握玄武化龙丹，整个人都进入了一种空明状态。哗啦啦，随着林彻体内气海沸腾起来，与此同时，一股强大的吞噬之力爆发而出，使得那玄武化龙丹之中的能量犹如潮水一般涌向他的身躯之内。轰轰轰！林彻的体内传来一阵阵雷霆之声，明显是经脉、骨骼正在被疯狂锤炼。而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他整个人所散发出的气势也在以一个肉眼可见的速度进行攀升，越来越强横。而在林彻沉浸于修炼的这段时间，在玄武墓葬那片山脉中，曾与他有过交集的少女李子月以及那位瘸腿老者也在向着另一个方向行进。他们行进的方向正是苍风帝都。数日之后，看着那帝都雄伟壮观的轮廓，那位瘸腿老者微微松了口气。七公主殿下，咱们终于到家了。来到帝都之后，那瘸腿老者也不再过分谨慎，对着李子月恭敬说道。而从他的称呼之中，可以听出，原来这位叫做李子月的少女，竟然是苍风国的七公主。这次出来，陛下亲自吩咐要保证七公主殿下的安危，如今安全抵达，老朽的任务也算是圆满完成了。哼，对于那瘸腿老者的话语，李子月却轻哼一声，偏过头去，似乎不想理他。见到这一幕，瘸腿老者无奈地摇了摇头。自从那片山脉之中，他没有出手救那个小子，这一路上七公主对他都不假辞色，如今似乎还在跟他生气呢。直到进入皇宫之后，
两人先是觐见了苍风皇帝，报了一声平安。从父皇的住处出来之后，李子月看了瘸腿老者一眼，父皇给你的任务，你已交接，别再跟着我了，我要去见我姐姐了。是。对此，瘸腿老者只得恭敬告退，而李子月则是一路往一个方向而去。御花园。来到此地之后，李子月在一处亭阁之中见到了一位女子。这女子大概20岁左右的年纪，身穿一袭宫装，冰肌玉骨，眉目如画，容色绝丽。她手中捧着一本书籍，认真的研读着，整个人散发出一种安静的气质。若不是不时的翻阅书章，以及她长长的睫毛眨动一下，恐怕任谁看了都会以为这是一尊完美无瑕的白玉雕像。此女正是苍风国三公主李清婉。姐姐。见到她之后，李子月雀跃的跑了过去，然后甜甜的叫了一声：“月儿回来了。”听到这声呼喊，李清婉放下书卷，看着这个小丫头的目光之中，则是充满了宠溺之色。李子月跑到她面前之后，直接抱住了李清婉一条手臂，一双眼睛弯成了月牙：“姐姐，我不在帝都这些天，有没有想我？”“想，当然想了。这些天没有你在宫中烦我，我愁的都吃胖了。”“切，姐姐言不由衷，我才不信呢，给我摸摸。”李子月不满道。说完此话，一双魔爪竟直接向李清婉丰满之处袭去。“你胡闹！再这样讨人嫌，我可打你屁股了呀！”这一幕若是被人看到，一定惊讶无比。在外人看来，绝不会想到身为苍风国年轻一代2大妖孽之一，向来给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气质的三公主，面对自己妹妹的时候，居然会有这么柔软的一面。姐妹两人笑闹了一阵。过了片刻，李清婉才问道：“月儿，你这次离开帝都，经历了什么有趣的事情？跟姐姐说说。”李子月点了点头：“西西，我这次出去碰到了许多有意思的事情，而且还结识了一位非常有意思的朋友，正准备跟姐姐讲讲呢。”随后，李子月便是将这次离开帝都所经历的见闻原原本本的述说了一遍。听到这小丫头在玄武墓葬中曾受到各大势力的追杀之时，李清婉秀眉不自觉皱了皱。不过此时，李清婉也是发觉，这小丫头在说到这段经历之时，那话头始终没有离开一个人的名字——林彻。随着李子月讲述完这段经历，李清婉默念了一声这个名字。年仅17岁便领悟剑意境界，而且还融合了2门奥义。你说他是道苍院弟子？李清婉对国内各大顶尖势力的天才还是有所了解的。道苍院什么时候诞生了这样一位天才？他的确是道苍院的弟子，但似乎又对道苍院有很深的不满，甚至是仇恨。这些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总之他对我很好，在玄武墓葬之中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李子月笑靥如花，说到这里，甚至隐隐流露出崇拜之情。他能舍身救你，足以证明他一片真诚，倒是应该好好感谢他。李清婉随口道。只是说出此话之时，他表情微微沉凝，不知道在想着什么。姐妹两人再次闲谈了一阵，李子月离去。而没过多久，三公主李清婉的身影则是出现在一处大殿之中。养心殿。殿内，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侧卧于床榻之上。这老人一脸灰气，似乎已经一只脚踏进了棺材一样，显得虚弱不堪。父皇。李清婉来到床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好孩子，你来了。那老人见到李清婉，眼中浮现出慈祥之色，示意他免礼。这时，李清婉关切地问道：“这2日没有来探望父皇，不知道父皇的病可好些了？”“呵呵，朕这病岂还会有好的时候？”“父皇不要这样说，父皇福泽深厚，如今只是一些小病小痛，想必过不了几日就能痊愈，还是将心放宽，万万不可太过忧虑。”闻言，苍风皇帝却是苦笑一声：“朕的身体，朕自己清楚。朕这不是什么病，而是大限将至，你也不用安慰父皇我了。可是，好了，不说这些了。”这时，苍风皇帝摇了摇头。闻言，李清婉沉默了片刻，随后又道：“父皇，月儿回来了，这次出去历练，这小丫头似乎成长了不少。”“她已经来见过我了。”闻言，李清婉笑了笑：“我倒是忘了，那小丫头一向孝顺，这次回来是一定会先来探望父皇的。”苍风皇帝道：“朕以前忙于国事，心思都在社稷之上，而现在能够清楚地感应到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却反而更加渴望亲情。可惜除了你与月儿还知道常常来探望朕外，朕其余的那些儿子、女儿，1月能来一次都算是奢求，尤其是老大和老二，更是让朕寒心。如此看来，朕是真的老了，也不中用了，不值得他们尽这份孝心。”李清婉连忙道：“皇族子嗣之中，大哥与二哥平日最为繁忙，我想是这段时间父皇病倒，他们太忙了，所以疏忽了。”“忙？”苍风皇帝冷笑一声：“朕看他们是忙着拉拢朝中大臣，忙着争权夺利才是。朕还没死呢，就在背后搞这些小动作，真以为朕是老糊涂了？”感受到苍风皇帝
周身所散发出的冷意，李清婉心神微震，但也不敢在此事之上发表议论，很聪明地选择了沉默。过了片刻，苍风皇帝才是叹了口气，神色微微缓和。他摆了摆手，这时一位老黄门直接捧着一个托盘来到李清婉面前，托盘之上盛放着一册案卷。父皇，这是？看看吧。李清婉点了点头，随后将那案卷打开，看到其中的内容，李清婉却是有些惊讶。对于苍风皇室而言，能够掌控一座皇朝，自然要对皇朝之内各大势力足够了解。这案卷出自千机处，皇朝中专门负责暗中收集各大势力资料的一个机构。案卷之中的内容则是关于道苍院的，此外还有一个人的资料，而此人正是林彻。案卷之中的内容十分详细，甚至连林彻出自苍兰城，在林家之时的遭遇，还有进入道苍院之后的一切都清清楚楚地记载在其中。认真看完这份资料，过了片刻之后，李清婉将案卷放下。就在这时，苍风皇帝看向他：“婉儿，你觉得此人如何？是个可塑之才，应该说是天纵之才。据孩儿所知，道苍院天幻神境是当初道苍院开宗祖师林道苍亲手布置，传言万年以来都从未有人能通过。此人能够通过，证明这名叫做林彻的少年的天赋以及潜力，堪称绝世。”看完那份资料之后，李清婉俏脸覆盖上了一层震惊之色。苍风国距开国至今也仅仅是1000年之久，而道苍院的历史还要在皇朝之前。据传闻，道苍院最初建立的时候底蕴无比恐怖，就是现在的苍风国也根本无法比拟。只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才渐渐没落到偏安一隅，屈居于皇朝之下。但就算如此，一座势力的渊源能够追溯到万年之前，至今还没有断绝，也可以想象这道苍院曾经的辉煌程度了。可惜，这样一位通过了道苍祖师考验的绝世天才，本可以带领道苍院重现辉煌，竟然遭到了整个道苍院的挤兑，与院内反目成仇。不得不说，道苍院那些高层的操作很蠢。想到这里，李清婉又摇着头说道。闻言，苍风皇帝呵呵一笑：“蠢，或许是吧，但道苍院那些高层这样做，倒也不算意外。不要忘了，这一届的道苍院长乃是风飞扬。10年前，道苍院在苍风国各大势力之中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可正是因为风飞扬发动的一场内乱，使得道苍院经历了最为黑暗动荡的3年时间。3年之间，道苍院内长老陨落了足足10数位之多，院内弟子死伤更是不计其数。最终，虽然使得风飞扬独揽大权，但也让道苍院元气大伤，至今还没有恢复过来。那个时候，朕便看出，这风飞扬虽然对于权力有着狂热的追求，实际上却是一个鼠目寸光之辈。以林彻的天赋，如果能顺利成长下去，一定可以带领道苍院重现辉煌，但也会让这位道苍院长失去对于学院的掌控。况且最关键的，此子还与武殿有关。武殿，风飞扬是一定不想看到这一势力重新出现这视野之中的，所以他打压此子也就顺理成章了。说到这里，苍风皇帝再次问道：“婉儿，你觉得这个叫做林彻之人，如今处境又如何？”他所面临的处境很艰难。李清婉认真想了想道：“这林彻天赋如此惊人，道苍院长既然决定打压，就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斩草除根，绝不能给自己留下后患。而与整个道苍院相比，如今的武殿怕是很难保住他。只是不知道父皇给孩儿说这些的含义是？”李清婉有些疑惑，这位叫做林彻的少年的确让人惊艳，但从他所面临的处境来看，几乎是必死的局面，不会有任何成长起来的空间。一位注定陨落的天才，不应该值得一位皇朝的帝皇如此重视。可这时，苍风皇帝却道：“此人值得拉拢。”拉拢？李清婉神色一动，父皇莫非要保他？可是这必然会引起道苍院的不满，恐怕……苍风皇帝打断他道：“既然是一位绝世天才，那便值得拉拢。况且以此子所面临的处境来看，正是雪中送炭的时候。若他以后真能成长起来，皇朝所给予他的帮助，必然会得到100倍的回报。这个买卖很划算。至于道苍院……”苍风皇帝的脸色微微阴沉下来。近些年来，作为国内第一大宗门势力，这道苍院过度膨胀了，对此也该是时候好好震慑一番了。婉儿，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最后，苍风皇帝说道。我……李清婉表情有些错愕，可是……没有可是，就这样，朕罚了，你下去吧。苍风皇帝摆了摆手。李清婉听闻此言，虽然还有话说，但也只能打住，恭恭敬敬行了一礼，父皇保重，儿臣告退。随后他转身离去。李清婉离开之后，苍风皇帝床前一位掌印太监道：“陛下，恕奴才多嘴。此事若是交给3公主殿下去办，恐怕大皇子与2皇子殿下会多想。”多想？苍风皇帝冷笑一声：“朕倒希望他们会多想，可他们有那个脑子吗？他们能多想一想，
也知道自古以来皇储之争都是皇室内部斗争，若他们仅仅是自己斗，以朕如今的身体状态，也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愿过问太多。可他们是自己斗吗？拉拢朝中大臣，弄得满朝文武风声鹤唳，乌烟瘴气，甚至不惜勾结国内的家族势力、宗门势力，这是为了争夺皇储。这简直就是与虎谋皮。朕要是再不闻不问，他们怕是要分裂国家了。朕现在对他们二人失望至极，失望至极。听到这4个字，再感受到此时苍峰皇帝的怒意，这位掌印太监噤若寒蝉。在整个苍峰皇室之中，无论是天赋还是威望，三公主李清婉都是最为出众的。可毕竟三公主乃是女流之辈，所以在外界之中都认为以后的苍峰储君必然会在大皇子、二皇子之中产生。可是从苍峰皇帝今日的话语来看，明显对这2个儿子失望，再联想到此事让三公主去办，莫非是想让三公主培养出自己的势力？要知道，苍峰皇朝的历史之中，可是有过女帝执掌皇朝的历史的。女帝，想到这2字，这位掌印太监灵魂巨震，直接打住了念头，不敢再深入想下去。稻仓院这几日，内院任务大殿之中的一门赏金任务，在院内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此任务是稻仓院长亲自颁布，仅这一点就足以看出其不同寻常之处。而之所以引起轰动的原因，主要还是其完成之后的奖励。在此任务奖励一栏中，清楚地写道：凡院内弟子完成此任务之后，奖励玄阶上品战绩1卷，中品玄器1柄，玄品丹药10颗，金币1000万。一卷玄阶上品战绩价值2000万金币左右，而一柄中品玄器最少3000万金币。至于玄品丹药，若放在拍卖行之中，每一颗都能拍出500万金币上下，10颗那就是5000万，过亿。仅仅是这些奖励便已经是过亿了。即便是稻仓院中升入内院的弟子，混得好一点的，也没有几个积蓄能够超过100万之人。1亿金币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而且这还不是全部，最为诱惑的则是最后一条，那就是除了这些物质奖励之外，凡是能够完成任务之人，直接破格升入真传之列。真传，放眼整个稻仓院数万弟子之中，只有3人拥有这个身份。可每一年院内对弟子1倍所发放的资源，这3人却要占据80%之多。真传弟子的含义，便是整个稻仓院倾其所有也要全力培养的传承者。而在未来的传承之中，刑罚堂主、丹阁阁主，甚至是稻仓院长，这些在院内举足轻重的位置，也只会在真传弟子之中诞生。只要完成这个任务，便是晋升真传之列，成为稻仓院第4位真传弟子。这是奖励，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诱惑，足以让任何人为之疯狂的诱惑。所以这段时间，内院的任务大殿之中已经人满为患，所有看到此任务之人都红了眼。而当这些人见到那任务的目标之后，也都是感到有些错愕。任务目标很简单，杀一个人，而此人便是林彻。林彻就是数月之前那个闯过了天幻神境的新晋弟子。见到这个名字，众人心中不自觉浮现出一道身影来。不错，正是此人。不过我听闻此人的实力非常不简单，1个月前更是击杀了天榜第10的柳千秋，要杀他恐怕有很大的难度。什么？柳千秋竟然是死在林彻之手？这怎么可能？1月之前，柳千秋被人击杀的消息传出，在整座稻仓院内掀起一阵波澜，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死在了林彻之手。此刻听到这个真相，众人心中都感觉无比震动。若没记错的话，这林彻进入稻仓院才不过4个月时间吧，就能够击杀天榜第10，这种惊人的成长速度，莫非此人是妖怪不成？嘿嘿，这也不奇怪，万年以来，天幻神境都从未有人能够通过，此人能够通过，足以证明他的天赋堪称变态。他能杀掉柳千秋，虽然在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况且，若是此人不棘手，又怎会让院长大人如此重视，亲自颁布这则赏金任务？听到这句话，不少人暗中点头，但同时，众人心中也打起了退堂鼓。贪婪本是人的劣根性，之前见到那任务的奖励，没有一位稻仓院弟子不为之心动。然而，如今得知了林彻的实力之后，他们却又不得不考虑是否有这个能力拿到那些奖励。哼，柳千秋在天榜中也不过排在第10而已，杀了他又有什么好吹嘘的？然而，就在众人踌躇之际，此刻一位青年男子出现在了众人视野中，向这里行来。他径直走到那任务榜前，然后将那则赏金任务直接撕下。这任务我华清扬接了。华清扬见到青年男子之后，在场众多稻仓院弟子眼中皆是浮现出一抹敬畏之色，因为此人在天榜之中排名第5。天榜之中，即便相差一位，那实力也有着极大的差距。
华清扬能够位列天榜第5，其实力自然不是柳千秋可以相提并论的。林彻虽然拥有击杀柳千秋的实力，但若是对上天榜第5的华师兄，一定没有任何抗衡之力。此时见到接下任务的是华清扬，围观的那些道仓弟子则是纷纷开口恭维。而对此，华清扬脸上浮现出一丝不屑：“这林彻，我必杀！”语落，他的身影直接向大殿之外行去。此时，远在万里之外的一艘云船之上，林彻已经闭关整整5日。5日时间，玄武化龙丹中所蕴含的恐怖能量已经被他尽数吞噬一空。林彻仿佛身处天地灵气的漩涡之中，全身的穴位、毛孔尽数张开，体内每一寸经脉、每一段骨骼更是疯狂震动着，发出雷鸣一般的响声。这种状态不知持续了多久，林彻牙缝中蹦出一声低沉的嘶吼：“给我破！”轰隆隆，旋即一股恐怖的气息波动突然在房间之内爆开。与此同时，林彻的体内传来一声巨响，就如同看不到桎梏终于被冲开一般，使得他整个人的气势迎来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唰！林彻骤然睁开眼眸，双目之中放射出尺长的金芒，就像2柄刺破虚空的长剑一般，锋芒毕露。半个时辰之后，这股剧烈波动的气势才是彻底平复下去。气息内敛，林彻感应了一下自身的境界，脸上覆盖上一层狂喜之色。灵武七重，一颗玄武化龙丹直接让他突破了3重境界，稳稳地进入了灵武7重之境。此刻，林彻能够清楚地感应到自己的视力、听力、速度、力量、感知都有了无比惊人的提升。这种提升只能用疯狂2字来形容。不仅如此，最让林彻感到欣喜的是，此刻他体内的气海足足扩张了数倍之多，真气仿佛灵犀一般，在他体内源源不断地流淌着。而且，本来林彻的体魄就已经足够强横，炼化了玄武化龙丹之后，他身体的坚韧程度也同样有了一个质的飞跃。简而言之，此刻林彻的进步堪称恐怖。不过这次修炼，在林彻看来还没有结束。片刻之后，林彻逐渐适应了体内那种全新的力量，推开房门走了出去。云船行驶在高空之上，穿过层层云海，艳阳当空，可是却感觉不到炎热，因为风很大。林彻站在云船甲板之上，强劲的风力席卷而来，使得林彻一头黑发飞扬，更是吹动他的衣袍猎猎作响。风！此刻，林彻直接将玄武墓葬中所收获的第2件至宝取出。风玄草。林彻在吞噬那颗玄武化龙丹之前，便想过将这风之玄草一同炼化，可是最终却打消了这个想法。原因很简单，之前他遭受玄武境强者的一掌，身受重伤，无论是肉身还是精神都不在最佳状态。而想要领悟一门奥义，不仅需要有足够的悟性，也绝不能有半点分心。一株风玄草在外界之中最少价值上千万金币，而且还有价无市。上千万金币，以林彻现在的身家，那是真的挥霍不起啊！好在林彻炼化玄武化龙丹之后，接连突破3重境界，不仅伤势完全痊愈，更是让他精神格外充沛。现在正是领悟风之奥义的最佳时机。希望我的运气足够好，能够凭借这一株风之玄草，成功领悟风之奥义。少顷，林彻将风之玄草一口吞入腹中，随着一股奇异的能量在体内蔓延开。此时的林彻突然有了一种神奇的感受。林彻对于周围的风诞生出了一种奇妙的亲和之力，他身体中每一处毛孔都被打开，感受着气流拂过的轻柔感，而这种对于风力的感知，在此之前似乎从未如此清晰过。这就是风吗？为何我之前从未留意过？就像是在我的世界之中突然多出了一种色彩，好神奇的感觉。林彻静静闭着眼睛，嘴角不自觉掀起一抹弧度。与此同时，他整个人也随之陷入了一种空灵的状态。云船上，林彻静静立在甲板之上，在他周围黄暴的风力席卷而来，可是在他10米范围之内又静止，最终形成一道道气旋。风无形，可若是能用肉眼观察，便会发现这些气旋的转速方向都不尽相同，就仿佛有一道无形的意念在操纵他们。远处，洛柔与白秋离就这么看着林彻。过了不知多久，白老嘟囔道：“这小子在甲板之上站了1天1夜了吧？真是太有毅力了。”一旁，洛柔笑道：“他能进入明悟状态这么久，是一件好事，证明他的领悟之力非同一般。如果领悟力不够，炼化那风玄草的瞬间，应该就会从明悟状态中退出来，也就白白浪费了这株珍贵的奥义玄药。店主所言甚是，单论天赋而言，这小子的就是一个变态，乃是老朽一生中所见过最强的小辈，就是那北凌晨也有所不及。而且他的进步也太快了，这才过去多久，竟然就突破到了灵武7重之境。林彻的境界从灵武4重一跃晋升到灵武7重境界，那股气息的变化自然瞒不过洛柔与白老两人，所以对于林彻的进步，他们发自心底的感到震惊，猜测
这小子应该是炼化了那颗玄武化龙丹。可是，一颗玄武化龙丹所蕴含的恐怖能量，以灵武境界的丹田怎么可能承受的了？这也是让洛柔两人最为费解的事情。当然，对于武者而言，一般都有着自己的秘密，而且灵彻的突破对洛柔二人毫不避讳，更是证明对他们的绝对信任。既然灵彻不说，不管是什么特殊原因，洛柔二人也绝不会去探问。就在这时，灵彻蓦然从那种玄妙状态中醒来，双眸睁开，他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明雾之色。正随着他心念一动，凌寒剑刹那出鞘，对着前方的虚无空间一斩。轰隆隆，剑之所向，一股强烈的震动之感弥漫而开，凌厉而狂暴的剑意似乎要将前方10几丈空间范围撕裂开来。风之奥义，明显可以看出，灵彻这一剑已经蕴含的风之奥义。云船前方的云雾随着这一剑落下，像是被一股狂风扫过，尽数被吹散一空。此时，在灵彻面前悬浮的凌寒剑的剑身之上，除了水、毒2种奥义之外，也覆盖上了第3重奥义。青、蓝、黑3种色彩犹如光雾缭绕于剑身之上。太好了！感受到自己对风之奥义的掌握，灵彻的脸上浮现出狂喜之色。他能够清楚地感应到那种进步，融合了3门奥义之后，不仅让他的剑意再次发生蜕变，更是为他带来一项最为显著的提升。速度，即便是在各种奥义玄药之中，蕴含风属性的玄药也是最为珍贵的一种。风属性最大的提升便是速度，而速度对于所有武者而言都至关重要。灵彻本就是剑修，出剑的速度已经足够惊人，即便再想提升一丝一毫也无比艰难。此时，灵彻却能觉察到，领悟了风奥义之后，他出剑的速度对比之前最少提升数倍。这种进步的幅度简直让人瞠目结舌，竟然真的领悟了风之奥义。远处，洛柔与白秋离看到这一幕，表情都是呆滞了一下，随即心中便是涌上一抹强烈的震惊。这世上虽然也有不少领悟了奥义的天才，但大都是借助家族的资源硬生生堆出来的。仅凭一株风玄草就掌握了风之奥义，这世上不说没有，但绝对寥寥无几。不得不说，灵彻自身的领悟之力还有运气都太好了一点。哈哈，以你这小子的进步速度，稻苍院那些人头猪脑的高层若是知晓，怕是肠子都要悔青了。白老来到灵彻身旁，在他肩膀之上重重一拍，眼中满是赞许之色。当初灵彻与北凌晨定下1年之约的生死之战，在所有稻苍院高层看来，或许都会认为这是一个笑话。即便是灵彻通过了天幻神境，但他们也绝不会认为短短1年时间，灵彻便能达到北凌晨所处的高度。可是现在看来，灵彻在短短不到4个月时间，就是成长到如此地步。1年之后，追上北凌晨的步伐，似乎也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而这种绝世天才，竟然被稻苍院那些高层逼出了院内，亲手把他送到了武殿的怀抱之中。想到这种操作，白老就感到一阵舒爽。他真的很想看看，那些稻苍院高层见到灵彻的成长速度之后，将会是个什么样的表情。不过，还是低调一点为好。就在这时，洛柔却是对灵彻提醒道：“我了解风飞扬的性格，若是让他知道你的天赋如此超出预期，不仅不会想到缓和关系，甚至会更加孤注一掷，不计一切代价除掉你这个隐患。因此，在你真正成长起来之前，还是避免过多的暴露自己的成长为好。”闻言，灵彻点了点头，明白，我会尽量低调的。再次经过半日的行驶，云船终于抵达目的地，停留在了武殿的上空。3人从云船下来，一路向其中走去。就在这时，他们察觉到一些诡异之处，有些不对。只见武殿所处的这片山脉之中遭到了诸多破坏，看上去满目疮痍，树木成片倒下，方圆数十里之内的地面之上布满了一个个直径数十米的巨型坑洞。这场景最少也是玄武境强者交手才能形成的恐怖战场。莫非武殿出事了？见到这一幕，灵彻3人都是神色变得凝重起来，加快速度向其中疾驰而去。没过多久，3人出现在武殿的议事大厅之中。殿主，你们终于回来了！刚刚进入大厅，风无影与刀蔷薇2位长老便是急忙迎来上来，那表情显得无比沉重。与此同时，灵彻则是注意到了大厅之内的一幕景象，顿时心神狂震。只见在那大厅之内铺着一张草席，而在那草席之上，则是横躺着2具冰冷的尸身，正是叶盟的叶天朗、吴有人2人。看到眼前这一幕，即便是以洛柔的心境，也不禁心神一震。2位长老，到底发生了何事？闻言，风无影道：“是稻苍院。数日之前，稻苍院发布了一则任务，奖励极为丰厚，而目标便是击杀灵彻。接下这个任务的是天榜排名第5的天才弟子华清扬。华清扬接下任务后，便来到我武殿叫嚣，扬言要与灵彻进行生死之战。与他一同前来的
还有道苍院中的3位长老以及一众弟子。当时我与刀蔷薇长老前往交涉，言明了林彻此刻不在武殿中，让他们速速退去。可谁知他们根本不信，还说我武殿未战，要逼迫林彻现身出来。在此期间，那华清扬便趁机下了毒手，将这2人击毙。我与刀蔷薇长老本想出手阻拦，但奈何被3位道苍院长老拖住，根本无计可施。说到这里，风无影2位长老脸上都显现出深深的无奈与自责。姓华的这小畜生，心性竟如此狠毒。听完这些讲述，白老拳头紧握，气愤不已。一旁洛柔则是眉头紧皱，看向林彻道：“我还是低估了风飞扬的狠辣程度，没想到他会对你重视到如此地步，甚至不惜任何代价，也想要将你这个后患给除去。”说完此话，他脸上浮现出一抹歉意。毕竟他曾保证过武殿之内绝对安全，所以林彻才会将他的朋友接引而来。没想到现在他们却死在了武殿的地盘之上，这件事他自觉要负一些责任。此时，风无影、刀蔷薇2位长老看向洛柔，脸含歉疚：“殿主，我们2人有罪，没能保下这2人，实在是失职。2位前辈，这件事不怪你们，是我得罪了道苍院，所以归根结底，他们是因我而死。”看着那躺在大厅之中的2具尸体，林彻面沉如冰，但随即他突然意识到什么，心急如焚地问道：“难道小瑶也？”那华清扬倒是没有对那小姑娘下毒手，但是却将其掳走。掳走！小瑶原本就已双目失明，现在落入道苍院之手，很难想象她会面临怎样的处境。心念及此，林彻的表情覆盖一层凝色，就要往外走。小子，你要做什么？白老连忙问道。去救她。你疯了？华清扬没有直接杀了那小姑娘，我想就是为了逼迫你前去救人。你现在独闯道苍院，那跟送死有什么区别？虽然这几个月你进步惊人，但也绝能这样孤身犯险，还是韬光养晦为好。等以后真正成长起来，再报此仇不迟。韬光养晦。听到白老的规劝，林彻却是冷笑了一声：“我做不到。”叶天狼2人惨死，小瑶也被掳走，或许正在遭受折磨。如果他就这么视若无睹，选择隐忍，那还算是个男人吗？不管道苍院那些畜生是不是想引我现身，我都必须要去。算计我林彻，任何事情我都可以隐忍，不过动我朋友、亲人，这笔血债必须以血来偿还。说出此话，林彻双目赤红，周身都散发出一股杀气，语气更是森然无比。即便相处数月之久，白老等人也从未见过林彻现在这副状态，因此心神微微一震。让他去吧。就在这时，一旁的洛柔突然开口。听到这句话，白老脸色变了变，但见到店主都是发话了，他最终也只能无奈退到一旁。唰！见白老让开道路，随即林彻的身影直接冲出了大厅。店主，老朽不明白为何要让他去。那些道苍院高层现在最想看到的，应该就是这小子去闯道苍院，这无异于去送死啊！见到林彻冲出大厅，白老看向洛柔，脸上充满了疑惑。拦不住的，以这小子的心性，若是强行阻拦，虽然不会让他身犯险境，但他以后的修行道路之上难免诞生魔障。洛柔微微摇了摇头，走吧，跟着他，避免那些老东西暗中出手。道苍院院内中央广场之处有一座巨型高台，名为生死台，乃是解决生死恩怨之地。而此时这高台四周人满为患，到处都是道苍院弟子的身影。听说你们之前硬闯武殿，还击杀了2名道苍院叛徒，最终全身而退，真的有这种事吗？此刻一些刚刚历练回院的弟子听说了前几日所发生的事情，对周围之人好奇地询问道：“嘿嘿，当然是真的。以前咱们道苍院弟子对武殿那是敬畏如神，可是前日我们跟随华清扬师兄前去武殿围剿那林彻，却发觉武殿也不过如此。我们一路闯进武殿地盘，如入无人之境，华师兄更是亲自诛杀了叶天朗那2个道苍院叛逆，可是结果如何？那2位武殿长老也只能是眼睁睁看着，根本无计可施。对于武殿而言，虽然已没落了10年之久，但就是道苍院内高层也对其忌惮无比。所以这次众多道苍院弟子强闯武殿之后全身而退，一个个都满脸得意，宣扬着自己的战功。就是有些遗憾，我们这次杀入武殿就是为了围剿那林彻，可是那小子却从始至终没有出现。哼，有华师兄亲自出马，那小子当然不敢现身，就这种胆小鼠辈，也是什么通过天幻神境的妖孽，我看也不过是一只缩头乌龟而已。不过华师兄也直接下令将他的侍女给掳劫而来，就是要逼迫他现身的。说到这里，不少人看向高台，那座高台之上有着一座铁笼，囚着一位双目失明的小姑娘，正是小瑶。而此时这个小姑娘犹如一只鹌鹑一般蜷缩在铁笼旁，脸上因为恐惧而没有一丝血色。生死台一侧，华清扬盘膝而坐，
看着小瑶的目光中含着一丝戏谑。我说过，如果3日之内林彻不出现的话，我就杀了你。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闻言，小瑶内心虽然充满了恐惧，但脸上却浮现出一丝坚定之色。别做梦了，我只是区区一个侍女而已，在少爷心中根本无关轻重，想逼迫少爷前来送死，你不会如愿的，是吗？华清扬冷笑了一声，就要再次开口。然而就在这时，生死台下方却陡然传来一阵喧哗。你们快看，那人是谁？天哪！林彻，此人就是林彻，他竟然真的赶来！随着这声音落下，无数目光看了过去，远处出现一道身影，此人身穿一袭黑色长袍，背负长剑，看模样分明是一位少年。而随着众人认出这道身影后，就像一块巨石砸落在平静的湖面一般，顿时在此地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唰！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之下，林彻的身影一路奔袭而来，犹如一阵疾风般，眨眼之间便来到了那生死台下方。此时他抬头看了一眼台上，见到那被关押的小瑶似乎并无大碍之后，他一直紧绷的心弦才微微一松，然后毫不犹豫地向台上冲去。不过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却蓦然阻拦在了他的面前。你就是林彻？华清扬扬起一条手臂拦住了林彻的去路，一双狭长的眼眸上下打量着眼前的少年。林彻皱了皱眉，你是何人？闻言，华清扬发出一声狂笑，问得好，小爷叫做华清扬，你今日敢？华清扬原本想嘲讽一番，但此时林彻听到这个名字之后，双眼便是眯起，一股无法遏制的杀意更是向着四周疯狂蔓延。华清扬、叶蒙两人正是被此人所杀。唰！没有任何多余的话语，下一刻林彻的身躯便向其暴掠而去。爆破！灵武七重的雄浑真气在林彻脚下爆开，虽然动用的依旧是这门灵阶上品身法，可是修为暴涨之后，他的速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一息之间便已经接近华清扬。与此同时，一缕寒芒突然从林彻手中绽放而出，剑意，蕴含了风之奥义的剑意，速度之快，甚至已经超出了肉眼的捕捉范畴。你，在林彻出手的刹那，华清扬神色大骇，他已经预感到了一丝极度危险的气息。然而还不等他有所反应，他的眉心已经被一柄剑抵住。寂静！台下众多看到这一幕的道苍院弟子无不心脏猛抽，倒吸一口凉气。我看到了什么？天榜第5，踏入了灵武8重之境的华师兄，竟然被这少年一剑制住，毫无还手之力。1月之前，众人听闻林彻击杀天榜第10的柳千秋后，便感觉震惊无比。可是现在，仅仅1个月时间过去，此人的实力却已经远远凌驾于天榜第5的华清扬，进步如此神速，难道他吃饭喝水都能突破境界？看着这少年，此刻在场所有人都仿佛看着一个妖怪一般。不同于在台下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台上林彻的脸色平静异常，只是目光中透露出一股彻骨的寒意。听说你很想杀我，可是你有这个本事吗？闻言，华清扬脸色顿时变得无比僵硬。此前为了真传弟子名额，华清扬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逼迫林彻现身，可是他却万万没想到，林彻真正出现之后，他在对方面前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他之前所有的自信都随着对方这一剑而彻底崩塌，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这一剑本可以杀了你，知道为什么停下吗？林彻突然狞笑着问道。不等华清扬开口，他又道：让你死得太快，太便宜你了。领悟风之奥义后，林彻出剑速度太快了，快到即便杀了华清扬，对方也不会感受到一丝一毫的痛苦，所以这一剑林彻才选择停下。但随着话音落下，林彻持剑一挥，赤，剑光一闪，华清扬一条胳膊直接被斩了下来，鲜血狂飙。我的手臂！断臂之痛让华清扬双眼瞬间凸起，发出一阵杀猪般的惨嚎。灵武境不可能断臂重生，废了一条胳膊，对于华清扬这等天才而言，这种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因此他发出一声怨毒至极的嘶吼：我师尊是枯木长老，你今日断了我一臂，以后必将……华清扬的威胁之语还未说完，就是再次变成惨叫。因为此时的林彻再次冲向了他，这次没有用剑，而是一拳结结实实地砸在了华清扬的脸上。林彻的肉身力量何等可怕！砰的一声，华清扬半张脸瞬间塌陷下去。随后林彻一步迈出，追上了华清扬暴退的身影，没有给他任何反应机会，又是刚猛的一拳落下。砰！这一次华清扬的下巴直接被砸裂，脱落的牙齿混合着鲜血狂喷而出。接下来便是一副极为残暴的场面，林彻直接将华清扬当成了人肉沙包，一拳又一拳狂轰滥炸。砰砰砰！
片刻之后，华清扬已经是披头散发，整个人面目全非，全身的骨头更是不知道断裂了多少块，看上去惨不忍睹。一顿暴虐之后，林彻手臂一扬，那柄剑再次悬停在了华清扬眉心之处。还有什么话想说的？继续说。绝望。华清扬却已经不敢再出声威胁，相反的，心中充斥着一股恐惧之感。他发觉面前这少年是一个无所顾忌的疯子，自己之前为什么要想不开，想去招惹这样一个狠人？这一刻，华清扬心中充满了悔恨之感，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他嘴里含糊不清的求饶道：“林爷，是我有眼无珠，不该招惹于你，还请饶我一命，我不想死。”虽然被当众暴虐，又被斩去一臂，足以让这位天榜弟子颜面无存，以后都将在稻仓院抬不起头来。可是能活着，谁想死呢？感受到林彻身上依旧凌冽如冰的杀意，华清扬这是彻底怂了。求饶？你不想死，难道叶蒙那两人就该死吗？林彻突然冷笑了一声。闻言，华清扬连忙道：“我已知错，我不该。既然知道错了，那下辈子就别再犯了。”看着对方，林彻的眼中没有半点仁慈，也没有再给他废话的机会。是，剑光一闪，这一次华清扬的脑袋直接飞了出去。即便是死去的前一瞬，华清扬依旧双目圆睁，充斥着无尽的悔恨、绝望、恐惧与痛苦。虐杀！堂堂天榜排名第5的弟子，竟然就这样当着众人的面被虐杀。这一刻，整个生死台周围变得鸦雀无声。而斩杀此人之后，林彻身影直奔小瑶而去。一剑落下，囚禁小瑶的铁笼被剑气轰开。林彻担心地询问道：“小瑶，我来晚了，你没事吧？”少爷！听到林彻的声音，小瑶就像是黑暗中见到了一缕曙光，喜极而泣。然后他连忙回应道：“我没事。”好，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随后，林彻将小瑶搀扶起来，然后便准备离开此地。然而，此话刚落，一股强横的气息直接向这里疾驰而来。天空之上显现出一位老者的身影，此人正是华清扬的师尊枯木长老。只不过，这老者刚刚降临而来，就是看到了生死台上已经身首异处的华清扬，让他的脸色一瞬间变得无比狰狞。然而，枯木长老发出一声怒吼，转而双目赤红的看向林彻：“你杀了我徒儿！”林彻看了他一眼：“你徒儿心性歹毒，既然你这位做师尊的没有好好教育，我便帮你教育了一番。不信你可以问问台下那些人，你徒儿最后关头是否已经清楚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只是可惜我下手重了一点，他虽然知错，以后恐怕也没有改正的机会了。小畜生，你耍老夫！”听到林彻这番话，一股暴怒无比的情绪在枯木长老心中爆开，紧接他身形一颤，直接向生死台冲去。然而还不等他接近生死台，直接被拦了下来。洛柔、白秋离、风无影、刀蔷薇4位强者的身影陡然现身，一瞬间便将他围在了中间。洛柔冷冷地看向他：“枯木，看来我之前所说的话你忘记了？想对我武殿弟子动手，你嫌自己活得命长了？”枯木长老听到洛柔那强势的质问，脸色变得无比难看。他当然不会忘记，洛柔曾说，除了与林彻定下1年之战的北陵城外，稻仓院弟子一辈都可向林彻出手，但若是老辈武者参与其中，那么他便会入场。这女人可是道武境，除了院长之外，稻仓院内谁可匹敌？也就是说，现在他若出手，不仅杀不了林彻，自己还会遭殃。可即便明白眼前形势，枯木长老心中依旧充满了不甘。华清扬是他的亲传弟子，而且是座下唯一一名弟子，为了培养他，耗费了无数资源与心血，如今却是10年心血一朝丧。枯木长老看向林彻，脸庞狰狞而扭曲：“你做事不留余地，小小年纪就狠辣至此，必遭天谴，小心以后在外行走，不要无声无息死了才好。”威胁。虽然枯木长老没有明说，但其中的含义谁都听得出来，来自一位玄武境强者的威胁，还是很有分量的。林彻的眉头不自觉皱起。可就在这时，洛柔却冲枯木长老道：“他若是无声无息死了，不管能不能追查到凶手，我都会第一个进入稻仓院杀你。”枯木长老一愣：“老夫可没有言明要杀他，这是什么道理？”那好，我换个说法，他若是无声无息死了，那你多半也会无声无息毙命。所以，你还是祈祷他能长命百岁吧。闻言，枯木长老脸都绿了，被反威胁了。可是，在一位道武境强者面前，他却丝毫没有反驳的力量。华清扬已死，这小丫头也已就出，走吧。此时，洛柔没有再理会枯木长老，看向林彻开口道。然而林彻却摇了摇头，不急。说完此话，林彻又道：“还请店主帮我照看小瑶。”闻言，洛柔皱了皱眉，有些不解，但他还是玉手一挥，
一股磅礴吸力将小瑶的身躯卷上高空，停留在自己身侧。生死台上只剩下林彻一人。此时，林彻的目光看向了台下。听说你们为了找我，恨不得将武殿掘地3尺，可惜却没能如愿。那我现在就给你们这个机会，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了，我就是林彻。现在我就在这里，而且就站在你们院中的生死台上，有哪个想杀我的，上来！嚣张！当然要嚣张。根据2位武殿长老的描述，之前闯入武殿想要杀他的道苍院弟子不止华清扬一人，虽然害死了叶天狼2人的罪魁祸首已经伏诛，但还不够。今日不好好震慑一番，他怕以后还会有第2次。他林彻不怕这些人想杀自己，但若是针对他身边的人，这是林彻绝不能容忍的。台下听到这句话的众多道苍院弟子脸色都变得难看起来。杀林彻，他们之前当然想，可是见到天榜第5都难以抵挡此人一剑，在场之中又有几人能杀得了他？见到台下一阵沉默，林彻冷笑了一声：“看来你们是不好意思对我动手，那我就开个头。”话罢，林彻心念一动，凌寒剑飞斩而出。这一剑犹如一缕清风拂过，无声无息，但那速度却犹如急电。噗噗噗！人群中3位怒视林彻却又不敢上台的道苍院弟子头颅瞬间飞了起来，被长剑穿在一起。随着长剑飞回，那3颗头颅直接被钉在了生死台上。先行动手！台下道苍院弟子上千人，所有人都没想到林彻竟然一言不合就动手，而且上来就宰了他们之中的3人。随着那3具无头尸体倒下，沉寂一瞬，陡然在台下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可是眼见这一幕，众道苍院弟子虽然极度愤怒，却依旧没有人敢上台。怂了！林彻一脸冷意，再次拱火道：“只要杀了我，便能拿到上亿金币奖励，更能直升真传之列。你们怎么怂了？来啊，我就在这站着，求杀我！羞辱！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羞辱啊！”台下众多道苍院弟子一个个睚眦欲裂，感觉肺都要气炸了。一人怒道：“林彻，你莫要太过嚣张，这里可是道苍院。你……”可是他话还未说完，被钉在生死台上的凌寒剑再次疾驰而去，剑光一闪，扑哧一声，此人的脑袋也是与身体彻底分离，鲜血如注。生死台上包括华清扬在内，第5颗血淋淋的脑袋被钉在上面，看上去异常血腥而残暴。有什么话上台来说？在。雨落，林彻霸道的目光再次向台下扫去，这一次整个生死台下寂静的有些可怕，落针可闻，甚至众多道苍院弟子迎上林彻那布满寒意的眼神，都是连忙低下头去，不敢与之对视。他们是真的怂了，这种感觉就像他们所有人的脸面全都被台上那少年狠狠踩在了脚下，都被踩烂了。可是那又如何？一起上？若台下上千道苍院弟子一起上，相信林彻是抵挡不住。可是谁来打头阵？对方可是剑修，杀人只在一瞬间，而且以林彻所表现出的实力，第一批上的人是肯定要死的。贪生怕死乃是人的本性，这世上不是所有人都会为了尊严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即便心中不是滋味，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场上道苍院弟子足足上千名，但却被一名武殿弟子彻底震慑住了。甚至可以说，面对这一位年龄不足20岁的少年，他们被压得头都抬不起来。远处看着林彻一人将千余名道苍院弟子压迫得噤若寒蝉，洛柔等武殿高层的眼中则是异彩连连。白老更是咧开大嘴，放肆大笑，哈哈，这小子真是个人才啊！当年武殿就算最为鼎盛，其中弟子人才济济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像今日一般将道苍院年轻一代给压制住。然而现在，一个年仅17岁的少年便是做到了，这让几位武殿的高层如何能不感到振奋？一旁风无影道：“当初店主为了这小子重启武殿，不惜与道苍院再次站到对立之面。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原因，只要此子顺利成长下去，武殿重现辉煌乃是早晚之事。由此可见，店主的决定当真英明啊！”就连平日不假辞色的刀蔷薇眼中也浮现出一丝欣慰至极的笑意。抛却天赋不说，这小子的性格老身很是喜欢。耻辱！看着被钉在生死台上那5颗血淋淋的头颅，台下在场的所有道苍院弟子都感到发自内心的耻辱感，一个个憋得脸色血红。他们知道，林彻今日若是安然离去，那么自此之后，这份耻辱必将成为他们每一个人心底最深处的梦魇。林彻之名也会犹如一座大山般压得他们无法喘息，更不要说以后与之抗衡了。然而就在台下道苍院弟子一个个沉默不语之时，蓦然2道疾风般的身影疾驰而来。随着这2道突然出现的身影登上战台，2人各自爆发出一股雄浑巨力，直奔林彻。感应到这2股力量，
林彻目光微凝，旋即他手掌一挥，凌寒剑斩出，哗啦啦，剑身之上水之奥义刹那铺开，形成一道犹如水幕般的真气结界。与此同时，那两股雄浑的力量狠狠撞在水之结界之上，砰！一阵恐怖的嘶鸣之声响彻全场，爆裂般的真气涟漪向着四周疯狂蔓延出去，甚至冲击的台下一些境界稍弱的道苍院弟子站立不稳。一击过后，林彻与那两人的身躯却是同时退开。此刻，众人也是看清了登上战台的那二人，这是两名年龄在20岁的青年，一人手持长刀，刀身之上血气涌动，这是杀过许多人才会形成的凌厉杀意；而另一人则握着一柄银色战枪，周身上下缭绕着一股磅礴的战意，给人的感受就像一位久经沙场的猛将。是陈师兄与唐师兄。天榜第3，陈玄海；天榜第4，唐战。哈哈，太好了，这小子在这里叫嚣了这么久，咱们道苍院天榜之上的天骄终于出手了。陈师兄与唐师兄都是领悟9重境界，而且在天榜中名列前茅，今日他们两人出手，这林彻嚣张到头了，必死无疑。之前那些道苍院弟子太憋屈了，所以见到这二人出现，台下之人无不爆发出一阵喝彩，便犹如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台上林彻能够清楚地感应到了两人的境界都在领悟巅峰，只差一步便能踏足玄武。林彻看了两人一眼，你们两个一起上。陈玄海冷然一笑，若你武殿还有天才，也可以请来帮你。哦，忘了，你武殿已经没人了，只要杀了你，武殿年轻一辈就死绝了。说的也有道理。林彻点了点头，随后一脸淡然地看向两人，求杀。闻言，陈玄海两人的脸庞微微一抽，这少年当真嚣张。唐战眯着眼睛道，你很狂，但也要有狂的资本才好。我们两人联手，你不会有任何活命的机会。你若是聪明的话。唐战话还没说完，眼瞳便是一缩，因为这时林彻的身影已经向他暴掠而来。与此同时，一剑顺势而至，找死！就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强。唐战一声暴吼，双手擎起银色战枪，便是暴刺而出。哗啦啦，银色战枪吞吐寒芒，犹如一头银色巨龙，裹挟着狂猛的战意，迎上了林彻的一剑。轰！凌寒剑与银色战枪接触的刹那，使得虚空为之一颤。然而一击之后，林彻的身影岿然不动，而唐战的脚步却是站立不稳，疯狂向后急退。狼狈的稳住身形，唐战的脸色猛地一变。水之奥义，高手之间交手一招便知深浅。唐战所领悟之战意一往无前，银色战枪大开大合，一旦施展有万夫不当之勇。可是正面抗衡，居然被对方的剑意所逼退，而且他能够清楚地感应到，刚刚自林彻剑上陡然爆发出犹如滔天巨浪般的恐怖冲击力，此人剑意之中必然是融合了一门水之奥义。不只是水之奥义，看他剑上。就在这时，陈玄海在一旁惊声提醒道。听到这声提醒，唐战看去，一眼之后，整个脸色却是变得更加精彩。只见林彻剑身之上呈现出青、黑、蓝3种不同的光彩，映衬的那仅仅是上品灵气的凌寒剑，犹如一把光武神兵般耀眼夺目。而这3种光彩，毫无疑问正是奥义外化的结果。3重奥义，要知道，对于武者而言，每领悟一门奥义，便如同一次豪赌。即便是那些领悟之力超群的妖孽，运气不好，吞噬个10几株奥义玄药，也未必能顺利领悟一门奥义。而每一株奥义玄药，只要出现，更会被炒到数千万的天价。所以这根本就不是平常人能玩得起的奢侈之物。可是此人剑意之中，竟然融合了3门奥义。棘手！此时，陈玄海二人眉头深皱，都是明白低估了眼前这名少年。一起上！下一刻，陈玄海、唐战对视了一眼，同时身动。二人周身上下领悟巅峰的气势彻底爆发，分别向林彻左右两侧袭来，明显是想要让林彻分心乏力，难以招架。一刀一枪同时攻向在林彻左右两侧，而刀枪之上所蕴含的都是领悟巅峰的力量。不得不承认，陈玄海二人的配合堪称天衣无缝，也很懂如何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联手的优势。两人的攻势凌厉果决，没有给林彻留下太多思考的时间。当然，林彻也没有犹豫，抬手一挥，选择向两人中的陈玄海出手。轰！凌寒剑爆发一股浩瀚剑意，瞬间将陈玄海斩出的那道刀芒破碎。与此同时，他刹那拧身，一拳轰向了另一侧唐战砸下来的银色战枪。找死！见到林彻的行为，唐战脸上突然浮现出狞笑。刚刚被一剑逼退也就罢了，可是一个剑修，不用剑也想正面抗衡自己这一枪，简直是自寻死路。然而还不等唐战得意太久，他的脸色突然猛地一变。轰！
林彻的拳头不偏不倚砸在银色战枪之上，一股恐怖巨力突然从枪身之上传递过来。这一刻，唐战的感受就像是被一座大山狠狠撞击一般。砰！啊！下一瞬，唐战身影如同断线的风筝，嗖的一声飞出去10几丈远，一拳崩飞。可以想象，刚刚林彻那一拳中蕴含了多么恐怖的力量。狼狈的稳住身形，这时唐战低头看去，他发觉自己握拳的2只手掌虎口处已经血肉崩裂，一股剧痛感传来。他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对方明明是一个剑修，肉身力量竟然也能恐怖到如此程度。机会！一拳震退唐战之后，林彻并没有管一旁的陈玄海，而是身影一动，犹如一道疾风般追上唐战那暴退的步伐。与此同时，一道凌厉至极的剑之光华从他手中绽放而出。死！吃！这一剑快到肉眼难辨，甚至就连唐战也只来得及惊愕地睁大双眼，随即便感到喉间一凉。沉寂一瞬，唐战的头颅与身体直接分离开来，鲜血狂涌而出。不可能！不远处，清楚看到这一幕的陈玄海瞳孔在一瞬间收缩成针尖大小，内心受到了极大震撼。这少年的修为仅仅是灵武7重，竟然一剑斩杀了灵武巅峰的唐战。怪物！此人一定是个怪物！随即，一股无法遏制的恐惧之情在陈玄海心底弥漫而开。唐战虽然在天榜排名中在他之下，但也只是一位之差，而且2人修为同为灵武巅峰，实力在伯仲之间。林彻能如此轻易斩杀唐战，岂不意味着也能杀他？跑！明白了这一点，陈玄海彻底失去再战之心，身影向后急退，想要脱离战场。可惜林彻显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既然选择踏上生死台，那就永远留下吧。声音落下，林彻的身影犹如一尊让人心生战栗的魔神般将陈玄海拦截下来，身前凌寒剑再次凌空斩去。你！陈玄海双目一凝，丝毫不敢怠慢，他双手一拍，自指尖空间灵界之中瞬间飞出一物，那是一件铠甲，中品玄器大地甲胄。真气运转之下，大地甲胄之上突然爆发出强烈的土黄色光芒，形成一道坚固的防御之力。轰砰！凌寒剑斩在那防御铠甲之上，震荡起大片真气涟漪。这一剑竟然没有破开那层防御。当然，虽然没能破开防御，水之奥义的恐怖冲击之下，陈玄海也被一股巨力震飞了出去，口中喷出一大口精血。而就在这时，趁着陈玄海身形不稳之际，林彻猛踏一步，长剑再次一个横削，蕴含了风之属性的一剑。这一次，陈玄海没有反应过来，甚至来不及将真气灌输到那件中品灵器之上，剑光便是从他脖颈处一闪而过。是！下一瞬，一颗血淋淋的头颅再次飞了出去。至此，陈玄海、唐战这2位天榜上排名前5的天才全部命丧于林彻剑下。战台上，林彻持剑而立，他周身缭绕着一股强烈的杀伐气息，看上去就犹如一尊从地狱冲出的修罗一般，让人不敢逼视。而在他的面前是7颗血淋淋的脑袋，其中3位都是道苍院天榜排名前5的存在。这份战绩足以震慑全场。死！而在战台之下，凡是看到这一幕的道苍院弟子全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交手仅仅4、5个回合，2位在道苍院天榜排名前5的天才竟然就这样被斩杀，死得如此干脆利落。连陈玄海、唐战这等天榜强者联手都不是此人的对手，又有何人能杀他？想到这里，在场之人无不感觉心脏在狂跳，灵魂在巨震。林彻斩杀陈玄海、唐战这2人之后，快速将2人的空间灵界打扫了一遍，探查到其中的资源之后，心神一动，不愧是天榜排名前5之人，果然有钱。虽然没有仔细探查，但粗略估算之下，这2枚戒指之中的资源最少价值上千万金币。怪不得这世上有那么多杀人越货之事，这种瞬间暴富的感觉还真是让人难以拒绝。食髓之位，下一刻林彻的目光再次扫向台下，还有没有人想上来的？欢迎天榜弟子来杀我啊！只要杀了我，便能拿到上亿金币，晋升真传。你们难道不心动吗？我就站在这里，求你们来杀我！真的！林彻的话语依旧嚣张无比。然而此时台下却一片寂静，甚至在那些道苍院弟子心中，连愤怒的情绪都不再有，一个个身体如筛糠一般，只剩下发自心底的恐惧之感。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人的本能绝不是抵抗，而是恐惧。毫无疑问，此刻的林彻便展现出了这种可怕至极的压迫力。好个狂妄的小畜生！就众多道苍院弟子近乎感到绝望之时，一道雷霆怒吼之声突然自天际传来，天幕之上陡然掀起一阵剧烈的波动，随即足足6道强横的身影出现在空中，其中为首之人
赫然便是道仓院长风飞扬。剩余的5人也俱是道仓院内的核心高层，这份阵容着实有些可怕。风飞扬与那6位长老降临之后，第一眼便是看到了生死台上的惨状，那7颗被钉在台上的道仓院弟子的脑袋。天榜第5华清扬，天榜第4唐战，天榜第3陈玄海。每辨认出一人，这些院内高层的心间都是剧烈一颤。该死，该死啊！这3人都是我道仓院天榜上排名前5的天才，只要顺利成长起来，以后必然是院内核心高层，而如今竟然就这样惨死。有很多时候，一座辉煌的势力就是因为弟子一代不如一代而没落的。由此可见，传承对于一座武道势力的重要性。天才弟子的数量与质量，有时候就代表了传承。道仓院天榜弟子一共才只有30个名额，而如今1日之间就陨落了3位。若是加上之前的柳千秋，那就是足足4位天榜弟子全都死在了眼前这个少年之手。而且这4人皆是天榜中排名前10的存在，这种损失之大，简直难以估量。所以看着这一幕，足以让道仓院所有高层都感到心在滴血。林彻，远处风飞扬看着站在台上的那道年轻身影，他整个人的气息都冷到了冰点，一双眼眸之中更是掀起狂澜。但对这位道仓院长而言，此时心中的震惊之感不下于怒火。距离林彻闯过天幻神境不过4个月时间而已，4个月，此子的修为竟然从灵武2重跨越到了灵武7重，足足突破了5层境界，甚至连灵武巅峰的武者都不是其对手。这种成长速度简直骇人听闻。妖孽！虽然很不想承认，但风飞扬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照此来看，此子的天赋凌驾于北凌晨之上，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当初为了北凌晨，风飞扬选择放弃了林彻，要说不后悔，那纯粹是嘴硬。这种妖孽，任何一大势力选择放弃都是巨大的损失，更何况林彻不仅是脱离了道仓院，更是与道仓院反目成仇。风飞扬终于意识到自己当初处理很有问题，但事已至此，也已经没有了挽回的余地，也让风飞扬更加下定决心，此子绝不能留，否则终有一日，此人将会成为整个道仓院的心腹大患。心念及此，风飞扬周身释放出一股冷冽的杀意，而感受到这股气势，洛柔一步来到林彻身旁，看向他道：“风飞扬，你想做什么？”风飞扬脸庞浮现出一丝凝色：“洛柔，虽然你我之间有过争端，但毕竟同宗同源，我不想与你撕破脸皮。今日我只要你一个态度。”说着，他凌空指向林彻：“只要你们武殿交出此子，一切都可商量，否则别怪老夫不讲情面了。”洛柔听闻此言，脸色沉凝如冰：“风飞扬，你是想鱼死网破？”“鱼死网破？”风飞扬冷笑了一声：“洛柔，你武殿之中算上你，最多只有4名战力，而我道仓院踏入玄武境的长老便有10人之多，真要一战，你武殿没有任何胜算。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今天这小子你到底交不交出来？”从风飞扬此刻的态度，明显可以感觉出来，他想要抹杀林彻的心意已决，甚至已经不惜一切代价，哪怕与武殿彻底开战。与此同时，林彻也明白了眼前的局势，他看向洛柔道：“殿主，他们只是想杀我，如果武殿不出手，他们应该也不会想真的与武殿火拼到底。所以，说出此话，并非林彻不怕死，而是他已经看清了场上的情势，以武殿如今的处境，真的与道仓院拼死一搏，不会有任何胜算，是真的没有胜算。既如此，他不想连累武殿。”然而这个时候，还没等林彻话音落下，洛柔突然看着他问道：“林彻，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闻言，林彻疑惑了一下，然后道：“长得挺漂亮的，就是年纪大了点，要不然我可以考虑。”洛柔眉头一皱：“放肆！我是问你，本店主人品如何？”“啊，人品啊！”林彻一愣，随即郑重道：“店主嫉恶如仇，深明大义。既然如此，你觉得本店主是那种背信弃义、苟且偷生之人吗？”林彻连忙摇头：“不是。”“好，那刚刚的那种话就莫要说了。”洛柔瞪了林彻一眼，然后目光再看向风飞扬之时，已经覆盖上了决绝之意。“风飞扬，10年前我选择了退让，后悔至今，所以今日我不会再后退一步。你想战，那便战吧。”轰！洛柔话音落下，一股强大至极的气势席卷全场，一尊道武境强者气息完全释放出来，那种恐怖的威压使得方圆100丈之内的空间都在剧烈震荡。与此同时，3位武殿长老也各自释放出威压，脸上毫无惧色，似乎已经做好了拼死一战的准备。见到这一幕，风飞扬脸都绿了。他原本以为眼前这种形势之下，如果武殿聪明的话，应该会选择妥协，但万万没想到武殿众人的态度竟然会如此坚决，明知飞蛾扑火，依旧义无反顾。
这甚至让风飞扬都变得犹豫了起来。战，武殿会彻底葬送，但面临一位道武境强者的怒火，道苍院也将损失惨重。不说别的，只怕院内长老一级最少要损失半数之多。这个代价，道苍院是否能承受得起？心中闪过种种念头，但最后风飞扬的脸色重新变得坚定下来。杀！今日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此子葬身此地。做出这个决断，不是风飞扬愿意承受与武殿决一死战的后果，而是他明白，如果今日杀不了这个少年，那么道苍院以后的处境或许会比今日更加难以掌控。而随着风飞扬表明态度，道苍院一众长老齐齐而动，向着武殿众人逼迫而去。双方剑拔弩张，似乎一场死战已经无法避免。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异变陡生，轰隆隆，远处一阵剧烈的波动传来，随即在众人的视野之内，足足上千名身披重甲、手握银枪的战士宛如一股洪流，从远处驰骋而来。这些银甲战士每一位身上都流露出浓郁的杀伐战意，身下的银血骄马奔腾之下，发出犹如战鼓般的马蹄践踏之声，使得周围100丈之内的地面都传来震动之感。这是皇朝禁军。见到这样一支军队，在场所有人都脸色一变。禁军，这支钢铁之师背后所代表的正是苍风皇室。即便如此，苍风皇室之中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调动的这样一支禁军的。可是现在他们竟然出现在了这里，那为首之人好像是皇朝三公主。就在这时，又有人发出一声惊呼，众人顺势望去，果然发觉在一众禁军的最前方，一位大约20岁左右的女子浮现在眼前。这女子青丝如墨，眸若星辰，身披一件雪白色斗篷，不染纤尘，斗篷之下被青甲勾勒出完美的玲珑曲线，给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高贵气质。睛若偏红，宛若游龙。道苍院内一些年轻弟子见到这位绝美的女子之后，都感觉心跳不自觉的加速。可是在他们知晓这女子的身份之后，却都不禁生出一种自惭形秽之感。李清婉不仅是苍风国的公主殿下，其天赋更是堪称绝代，与道苍院第一弟子北凌晨并称为苍风国年轻一代2大天骄。由此可见，此女无论是天赋、背景、实力，都注定是苍风国年轻一代武者需要仰望的存在。上千名禁军集市到这里之后，随着李清婉一只手掌扬起，齐齐停下了步伐。这时李清婉翻身下马，英姿飒爽地对着场内抱了抱拳道：想不到今日道苍院这么热闹，小女子李清婉见过诸位前辈。见到这一幕，无论是道苍院还是武殿的几位长老，都是回了一礼。在这些人面前，这女子虽然是小辈，但不要忘了，此女乃是公主之尊，因此场上可没有人敢倚老卖老。与此同时，风飞扬则是嗅出一丝不同寻常的意味。三公主殿下，不知今日驾临我道苍院，是所谓何事？闻言，李清婉脸上浮现出一丝浅笑，随即指向林彻：我为他而来。林彻听到三公主此话，场内所有人都流露出匪夷所思之色，就连林彻自己也神色古怪。印象中，他似乎从未与这位三公主有过交集。就在这时，李清婉淡淡一笑：父皇近几日听闻道苍院有一位闯过天幻神境的天才少年，因此想见上一见，便特地吩咐我前来，邀请此人进宫面圣。什么？闻言，道苍院一众高层全都脸色一变。三公主话语虽然简短，但他们如何听不出来，苍风皇室来到此地，居然是为了保林彻？风飞扬一脸凝重：三公主，此子虽然通过了天幻神境，但天生反骨，乃是我道苍院的逆徒，院内正要清理门户，恐怕是不值得陛下如此重视，是吗？三公主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对此，风飞扬又道：这小子虽然有些天赋，但性格暴戾，身为道苍院弟子，却对同门大肆杀戮，凭他的性格，若真的进宫面圣，触怒龙颜，那可就不好了，所以还是就地格杀为好。一言落下，风飞扬周身爆发出气势，竟无视李清婉，想先行击杀林彻再说。风飞扬如此急切，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今日道苍院如此兴师动众，若是这样都杀不了林彻，那以后想杀他将会更难。可是还不等风飞扬真正动手，这时李清婉却突然摇头一叹：唉，怪不得父皇说国内一些势力最近蠢蠢欲动，是时候好好压制一番了。如今看来，这话果然不假，某些人连我堂堂一位公主都不放在眼里，多半有谋朝篡位之心。闻言，正要准备动手的风飞扬身形一滞，嘴角更是隐隐一抽：三公主，何出此言啊？没什么，就是父皇近日久病卧床，却探知到皇朝内的一些势力竟然在这段时间将手伸到了皇储之事上，因此大为震怒。众所周知，皇储之事历来都是禁忌，尤其是有除皇族之外的其他势力干预，更是大大的忌讳。因此父皇震怒之下，
便想要揪出几个不开眼的势力除之，杀鸡儆猴。说到这里，李清婉却是轻轻一拍光洁的额头，醒悟道：“你瞧瞧我怎么当着诸位前辈的面说起这事来了。诸位前辈万万不要多想，父皇对稻仓院还是很信任的，不要多想。”闻言，稻仓院一众高层都已经是脸色一片铁青。看了一眼稻仓院诸人的脸色，李清婉疑惑道：“你们不是想杀那小子吗？怎么还不动手？”放心，小女子这次所带来的禁军只有区区1000之数，在诸位前辈的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也绝不敢插手此事。诸位千万不要给我父皇面子，真的。众人，这位皇朝三公主看样子端庄高贵，怎么感觉这性格有点痞？这是不插手此事，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如果在平时，即便李清婉贵为公主，但以稻仓院长的身份，也不至于被一个小丫头威胁。可现今形势却有些不同，仓封皇帝传言大限将至，整个皇朝也暗流汹涌，值此之际，正是最为敏感的时期。俗话说，一只受伤的野兽是最危险的。要是仓封皇帝真的借着皇储之事，想要震慑一番皇朝中的诸多势力，为下一任储君铺路，那这个时候往枪口上撞，无疑是自寻死路。心念及此，风飞扬强颜欢笑：“呵呵，之前不过跟三公主开个玩笑，既然陛下想见此人，老夫自然不敢阻拦。”从这句话可以听出，风飞扬此刻明显虚了，但他最终做出这个决定也无可厚非。在他心中，林彻说到底只是一个未成长起来的小辈人物，就算今天杀不了，以后还有机会。可若是因此得罪了仓封皇室，那可就得不偿失了。即便如此，风飞扬此刻心中却不好受。他看向林彻，寒声道：“林彻，不管怎么说，你曾拜在稻仓院门下，如果没有稻仓院，你如今还是苍兰城中一个无名小辈。稻仓院对你有知遇之恩，可是今日你却残杀稻仓院弟子，实属欺师灭祖之举。今天虽杀不了你，但这笔账不会就这么算了的，要不然老夫枉为稻仓院长。”闻言，林彻眉头紧紧一皱，但还不等他开口，一旁的洛柔却冷笑道：“风飞扬，你可真不要脸！10年之前，稻仓院的势力何等强盛，可就是因为你一己私欲，挑动院内高层与武殿之争，最终使得稻仓院沦落至此。至于你口中的林彻，我问你，他自从加入稻仓院后，可曾得到任何一位院内高层的赏识？可曾拿到院内任何一点资源？没有，不仅没有，还受到了你们这些高层无情的打压，将这样一位天才硬生生逼到了稻仓院的对立面。如果没有你风飞扬，林彻这位通过天幻神境的天才，不会与院内决裂。相反的，未来的他甚至可以重现祖师在世之时的辉煌，带领稻仓院走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一切都是因为你，风飞扬，你才是欺师灭祖、祸乱稻仓院的根源，你才是稻仓院的千古罪人。”诛心之言。听到洛柔这番话，在场之人无不神色异样。从事实来看，林彻似乎从不欠稻仓院什么，相反的，完全是这些稻仓院高层的打压，将这样一位绝世天才逼到了稻仓院的对立面。如今竟然还想站在道德的高度诉诸林彻叛院的罪状，这实在无法自圆其说。而此时，风飞扬则是哑口无言，一张老脸憋得通红，却又根本找不到反驳之处。见到风飞扬的神色，洛柔也懒得跟他多说什么，回头看了林彻等人一眼，道：“我们走。”闻言，武殿众人点了点头，随即他们与三公主率领的皇朝禁军一起向外航去。沿途的稻仓院众人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就这样安然离去，显得无计可施。直到武殿等人的身影消失之后，风飞扬那压抑至极的情绪才彻底爆发，脸色更是阴沉到了极点，发出一阵咆哮：“可恶，简直可恶至极！”原本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毕其功于一役，今日彻底铲除林彻这一隐患，为此甚至不惜与武殿鱼死网破，但却没想到最后横生枝节却是这个结果。这一切都让这个地位超然的稻仓院长感觉憋屈到了极点。武殿，一座风景秀美的清风之上，林彻亲自挖了2个土坑，将叶天朗2人的尸体埋葬进去。设好墓碑之后，林彻上了香，将一坛酒倾洒于2人墓前。叶兄，吴兄，虽然咱们相处时间很短，但进入叶盟的这段时间，我能感觉到你们是极好的人。可惜这个世道好人却难得善终，是我与稻仓院的仇怨最终连累了你们。准确而言，你们是因我而死，对此我感到万分歉疚。不过放心，你们不会白死，此仇我也绝不会忘。虽然华清扬已经被我所杀，但这件事的受益者，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稻仓院那些幕后高层。我发誓，只要我林彻还活着，终有一日会让稻仓院付出无比惨痛的代价，以告慰你们在天之灵。说出这番话，林彻眼中满是坚毅。无论如何，他与稻仓院的局面已经是不死不休，双方都不会有任何想要化解的想法。一旁，
跪在墓前的叶瑶早已哭成了泪人。听到林彻的话，他却摇头道：“少爷，哥哥他们不是因你而死，如果不是你，或许叶盟在云荡山脉之时就已经彻底覆灭了。所以你不用将哥哥他们的死归咎于自己身上，给自己增加负担。”叶瑶所言乃是实情。当初在云荡山脉，如果不是林彻出手，叶盟所有成员都早已惨遭千秋盟的毒手。而在此之前，林彻不过刚刚加入稻仓院而已，并没有得罪过稻仓院内任何势力。就是后来林彻与千秋盟的仇怨，也是因叶盟而起，反而是将林彻卷入了其中。想到这里，叶瑶真诚道：“少爷，你不亏欠叶盟什么，相反的，还是叶盟的恩人。我想哥哥他们在天之灵，也绝不愿你因此而自责。”恩人。闻言，林彻自嘲一笑。云荡山脉中，他的确救了叶盟众人一次，可是现在结果又如何？叶天狼两人还是死了，而小瑶的一双眼睛也毁了。归根结底，他并没有改变任何一人的命运。实力，一切还是因为实力的不足。林彻从未像现在这般渴望力量，如果他拥有足以震慑稻仓院的实力，或许所有的事情都会是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也让林彻心中警醒，一定要努力，不仅是为了自己，否则就是连自己身边的人都保护不了。看着叶瑶伤心欲绝的模样，林彻重重吐了口气，走过去摸了摸她的脑袋：“小瑶，以后我就是你哥，亲哥。”听到这句话，叶瑶哭得更凶了。以前林彻虽然与他关系亲近，但以血缘而论，哥哥就是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而现在，在世上唯一的亲人离他而去，他自己也失去了一双眼睛，以后的人生中只有黑暗。对这个14、15岁的小女孩而言，林彻简单的一句话，或许在别人看来不算什么，但对她而言，就是无尽黑暗中唯一的曙光了，也是活下去的动力。叶瑶紧紧攥着林彻的手掌，喊道：“哥！”喊出这一句，小丫头已经泪如雨下。林彻微微一笑，再次摸了摸她的脑袋：“放心，以后就算踏遍万水千山，哥以后一定想办法治好你这双眼睛，让你重见光明，也绝不会再让你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从那座清风之处下来，林彻直接将叶瑶送回住处，而他自己则是来到了武殿的议事大厅之中。虽然以李清婉的身份，在皇朝之中没有哪一势力敢对其不利，可此刻千名禁军依旧严阵以待，在大厅外守护四方周全。大厅内，李清婉捧着一杯茶，但没喝，修长的睫毛颤啊颤的，像是在数着杯中的茶叶。直到见林彻的身影走进来，他的眼睛才是一亮，将茶盏放下，脸上也恢复公主殿下的威仪。草民林彻参见三公主殿下，多谢殿下今日相救之恩。林彻微微行了一礼，与此同时，也在暗暗打量这位传闻中皇室之内最出色的公主。通过感应，林彻可以肯定她达到了玄武之境，所流露的威压绝不弱于稻仓院第一弟子北凌晨。毕竟这二人代表了皇朝内年轻一代中的绝对领域。至于二人究竟孰强孰弱，那就不好判断了。但林彻也明白，现在的他显然还无法与这两人相提并论。这时，李清婉看着林彻笑了笑，月儿这次回宫，嘴里便一直念叨着在天龙城附近那座玄武墓葬中的经历，也始终没有离开你的名字，实我也很好奇，想见见那位让我妹妹都魂不守舍之人究竟长什么样子。如今一见之下，果然是玉树临风，一表人才。直白。李清婉看上去比林彻也大不了几岁，又身为公主之尊，却这样直白地夸赞林彻的长相，足以看出这位公主的性格是真的很洒脱，不拘小节。当然，林彻也不是扭捏之人，并没有感觉不好意思，只是淡淡一笑：“你是不是很好奇，苍风皇室为何要帮你？”就在这时，李清婉突然问道：“是。”林彻点了点头。苍风皇室之中，他大概只与李子月有过一些交集。起初林彻以为，或许是因为李子月，苍风皇室才会对他表露出善意。可后来想一想，应该不会这么简单。他得罪的毕竟是稻仓院，就算是苍风皇室，应该也不愿意随随便便就与稻仓院发生摩擦。况且这次来的不是李子月，而是他的姐姐李清婉，这其中应该还有着其他原因。很简单，苍风皇室帮你，是因为你值得一帮。天幻神境在稻仓院中万年以来都没有人能通过，可是你却通过了，这足以证明你的天赋。还有一点，听说你刚刚进入稻仓院，就为了一个叫做叶盟的小势力，不惜与整个稻仓院抗衡，证明你是一个很重感情、很讲义气之人。苍风皇室现在帮了你，那你以后成长起来，相信你对苍风皇室将是千百倍的回报，所以这个买卖很划算。李清婉的话语依旧很直白，那意思就是苍风皇室现在帮林彻，就是为了他以后成长起来对皇室的回报。当然，越是直白，也证明越真诚。林彻倒是很喜欢这位公主的表达方式，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放在台面上来说，不用藏着掖着。苍风皇室及三公主殿下这份恩情，我林记下了，
以后若是我有这个能力，一定报答。锦上添花，永远比不上雪中送炭。不管怎么说，苍风皇室实实在在救了他一命，知恩图报，以林彻的性格，自然不会忘记这份恩情。听到林彻的回答，李清婉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对林彻问道：“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闻言，林彻愣了一下，这倒是个问题。以今日稻仓院的行为来看，若他还留在武殿之中，并不安全。而稻仓院又是苍风国第一大宗门势力，若真的不惜一切代价行动，即便离开扬州，也有着被暗杀的风险。就在林彻思考的时候，李清婉却道：“去帝都吧。”帝都？对，帝都是天子御下，就算是稻仓院的手也伸不到那里。况且以你的天赋来说，那里也应该是更适合你的舞台。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父皇是真的想见你一面，想看看你这位通过了天幻神境的天才究竟有何过人之处。进宫面圣。原来此前李清婉口中所言，并不威吓稻仓院而随意编撰的借口。苍风皇帝竟然真的想见他，这让林彻感到有些错愕。因为从身份来看，他不过是一个没有成长起来的小辈人物，纵使有些天赋，在苍风国内也不过是一条小鱼而已。相比之下，苍风皇帝绝对是一条翻江倒海的巨龙。按理来说，这等大人物不该对自己如此重视才对。当然，虽然感觉有些奇怪，但林彻也明白，以他现在的身份，根本无法拒绝。而且除了帝都之外，也的确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了。想了想之后，林彻直接点头：“既然陛下想见我，在下自当从命。”见状，李清婉俏脸之上流露出一抹笑意：“好，我这次出宫时间有限，就不在武殿过多逗留了，我在帝都等你。”闻言，林彻再次点了点头。随即，李清婉也没再多说，直接长身而起，迈步向外走去。就在这时，却碰巧遇到了进入大厅的洛柔。三公主殿下，这是准备离开？是，这次是奉父皇之命出来办事，还要尽快回去复命，因此就不在贵殿过多叨扰了。李清婉微微一笑，说出此话之时，脸上竟带着一丝晚辈的恭敬之感。见到这一幕，林彻微微诧异一下，因为之前李清婉面对稻仓院长之时，可都没有这般和颜悦色。这倒也是，洛柔微微点头，随口道：“既然如此，那就不留三公主殿下了。”闻言，李清婉便准备向外走，但刚刚迈出一步，她仿佛想起来什么一般，道：“洛前辈，如今武殿已经彻底与稻仓院站在对立面，以洛前辈到武道修为，若是肯入帝都，父皇一定极为开心，想必会以国事尊之。你这小丫头倒是会拉拢人。”洛柔轻笑一声：“小丫头。”听到洛柔竟然如此称呼皇朝公主，林彻再次错愕了一下，而李清婉也不以为意，似乎本就该如此一样。就在这时，只见洛柔摇了摇头道：“不必了，我闲云野鹤惯了。况且武殿虽然脱离稻仓院，但并非消失，准确来说，武殿还在，因此洛某也不好再加入其他势力。”听到洛柔的拒绝，李清婉也没有表现出失望，而是对洛柔与林彻再次拱了拱手道：“既然如此，那晚辈也不好强求了，告辞。”之后，李清婉直接率众离开。厅内，洛柔则是看向林彻：“你要去帝都？”“林彻点了点头。“也好，以你的天赋，自然不会一直屈居于扬州之内，早晚会进入帝都这个更大的舞台的。不过我需提醒你，帝都这个舞台虽大，但也鱼龙混杂，万事都需小心。没有靠山的情况之下，千万不要像之前那般冲动。”听到这句话，林彻微微一滞：“店主难道不一起去吗？”洛柔摇了摇头：“帝都我是不会去的。可是稻仓院这次与武殿撕破脸皮，若是还留在武殿之中，就算店主实力很强，我也怕。我也没说过要留在武殿之中，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我自然有安全的去处。”见到洛柔坚定的神色，林彻微微诧异：店主对帝都如此排斥，难道那里有他不想见的人，或是不想面对的事物？虽然好奇，但见洛柔的神色，林彻也很聪明的没有多问。就在这时，洛柔突然看向林彻：“我问你，本店主的年纪看上去真的很老吗？”闻言，林彻整个人一僵，他怎么突然想起这茬来了？其实林彻是低估了女人的记仇程度，即便身为道武境强者，一个女人对别人的评价，尤其是负面评价，是不会这么轻易就释怀的。我那是在开玩笑，当时面临绝境，只是想活跃一下凝重的气氛而已。店主，你可千万别当真啊！其实在弟子心目之中，店主就是智慧与美貌的化身，这世上除了完美一词，再没有能形容店主的词汇。林彻表现出满满的求生欲，只是洛柔不为所动，一步步走向林彻，活跃气氛。拿本店主活跃气氛，不得不承认你很有想法。不过今日本店主心情不好，也想拿你活跃气氛。林彻脸色一黑，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转身就要跑。然而不等他逃出，洛柔一只白皙的手掌伸出，
一股磅礴的吸力硬生生将他的身躯给扯了回来。轻点！哎呦，别拧我耳朵！店主，我知错了。随即，大厅内便是传出一阵激烈的动静，夹杂着一阵阵求饶之声。中午，武店众人围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洛柔看上去神清气爽，似乎心情很不错，连饭都多吃了小半碗。而坐在一旁的林彻则是一脸幽怨，看上去与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虽然他被揍了一顿，但不得不说，洛柔下手很有分寸，最少从外表来看是看不出来的。嘿嘿，小子，你看上去心情不太好啊。白老注意到林彻，好奇地问了一声。没有。林彻连忙摇头，就是今天没什么胃口，被女人给教训了一顿。虽然对方是道武境，但林彻也绝不会承认的。太丢人了。没胃口。白老笑了笑，回头老夫给你配2副药，保证你胃口大开。不用不用。林彻脸色一黑，连忙拒绝。这老头的药还是少吃为好，容易未老先衰。就在这时，洛柔突然道：今天应该是咱们在武店最后一顿饭了，吃完之后便要离开这里。此言一出，众人沉默。武店重启也不过3、4个月而已，时间虽短，但众人对这里无疑是有感情的，甚至是当做了家的存在。可现在迫于稻仓院的压力，不得不选择离开，心中多少也会感到一些伤感。尤其是白秋离等3位长老，他们盼望武店重启，可是盼望了10年之久。感受到此时凝重的气氛，林彻却是笑道：离开也只是暂时的，我想终有一日咱们还会回来，而那时稻仓院的压力终将成为过往云烟，武店也一定会重现当年的辉煌。说得不错。洛柔也道：如今的武店虽然脱离了稻仓院，面临的困境也比10年前更为艰难，可这未必不是一次新生。无论如何，即使离开这里，只要我们心中还有武店，武店的传承就不会断绝，它会一直延续下去的。闻言，百里等3位长老都是点了点头，深以为然。他们不自觉看向林彻，虽然武店弟子一辈只剩这一棵独苗，但不得不承认，此子也是武店历代之中最为出色的弟子。有林彻这位天才在，无论如何，武店还是有希望的。既然这样决定了，那吃过饭之后，咱们就各自启程吧。洛柔最后说道。就在这时，林彻一旁的叶瑶却突然拉了一下他的衣袖，怯懦道：哥，我想跟随洛前辈修炼，不跟你去帝都，行吗？修炼？林彻愣了一下。我听说武者能够以心神视物，虽然远远不如眼睛方便，可是只要我能修炼出心神，最少生活之上不需要别人时时刻刻的照顾。可是修炼很辛苦的。对于武者而言，的确可以心神视物，但他最少也得迈入灵武之境才有可能。可叶瑶在此之前没有丝毫修炼基础，更何况还失去了一双眼睛，想要达到灵武境，定然要比常人付出成倍的努力。林彻是怕这个小丫头受不了这种辛苦。叶瑶小脸上却是闪过坚定之色：哥，再辛苦我也不怕，我想修炼，我不想成为你的拖累。看着这小丫头的神色，林彻微微沉默。同时林彻也明白了，小瑶做出这个决定应该是不想成为他的负担。毕竟稻仓院所经历之事，让叶瑶清楚地认识到，若是跟着林彻，难免会成为他的软肋。见到这种情形，还不等林彻开口，一旁洛柔微微一笑：这个小丫头的性格我很喜欢，既然她想跟着我，那也很好。说到这里，洛柔看向叶瑶，直接言道：今日开始，我便正式收你为武殿弟子。武殿弟子？闻言，叶瑶愣在了原地。怎么，不想加入武殿？听到这句话，叶瑶才反应过来，顿时盈盈拜倒，一脸惊喜道：多谢店主，弟子愿意加入武殿。那就好，不过我得提醒你，虽然武殿现在没落，但本店主收人可是很严苛的，成为了武殿弟子，以后就得努力修行。叶瑶连忙道：弟子以后必定刻苦努力，绝不给武殿丢脸。见到这一幕，林彻会心一笑。其实帝都之内鱼龙混杂，这次前往，林彻自己都不知道将面临什么局面。以他的修为而言，叶瑶跟着店主显然要比跟着他安全得多。况且现在他成为了武殿弟子，有洛柔这位道武境强者的教导，以后的武道之路上无疑会变得更加光明。林彻觉得这倒是最好的结果了。因为是在武殿内的最后一顿饭，所以众人心情有些复杂，这顿饭也吃得很久。但吃完饭后，洛柔却是没有带着众人离开，反而是吩咐了一声，让林彻随自己来。林彻微微有些好奇，没有多想，直接跟了上去。没过多久，在武殿的另一座山峰之上，洛柔停下脚步，面前出现了一座阁楼。看到这座阁楼，林彻诧异了一下。这座阁楼所处的位置其实是有些偏僻的，在此山的背阴之处，就是当初林彻打扫武殿之时都没有发觉。这时，洛柔指着前方道：这是武殿当初的藏宝阁。藏宝阁？林彻神色微微一动，眼中突然浮现出一丝火热之色，意思是
这里就是当年武殿用来储藏武道资源的地方。店主，我就知道咱们武殿虽然没落了10年，但曾经家大业大，一定还有许多积蓄的。你带弟子来这里，难道……见到灵彻的热切的样子，洛柔却是鄙夷的看了他一眼。你那是什么眼神？别想了，这座藏宝阁已经荒废了10年之久，其中早就空了。闻言，灵彻脸色顿时一僵。洛柔继续解释道：当年本店主亲自解散武殿，自觉愧对殿内众长老弟子，因此早已将这藏宝阁中的修炼资源分发下去。所以准确而言，现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修炼资源了。那店主带弟子来这里的意思是？灵彻疑惑道：这座藏宝阁虽然空了，但我突然想起其中还有一物，应该很适合你，随我来吧。说完此话，洛柔直接带着灵彻进入了那阁楼之中。可以看出，这里的确是已经荒废很久了。原本放置功法秘籍、修炼资源的一排排木架之上，早已空空如也，布满了灰尘与蛛网。随着洛柔道步伐，两人直接来到一处石室之内。这座石室看上去应该是兵器室，有许多空置的器匣。这时，灵彻看到了一柄剑，这柄剑长约3尺7寸，剑刃宽4指，通体银白之色，其形如龙，斜插在一座石台之上。第一眼便是将灵彻的心神彻底吸引过去。此剑名为龙渊，是当年武殿第5代殿主之宝器。这样说来，咱们武殿第5代殿主是一位剑修？洛柔点了点头，不错，而且是一位曾达到道武之境的剑修。一位达到了道武境的剑修。灵彻心中惊讶了一下，这个世界真正修习剑道之人很少，但真正能够称之为剑修之人，无疑都是领悟力与天赋都堪称变态的存在。由此可见，这位第5代殿主很强，非常强。此剑的级别，当初乃是道器，只是当年传闻5代殿主与一位强敌交手，虽然最终斩杀强敌，但却使得此剑剑灵被毁，因此跌落到了上品玄器级别。而10年前武殿解散之时，殿内没有一位长老或是弟子是修习剑道的剑修，再加上这是前殿主之物，所以我也就将此剑保留了下来。直到现在，我突然想起，这柄剑应该很适合你。听闻了店主的讲述，灵彻向前走去，来到那石台旁，他伸手握住剑柄，向上一把。剑没动，这柄剑明显比他想象中沉重许多。微意凝神，灵彻再次尝试，只是这次他运转真气，使得手掌之上都覆盖上了一层乳白色的光芒。铮！这次那柄长剑直接被拔了出来。与此同时，一股锋锐之气迅速在石室之内弥漫开来，剑身之上银光流转，像是在诉说多年尘封之苦。好剑！道器级别的兵刃，放眼整个苍风皇朝之中，那也价值连城，属于稀缺之物。一旦出现，便会受到各大势力争抢。而这把龙渊虽然因为剑灵被毁，跌落到了上品玄器，但无论是铸造材质还是炼制之法，都曾不折不扣地达到道器级别。有了这柄剑，对灵彻的实力而言，无疑是一个质的飞跃。仔细观察着这柄剑，灵彻突然发觉一些特殊之处。片刻后，他像是察觉到了什么一般，真气猛然灌输到剑身之上。铮！就在这时，那柄银色长剑突然被撑开，变成了一把伞。可以看到，那伞面薄如蝉翼，隐隐有光滑流动，但形状确确实实是一把伞。伞剑！灵彻略微诧异地看向洛柔，店主，这柄剑竟然有2种不同的形态，难道有什么特殊之用？闻言，洛柔想了想，然后点头，下雨的时候很有用。灵彻！就在灵彻一脸诧异的时候，洛柔白了他一眼，这剑又不是我的，而且这问题你得问铸造此剑之人，总之你自己慢慢发掘吧。虽然被嘲了一句，但灵彻的脸皮相当厚。将那龙渊收起之后，他再次道：店主，咱们就要分别了，你还有什么私货？不妨再送弟子几件保命之物，譬如说玄器铠甲、防御玄符什么的。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武殿的状况，本店主很穷的。洛柔一口回绝。灵彻直接愣住。穷？之前在玄武墓葬之时，洛柔击杀了2位9星家族的长老，灵彻可是亲眼看着洛柔将那2人的空间灵戒收入囊中，这还穷？此时洛柔却道：对修炼而言，太过依仗宝物不好。若是你真的遭遇强敌，即便有这些防御之物，那也改变不了什么，所以还是将眼光放到自身实力的提升上为好。闻言，灵彻点了点头，这话也有道理。毕竟对于武者而言，任何宝物都只能是锦上添花，真要想成为强者，只有自身的实力强大起来才是根本。放弃了这个想法，灵彻则是看着洛柔再次问道：那店主，这次分别之后，你们会去哪里？黎州？黎州？灵彻知道这里同样位于苍风皇朝疆域之内，却属于极东之地，距离帝都而言，无疑是一段很远的距离了。对，黎州药王谷，白长老号称毒王，但他在加入武殿之前，有一位同门师兄，人称药王，
此人真正精通药食之术。这次前去黎州，便是想去拜访一番，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医治叶瑶那小丫头的眼睛。听到这句话，林彻神色微微一动，那小丫头若是知晓店主的用意，应该会很感动。别这么说，她现在也是武店弟子，本店主自然要为其考虑。说到这里，洛柔直接拿出一张巴掌大小的符纸，递到了林彻手中。这是传讯光符，若是你以后遭遇什么不测，捏碎此符，本店主便会知晓。林彻心中淌过一股暖流，心想店主果然是刀子嘴豆腐心，说着不给保命之物，可内心还是很关心自己的。只是想到这里，林彻突然意识到有些不对劲。店主，帝都距离黎州如此之远，若我真的遭遇强敌，你恐怕也赶不过来吧？我又没说能就得了你。洛柔看了林彻一眼，只是想说，你若是出事，我以后替你报仇，顺便帮你收尸而已。林彻从那座荒废的藏宝阁回来之后，林彻与众人分别，洛柔、白老、风无影、刀蔷薇、叶瑶向东而行，前往了黎州，而林彻则是要前往北方。只是林彻也并非一人上路，三公主李清婉虽然率众提前离去，但却留下了10名禁军与林彻一同启程，目的就是为了一路护送林彻安全抵达苍风帝都。当然，以道苍院的能量，仅仅这股力量就像保护林彻，无疑显得有些杯水车薪。可是不要忘了他们的身份，乃是皇朝禁军，在苍风国内对禁军出手，就是道苍院想必也不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因此这一路之上并没有遇到任何波折，即便是途径的各大城池，在得知这支队伍的身份之后，也是畅通无阻。10日之后，林彻等人的步伐终于在一座钢铁巨城前停下了脚步。苍风帝都，见到这座雄伟巨城，林彻发自内心的感到震撼。果然不愧是苍风帝都，与之相比，我曾经生活过的苍兰城就像一座偏僻小镇。哼，林公子，这皇城乃是集权之地，万城之王，自然不是国内其他城池可以相提并论的。因此才会有无数青年才俊挤破头都想在帝都立足，只要能在帝都崭露头角，那才算是真正扬名立万。林彻身后，一位禁军头领笑着说道。闻言，林彻点了点头。苍风帝都自然是整个皇朝之内最大的舞台，不过也意味着这里鱼龙混杂，各大势力盘根错节，想要在这里闯出一片天地，又岂是这么容易的？林公子，其实你来到帝都正是时候，因为10日之后便是苍风国3年一度的青云之战，可谓帝都之内最为热闹的盛事。青云之战，听到这4个字，林彻表情微微疑惑。见状，那位禁军头领解释道：青云之战取平步青云之意，乃是当今陛下亲自设立，其目的就是为了检验国内年轻一辈武者的天赋及实力。凡是青云战中能够进入前10之人，都能得到巨额的赏赐，而如果进入前3，更将得到陛下亲自封赏，无论出身多么低微，家世多么平凡，都将受到苍风国重用，光宗耀祖。林公子，以你的天赋，又有3公主殿下的青睐，如果参加青云之战，想必一定可以进入前10之列。听到此话，林彻目光微微一动，但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倒是那几位禁军继续说了一些青云战的事情，让林彻对这一帝都盛世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过了没多久，那名禁军头领看着那已经越来越接近的巨大城池道：林公子，既然已经安全抵达帝都，那我等也就先行回宫复命了。林彻点了点头。以这些皇朝禁军的身份，如果与林彻一同出现在皇城之中，必然会有些影响，所以只能在这里分别。多谢诸位一路护送，辛苦了。林公子太客气了，我等也只是奉命行事而已，不敢居功，告辞。随后，这10位禁军对林彻抱了抱拳，然后翻身上马，驰骋而去。他们离去之时，并没有言明林彻何时才会进宫面圣，也没有指定什么落脚之地，让林彻等待传召。不过林彻也不担心，只要进入帝都之内，以苍风皇室的能量，想要找到自己，那真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缴纳100枚金币，进入了皇城之后，林彻随便找了一间客栈住下。夜晚，林彻在房间之中修炼，他心神一动，将自身所领悟的剑意释放出来。铮！一股锋锐之气瞬间弥漫了整个房间，隐隐传出低沉龙吟般的剑鸣之声。而在这股剑意之内，水、风、毒3种截然不同的奥义，仿佛结界一般，将林彻身前分割成3处不同的区域，其中皆有浮光流动，仿佛自成一片天地。我现在领悟了3门奥义，达到了剑意大成之境，而每多融合1门奥义，剑意就会越强。那岂不是说，我只要再领悟1-2门奥义，就能达到剑意圆满？剑意圆满不难，难的是进入下一个剑道境界。就在这时，神域空间中的神秘女子突然开口回应。闻言，林彻目光一闪，天女前辈，敢问剑意之后，下一个剑道境界是什么？领域，剑之领域。神秘女子回答。剑之领域，剑是境界，是界剑之事。
而剑意境则是剑修与剑合而为一，达到人剑合一的地步。那这剑之领域是很简单，就是字面意思，创造一个专属于你的领域，以剑为主体，而在这领域之内，无论攻杀、防御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而对于此等创造出领域的剑修，世人称之为剑主。剑主听到神秘女子的述说，林彻的眼中已经充满神往。创造属于自己的剑道领域，这听上去太诱人了。天女前辈，你给我具体讲讲跨入这一剑道境界的方法呗。我想成为剑主。可这时神秘女子却淡然道：不，你不想。林彻还没有走稳，就想学跑。天女白了林彻一眼，想成为剑主不难，但想成为一名强大的剑主却很难。以你现在的条件，即便成为剑主，也是剑主中最弱的存在。为何？林彻疑问道。因为你领悟的奥义太少了，剑意中融合的奥义越多，剑意也就越强，而领域也是同理。原来如此。林彻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其实这个很好理解，若两个人同为剑主境界，一人领域中融合了2门奥义，而另一人则只融合了1门奥义，孰强孰弱一目了然。可是这世上奥义如此之多，究竟要领悟多少门奥义才能成为一名强大的剑主呢？林彻又问道。对此天女道：不多不少，6门奥义足矣。6？林彻微微有些惊讶，这世上奥义如此之多，仅仅领悟6门奥义就足够了？你莫要误会，我说的6门奥义可不是寻常的奥义，而是指的6大自然主元素。6大自然元素分别为水、火、土、木、风、雷。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在古人看来，这6种能量就代表了天地自然的外化现象，是能够创造一切的本源。虽然其他奥义还有很多，但无一不是从这6大元素中演化而来的。比如什么极隐奥义、大地奥义、山岳奥义、冰雪奥义、巨浪奥义，天地间一切奥义都是从这6大元素中衍生出来的。听完天女这番讲述，林彻恍然大悟。这世上奥义极多，但归根结底，这6大自然元素才是创造一切奥义的根基。如此说来，我之前领悟的独之奥义，应该也是从这6大自然元素中演化来的。林彻想了想，最后猜测独之奥义多半是从土元素中演变而来。这世上大量的毒性元素，不管是毒药的生长，还是各种毒性矿物，其实都来自于大地。心念及此，林彻已经清楚了自己的目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只要领悟这6大元素，就相当于掌握了天地间所有奥义，也就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剑道领域了。如今林彻所领悟的3门奥义中，如果将独之奥义排除在外，剩余的另外2门水、风属性正好在6大元素之内，那么岂不是他只要再领悟火、土、雷、木4大元素，便可以创造领域，成为一名强大的剑主了？心念及此，林彻内心一阵激动，但片刻后他又冷静了下来。再领悟4门全新的奥义，这个事情说起来简单，但要做起来却不容易。这样看来，我现在很需要奥义炫耀。想到这里，林彻心神探入了自己的空间戒指之内。上次从玄武墓葬归来，收获大概在700万金币左右，而之前斩杀道苍院3位天榜弟子，将那3人的资源全部收入囊中，如果全部兑换成金币，大概1000万上下，加起来就是1700万金币。如果还在苍兰城，这个数字根本是林彻难以想象的。可是现在连购买一颗奥义玄药都不够，不仅如此，甚至难以支撑他突破下一境界。想到这里，林彻脸色一苦，穷，太穷了。无论是体内的气海，还是奥义玄药的消耗，对于林彻而言都像是无底洞一般。看来还是要尽快找到来钱的方法。默念一声之后，林彻突然想到了什么，目光微微一亮。对了，青云之战，整个苍风国内谁最有钱？这个问题不需思考也能知道，必然是执掌这个国家1000年之久的苍风皇室。而青云之战正是由苍风皇族亲自举办，凡是进入前10之人都可以得到苍风皇帝的封赏，这个赏赐一定丰厚无比。一念及此，林彻已经做出参加此次青云战的决定了。当然，虽然做出这个决定，林彻也没有急于一时。接下来的几日，他依旧只是在房间之内修炼，巩固自己的境界。直到第9日，也是青云之战报名的最后一日，林彻终于走出了客栈。穆王府位于北城最为繁华之地，其主人正是当今圣上第5帝穆王。而此次青云之战的报名之地，正是在穆王府外府之中。这座外府足够气派宽敞，可今日依旧人满为患，各处都可见到来自各方势力的青年才俊。这些天才大多是来自于皇城之内的家族势力，也有不少从国内各地赶来的天才。毕竟这青云战乃是苍风皇室选拔天才的盛事，而且是在帝都举办，可谓万众瞩目。今日虽天才云集，可天才亦有强弱之分。
不乏有许多在帝都之内早已成名已久的天骄，在青云战还未开启之前，就轻易地吸引了大量的关注。你们快看，那位似乎是古族少主古天恒。古天恒，古族第一天才，传闻1年前就已经踏足灵武巅峰之境。众人循声望去，果然见到人群之中一位大概20岁左右的青年傲然而立，从他身上透露着一股睥睨般的气息，与周围一些年轻武者显得格格不入，犹如鹤立鸡群。而周围的那些年轻武者知道他的身份之后，目光中则全都隐隐流露出敬畏。想不到今年的青云战，连古族第一天才都来参加了。对啊，由此来看，今年的争夺一定会无比激烈。古族，听到周围的议论声，林彻的目光微微一凝，听上去有些耳熟，似乎之前他在玄武墓葬斩杀的那位古离就是来自古族。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啊！林彻也没想到，刚刚进入帝都就碰到了以往的仇家，而且还共同参加青云之战，成为了竞争对手，这让林彻暗暗警惕了一些。当然，他倒不至于惧怕，甚至并没有太放在心上。而就在这时，人群之中再次传来了一阵骚动。云瑶，我没有看错吧？皇城第一美女竟然也要参加此次青云战！皇城第一美女！听到周围突然爆发出的一阵阵狼嚎之声，林彻也有些好奇的顺着目光看了过去。不远处，一位身穿蓝色长裙的女子出现在视野之中。她面容无比精致，灿若星河的眼睛，挺巧的琼鼻，性感的樱唇，勾勒出一幅极美的画面，像是从画卷中走出的佳人。而且她身材高挑，体态玲珑，尤其是款款而行之时，那一双修长笔直的玉腿脉动之间，更是引人无限遐想。即便是林彻也感到了一种惊艳之感。可他也有些疑惑，不用说，这女子的长相的确很美，但若是称她为帝都第一美女，似乎有些不妥。最少林彻曾见过的三公主李清婉，单论长相就绝不会逊色于她。略微想了想，林彻似乎有些明白了。李清婉毕竟出身皇族，血脉高贵，而帝都之中应该没有人敢随意议论公主之尊，所以才会如此吧。云瑶闻听周围那些赞叹之声，脸上从始至终都没有什么波动，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有一种淡然出尘的气质。果然不愧为皇城第一美女，若是能得此佳人青睐，就算少活10年，那也值了。见到云瑶的绝美容颜之后，此地不少青年才俊都是心驰神往，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倾慕之色。别做梦了，云瑶不仅相貌出众，天赋更是超群，如今19岁便已经踏足灵武巅峰境界，此次青云战必入前10。不仅如此，传闻建功第一天才柳峰更是对其表露过爱慕之意。你们之中又有哪个能够与柳峰公子相提并论的？建功第一天才柳峰，听到这个名字，在场之人全都心神一震。众所周知，万千武道以剑道最难修行，凡是能在剑道之中取得一些成就的，无论是天赋还是悟性，都绝不弱。皇朝之内的剑修极少，但100年以来，凡是名扬皇朝的剑修，大半都出自剑宫，因此剑宫就是整个皇朝内剑道武者修行的圣地。柳峰便是当代剑宫年轻一代中最为杰出的弟子，他今年25岁，已经踏入玄武之境。更有传闻称，如果不是剑道境界太难突破，那么此人将会与李清婉、北凌晨平起平坐，并称为苍风国3大妖孽了。因此，听到这个名字之后，场内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若柳峰都曾对云瑶表达出爱慕之意，那么在场所有人自然是连竞争的资格都没有。我听闻柳峰公子也会参加今年的青云战。就在此时，有人突然说道：“什么？”闻言，顿时有人惊讶道：“柳峰早已扬名苍风国内，已经不需要青云战来证明自己了吧？”呵呵，这你可就有所不知了。皇族子嗣之中，以三公主的天资最为出众，但可惜三公主是女儿身，无法继承大统。而除了三公主外，便属大皇子与二皇子的势力最为强盛。未来的皇储之争，也一定会在大皇子与二皇子之中产生。而在这2位皇子之中，建功明显是亲近大皇子一脉的。这次柳峰参加青云战，就是代表大皇子殿下出战。只要能够在青云战中夺魁，便能封官进爵，受到苍风皇室重用。所以准确来说，大皇子殿下应该是想要安排自己的势力进驻朝堂之内。嘘，皇族之事也敢妄自议论，不要命了！虽然大皇子与二皇子争权之事在帝都中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这种场面说出这种话，无疑是在给自己招祸。听到这声提醒，那名讨论此事的青年顿时脸色一白，自知失言。他紧张地往四周看了一眼，见到没有什么人关注他，这才放松一些，但也不敢再胡乱开口。就在这时，人群之中突然传来轰动，快看，那似乎就是柳峰公子吧？天哪，他竟然真的来了，要参加此次青云之战！随着这一阵阵惊呼之声，无数人的目光看去，只见天穹之上
一只10数丈大小的灵鹤振翅而来。灵鹤背上站着5、6位背负长剑的青年男女，每一位都气宇轩昂，眉宇之间隐隐都透露出一股锋锐之气。这股锋锐之气很明显是主修剑道的武者才能培养出来的特殊气质。毫无疑问，这些青年男女必然都是剑宫弟子。而在这些剑宫弟子之中，最为引人瞩目的自然还是柳峰。他剑眉星目，一袭白衣胜雪，负手站在众剑宫弟子之前。在他身周，一柄雪白长剑凌空漂浮，更映衬的他气质宛若谪仙，让人不敢逼视。在众人敬畏的目光之中，灵鹤盘旋落下。此时，柳峰及一众剑宫弟子走下。见到这一幕，周围之人则是为之一愣。剑宫竟然来了这么多人，莫非都要参加此次青云之战？毫无疑问，能够拜入剑宫的弟子，每一位都天赋非凡。若是都参加青云之战，无疑会让此次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或许他们中本来能够进入前10之人，都有可能淘汰。感受到场上这些青年才俊紧张的情绪，柳峰则是和煦一笑：“诸位放心，我剑宫这些师弟师妹只是观战而来，此次参加青云战的只有刘某一人而已。”听到这句话，众人紧张的情绪才是一松。顿时有人恭维道：“以柳峰公子的实力，这次必定在青云之战问鼎。”那还用说，柳峰公子何等天赋，跟我们根本不在一个层面，所以这次青云之战的魁首已经是毫无悬念。即便我此次被淘汰，若是能在青云战中一睹剑宫柳公子的风采，那也算不虚此行了。听到这些恭维，柳峰只是淡淡微笑，向前行去。他步伐不疾不徐，所过之处，人群自觉让开一条通道，直到他的身影来到云瑶面前，才是停下。见到这一幕，众人心神微微一动。传闻中柳峰对云瑶有爱慕之意，莫非是真的？云姑娘，上次一别已有数月不见，最近可还好吗？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中，一袭白衣的柳峰停在云瑶面前，英俊的脸庞上笑容和煦而阳光。这些日子一直在家族中修炼，还好吧？有劳柳公子挂念了。云瑶则是淡淡回应。见到这一幕，周围之人愣了一下。可以看出，云瑶虽然回应，但似乎言语之中透着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淡。面对剑宫柳峰这等天骄人物，似乎也并没有表现得那么热切。就在这时，剑宫一些女弟子起哄道：“云姑娘，以柳师兄的风采，在我们剑宫之中，可是受到众多师妹们仰慕的。可自从上秋佳节，柳师兄见到云姑娘后，回到剑宫之中，对你便一直念念不忘，茶饭不思。我们这些剑宫师姐妹们看在眼中，心都要碎了。如今也是有缘，你们2人竟能同时参加这次青云之战。我想，若是你们这对金童玉女能一同进入青云榜，一定也能在帝都传为一段佳话。”听到这里，云瑶微微皱眉。其实以她恬淡安静的性格，是很不喜欢与一些风云人物捆绑在一起的。在她看来，既然身为武者，就该保持一颗纯粹的修炼之心。即便是皇城第一美女之名，也是外界加诸于她身，对她而言，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虚名而已。更何况她对柳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愫，金童玉女这个形容着实有些过了。当然，云瑶虽然不喜，但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只是象征性的礼貌一笑，也没有再做回应。就在这时，一位老者出现，使得这原本嘈杂的场面变得安静了下来。诸位，老夫是穆王府管事，负责此次青云之战报名事宜，凡是25岁以下，想要参加此次青云之战者，现在皆可以来老夫这里报名了。听到这句话，顿时在场之人纷纷涌去，开始报名。林彻同样也在其中，但他并没有太过急切，一直等到最后一批。姓名、年龄、修为境界。随着林彻来到那老者面前，那老者头也没抬，开口问道：“林彻，17岁，灵武7重境界。”林彻一一答道：“17岁？青云之战3年一度，一般参加者都在20岁左右，很少会有17岁就来参加的。”听闻此言，那名老者倒是抬头看了林彻一眼，略显意外。虽然意外，老者也没多说什么，猜测这少年应该只是想感受一下青云战的激烈程度，并非是想在此届拿到什么成绩，或许更多的是为了3年后的青云战提前做一个准备吧。报名之后，林彻拿到了一个木牌，上面写着一个数字，就是他这次参加青云战的号码。因为是最后才进行报名，林彻也对这次青云战的参赛者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这次青云之战的确称得上天才云集，仅仅灵武5重之上的武者便有100位之多，即便是以林彻灵武7重的境界，在这里也只能算作中游。踏入灵武巅峰之境的共有5位，其中以古天恒、云瑶2人呼声最高，而真正超越了灵武境界，踏足玄武之境的只有1位，那便是那位来自剑宫的第一天才柳峰。这不奇怪，毕竟青云之战有着严格的年龄限制，想要在25岁之下突破到玄武之境太难了一些。柳峰能够做到，足以证明他的天赋惊人。
也正因此，在他参加之后，众人才会公认今年的青云之战，他一定可以问鼎。随着所有人报名完毕，那位穆王府管事再次起身，看向众人道：“这次报名人数一共309人。青云之战盛名之下，309人这个数字无疑显得有些少了，甚至可能还不如一个寻常宗门的宗门大比。可是不要忘了，青云之战最终只有10人能入青云榜，剩余之人皆被淘汰。这种近乎苛刻的淘汰率，本身就已断绝了无数人的念头。因此，赶来参加者无不对自身的实力有着强大的自信。既然已经报名完毕，接下来便是出事。所有人随老夫来吧！”留下此话，那名穆王府管事直接向外走去。见状，所有人都跟上。走出外府，这名穆府管事直接带领众人来到一处巨大的建筑之前。这建筑占地极为广阔，看上去像是一个演武场，四周看台呈一个环形围绕。只是在中间的站台之上，却是由一处金刚所铸的巨大牢笼，看上去有一股森严冰冷的味道。此地名为兽斗场，穆王府产业之一，乃是帝都勇士与蛮兽求斗，用于锻炼胆魄与实力的地方。而青云战出世就是在此地进行。兽斗场，看到那巨大的铁笼站台，众人目光微变。青云战出世，竟然是与蛮兽进行求斗。见到众人表情，那老者笑道：“既然是为皇朝选拔人才，皇朝自然不希望所招揽的会是一些温室中的花朵，所以在这求斗场进行青云战出世，无疑是好的方法。当然，你们也不必太过紧张，虽然是与凶兽求斗，但也并非是让你们独自面对那些残暴凶兽，而是3人一组，只要能够取胜，3人便能同时晋级。3人一组。”听到这句话，众人的神色才微微缓和一些，但同时他们也瞬间意识到了什么。有人疑惑道：“若是分组的话，该如何分？”老者笑了笑：“抽签。看到老夫面前这个铁箱了吗？你们依次进行抽签，抽到相同的号牌，便被分到一组。”听闻此言，在场之人都是微微一滞，这还真的是完全凭运气啊！这种方法就意味着必然会有人被分到强组，有人则会被分到弱组。但也不得不承认，在武道修行之中，有时候气运真的很重要，同时也是实力的一种体现。所以听到老者的话语之后，诸人都在暗暗祈祷，希望自己气运爆发，能够分到实力强横一些的组别。穆王府那位老者面前有着一个黑色铁箱，随着他念出名字，所有参加青云战的青年才俊开始依次前往抽取木签。紧张，毫无疑问，诸多抽到木签之人脸上都布满了紧张之感，因为这上面的数字也代表了他们将会分到的队伍到底是强是弱。片刻后，场上便是响起或惊喜或沮丧的声音。太好了，我竟然分到了古天恒一组，那这次青云出世岂不是稳过？古天恒作为古族第一天才，是这次青云战中的大热门，不少人都猜测他此次进入前3，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所以在他亮出号牌之后，那2位与他分到同组之人顿时喜形于色，心中大定。另一处有2人则更加激动，因为他们竟然被分到了柳峰一组。与古天恒一组可以安心不少，但与柳峰一组却意味着通过此次出世将会毫无压力。作为场内唯一一位玄武境强者，若是跟着柳峰还不能通过此次出世，那试问还有谁能过关？有人欢呼雀跃，自然就有人低落失望。能够被分到强者同组无疑是幸运的，但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幸运。我的天啊，我这一组之中竟然有2个055重，这还让不让人活了？这种阵容怎么可能通过出世？你就知足吧，我这一组竟然还有1人是053重，这种境界竟然也敢来参加青云战，简直没有一点自知之明。我们队伍里有这样一个拖累，这次是肯定没戏了。过了没多久，在场大部分人都已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林彻看了看自己手中的木签，上面写着43，证明他所在的队伍是第43组。可是到现在，他还没有找到自己同组之人。不过就在这时，一道声音突然传来：“跟龙少有同组的人呢？43组的朋友，把手举起来，让本少爷瞅瞅你们在哪里。”这道声音中气十足，犹如洪钟，让场上为之一静。所有人目光看去，顿时有人认出了那开口之人的身份。此人好像是飞龙商会的少东家龙傲天，灵武巅峰之境。闻言，不少人目光微变。此地真正踏入灵武巅峰境界的只有5人，这龙傲天就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此人在众多参赛者中绝对属于强者之列，是有实力冲击青云榜前10的存在。林彻听到这声呼喊之后，目光看了过去，只见不远处一位肥胖青年出现在他视野之中。此人身材臃肿，再加上四肢有些短，一眼看去就像一座肉山似的，跟他那霸气的名字沾不上半点边。不仅如此，他身上更是穿金戴银，10根手指上戴了10几枚空间戒指，每一枚都是稀缺宝石打造而成，
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宝辉，脖子上更是挂了一条粗重的大金链子。总之，这一身打扮就差把有钱2个字写在脸上了。见到这一幕，林彻一头黑线，心想当初店主说的皇朝那一些商会富可敌国，果然是真的。不过，就算有钱，这未免也太招摇了一些吧。林彻直接走了过去，我就是43组的。闻言，那位飞龙商会的少东家龙傲天顿时打量了林彻一眼。057重，兄弟，你这境界是差了一点啊。057重在这天才云集的青云战中的确算不上出众，而第一轮又是分组作战，同组之中有1人境界稍弱，那通过的难度就会为之增加。不过放心，本少爷身为飞龙商会少东家，平生最讲信义2字，既然咱们分到一组，那也算缘分，有我在，保证带你顺利通过初试。龙傲天拍了拍胸口，显得相当自信，很有一股江湖义气。好，对此林彻也只能笑着点了点头。但是3人一组，好像咱们还差了1人。龙傲天往四周看了一眼，提了口气，便准备再嚎一嗓子。然而没等他开口，一道犹如空谷鸣音般的声音在2人身后响起：“请问是43组吗？如果是的话，那你们要找的最后一位队员应该就是我了。”这道声音轻柔悦耳，闻之让人如沐春风。但当诸人的目光向开口之人看去之后，无不是愣在了原地。这是一位女子，身穿一件浅蓝色纱裙，长发垂肩，纤腰盈盈一握，仿佛从画中走出的佳人。此人赫然便是那位公认的皇城第一美女云瑶，竟然跟云瑶分到了一组，这究竟是什么运气？此时在场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无不发出一声狼嚎，眼睛都红了。嫉妒啊，那是真的嫉妒。要知道，不仅是容貌出众，云瑶可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天才，如今19岁便已经达到05巅峰的天才。这样一位美貌与实力并存的绝代佳人，能够与她分在一组，既是通过这次出事的保证，又能有机会与佳人近距离接触，这该是何等的幸运！一瞬间，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林彻与龙傲天的身上，不应该说绝大多数目光是集中在了林彻一人的身上，纷纷流露出羡慕至极的表情。毕竟龙傲天本身境界与云瑶相当，同样也是一位公认的强者。可林彻与2人相比，境界差了足足2层，却有幸能够与2位05巅峰同组，其中1人还是云瑶，这运气简直没谁了。然而林彻感受到周围那些人异样的目光，目光犹如一潭清泉，从始至终都没有任何的波动。在他看来，与谁一组不重要，他只关心接下来能不能顺利通过初试。此次参加青云战的一共309人，因此被分成了103支队伍。随着抽签分组全部完成，那位穆王府管事直接道：“分组已经全部完成，老夫宣布青云战初试正式开始，第1支队伍入场。”此话一出，除了第1组之外，剩余的所有队伍都进入了看台等候，而第1组的3人则是走向了中央站台。可以看出，这3人都有些紧张，毕竟他们是第1支接受初试的队伍，压力很大。随着他们3人的身影在站台之上站定，一位负责之人送上3张卷轴。这座站台隐藏了一座传送阵法，而现在在你们手中的便是传送卷轴，也是你们唯一的保命之物。若是自觉不敌，就捏碎那卷轴，传送阵自然会将你们传送到场外。不过一旦这样做，也意味着将会被淘汰。至于通过初试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全力击杀掉你们将要面对的蛮兽。当然，你们也不需有任何心理负担，这次青云战中的蛮兽都是从一些大凶之地闯出，在我国境内造成无数杀戮的凶残畜生。若是交战，最好不要对其抱有仁慈之心，否则付出代价的必然是你们。老夫所言，你们都明白了吗？那3人郑重点头，明白。好，那就开始。咔咔咔，随着老者一声令下，中央站台上的铁笼完全封锁。与此同时，站台上一面石壁上的厚重铁门也直接被打开，一具庞大的身影从通道之中冲了出来。轰！随着那庞大的身影踏入场中，可以感受到整个地面都在轻微颤抖，巨大的阴影几乎遮蔽了半座站台。这是赤焰大地蜥。随着众人看到这只蛮兽的真面目，此地所有人都不禁发出一声惊呼。入眼之处是一只庞大无比的蜥蜴巨兽，浑身覆盖着暗红之色，犹如岩浆一般的鳞甲，庞大的体魄更是犹如一座小山般，给人以强大至极的压迫之感。赤焰大地蜥，9阶灵兽。兽族的境界划分与人类武者相似，分为妖兽、灵兽、玄兽、道兽、天兽，每一层境界又分为1至9阶。9阶灵兽便相当于人类武者05巅峰之境，而且因为兽族天生体魄的强横，甚至比同境人类武者更加可怕。感受到这只赤焰大地蜥的境界，第1支队伍中的那3人脸色瞬间一片苍白。他们之中境界最高者也不过只有一位踏入了058重的武者，这怎么打？隆隆隆！
没有给他们太多思考的时间，场上那只赤焰大地蜥出现之后，阴森的眼瞳在三人身上扫了一眼，随后那庞大的身躯直接暴冲而起，向站台上三人冲撞而去，仿佛他只有杀戮的念头。不好，全力出手！那三人虽早已心生恐惧，然而既然选择参加青云战，若就这样黯然离场，他们绝不甘心，因此准备全力一搏。三人中，明显以那位踏入058重的青年为首，其他2人只能辅助。这一刻，他们体内真气都彻底爆发出来，形成极为不弱的气势。可惜，却依旧低估了9阶灵兽的恐怖冲击力。轰砰！赤焰大地蜥的冲击之下，竟然形成狂暴的火焰浪潮，所过之处只能用摧枯拉朽4个字来形容。三人集结起的防御结界瞬间崩溃。那位058重武者最惨，他首当其冲，直接感受到一股巨力袭来。砰！啊！他发出一声惨叫，只见一条手臂已经骨断筋折，是生生被撞断的。除他之外，另外2人也直接被掀翻在地，狼狈不堪。不好，咱们3人根本不是对手，快退！没有任何犹豫，仅仅是这一次交锋，第一支队伍这3人便是捏碎了手中的卷轴，传送了出去。这也意味着，这第一支参加出事的队伍全部遭到了淘汰，没有一人能够过关。